扶苏，那你想怎么做？师傅，我想出去走走。出去走走，去哪儿？我想周游天下。想周游天下没有问题，那你是想摆开太子仪仗，带着你的东宫六帅，不，现在是东宫武师浩浩荡荡的巡游天下，还是自己带上几个人微服私访？两者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你还来问我，我就不相信你没想过。当然是微服私访了，摆开太子仪仗能看到什么？什么都看不到。你倒是聪明，不过现在天下虽归于大秦一统，但是并不太平，六国残余势力仍然在暗地里谋求复国。你如果微服的话，要是被六国余孽发现，你就危险了。这不是找师傅想办法了吗？你是想师傅出面给你请几位宗师吧？学宫的这些祭酒，最年轻的也已经70了，跟你出去我不放心。我平日里把他们都当成宝贝供着，万一真出点什么事，我得哭死。这样吧，我修书一封，你去请他出山吧，护你出行。是谁呀，师傅？多谢师傅。对了，宗师我给你找了，其他随行的人员你定下来了吗？已经定下了，萧何、刘邦、夏侯婴、樊哙、章邯等16人。啥？这是把西汉开国名将一网打尽了？不过这倒是没有什么问题，萧何这几年已经成了你的心腹，刘邦几人在参谋部的表现也很好，但是他们不是在参谋部吗？怎么王翦同意放人给你了？那是当然，我的面子王元帅怎么会不给？说实话，他们是接到了国防部的秘密调查任务，跟我同行而已。秘密调查任务？调查什么？国防部收到几封报告，说地方卫戍部队在改编的时候有喝冰血的情况出现，所以派他们去地方进行调查，是否属实。看来有些人真的是赚钱不要命了。秦律如此森严，竟然还有人敢冒险赚这样掉脑袋的钱。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去吧，要是有什么事就通过墨赐告诉我。干啥？我正忙着呢。你现在身上那种巨子大佬的气质越来越少了，一股科研工作者的傲娇感扑面而来啊！还不是为了完成你交代的任务，我都已经泡在奇迹研究院好几个月没有出门了。快说，啥事？请巨子来，当然是有事要麻烦巨子。我连墨赐都交给你了，你还有啥事要麻烦我的？这不是扶苏想要微服出巡吗？我怕扶苏出危险，就想请巨子派些高手暗中保护一下扶苏。就这点事情，我叫墨家18剑士去就行了。不可，墨家18剑士成名已久，如果派他们出去，很容易被有心人给认出来，反倒会引起注意。所以我是想请巨子派一些生面孔。你小子这是想把我墨家的老底都给挖空啊？要不你来当巨子，我把墨家全部都交给你算了。巨子我可当不了。行吧，我也不知道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这是我安排。多谢巨子，人我来安排。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巨子尽管说便是。再给奇迹研究院拨一笔经费，院里没钱了。这是飞天酒业的令牌，你拿好，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有些事情不方便找官府出面的，只要在全国内任何一家飞天酒业的铺面出示这块令牌，他们都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另外，你们去奇迹研究院领一套最新研发的单兵装备，如果遇见危险，凭借这套单兵装备可以与他们周旋，甚至击杀他们。从学宫出来的扶苏直接上奏，言天下初定，民心未稳，愿代天巡狩，以按四方民心。嬴政很欣慰，赐扶苏御剑金牌，许皇太子便移行事之权。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扶苏正式出发了。车驾仪仗一出咸阳，扶苏就带着萧何、刘邦他们脱离了车驾，直奔安邑而去。而太子车驾仪仗则在太子詹事张仲的带领下，假装继续巡游天下。扶苏这么一走，下人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心里好像有什么事堵着一样，总觉得算漏了什么事情呢？儿行千里母担忧，你这也不是扶苏的老母亲，操的心却比老母亲还多。扶苏要出趟门，看把你忙的。主人，教育部送来一封公函。师兄，你来看吧。淳于越要求对坝上学宫现在所有教授的学位要进行审核，以防有祸乱人心之道出现。也许是过分的成功，让淳于越这位老先生迷了眼啊。主人，淳于越带着教育部的各个属官来了，点名要见学宫祭酒。学宫祭酒都是各派宗师，真要让这些祭酒出门，没2句话就能跟淳于越直接干起来。下人怎么会落人这样的口实？尽管很不愿意见到淳于越，还是亲自出来接见了。他自然不会给淳于越好脸色，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只是在那里斜眼看着淳于越。你是什么人？见到大秦教育部次长淳于大人，怎么不行礼？糟糕了！怎么，次长大人还要我向你行礼吗？我真他妈想把你给掐死！
这次改制，虾仁刚亲封了镇国公，位列4大公爵之首，位在百官之上。每次见到我都是仗着自己的年纪混过去，这次混不过去了。这是哪里来的愣头青？淳于越参见镇国公。淳于越的计划给打乱了，心里又气又急，自己来学宫查还没找到，李倒是先行了一个。镇国公，我听说学宫现在教授学子的学问中有诋毁秦律秦法的内容，还请镇国公将所有学宫现行的学位书籍交出来，由我们审核之后才能继续教学。你要审核我们学宫的学问，请问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审核？教育部次长的身份，还是儒家经主的身份？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而且区别大了。如果你是以教育部次长的身份，那就请你拿出圣旨来；如果你是以儒家经主的身份嘛，呵呵。我以儒家经主的身份又如何？儒家经主还没有资格来审核诸子百家的学问，当然是要打出去。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那么淳于先生，你是次长还是经主？淳于越灰溜溜地从学宫离开，表面上看好像是淳于越吃了瘪，但是虾仁心中却充满了疑惑。以我对淳于越的了解，这个老头不会如此贸然行事啊！之前哪一次针对我不是谋定而后动？这次自讨没趣，倒显得格外的刻意。果然不出虾仁所料，回到咸阳的淳于越立刻给嬴政上了书，罢上学宫游历大秦律法之外，不遵守教育部指定的政策，有法外之地的危险。无论改制前还是改制后，秦法都是秦国的立国之本，但是学宫中有太多大秦的机密，当然不适合对外公开。你特么的找茬，找到学宫头上了。嬴政于是下旨让学宫自查，并且不痛不痒地申斥了学宫几句，就淡淡地放过了这件事，反倒是以淳于越办事不力为由，罚了淳于越半年的俸禄。这让淳于越知道了虾仁和学宫并不是这么轻易就可以撼动的。而就在咸阳城中，淳于越找茬的时候，扶苏一行人却已经来到了安邑。扶苏等人扮作商队，扶苏是东家，萧何是账房，而刘邦等人都是商队护卫。别说，还挺像模像样的。东家之前来过安邑，那是很多年前了。师傅还是安邑侯的时候，我跟师傅来过这里。我想起来了，那还是秦王政16年的事，河东造反。正是，已经5、6年过去了，就是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还是我跟师傅来的时候的样子。东家，咱们为啥要到安邑来啊？来这里找个人。扶苏是皇太子，竟然还要来这里找一个人，那这个人到底会是谁呢？商队在安邑城里并没有待太长时间，第2日就从安邑出发，来到了中条山。在向导的带领下入山之后，好半天才找到马村的所在之处。只是这里与几年前扶苏来的时候已经几乎完全不一样了，村里多了很多青壮。当年那些面带菜色的老弱妇孺已脸色红润，一看就知道日子过得不错。魏辽子先生不住此村，他在半山腰另有一间茅庐，你们去那里找他就是。原来扶苏要找的人竟然是传说中的大秦国尉魏辽子先生。魏辽子是兵家不世出的奇才，有传言曾说魏辽子是辞官了，如果魏辽子不辞官，天下名将必然有魏辽子的一席之地。刘邦还没见过魏辽子，此时心里也不免有些激动起来。走了小半个时辰，众人才看见半山腰中隐约露出茅屋的一角。众人知道这是到地方了，于是加快了几分脚步。应该就是这了。魏辽子，我们君上派我们来请你，是看得起你，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大的口气，既然连魏辽子先生也不放在眼里。阁下也是一代高人，何必跟一个孩子过不去？不过是小惩大戒一番而已。你们修的这一身武艺也不容易，而今天下初定，万民期盼安定，你们又何必要掀起事端？暴秦无道，虽然能灭我们的国，却无法收服我们的心。只要我们活着，就不会放弃对抗暴秦。废话多说无益。魏辽子先生，你就给一句准话，是加入还是不加入？当然不加入。原来是6国余孽。魏辽子，刚才剑法的比较，我们略逊你一筹，怎么现在是要用强弩压人吗？不存在压人啊！你们要是有本事，也用10几柄手弩对着我，我肯定是没有什么意见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打扰魏辽子先生了，只希望以后不要在战场上碰见。我们走。我的太子殿下，你怎么来了？你可知道刚才有多凶险？我是专门来请先生的。他们是谁？他们是赵国代王家的手下。这些人就是赵国的王庭死士。正是，赵国王庭死士与我大秦黑冰台隐卫一样，不显于世，但是高手众多，不可小觑。刚才如果不是那人没有认出你来，真要一拥而上，胜败尚未可知。魏辽子先生，他们不会再转回头来吧？谁知道呢？我估计他们还会回头，所以这里是不能再待了。对了，太子殿下还没告诉臣，你为啥要来找我？侠兄是真的不愿意放我清闲啊？行吧，反正我也不想跟这些人再照面，就护送一下太子殿下好了。原来那个小子就是暴秦的太子殿下，嘿嘿，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回去禀报统领知道。而扶苏请到魏辽子之后，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被人识破了身份，继续带着众人向自己的目的地出发。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颍川郡，
这里也是刘邦国防部要求探查的第一个地方。到了之后，我亮明身份，招来卫戍军，按名单点名，只要名单与实际不符，就可以直接拿人了。扶苏众人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多的心思都放在了沿途的风景上。魏辽子看到这些人如此轻率，只是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并没有说话。经过10数日的奔波，众人终于来到颍川郡的治所阳宅。阳宅对秦人来说并不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因为嬴政当政之前的权相吕不韦就是阳宅人。听说现在阳宅还有吕不韦的同宗生活。进入到阳宅之后，路过教场的时候，扶苏却有点懵了。这里训练的士兵比义军的人数只多不少，不是说吃空饷喝冰血吗？那这些士兵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看见了教场的情况了吧？那人数看上去可不止2万人，各位有什么看法就说说吧。会不会是国防部搞错了？其实颍川并不存在空饷的事情。国防部是收到实名举报才让我们过来的，如果是诬告，难道不怕连坐执法吗？秦律诬告他人一经查实，诬告者同罪，甚至要疑惑家族。大秦诬告的情况并不多。那我们先找到上述告状的人问清楚不就行了？是要找他来问清楚。刘邦告状的人是谁？原颍川校尉荀章，改制之后为颍川卫戍军9团团长，驻守常设。那他告的谁？告的是原颍川郡郡尉吕宗，改制之后为颍川卫戍军军长。那就是以下告上了。国防部的任务是你领受的，我只是跟着来看看，所以任务如何处理由你安排。遵太子令，那我就发号施令了。夏侯婴、樊哙，你2人辛苦一下，去趟常设，将荀章带到阳宅来，但是记住，不能惊动其他人。曹参、关颖，你2人在夏侯婴他们回来之前，在阳宅打听一下吕宗的官生人品如何，同样只能暗地里打探，不能惊动任何人。飞天酒业在阳宅有铺子，咱们要不要请飞天酒业的人帮忙查一下？要是找飞天酒业，功劳岂不是无形中就缩了水？时机未到，不可轻动。太子竟然如此通情达理，夏侯婴、樊哙，你们马上出城赶赴常设，尽快将荀章给带回来。天色尚早，我们出去走走吧。此处繁华与咸阳也不差多少。萧何，我有些饿了，咱们找一间好一点的酒楼吃点东西吧。东家，小的刚才打听了一下，前面不远处就是阳宅城中最大的一座酒楼，名叫寒楼，去看看。果然富丽堂皇，雕梁画栋。几位，不好意思，今天寒楼已经被我家公子给包了下来，还请几位另外找家酒楼吧。你家公子包了，好大的口气！这寒楼既然开门营业，那就没有进不去的道理。今天爷爷还就要进去吃这顿饭了，你待如何？我劝你们还是另外找一家酒楼，不然容易吃亏。是吗？我们会吃亏？我还真不相信了。来人，切勿冲动，我们这次有任务，况且因为这点小事与他人起冲突，万一事情闹大了，太子的身份就瞒不住了。既然贵主人已经包下了这座酒楼，我们就另寻他处便是。一群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乡巴佬，也敢来撩我家公子的虎威，算你们走得快，不然统统打折一条腿，丢大街上去。哼，今天寒楼这饭，我这个乡巴佬吃定了。听见了吗？还不给我让开！我们东家要进楼用饭。来人，他们敢向前一步，全部打折腿丢出去！兄弟们，打他！救命啊！好贼子，我们张家的人你们也敢打？不要啊！住手！这正主竟然比扶苏还要俊美几分。这位请了，不知道我这些家奴犯了何事，竟然引得尊驾如此惩戒。尊驾的这些家奴出言不逊，我一时气愤，所以让人动手教训了一下，对不住兄台，这点钱就当成给你的这些家奴治伤的费用吧。我说过多少次，出门在外不要给我惹事，你为何就是不听？也罢，从今日起你就不再是我张家的人了。我看各位也是豪侠之士，我这人最喜欢结交豪侠之士，今日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可否冒昧请诸位楼上一叙？故所愿不敢请耳。我乃新政张良，今日得见阁下，实乃3生有幸，请满饮此杯。这不是飞天至尊吗？眼前的这位新政张良，看来家资不少，好久啊！还没请教阁下尊姓大名？我叫苏福，来自关中。原来是苏兄，张兄有礼。苏兄，你身后这几人，在我看来都是不凡之人，敢问这几位是？我游学天下，家中长辈不放心，这几位都是家中长辈派来护我周全的。相貌不凡，看来苏兄家中长辈对苏兄很重视啊，连宗师级高手都能派给苏兄做护卫。张兄好眼力，张兄身后的这几位也不凡啊，尤其是那位身高9尺有余，膀大腰圆，这两臂怕不是有千斤之力。此人名叫力奴，不过是空有几分蛮力而已。苏兄既然有宗室护卫，想来家族渊源，却不知道苏兄家在关中是做什么的。不过是有些良田，一个富家翁罢了，不值一提。倒是张兄如此做派，想来是这颍川的名门望族了。名门望族倒是也算不上，不过我张家在韩国曾经武士为乡，只是现在韩国都没有了。提起这些没意思的姐，武士
吃为相，这家事就算是放在秦国也不容小觑呀。即便是韩国已经被灭，但是这样的人家在颍川已经是铁铁的地头蛇。就算是大秦在对待这些人的时候，也不得不要谨慎从事。原来张兄的家世如此显赫，倒是我冒昧了。都是过去的事了。如此大秦统一天下，你我都是大秦子民。苏兄既然从关中来，能否告知良，关中秦法严苛否？秦法自商君变法以来一直如此，朝廷乃至百姓言行有度，倒是也不觉得严苛。苏兄啊，秦律严苛，天下共知。我听说在街上吐一口唾沫都要受鞭刑，如此暴政，怎能不算严苛呢？这小子8成是6国余孽，对大秦心有不忿的那种，运气没这么好吧？随便在街上逛逛都能碰上这么一位。张兄慎言，颍川虽然是韩国故地，但是黑冰台和天网监控天下，张兄怎知隔墙是否有耳？还是莫谈的好。不过是黑冰台和天网而已，我有什么可怕的？我乃韩国故乡之子孙，说2句秦律严苛有什么不对？难道苏兄会去告密不成？你笑什么？我以为张兄出身武士，还向府邸，本应该有一番不凡的见识，却没想到竟然也是如此心胸狭隘之辈，心怀奸险之徒。此话怎讲？我虽然来至关中，可是张兄怎么就知道我与大秦没有血海深仇呢？难道苏兄与大秦也有深仇大恨？事到如今，我也不想隐瞒了。其实我乃嬴氏王族。你是嬴氏？正是，孝公乃是我先祖。那当今秦皇是你什么人？按族中辈分，算是我的叔父。那你既然为大秦王族，又如何会与大秦有仇？我家本是宗室，只因为与嬴策走得近了一些，竟然被赵高那贼子诬陷是嬴策的同伙，而嬴政内司也不分青红皂白，将我一家满门抄斩。如果不是我家中仆舍命将我救出，我也早已丧生。张兄，你说我与大秦是不是仇深似海？这小子胡说八道，这功力是跟他师傅学的吗？阁下早说嘛，看这事闹的，这就是个误会。张兄信我。兄台若是不承认自己是嬴氏族人，我必乱箭将你射死。但是兄台既然已经自称是嬴氏族人，想来也没有骗我的必要。怎么忘记了，还挂着这样一件要命的东西，好悬啊！如果我不是编了这么一个身份，无论编任何身份，怕是都不会让张良相信。你既然是嬴氏宗族，那我就称呼你嬴兄了。不知道嬴兄到颍川来有何贵干啊？咱们初次相识，我要干什么？好像不用告诉张兄吧？看来嬴兄是不太相信我啊。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勉强嬴兄。喝了这杯酒，嬴兄自去办事就是了。东家，咱们回去再说。退回阳敌。咱们可能碰上一条大鱼了，看来此人就是6国余孽。咱们现在怎么办？是继续找机会跟此人联系，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还是就此收手，通报黑冰台和天网，让他们来动手？这活儿当然是我们来干，为啥要交给黑冰台和天网啊？东家，咱们这次就带了这么一点人，我怕那人手下众多，咱们反遭其害。扶苏其实在内心中挺同意刘邦的想法，功劳不功劳的无所谓，但是刺激呀！我出来不就是不想在咸阳过那种天天无所事事的日子吗？有这么刺激的事情，怎能错过？但是萧何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次出来连魏辽子算上，一共就是16个人，这点人怕是连水花都翻不起来，总不能为了自己的刺激，让这些人跟着我去送死吧？东家不用担心，萧何手上不是还有飞天酒业的令牌吗？可以让萧何去飞天酒业求援。现在看样子，好像不惊动飞天酒业也不可能了。此时我们应该已经被张良的人给盯上了，这时候去飞天酒业，不但求不了援，反倒会害了他们。我倒有个主意，张良既然是杨迪的地头蛇，那咱们为什么要在杨迪跟他斗呢？何不跳出杨迪，去长社也行，去河东也罢，只要不在他的势力范围，咱们再带起人手回来找张良不也行吗？是啊，我们干嘛一定要在杨迪跟张良死磕？为啥不先离开杨迪再说？但是夏侯婴和樊哙去长社见寻张，这要是回来找不到我们可怎么办？东家勿忧，长社离此地并不远，咱们不如等他们一晚，明日一早他们必然会回来，到时候咱们再一起走就是了。那就这样，今日咱们在杨迪住一夜，等一下夏侯婴他们，明日一早离开杨迪。为何只有你们俩人回来？寻张呢？我们一到长社就去找寻张，可是差点没被抓起来。后来我们觉得事情不太对，就找人打听了一下，原来寻张在前2日就已经被吕宋以抗命为由给抓到了阳宅，现在长社的卫戍团已经被吕宋的亲信给掌控了。吕宗下手竟然如此之快，看来空想一案并不是空穴来风。东家，这空想一案会不会跟张良有什么关系？不好说，不管了，咱们先出城再说吧。众人收拾好行装，就准备出城。好在出城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什么阻力，一行人倒是很顺利地离开了杨迪。但是从杨迪出来不到10里，魏辽子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东家，好像有人一直在跟着我们。难道是张良的人？不知道，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退回杨迪。蒙面人从4面8方冲来，唯独扶苏他们来的路上没有蒙面人的出现。扶苏众人也不及多想，就往来的路上跑去。但是他们奇怪的是，这些蒙面人在追赶了一段路之后，竟然撤了回去，
不再多做追赶。他们好像只是想不让我们离开杨迪一样。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一行人又换了一个方向试试。果然，行不到10里，那些蒙面人又出现了。他们只要向杨迪的方向逃去，蒙面人就不再追赶。魏辽子先生，他们果然不想让我们离开杨迪。我想这应该是张良的手笔。如果我所料不错，咱们现在要是回杨迪，8成会与张良有约。张良为何要如此的大费周章？我也不知道，反正待会儿要是见到张良就知道了。英雄，你这是怎么了？无事，张兄这是要干啥去？我家中有事，我要回趟新郑，3日后就回来，希望到那时候英兄还在。自然是在的。扶苏虽然现在恨不得一拳砸在张良脸上，但是这时候自己并没有任何证据，也只能假装无视。扶苏等人又回到了昨夜居住的客栈。扶苏百思不得其解，魏辽子先生，这张良既然不在杨迪，为何还不让我们离开？会不会是东家的身份暴露了？不可能，如果是东家的身份暴露，那些蒙面人就不会只是把我们赶回杨迪了。管他想干啥，他想让咱们留在杨迪，咱们就一定要留在杨迪吗？难道咱们就一直要被他扯着鼻子走？在东家面前，岂容你放肆？樊哙说的对，我们不能被张良牵着鼻子走，咱们必须要立刻去杨迪。东家，咱们现在可是连阳宅城10里都走不出去。东家，我倒是有个办法，说来听听。午时，刘邦命夏侯婴、樊哙、灌婴、曹参4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指令去办事，又让萧何、周勃带着国防部的首令去见吕宗，而刘邦则跟其他人留在客栈中保护扶苏。到了下午快有10的时候，刘邦派出的人除了萧何和周勃一路之外，其他人都回到了客栈。不过萧何和周勃回不了，也在刘邦的算计之中。所有的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按着计划进行。到了戌时中的时候，客栈突然涌进来大批客人，把一个客栈塞得满满的。然后到了戌时末的时候，杨迪的卫戍军突然宣布戒严，所有人等不能在城中走动，搞得城中百姓议论纷纷。翌日清晨，卫戍军宣布戒严解除的时候，昨日入住客栈的那些人戴着头套和帽子，纷纷离开客栈。而且这些人都穿得颇为臃肿，从外表上很难分辨谁是谁。张良的确是留了人手盯住扶苏这些人，负责盯梢的人心知不对，也顾不得自己身份暴露，直接冲进客栈询问老板。果然，扶苏那些人也同样消失不见了。负责盯梢的人知道坏事了，杨迪是颍川郡之所，城中百姓数十万，这下子失去了目标，想要再找回来，那就是千难万难。盯梢的人无法，只能设法通知城外的人，让他们严防死守。而此时，在杨迪城北的一座民房中，扶苏见到卫戍军的军长吕宗。不过扶苏并没有表明自己太子的身份。我是国防部的调查员，来调查吕宗空饷一案的。这是勋章告到国防部的吧？你知道？我当然知道，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诸位都是国防部的调查员，我也不必隐瞒。空饷我的确是吃了，不过不是给我自己吃的。你既然承认吃空饷，怎么又说不是给你自己吃的呢？几位不知道，我颍川的卫戍军中有大半是当年韩国留下的降兵，被改编成卫戍军的，而我军中有不少战死在疆场上的同袍。改之前，我这里尚且可以拿出一部分钱粮，能支持一下那些战死的同袍的家眷。但是在改制之后，所有的钱粮财物都是按人头发放，我除了吃空饷，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搞来钱粮去安抚那些家眷。那些战死的人都是原来韩国的士兵。正是，所以大秦的抚恤轮不到他们。如果不是我一直暗中照顾，怕是这些人的家眷早就饿死了。有多少人的家眷？不下3000人，我的能力也只有这么大。那你吃了多少人的空饷？我们进城的时候看见的那么多士兵又是怎么回事？那些士兵都是我知道你们来查我的时候临时请的人。那你为何要抓勋章？我抓了勋章，什么时候？我虽然是卫戍军的军长，但是按照秦律，团1级的军事长官犯事，必须要行文国防部，得到国防部的授权和批准之后才能拿人。不可能，我亲自去长社问的，勋章已经被你抓了起来，你还派了你的亲信去担任长社卫戍团的团长。团1级的军事主官的任命需要上报国防部，国防部批准之后才有指挥军队的权利。我就算抓了勋章，派去的人也当不了团长啊。吕宗的话让一屋子人都有些懵。夏侯婴和樊哙自然不会说谎，但是看眼前吕宗的表情，似乎也不像作伪。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吃空饷的钱粮并没有用在自己身上，是用来救济你的那些同袍的家眷，那勋章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要士兵在国防部举报你，这事说起来就有点大了。我吕家和荀家都是颍川的大家族，只是因为我族里出了一位吕相，所以被官府打压的比较惨，也一直位列荀家之下。可是谁知道大清改制，我竟然被改成了卫戍军的军长，而勋章的叔父原来是颍川郡守，却被朝廷一纸不得同地为官的公文调去了三川郡当郡守。结果现在颍川郡荀家最高的官员也不过就是长社卫戍团的团长，荀章估计是咽不下我吕家位列荀家之上才举报的我。有一个自称新郑张良的人，你可知道？新郑张良知道啊，新郑张家世代簪缨，是韩国的名门望族。张良是这一代张家的嫡长子，
子文武双全，在颍川的面上可有名的很啊。他平素为人如何？张良此人平日里最喜欢结交游侠儿，颍川郡的游侠儿他都与之交好，有人甚至称赞他有孟尝君的风骨。张家在颍川郡的势力很大，别看张家没有人在朝为官，但是颍川郡的大小官员，谁敢不看张家的脸色，也不怕众位笑话。就连我这个卫戍军的军长，也不敢轻易得罪张家。有意思，那这张家岂不是坐地为王了？这位调查员，你明鉴，我可跟张家没有什么往来啊。寻章是被谁抓走的？张良又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的折腾我们？总觉得张良好像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如今之计，只有先去常舍查一查寻章的去向了。吕军长，你空想一案我已经知道，自然会将实情上报，如何处置你，自有国防部来安排。但是我可以保你官位不失，依旧担任这个卫戍军的军长。至于你说的抚恤问题，我也会上报政事堂，请政事堂给一个说法出来。那就多谢调查员了。不过寻章被抓之事还需要调查，这样吧，你抽调一些士兵，跟着我们去趟常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国防部定下的规矩，我虽然身为卫戍军的军长，但是在没有国防部的命令的时候，最多也只能调动一个连的士兵。但是常舍可有一个团的卫戍军，这一个连的士兵也不够啊。是不够，城外还有数百蒙面人在围追堵截呢。看来调查员的身份已经不好用了。这是金牌和诏书。陈律宗叩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万安。既然知道我的身份，那我现在要求你抽出一个师护送我去常舍，可行？太子殿下放心，臣亲自护送。就用军队训练的理由吧，这样也能引人耳目。走。吕军长，我的身份是绝密，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你一定要保密。太子殿下放心，如果太子在我军中的消息泄露出去，我提头来见。好，事不宜迟，吕军长你点兵吧，我们就混在你军中出城。走。杨迪卫戍军拉练行动开始。1个时辰之后，吕宗带着一个整编的卫戍师，差不多7000多人直接出了城。那些蒙面人自然面都不敢露，更谈不上拦截。而扶苏众人就混在这个队伍中逃出了杨迪。来的是什么地方军队？颍川郡卫戍军吕军长率兵拉练，常舍卫戍团团长寻章何在？还不速速出营？原来是吕军长，但是我们团长不在。按照秦律，入夜之后城门下药，非紧急军情不得开门，还请吕军长在城外暂时委屈一夜，明日再进城不迟。你二人被骗了。如果常舍卫戍团真的被吕宗的亲信给控制住了，此时就应该大开城门，放吕宗进去，而不是让吕宗在城外休息。夏侯婴和樊哙面面相觑，心里也知道是自己查探到的消息有误，不免有些沮丧。常舍的卫戍团不知道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底气，在吕宗的百般喝骂中，最终也没有让吕宗的人马进城。吕宗无奈，只得在城外安营扎寨。东家，事出反常必有妖。吕团长，你派出斥候盯住常舍城，看看有没有人会连夜从常舍离开。诺，小题大做。情况如何？斥候营抓住了3波形迹可疑的人，头2波估计是死士，在被抓住的第一时间就咬破藏在牙齿里的毒药，当场身亡。而且斥候也没在他们身上找到什么书信和可疑的物件。但是在抓第3波人的时候，斥候有了经验，直接打掉了这人嘴里的牙，现在还在审问。刘邦，你去。诺。你说是不说？哼，休想从我口中套出任何信息，有什么伎俩你尽管使出来吧。是吗？你要是肯说，这个吃了能长生不老的如意蟠桃就给你了，否则少不了毒打。少吹牛了，你以为这是唐僧肉啊？真没骗你，左下角超火仙侠手游举办周年庆活动，上线就送极品仙桃，吃了非生化圣战力翻2番，1天飙升100级，升级还有额外8000福利，还有8000。当然，你现在点我左下角链接，再点立即下载，领取加速升级礼包码，即送极品仙桃和极品红装，挂回机升级8000轻松拿。好了，那我也下个。还不快说！城内让送口信至杨迪接头人，说吕宗至常舍，恐是有泄露，是否除掉吕宗，搅乱秦廷视线？这是惊天大案啊！城里到底在图谋什么事？竟然要灭掉义军之长来搅乱视线？难道他们要造反不成？不可能是明火执仗的造反，而今大秦兵锋正盛，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干这种送死的勾当，一定另有他图。吕军长，待天亮之后城门开了，你的人直接将常舍卫戍团给开押起来，如有反抗，格杀勿论，然后派人接管常舍的城防，不得有误。诺。禀告太子，卫戍师已进入常舍，将常舍的驻军全部看押，将常舍县令乱棍打出。调查发现，常舍应有士兵1000人，但是现在驻地只有不到500人，另外有500人竟然不翼而飞。但是这还不是空想，在军营中很明显能查到其他500多人生活训练的痕迹。也就是说，这500人是被人直接带走了。寻章竟然私自带了500人离开了常舍，还对外宣称自己被吕宗给抓了起来，这到底是什么操作？不但扶苏有些看不懂，其他人也都没有看懂。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将长社给控制住了，手上还有7000卫戍军，又在大秦的腹地，就算真的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能守住长社3到5天，周围的援军就会赶到，到时候无论什么危机都能解除。吕团长，你加强巡查，并且将斥候营给撒出去，一定要想办法查到勋章的去向。但是扶苏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长社县令官衙内正在商议着一场阴谋。如何？被人赶出来了吧？果然不出张良公子所料，那李宗根本连话都没有听我说完，就把我赶出来了。勋章，看来还是你的名头好用啊！他们果然被引了过来。张公子，你做了如此多的布置，究竟是有什么目的？那几个国防部的调查员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如此大动干戈？赵统领，你来解释一下吧。那人就是秦国太子扶苏。不可能，扶苏的銮驾才刚过风岭，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你不会认错了吧？我的人在安邑亲口听见他们的人承认的，我也派出人手去探查了所谓的太子銮驾，除了领队的太子詹氏张仲，根本没有人。你早就知道了来的是太子，所以用我的事来引诱太子到长社来。我可不是早就知道的，在杨迪的寒楼的时候，我刚好跟赵统领在那里见面，却被扶苏闯了进来，结果被赵统领给认了出来，我这才知道来人是扶苏。呵呵，还用了一个苏服的假名来骗我，这是欺负我不识人啊！你既然认出了他，为何不在杨迪直接把他解决，反要引到长社来？他身边宗师为僚子保护，贸然行动，不但除不了他，反而容易把我自己搭进去，所以你才用计将他引到长社来。难道你已经找到了能与魏僚子匹敌的人了？当然，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们想什么时候动手？勋章，你的人都安排好了吗？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可用。那就等着吧。盖聂前辈远道而来，是张良怠慢了。你是何人？为何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盖聂前辈，这位是你们赵国王庭死士的赵统领。王庭死士的规矩，想来盖聂前辈应该知道。规矩如此，并不是有意掩盖。有什么事就说吧，能办我就办。此次请前辈前来，确实是有事想要麻烦前辈。小子想请前辈去除掉一个人。不会是嬴政吧？并非是嬴政，而是大秦太子扶苏。扶苏，他不是刚到风陵吗？怎么要我去风陵吗？风陵的太子銮驾只是障眼法，真的扶苏已经到了长社。到了就到了呗，你与王庭死士联手，连个10几岁的孩子都搞不定吗？扶苏身边有一位兵家宗师保护，我们没办法在兵家宗师的眼皮子底下行事，所以才请了前辈来。你们是想让我去对付那名兵家宗师，然后方便你们下手是吧？前辈剑法通神，想来那位兵家宗师难不住前辈。小子，你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这会儿我接不了，你要不另找他人吧。前辈，我记得前辈好像还欠我3个人情，至今只还了2个，好像还有1个没还是吧？你要早这么说，不就没杠台了吗？你确定要用掉那个人情？人情再值钱，该用的时候也要用啊！我确定。既然如此，这会儿我接了，什么时候动手？就在今晚动手。太子殿下，要不臣派人护送您先退往新城，那里是同样驻扎了一个卫戍军。新城的卫戍军大都是秦人，与颍川的卫戍军秦韩混编不同，要更安全一些。不用了，我不相信长社这种大秦的心腹之地会连一支7000人的武装都保护不了我的安全，更何况还有魏僚子先生在。动手！动手！当3更的梆子声响起的时候，在卫戍团的驻地的一处营帐中，突然出现一个地洞。勋章首先从地洞里爬了出来，后面跟着一行士兵，看装扮都是卫戍团的人。伯姑，有什么情况吗？目标都在固定地点，并没有什么别的情况。赵国王庭死士的人到了吗？没有发现王庭死士的人。我特么就知道这些赵国人靠不住，不管他们了，按照原计划行动。张良的人得手了，随我杀。勋章带着500人，直接向扶苏居住的帅帐杀来。一路上除了遇到几个零星的士兵之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也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如此顺利。可就当勋章眼看立功就在当前的时候，却有一支人马从斜里杀出，将勋章拦下。果然是你，勋章。还是先生明智，听闻起火就知道敌人的目标肯定是我，如此果然将勋章给引了出来。这些人不可能只靠一个勋章，必定还有其他的安排。太子要小心。放心吧，先生，我身上已经穿了师傅给我的金丝软甲，没事的。果然是宗师，赵国盖聂领教宗师高招。太子殿下，盖聂来了，这里危险，咱们还是先退吧。
看把你吓得那样，盖聂又如何？不就是一个剑客吗？他能是魏辽子先生的对手？太子殿下，虽然盖聂是个游侠，但是剑道造诣极高。游侠圈里有一句话就是专门说他的。什么话？宗师之下我无敌，宗师之上一换一。那要是魏辽子真的在盖聂手上吃了亏，甚至我该怎么向师傅交代？咱们是不是要想办法帮一下先生啊？来不及了，还是先顾你自己吧。刘邦等人立刻护在扶苏身前，但是这数十个面具人的武艺确实高强，刘邦他们身上都穿着护身的金丝软甲，能抵御兵器的伤害，却无法抵御重击，很快都倒地不醒。太子，这位宗师，你的对手是我，我不死你走不了。墨家道直，正是老夫。道直，你虽然是墨家护法，但是不是向来不掺和墨家的事情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平时是不管墨家的事情，只是这次馋弦子那个老鬼开的价格太高了，我抗不住诱惑。只要你不掺和今天的事情，馋弦子无论出的什么价，我们夜幕都加双倍，如何？原来是夜幕的人了。嘿，你难道没有听过我道直道义有道的名声吗？我既然已经答应了馋弦子，自然没有再答应第二家的道理。那就是谈不拢了。废什么话？要打就打，不打就滚。那就动手吧。小的们出来打架了。虽然不知道道直这些人咋来的，但是他说是馋弦子请他来的，那肯定是师傅怕我有危险，请馋弦子前辈找人来保护我的。还是师傅好，这种场面都能提前想到。好啊，赵国的王平死士也来凑热闹，这笔买卖亏了。小子，你还有其他布置吗？要是没有的话，咱们可要逃了。没有什么后手了，就连你的出现都不在我的意料。那就没办法了，我只能先把你带走。那他们怎么办？自求多福呗，还能怎么办？那可不行，我不能丢下他们自己逃生。赢家子孙就没有怕死的。黑冰台还不出手吗？太子若有事，你们将会满门抄斩。黑冰台暗卫在此，谁敢放肆？你们黑冰台早就到了。糟糕，看来太子爷生气了。太子殿下，我们奉陛下之命保护太子，一路都在。这次没有能及时出现，是因为臣想看看这些人还有没有其他祸首。臣想将这些乱臣贼子一网打尽，所以才一直没有出现。扶苏点点头，也不说话。激活也没办法分辨自己的解释到底扶苏信了没有，只能将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在眼前这些人身上。今天想要杀扶苏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撤退。你们倒是说退就退，我怎么办？概念，你跟人走的走，死的死，你确定还要打下去吗？有道理，那就不打了。前辈武道高明，概念佩服，下次再请教前辈高招。追，不用追了，你们追不上，就算追上了，你们也不是他的对手。此人剑法已经通神，再战下去，怕是老夫都要吃亏。快去找来郎中给众人治伤，把勋章押上来。勋章，你好大胆子！什么胆大胆小，无非是成王败寇而已，只求速死。想死，怕是没有那么容易。激活，属下在。此人教你，我只给你1个时辰，1个时辰之后，我要知道他知道的所有事情。诺。吕宗，你速速去聚拢全军，全城戒严。诺。太子醒了，太子醒了。我晕了多久？太子殿下，你已经晕了3个时辰。看来我还是太紧张了些，让你们看笑话了。太子殿下镇静自若，是臣等保护不力，让太子殿下受惊了才是。激活那边可有消息传来？鸡统领那边已经拿到了勋章的口供，与之前咱们预料的不错，确实是张良的手笔。将激活传来，我要亲自询问。糊涂啊！为了将那些人一网打尽，我竟用太子为饵。好在太子没事，要是真的有什么事，不但我全家要给他陪葬，连整个黑冰台都得收钱。听刘邦说，鸡统领已经问出了勋章的口供，到底是怎么回事？孤岛是好奇的很。勋章实名向国防部举报吕宗失控饷，就是张良的指示，他要用这种方法让吕宗自顾不暇。在举报了吕宗的同时，张良让勋章将卫戍团中的心腹全数带出，要去干一件大事。至于是什么大事，张良却没有告诉勋章。直到太子殿下在杨迪落了行迹，张良才临时改变计划。太子留在杨迪，一旦表露身份，吕宗的卫戍军立刻就会成为您的护卫军。所以张良有意让人拦截太子，他知道太子一定会想办法从杨迪逃走，加上之前已经安排了虚假的信息，将勋章失踪的帽子扣在了吕宗身上。张良料定太子殿下在逃离杨迪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到长社追查勋章的事情。就连那天夜里从长社冲出来的3波送信的人，也是张良有意安排的，为的就是将太子困在长社。太子果然中计，让吕宗的人马控制住了长社，但是同时已将手中的兵力分散出去。等太子进入长社之后，张良发动袭击，只是没有料到太子除了1名宗师保护之外，还能请来道直和他的道团，并且还有我们黑冰台暗卫在暗中保护，这才功亏一篑。这个张良果然不是一般人，竟然能将我的心思算得如此之准。那张良在何处？勋章交代，在发动袭击之前，张良在县令衙门的一处密室之中。我带人去查探之后，张良早已经消失不见，而且根据我们的查探，张良在刺杀刚发生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密室。按照平常人的做法，总会等到事情尘埃落定之后，
后，才会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而张良却在行动刚开始就已经跑了。不管张良这是过分谨慎，还是对这次刺杀的行动不看好，都表示他是个棘手的人物。而且从他的行为举止来看，此人对大秦心怀怨恨，让这样的人逃走，对大秦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对了，我刚见到张良的时候，他说家在新郑，可曾派人去查？已经派人去了，尚未得到回报，只是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不必避讳。诺，臣只是以为张良既然敢行刺殿下，想来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此时新政估计已经查不到他的线索了，而且根据勋章的交代，张良是顾寒夜幕的当代迟暮人，怕是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查到线索。也是，张良布局如此机深，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把线索摆在那里等我们去查？要是真的查出什么线索，反倒要想想，这会不会又是他布下的陷阱？臣以为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将此事上报陛下，让政事堂发下海捕文书通缉张良，或许能减少张良的活动空间。不可，这要是让父王知道，我微服出行的计划肯定是要泡汤了。太子遇刺这事太大，要是不上报，陛下知道了怪罪起来，臣可担不起啊。你要上报就报吧，不过不可说我晕过去的事情。殿下说的啥？臣却不知道。好，你倒是知情识趣。道直何在？道直已经离开了，只是临走之前留下了一句话。什么话？道直说，千山弦子那个老匹夫的已经还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别再找他。既然有了第一次，那自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无非是代价而已。夏侯婴和樊哙怎么样了？回太子的话，夏侯婴和樊哙已经用了学宫医学院的秘药，性命算是保住了，只是还需要调养医治。吕宗军长已经安排了一个连送他们回学宫医治，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那就好，既然大家身上都有伤，咱们就先不走了，在阳翟休息几天再说。一则你们可以养伤，二来也等等咸阳的消息。诺。当夜，800里加急的新使就从长社出发，直奔咸阳和学宫而去。合着在你心里，我就随便去死。好在让馋弦子另外请了人保护扶苏，不然事情到底会怎样，还真的不好说。原来张良已经这么大了，大到已经成为了夜幕的迟暮人，难怪能有这么大的能力避开末次的耳目。在跟张良同时期的人物中，唯一能跟张良比划两下的也只有陈平了。但是陈平今年才5岁，还在家里光屁股跑，指望他跟张良较量，再过10年还差不多。看来跟历史上一样，张良对大秦还是没有任何好感。历史上张良曾经带着大力士在博浪沙刺杀嬴政，还留下了一个误中副车的成语，没想到在这个时空竟然变成了刺杀扶苏。张良是秦末顶尖的谋士，也是被称为谋圣的存在。扶苏身边虽然有魏辽子保护，但是碰上张良，怕是还真不够看的。张良对人心的把握已入化境，能在把握人心上跟张良一较高下的，目前恐怕只有鬼谷子。但是鬼谷子年纪太大了，真要让鬼谷子奔波折腾一趟，我还真不放心。愁死了，实在不行，干脆把扶苏叫回来吧。师弟，听说扶苏遇刺了。是的，夜幕的当代迟暮人张良出的手，用计之狠辣，布局之机深，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张良，我听说过他。师兄听说过张良，啥时候？这是你要去问一下黄石公啊。传说中张良可是得了黄石公的天书的，这样说起来，张良是黄石公的弟子了。走。我与张良确实有赠书之事，但是我与他的缘分也就仅限于此。当年赠书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你来问我他的事情，怕是问到鱼盲了。我并不是来向您问张良的事的，我是想请您去一趟阳翟。想来您到阳翟的消息必然会传到张良的耳朵里，也许张良会看在您的面子上放过扶苏也未可知。你这个主意怕是打错了。张良的小子是我见过心智最为坚定之人。韩国背面，张良簪缨之家立刻落为尘土，所以推翻大秦，重建韩国是他毕生志愿，又怎么会因为我的出现而放弃？如果真是那样，当年我也不会将天书赠给他。看来你黄石公看人也不是很准啊。大秦没了之后，张良不是一样辅佐刘邦创下大汉，不是也没提重建韩国的事情，最后还归隐修道，功成身退。但是现在扶苏在阳翟几乎寸步难行，如果派大军保护，那扶苏又何必为辅，直接跟着太子銮驾行动不就是了？所以还得麻烦黄石公亲自走一趟，您也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扶苏这孩子被张良坑了不是？论这些阴谋诡计，鬼谷子那老货才是个中圣手，你怎么不让鬼谷子去？我师兄不是年纪大了吗？我怕他出问题。你师兄年纪大，我的年纪就不大了。我记得鬼谷子那老货比我也大不了几岁了，合着在你心里，我就随便去死。你师兄比我珍贵。
虾仁顿时语塞，这话说的确实有些不地道，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得在一旁陪笑。你也别拿我师弟说事，他也没说错，我跟他同门师兄弟，跟你一比，自然亲疏不同，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们是哪门子同门师兄弟？你强行带师收徒的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能带师收徒，难道我就不能吗？我还告诉你，回头我脾气上来，我就真的替我师傅收了瞎小子，我看到底谁亲谁疏。你收，看把你能耐的，我看你怎么收。两位，咱们不是在说扶苏的事情吗？怎么扯到我这里了？咱就说扶苏那边到底去不去？他去我就去。行，两位一起去，这下行了吧？最终，学宫派出支援扶苏的人，除了黄石公和鬼谷子之外，还有道家的尹善子。尹善子与世无争，与黄石公和鬼谷子的关系都不错，正好在两人中间充当一个润滑剂。学宫最强武力天团再次出山，除此之外，虾仁还调集了100匪军，配了很多加强版的装备，跟着3人一起出发。匪军的战斗力本来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现在这武装到牙齿的100匪军，对面就算有5000人都奈何不了他们。就凭这100匪军，就算是鬼谷子、黄石公、尹善子3人联手，也只有饮恨当场的命。干啥？给钱。巨子，你怎么又来要钱？上次拨给你的钱粮就用完了。那是我用的吗？那不是为了找人去帮扶苏那小子吗？钱粮都给那货给赚去了。你说起这个来，我还想问问你呢，你找的那个道直是什么人？我怎么记得道直不是柳下惠的兄弟吗？那不是跟孔子一个时代的人物？此事就说来话长了，那你就赶紧长话短说。道直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代号。当年跟孔子一个时代的那个道直创立了道团，每一代道团的首领都叫道直。而在100年前，我墨家有恩于那一代的道直，所以道团就加入了我墨家，只是不用遵守我墨家的规矩，算是我墨家的旁支吧。平时我墨家要是想请道团出手，多少都要付一点酬劳，毕竟人家也有那么多人要养活。这次是你说的要我找一些生面孔去保护扶苏，我才找上了道直的。这代的道直也不知道是不是饿疯了，直接开价要了我3个月的研究经费，所以归根结底，罪魁祸首是你才对。你的意思还要怪我了？那当然，不怪你怪谁？那你说吧，你这次又要我拨付多少钱？也不多，就1万斤，另外再给奇迹研究院5000斤铁料。你可真敢张嘴啊！1万斤倒是好说，这5000斤铁料就离谱。就这小半年，我他妈都给你们奇迹研究院批了3万多斤铁料了。你知道这些铁料我弄来有多不容易吗？大秦在改制，军队在换装，铁料这种东西属于稀缺资源，我豁出去老脸才搞来这3万多斤铁料，这已经让以前的质素内力，现在的户部叫苦不迭。再来5000斤，户部非把我拆了不行。要不你看我值不值5000斤铁料？不行，你把我拿去算了。5000斤不行，那就3000斤，3000斤总可以了吧？没有，1斤都没有。2000斤不能再少了，再少就不够用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讨价还价了，铁料没有，要命有一条。这样吧，你只要给我拨2000斤铁料，我调我墨家的传火长老和传火剑士去保护扶苏，如何？墨家18剑士就是墨家传火剑士中的一员，就已经可以与宗师高手相提并论，更别说还搭上一个传火长老。虾仁心中大喜，但是脸上却露出一副嫌弃的表情。传火长老，那不是护持你墨家传承的长老吗？顶天了，不就是一个宗师级？我师兄黄石公、尹善子，再加上初入宗师的魏辽子，可是4位宗师高手。再说了，传火剑士，你又能派出几位？墨家18剑士吗？能比得上我那100匪军？你难道不知道宗师和宗师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吗？就我家的传火长老一出手，3个鬼谷子都不是对手。至于传火剑士，我给你派50个，这总行了吧？就算馋闲子不提派人的事情，我也已经打算再给他拨付2000斤铁料了。毕竟奇迹研究院现在研究的课题对我来说无比的重要，但是现在可好，本来就应该白给他的2000斤铁料，还换来了1位传火长老和50名传火剑士，这笔买卖可太值了。行吧，就给你2000斤，你让你的人去阳底向扶苏报道就是了。好嘞。我怎么就把传火长老和传火剑士给卖了？总而言之，虾仁为了保证扶苏不再有风险，动用了自己能动用的所有手段。而咸阳这边接到消息的嬴政直接把齐年宫给砸了。煌大秦，竟然还有人敢刺杀太子，反了！你的天网不是号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怎么连太子遇刺都没有消息？
黑冰台更加本事，竟然敢以朕的太子为饵。这是太子没出什么事，要是太子真的出了什么事，你们黑冰台全管了也难解朕的心头之恨。姬无心此时心中早已经将姬火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太子也是能用来做饵的吗？这特么是为了立功不要命了？你特么不要命可以，但是别带上我啊！我可还没有活够，是臣管教不严，才让太子殿下遇险，臣请陛下治罪。你们当然有罪，罪不可赦。从今日起，天网跟黑冰台全力追捕张良。至于什么叶幕、王庭死事，对了，还有楚国的营虎军啥的，全数给朕剿灭。朕不想再听到他们在大秦兴风作浪的消息。诺个屁，滚出去！姬大统领，这下咱们俩可要联手了。可就在诸路高手驰援扶苏的时候，杨迪又出事了。太子殿下，颍川郡守在郡守府被刺，死状十分奇怪，应该是被毒死的，但是却面带微笑，好像死的时候并没有遭受什么痛苦。应该是中了一种千机毒。中了千机毒的人一般会手脚痉挛缩成一团，而且在死之前会十分痛苦。怎么会像郡守这样神态自若，手脚舒展，还面带微笑呢？这种千机毒是千机毒的一个变种，最早是楚国王室为了镇杀王室中人研究出来，据说还有巫蛊之力在里面。后来随着楚国王室与列国联姻，这种毒药才从楚国流传到其他各国，专门用在身份地位高的人身上，让他们体面的死去。那先生可知道此毒来源？此毒流传甚广，根本没有办法能推出来历，只能知道能用此毒杀人的一定不是普通人。会不会是张良下的手？他家武士为韩相，也算是韩国权贵，能弄到这种毒药不奇怪。但是如果是张良的话，他为什么要毒死郡守呢？他的目标不应该是你吗？也是，张良如果真有这种毒药，也一定是用在我身上，怎么会用在郡守身上？这不是打草惊蛇了吗？那到底是谁毒死的郡守？禀告太子，在郡守府中又发现一具死尸，死状与郡守一模一样。死者何人？是一直伺候郡守的奴仆，郡守平时的吃穿住行都是由他负责，算得上是郡守的心腹。如果按魏辽子先生刚才所说，这种千机毒虽然流传甚广，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配制的，其中的几种原料更是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这么珍贵的毒药用来毒死一个奴仆，怎么看都有点不值。那就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名奴仆知道了太多的事情，所以才享受了跟郡守一样的待遇。太子殿下，现在除了要考虑郡守的死因，还有一件事要考虑。什么事？还要考虑一下让谁来负责颍川郡的具体事务。按照秦律，郡守出事或者还未上任之前，应由郡城暂代郡守的职能啊。但是颍川郡的原郡城因为犯了事，去年就已经被下了狱，郡守也给政事堂上了文书，要求补充官员，只是一直没有接到政事堂的回复，所以现在郡城的位置也是虚悬着的。现在可好，颍川郡的主官和副主官全部没了，整个颍川郡即将处于瘫痪的状态。那就让别驾司马暂代郡守职责，暂时负责颍川郡的大小事项吧。等到政事堂安排新的郡守和郡城来了再说。诺。机火何在？属下在。让黑冰台暗卫对代理郡守贴身保护，免得再给别人毒杀了。诺。自从我到了颍川郡后，发生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让我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了。刘邦他们也都辞行，各自去办其他案子了。我们现在只能在原地等着学宫的人赶紧到达，也好继续下一步的行程。机火。属下在。韩楼那边查的怎么样了？属下已查明，那座酒楼与张良并没有什么关系。既然如此，那我们再去韩楼坐坐吧。上次来的时候，因为一些误会，咕咚没有仔细观看韩楼的样子。现在仔细一看，这韩楼的装饰竟然与咸阳师傅开的酒楼如出一辙，就好像是咸阳鸿宾楼的分店一般。萧何，叫掌柜过来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回客官话，这是我们东家在去过咸阳的鸿宾楼之后回来交代见的。原来如此，那就请掌柜的给安排一间雅间，再给整一桌好菜吧。No。来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第一次与张良见面的场景。张良本是佳人，奈何从贼，不过是人各有志罢了。张良，你竟然还敢在阳翟停留？这天下有什么地方是我不敢停留的？张兄果然是艺高人胆大呀。不过这算不算是自投罗网啊？自投罗网谈不上，说我是独闯龙潭，我倒是乐意的很。怎么还不给机火发信号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夜幕4大天王之一的苍鹰王，轻身功夫独步天下，所以各位想要逃跑是基本没有可能了。那老夫倒要领教了。魏辽子先生是兵家宗师，杀伐无双，苍鹰王可不是阁下的对手，阁下的对手另有其人。阴阳主还不现身吗？
周姨，怎么是你？很久不见了呢，小扶苏，小嘴还是那么甜。周姨，你怎么跟他混在一起了？自你从夏家庄子走了以后，我师傅可一直都在想你呢。小扶苏还是那么会说话，你师傅真的想我吗？怕不是想我去死哦。周姨，你看你这话说的，别看我师傅已经成婚，有师娘照顾，但是我知道师傅心里最惦记的还是周姨您啊。这是谁又在念叨我呢？周雨竹虽然根本不相信扶苏的话，却也没有反对，竟然还跟扶苏直接聊了起来。张良竟然也没有拒绝，眼看着扶苏和周雨竹越谈越热络。两位聊得差不多了吧？太子殿下，时间拖够了吗？太子殿下，既然我敢在你面前现身，自然是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你的那些后手，我已经一一做了应对，所以即便太子殿下再拖延下去，也不会等来救兵，何不省下一些口舌呢？张兄计算之深，我是已经领教过了。行吧，既然张兄都这样说了，我也不再做无用功。请问张兄，这次见我是准备杀我吗？太子殿下好胆色，看来我大韩灭的不冤。张兄知道就好。张兄可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这次我来见太子殿下，并不是来杀太子殿下的。哦，张兄既然不是来杀我，那又是为了何事？太子殿下，我这次来见你是给你送请柬来的。请柬？张兄这是有什么喜事吗？喜事倒是喜事，却不是我张某的喜事。1个月之后，泰山6国有志之士齐聚，要推选反秦的盟主。我想太子殿下一定很感兴趣，就亲自来给太子殿下送请柬，以显郑重。张兄邀请我，难道不怕我带大军过去将你口中所谓的6国有志之士一网打尽吗？太子殿下是孤身赴会也好，是带着大军赴会也好，那都是太子殿下自己的事情，我只是来当个信使送请柬的。当然，我相信大秦的太子殿下，未来的大秦皇帝陛下，总不会如此不讲道义吧？当然不会，这份请柬我接了，必然准时赴会。张兄还有事吗？请柬已经送达，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就告辞。今日惊扰了太子殿下，还请太子殿下恕罪。慢走不送。回去告诉你师父，有时间我一定回去看他。没有人在附近，应该是已经走了。太子殿下，这里太危险，还是赶紧回去吧。将请柬打开。7月初7，泰山英雄大会，诚邀扶苏殿下与会。太嚣张了，回去吧。蒙宪，你怎么在这里？太子殿下，属下蒙宪奉镇国公之命，率一百匪军来保护殿下的安全。太好了，你来了，我的安全就不用操心了。不但我来了，鬼谷子、黄石公、尹善子3位前辈也来了，正在前厅用茶。大师傅，黄石公前辈，尹善子前辈，扶苏小子，你在阳敌一遇刺，可把你师傅给吓到了，于是就把我们3个老家伙派出来给你保驾护航。这趟路我们是紧赶慢赶，没来晚吧？因为小子的事情，害得3位如此年纪还这样奔波，是小子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是人家要杀你嘛，又不是你找上门让别人杀。扶苏小子，我看你身后的那个小子脸色不好看，是碰上什么事了吗？扶苏也不隐瞒，将刚才又见到了张良，张良还给他送了一封请柬的事情和盘托出。那请柬在哪里？在这里，2位前辈小心有毒。什么样的毒老夫没有见过，带老夫看看。鬼谷子话是这样说，但是行动上却谨慎了不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请柬上有什么毒药的痕迹，于是小心翼翼地翻开请柬，然后却陷入了沉默。扶苏小子，你是怎么想的？黄石爷爷，我决定要去，不能让天下豪杰小看了我嬴氏子孙不是。再说了，有3位前辈在，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你这小子还真拿我们3个当成你的保镖了。这些藏头露尾的家伙也算不上什么豪杰，你既然要去，那我们3个老家伙就陪你走一趟。只是你确定不带大军一起前去？不带。好，是个有胆色的家伙。既然扶苏小子有了决断，那就出发吧。从阳宅到泰山，只要脚程快一些，1个月时间倒是足够了。激火这时候才知道，原来张良不但又一次在阳敌出现，还给扶苏送上请柬的事情，顿时又羞又急。在这张良手上已经吃了2次亏了。前些日子季无心的书信将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让我戴罪立功，可没想到又让张良跑了。现在不但张良抓不住，就连扶苏都要去泰山赴约，这不是羊入虎口吗？来人，800里加急！太子殿下也太能惹事了，这样的反贼集会也是你一个大秦太子能去的吗？你说说这位太子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姬无心不敢擅专，只得将这封800里加急呈给嬴政。但是姬无心没有想到的是，嬴政不但没有报幕，反而却将扶苏好一顿夸奖。
扶苏竟有先祖效忠之风，没有胆气，又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扶苏的表现倒是很符合我们老赢家的特点。陛下，泰山知会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反贼，太子贸然前往，怕是会有不利。臣以为，陛下是不是应该传旨给太子殿下，让他不要去赴会的好？你还好意思说？扶苏都知道亲身赴险去打探反贼的消息，可你们呢？就知道围着咸阳这1亩3分地打转，你们就不能跟太子学学？既然怕太子有危险，你们为什么不派人去保护太子？你看看人家镇国公给太子派去了4名宗师，可你派去的激活呢，都是废物。确实是废物，待会儿从宫里出去就把激活给免了。你们黑冰台本来是负责敌国的情报，现在6国已灭，你们的对手就变成了6国余孽，还没到你们休息的时候。你们要是真有了休息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既然扶苏已经决定去赴会了，朕自然不会拦他。朕要知道这个所谓的泰山英雄会都是一些什么人参加，你们黑冰台要拿一个章程出来给我。另外，这次泰山之会开就任由他们开，但是结束却要我大秦说了算。你们黑冰台在不调兵的情况下，能不能除掉这些反贼？臣一定不会辜负陛下厚望。而在学宫，同样收到消息的虾人的关注点却和嬴政不太一样。这个颍川郡守的履历相当干净啊，一路按部就班的升迁。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太顺了，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挫折，官途之顺几乎可以用匪夷所思4个字来形容。而且这位颍川郡守也不是那种家族背景十分雄厚的人，按照正常人的升迁道路，根本不可能这么顺利，就好像他背后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推动这一切。难道大秦内部还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在操纵这一切？而颍川郡守的死，最直接的受益人竟然是那个别驾司马。有点意思，这2人的履历十分的相似，都是没有经历过什么波折，而且这2人都不是老秦人。颍川郡守是楚人，而这位别驾司马却是赵人，这就好像是后世的那些宫斗剧，一个人不听话了，某个组织就除掉这个人，另外派一人来取代他的位置，真是很佩服这些人的手段。如果不是我多了1分警惕，怕是也要被糊弄过去。看来这是早有预谋啊！但是他们在图谋些什么呢？这也许不是一个孤立，看来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了。至于扶苏去泰山的事，虾人却丝毫不在意。有鬼谷子和黄石公在扶苏身边，还用担心扶苏会中计吗？这俩老头都是人老成精的主，从来只有他们坑别人，没有别人坑他们的时候。只要扶苏自己不犯蠢，就不会出事。瞎攻瞎攻！怎么，朱院长这是又搞到了一批新种子，不认识吗？那是啥事？看把你急的！土豆怎么了？成了哦，走。这是2口大缸种出来的，就是这个，有多少产量？不知道，还没来得及称，但是看起来应该不少。赶紧称。虾公院长，第1缸是120斤。120斤？这不可能，仅仅这1口大缸中的土豆就有120斤，要是种到田里，那1亩地不是要有几千斤的产量？来，再称称这口缸里有多少？虾公院长，另1缸是130斤。看来这产量上是没有问题了，现在就看口感如何了。虾公，这味道多少有点不对吧？只要能长就行，口味可以慢慢培育嘛。现在口味是差了点，但是还能吃，还有些顶饱。周清晨是儒家弟子，平日讲究的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了1口土豆以后，就再也没有张过嘴。虾公，朱院长，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叫土豆，是不是不好吃？这玩意真能吃吗？这东西真难吃，也亏得你们俩把这玩意看成宝贝一样。这当然是宝贝，这算什么宝贝啊？亩产3000斤以上可算宝贝。你再说一遍，亩产多少？亩产3000斤。那他妈不是贤良吗？这玩意亩产能有3000斤？虽然难吃一点，但是能吃饱。从此天下再无饿殍了。我替天下万民拜谢虾公赠粮之恩。我等代天下万民拜谢虾公赠粮之恩。拜谢虾公赠粮之恩。处理完土豆的事情之后，虾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颍川郡守的死上面。他总觉得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抓住。在他冥思苦想的时候，扶苏一行人已经到了大梁。魏国花费了大量国力来修建这座大梁城，原以为这座城固若金汤，天下各国皆无法攻破，没想到虾人那小子就用了一些天雷，就将这座天下坚城给破了。不知道历代魏军泉下有知，会是什么样的感想？大秦的天雷问世，让我们学的这些兵法都过时了，从此坚城不足以维持，守城倒成了一件难事了。黄石爷爷，你在学宫的时候没有听我师父说起，在拥有了新武器的情况下，防守模式的改变吗？怎么，你师父已经
经研究出来了。师傅的课上专门有一节课叫新武器时代下的攻防战，讲的就是如何防御这些新出现的各种新武器。学宫的学子们应该都知道啊，怎么皇石爷爷没有听说过？这几年家小子考虑到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年岁太大，也就没有让我们继续给学子们讲课。我也乐得悠闲，整日里在后山钓鱼，都不知道瞎人那小子的上课内容。不行，等着烫是完了，回到学宫，老夫一定要让那小子把这些东西全部给老夫说一遍。算了吧，你都这把年纪了，就算知道了又能如何？难道你还想上阵打仗，还是说想知道之后交给你那个好学生张良？老匹夫，老夫跟你说了多少遍，我就看张良的孩子不错，送了一本书给他，他不是我的学生。老匹夫，你要是再这样唧唧歪歪，就来试试老夫的拳头吧。你的拳头有什么厉害的？在老夫看来，你这双拳头比娘们的也硬不了多少，不是也知道？鬼谷老鬼，且来与老夫大战300回合。有情况，休想骗我！皇石前辈真的有情况。老匹夫，这位宗师高手你见过吗？此人我并不认识，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武道修为在我之上。这天下的宗师，老夫不敢说全都认识，但是10之7、8是有的。这些人看装束好像是墨家弟子，但是墨家除了缠弦子那个老鬼之外，还有比我们武道修为还要高的人存在。墨家传火，墨家传火负责墨家的传承，基本不显于世。缠弦子那老鬼会舍得让传火出手？等会儿就知道了。我一个耄耋老者，你们还要如临大敌吗？也亏得你们有4位宗师级的高手，浪费了。阁下是敌是友，我等尚且不知，有些戒备也是应该的。不知道阁下是何来历？你就是纵横家这一代的鬼谷子，看上去也不太聪明的样子。鬼谷老鬼，你听见了吗？人家说你不太聪明哟。你是黄石公兵家宗师，看来孙家也没有什么人才了，竟然让你这样一个庶子成名。杀！你到底是谁？墨家传火长老墨元，奉具子令前来保护大秦太子。哦，原来是墨家传火长老，久仰久仰。久仰，你以前听过我的名号，我可不喜欢说假话的人。不过就是客气客气，怎么这位传火长老还叫上真了呢？墨元，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你当然听过这个名字。30年前，6国伐秦，兵临函谷关下，有刺客刺杀联军将领，一夜之间成功刺杀33名联军将领，其中就有1名刺客胆大包天，竟然留下了真名，那个名字就叫墨元。你就是刺杀联军将领的那个墨元。那时候年少轻狂，妄图以此成名，所以干出这样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多少有些不值得。没想到你藏了30年，原来是当上了传火长老。缠弦子那老鬼也舍得，竟然将你都派了出来。巨贼有令，我虽然不想出山，但是也不敢不遵。这小子就是大秦的太子扶苏嘛。我就是扶苏，还请前辈多关照。关照是自然的，只是你们现在是什么章程？回前辈，我们打算……墨元，我们接下来的章程自然是要去泰山赴会。我以为咱们还是分成2路走得好，你带着你的人一路，我们自己一路，到了泰山再会合，如何？你是怕我们人太多，被有心人给惦记上吗？既然如此，那我就带我的人走另一条路前往泰山，我们在泰山脚下会合就是了。大师傅，你为啥不让墨元长老跟我们一起走啊？看他们这些人最多也就是几十人，咱们这已经都100多人了，再多几十人区别也不大呀。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墨元身上感觉到一种危险的感觉。对，鬼谷老霍说的这种感觉我也有。我也是。他有危险？有什么样的危险？具体怎样不知道，就是一种感觉。扶苏小子，宗师间互有感应，这种感觉玄之又玄，但是又不可不信。他总不会也被张良给收买了吧？墨家的传火长老要是也被张良收买了，那墨家的脸可就丢大了。墨家传火长老可以死，却绝对不会被收买，这点你小子倒是可以放心。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墨元其实不是墨元？行了，是真是假都跟咱们没有关系，大家小心一点也就是了，继续赶路吧。大师傅说的对，先不管他，咱们先赶路再说。看来这几个老不死的警惕性还很高嘛！你去通报尊主，就说我已经与扶苏搭上了线，只是鬼谷子等人警惕性太高，没有让我跟他一起出发。我将会在暗中继续跟踪扶苏，请尊主按计划行事就是。鬼谷子有点意思。离开了大梁的扶苏一行人也没有耽搁，一路快马加鞭，终于在7月初5赶到了泰山脚下。
几位前辈，咱们这一路过来，未免太顺畅了吧？既然张良给你送了请柬，自然是希望你能亲自参加这次大会，路上自然不会给你设置什么障碍，不然给你送请柬作甚？也对，几位前辈，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你说这样反贼齐聚之会，为何张良要请我来？四位宗师面面相觑，显然他们都搞不明白张良这样做到底有何用意。总不能是把太子殿下骗来之后，要拿太子殿下祭旗吧？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还真有可能。那太子殿下到泰山来，那不是自投罗网？不行，我们要赶紧走，不能在这里停留下去了。现在走已经来不及了，咱们一进泰安城就已经被人盯上了，现在走怕是也难。我匪军将士舍命送太子殿下出城，四位宗师想来也能保太子殿下周全。小伙子，别这么紧张嘛，扶苏小子还没有这么容易就危险。前几日我让你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吧？黄石前辈都回来了，可都是亲手将那些信件送到指定的人手上的。亲手送到的，那你还担心什么？除非张良能把这些人都给收买了，不然扶苏这小子绝对出不了事。也是。谁？军长，是我。这信是谁送来的？不知道，咱们刚住进来，就有一名花子送到客栈的。几位前辈，你们猜猜这是谁派人送来的？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张良那小子。黄石爷爷说的没错，还真是张良写来的。还真是他，我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还真的猜对了。张良小子信里说什么？张良约我今晚在泰安城中的华楼赴宴，他说要给我接风洗尘。好啊，张良这小子分明是不把我们几个放在眼里呀，竟然请你不请我们。请了，张良的信上不但请了我，连几位前辈都请了，只是没有提蒙县的名字。那是张良那小子的眼光多高，我们几个好歹也是宗师，张良自然不敢怠慢。我倒不在乎他请不请我，只是宴无好宴，太子殿下要赴会吗？伤我都来了，还怕他一场宴会吗？更何况几位前辈都跟我同去，我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扶苏小子，你可想清楚了，张良既然连我们几个都算上了，自然是不怕我们几个出手，说不定已经找好了人来对付我们几个老家伙，到时候真打起来，我们几个老家伙怕是顾不上你。小子以为同样的道理，如果张良要对付我，根本没必要把我引来泰山，更何况还有2日就是泰山英雄大会召开之期，张良总不至于连2日都忍不下去吧？那他请你吃啥饭？我也不知，不过张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们晚上去了就知道了。你既然决定了，那咱们就去。不过蒙县，你带着匪军在环楼附近警戒，万一有变，你带人不惜代价杀进来，务必要护扶苏周全。诺。就在扶苏众人商量如何去赴张良之宴的时候，虾仁在学宫却冷汗直冒。这几日，他命人将朝廷官员200担以上的官员的履历都取来，亲自查了一遍，却发现一个令人惊恐的情况：大秦朝廷210以上的官员有近1000人，与颍川郡守和别驾司马相似履历的竟然有113人，占了总数的1/10还多。虽然大都不是主官，但多数都是那种只要主官一出事就能迅速顶上主官位置的角色。当朝廷的各个部门乃至各郡的主官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继续任职之后，这些人顺理成章地掌握各种权力，然后就可以瞬间在朝堂编制出一张势力大网。朝廷上下因为没有任何防备，所以就连皇帝陛下也没能察觉，结果朝政大权就这样被夺走。但是到底是什么组织干的呢？这种躲在暗处的小老鼠必须抓出来。但是现在这100多个人又没有触犯秦律，凭什么去查人家？这该怎么办才好？中车府令赵高虽然一直想找机会弄死这货，但是这家伙却十分的谨慎小心，在营策之乱的时候，虽然也夹带了自己的私货，却极有分寸，丝毫没有触及嬴政的底线。所以虽然赵高的天网屡屡失职，但是凭借从小伺候嬴政的情谊，赵高还是一直是嬴政的心腹。这事我办不合适，交给赵高却正合适。进宫。虾仁已经很久没有进宫，这次一进宫，直接惊动了嬴政。嬴政知道虾仁进宫必定有很重要的事，当即抛下手中的所有事情，在祈年宫接见了虾仁。2人刚一见面，自然少不了一顿商业互吹。陛下神姿如旧，可喜可贺。先生风采依然，佩服佩服。先生今日进宫，怕是有什么要事吧？圣明无过于陛下，臣今日进宫确实有要事要禀报陛下。哦，何事？颍川郡守被镇杀之事。原来是此事。颍川郡守被镇杀此事，天网和黑冰台都有上报，乃是6国余孽所为，只需抓捕这些6国余孽就是了，也算不得什么大事。虾仁也不废话，直接将自己查阅官员履历的结果告诉了嬴政。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朕要将这些官员全部拿下审问。陛下不可。有何不可？这些官员并没有触犯秦律，甚至各自在自己的岗
岗位上还颇有官声。如果如此仓促将这些人拿下，一来是与秦律不合，二来又容易打草惊蛇。先生所言极是，不可贸然出手，但是朕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如此肆无忌惮吧？陛下虽然不能将这些人直接拿下审问，但是可以暗中监视这些人的动向。颍川郡守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不是也突然被杀了吗？哦。糟糕，嬴政该不会是想让我负责吧？臣以为此事应该交给赵府令的天王负责。赵高跟虾仁不对付，我心知肚明，但也只能是敲打过几次，毕竟手下都是一条心的话，我这个皇帝也不太的好当。只是赵高的天网成立之后，屡屡犯错，将这事交到他手上，寡人还真的有点不放心。陛下，赵府令的天网成员组成复杂，几乎涵盖了大秦的各行各业，用他们来做这件事，不会引起这些人的警惕，正合适。也有道理，天网虽然攻伐之力不如黑冰台，但是信息敏捷程度却比黑冰台要高很多，交给赵高负责，也算让他将功赎罪。陛下，还有一事，可能咱们现在开始就要做准备了。何事？大秦虽然一统华夏，然卧榻之外另有人酣睡，我大秦绝不可固步自封，当向外发展。朕也有此意，朕其实已经打算命国防部出一份作战方案，讨伐百越。果然跟历史上一样，眼前的这位始皇帝果然不满足华夏的国土，只是如此贸然的对百越发起攻击，却不是一件好事。在历史上，屠睢攻打百越并不顺利，结果便宜了赵佗。陛下，臣以为大军动身之前，必须要对敌有充分的了解。百越之地山林密集，瘴气丛生，稍有不慎就会饮恨当地。臣以为在大军讨伐之前，不如先派出密谍，以商队为掩护，打探百越之地的势力划分、兵力布置、道路交通以及一切要注意的事项。诸事皆备之后，百越可一鼓而下。先生此言才是老成谋国之道，正受教了。大军征伐并非小事，臣请陛下以后一定要三思。虾仁最后的这句话让嬴政微微动容，这样的金玉良言，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先生之言醍醐灌顶，还请先生经常入宫，以慰朕思念之情。陛下，臣回学宫是要忙一件大事，待到明年，臣将给陛下献上一份重礼，流芳万世的那种。哇哦！先生竟然还有如此重礼，敢问先生到底是何物啊？当然是土豆了，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不可说也。嬴政被虾仁这几句话把瘾头给勾了上来，心中直痒痒，但是虾仁死活不说，嬴政也没有办法。先生还是入朝辅政吧。从祈年宫里出来的时候，嬴政已经将赵高换了进去。虾仁看着赵高飞快跑进宫里的背影，叹了一口气。府令，机会给你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得住了。而就在虾仁进宫的时候，扶苏带着4大宗师也来到了张良约定的华楼。这座华楼与阳宅的寒楼相比，丝毫不差。几位是来赴约的吗？不错。张公子就在2楼衙间，请几位最小的来。就按照我们说好的办。小二前面带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日复得见太子殿下，实乃良之荣幸。诗云：一日不见，如3月兮。今日得见张兄，扶苏也是荣幸的很啊。皇石爷爷，你跟对面的人认识？当然认识，就算是华成辉，我也认识。今日能请到大秦太子殿下赴宴，实乃我张良的荣幸。太子殿下，请容我介绍一下这几位陪客。这位乃是大名鼎鼎的楚国营虎军大司马荀汉，这位也是大大的有名，乃是齐国稷下学宫的5环剑士之一田刚。5环剑士，又一个可比宗师的存在。而这一位，不用你麻烦了，还是老夫来介绍一下吧。此人乃齐国孙氏子孙孙信，为求先祖孙武子兵法13篇真迹，远赴吴地孙氏求书，求书不成，以阴谋手段灭杀吴地孙氏满门73口。此后自知罪责重大，悄然隐匿，不知所踪。不想今日在这里见到，倒省了老夫不少功夫。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吴地孙氏的漏网之鱼。听说这些年你躲在秦国霸上学宫，我真准备走一趟霸上学宫，让你交出先祖的兵法13篇原稿，没想到你竟然还送上门来了。好，既然你也要找我，那刚好咱们就在这里斗上一场，生死勿乱。斗就斗，怕你不成？两位都是宗师，虽有些私怨，也不急在今日。2日后就是英雄大会，两位大可在英雄大会上一较高下。今日是我请太子殿下赴宴，两位还是给我和太子殿下几分薄面才好。既然张公子发话，这个面子老夫给了。皇石爷爷在息雷霆之怒，先看看情况再说。皇石老鬼，就算你仇深似海，现在也不是你动手的时候。你放心，我们老哥儿几个一定帮你报了此仇。之前在长社有得罪太子殿下之处，还请太子殿下海涵。要是你被刺杀，看你能不能海涵。张兄说那里话，我以为长社之事只是一场误会，误会解释清楚了，自然也就没事了。
太子殿下大度，梁无以为报，先自罚3杯，以示诚意。张兄如此煞费苦心的将我引到泰山，又设宴给我赔罪，这是有事啊！张兄，要是真有事，就请说吧。太子殿下果然是爽快人，纳凉要是再隐瞒就说不过去了。梁听闻，大秦朝堂上曾为了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有过争论，最后还是郑国公发话，华夏之内当行郡县制，而华夏之外则分封诸王。敢问太子可有此事？确有此事。那请问太子殿下，六国宗室可能在域外分封？张兄，敢问你想六国宗室受到何等级别的分封？还请太子殿下解惑。我大秦改制之后，在侯爵之上另设了王公2级爵位，王爵只有大秦皇子才有资格受封，而公爵至今为止只有4位，想来大家也都听说过。所以张兄觉得你背后的六国宗室能接受不再为王吗？我以为可以。张兄，你不用先回去问问那些六国宗室吗？韩国这边不用问，我王已经给了我全权授权，列位以为如何？我以为可以。可以。太子殿下看到了，熊汉大司马代表楚国王室，而孙信前辈则代表齐国王室。6国之中已经有3国同意，太子殿下还有什么可怀疑的？那也只有3国，还有3国也跟你们一样的想法吗？我想他们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既然如此，那我倒是可以给父皇上一封奏折，说明此事只是成与不成，还要看父皇的意思。只要太子殿下肯相助我等就已经感激莫名了，在下先干为敬。没有黄石前辈赠书之恩，也不会有张良的今天。张良今日拜谢前辈赠书，不就是一本破书吗？也值得你拜老父。你要是真觉得欠我的恩情，想要还，那也好办，你把对面那个家伙的人头取来给我，我就算你还了我这份情。前辈，孙前辈也是我请来的客人，这倒叫我有些为难。你也不要为难张公子，想要我的性命，你自己来取就是了，何必劳烦他人？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大师傅，黄石爷爷不会吃亏吧？黄石老鬼武道修为之高，就连老夫都要自愧不如。但是这孙信与黄石老鬼师出同门，对黄石老鬼的武道知之甚详。100招之内，孙信如果不能取胜，那最后胜利的一定是黄石老鬼。鬼谷子前辈，这2位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小子想请鬼谷子前辈出手，将这2人分开，也免得伤了和气。你可太高看我了，我可没有那个能耐。前辈放心，我会请营虎军大司马与前辈一起出手，想来分来2人问题应该不大。那个莽汉能出手？自然可以。好，2位停手吧。黄石公和孙信斗得正酣，根本听不见张良的话。鬼谷子前辈如何下得如此重手？不是说好的将2位分开就是了吗？我也不知道这家伙这么不经打。刚才他跟黄石老鬼打的时候，我看他招式凌厉，身法灵动，还怕不能逼退了他。谁知道他竟然是个一样蜡枪头，如此不中用。太子殿下如何说？张兄，你求我给6国宗室找个出路，不就是打伤你一个人吗？这样你都要兴师问罪的话，我怎么相信你的诚意？来人，将孙先生抬下去，找郎中来给孙先生医治。此事是良考虑不周，让太子殿下见笑了。这也没什么，只希望不要影响你我之间的合作。自然不会，良还有一份大礼，等2日后的英雄大会献给太子殿下，希望太子殿下会喜欢。今日让此人搅扰了太子殿下的酒兴，良就不再留太子殿下了。太子殿下请便。几位前辈，你们看张良提出来的合作，几分真几分假？在我看来，张良提出来的建议半真半假。如何说？你自己想想，如果真的是因为这种事情的话，那在阳宅，张良大可开门见山的跟你话说这件事，又何必将你请来泰山？老夫猜想，寻求6国宗室分封只是张良的计划之一，而英雄大会却是张良的另一个计划。至于目的如何，老夫惭愧，还猜不出来。大师傅说的极是，我也有些奇怪，为何张良之前不说，反倒一定要让我到了泰山之后才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而且刚才临走的时候，他还说英雄大会上给我准备了一份厚礼，这就更奇怪了。这有什么可猜的？2日之后英雄大会，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难道咱们还不参加他的英雄大会了？黄石爷爷说的对，2日之后自献分晓。那咱们还调兵吗？当然要调，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无论张良想干什么，我们就按照我们路子去就是了。调的几路兵有没有问题？几路兵昨日就已经到了泰山附近，已经埋伏了起来。只要这边发出信号，最多1炷香的功夫，
大军就可以将泰山团团围住，绝对不会放跑一个人。辛苦蒙将军了。今日就是泰山英雄大会之期，一大早，扶苏一行人就做好了上山的准备。蒙县调的几路兵有没有问题？几路兵昨日就已经到了泰山附近，已经埋伏了起来。只要这边发出信号，最多1炷香的功夫，大军就可以将泰山团团围住，绝对不会放跑一个人。泰山的风景确实好，一路之上各种景色美不胜收，看得人心旷神怡，真想在此地结庐而居。想来也是人间乐事。你小子想想就算了，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身为大秦的太子，身上自有千斤重担，想要过这样的日子，确实也只能在梦里想想了。临近山顶的时候，已经多了不少携带兵器的人士。这些人见扶苏人多，也不敢上前，只是斜眼瞟了扶苏一行人，就匆匆上山去了。可曾计算有多少人上山了？咱们这一路起码不下100人。仅是咱们这一路就不下100人，那山顶上不知道聚集了多少人。这有什么可担心的？管他多少人，有咱们在，也伤不了你分毫。我倒是不担心这个，我只是觉得大秦虽然一统天下，但是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在反抗大秦，大秦的国策是不是有问题？你是大秦太子，等到你执掌权柄的时候，自然可以调整国策，让天下国泰民安，要有信心啊。扶苏被鬼谷子这一说，虽不说是醍醐灌顶，却也灵性了一些，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一行人边看边聊，就这样上了山顶。今日乃天下英雄聚会之日，杨德伯才说，勉为本次大会的召集者，有什么不到之处，还请诸位英雄多多包涵。太子殿下，咱们待一会儿就赶紧发信号吧。我看这些人对咱们都不怀好意的样子。不着急，先看看再说。张公子，这次英雄大会，别的我都没意见，只是为什么要请这些秦人？我等国家都是被秦人所灭，跟秦人仇深似海，你请秦人来是几个意思？既然是天下英雄盛会，秦人之中也有英雄，为何不能参加呢？那请问张公子，这些秦人是哪路的英雄？可能报个名号？我乃大秦太子扶苏，见过天下英雄。扶苏这一句话算是石破天惊，一语激起千层浪，让全场皆惊。我们这次来参加英雄大会，都是奔着反秦来的，没想到在大会现场竟然会有一个大秦的太子，好胆！秦人太子竟然敢来英雄大会，这是欺负天下英雄无人吗？我大秦一统天下，天下万民皆是我大秦之民，我又有什么不敢来的？更何况我是收了张良公子的请柬，不来岂不是不给张良兄面子？张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与秦人已经勾结在一起吗？你误会了，我请太子殿下前来，是想请他一睹天下英雄的风采，也免得太子殿下小看了天下英雄，怎么能说我跟大秦勾结在一起了呢？这张良话里话外对秦人太子未免也太客气了吧？这要说中间没有什么猫腻，怕是谁都不会相信。张良，今日天下英雄聚在此处，就是要商量如何反抗秦国，谋求复国的。不管怎么样，你将秦人太子请来，甚是不妥。我想你要给天下英雄一个交代。你要我给什么交代？今日英雄大会，本来我等已经商量好了，要奉张公子为反秦的盟主。只要张公子一声令下，将这些秦人拿下祭旗，我等就依旧奉张公子的号令如初，如何？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们的意思？赵国王庭死事，魏国刘尚，还有燕国黄金台、楚国、齐国这几位我倒是第一次见，不自报一下家门吗？项燕将军大破秦军20万，逼得秦将李信自刎，实乃天下英雄。只可惜后来项家随着楚国被灭，销声匿迹，而这几位就是项家人。小贼，你笑什么？项家当代家主项梁就在我大秦为将，下一代家主项籍也被我父皇认为义子，这些项家人又算得了什么？住嘴！秦人无耻，将我家项梁将军掠去，一直软禁看押，何谈为将之说？至于项籍，不过出生婴儿，连话都不会说，你说是一子就是一子了，我看是人质还差不多。张公子，现在天下英雄有大半都对秦人有仇，该如何做？你自己掂量就是。赵统领今日乃天下英雄齐聚，万不可让秦人看了笑话。看不看笑话的，那还不是张公子自己选的。现在就看张公子如何决断了。如果要拿这些秦人祭旗，我第一个上。扶苏小子，这场面我看着不对劲啊，要多加小心才是。张公子，你还下不了决断的话，那我就要自作主张了。莫元，阁下何人？为何擅闯我们英雄大会？我又不找你，你且退下。我乃墨家传火长老莫元，扶苏我护下了，有不怕死的就上来试试。张公子，现在天下英雄都等你一句话了，这些秦人到底怎么办？只要你发话，就算是墨家的传火长老又如何？天下英雄一拥而上，累也累死他了。赵统领，你真的要我下决断？那是自然。好，那我就给你一个决断，上。熊汉，你干什么？赵统领被熊汉箍住，动弹不得。英雄大会瞬间分为两派，乱作一团。
原来张良说的厚礼是这个意思。原来张良这是有意的将这些反贼都引到泰山来，一网打尽，给辜献上一个投名状。这事也只有张良才能干，任谁都想不到，之前还在刺杀大秦太子的人，一转眼竟然就能跟大秦太子勾搭在一起，图谋天下英雄。所以这些人还真就屁颠的来了，结果全部被张良给算计了进去。张良这人如果不能为大秦所用，必须要想办法除掉，这心思也未免太狠毒了些。太子殿下，我送的这份厚礼如何？今日一过，天下再无反秦之事。太子殿下，咱们的信号还发不发？看样子是用不着大军围剿了。太子殿下勿惊，黑冰台暗卫前来保护太子，来的可真早。没有别的人了吧？那就动手吧。沃元，你要作甚？大秦太子在泰山大会被反贼所杀，我带着墨家剑士死命杀出重围，这个剧本如何？发信号。你们是想调那些秦军吗？那就不用了，我已经用一封假令，让他们都回到自己的驻地了。现在在泰山，除了你们这些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秦人。匪军身上都穿了金丝软甲，但是被墨家剑士有心算无心，根本组织不起阵型，只能依靠自己的单兵作战能力。继续这样下去，不但这个投名状交不了，就连扶苏也得丧命在这里。真要是那样的话，对域外分封的图谋就会付诸流水。再想给六国宗师谋求一条出路，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了。准备凌空火炮。王建之前一直不敢用凌空火炮，就是怕误伤，现在也顾不得了这么许多。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响起，墨家剑士立刻被炸开了一个缺口，匪军迅速抛出了连发手弩。墨家剑士这时反被匪军的箭雨给射满了，即使宝剑挥舞的再快，也拦不住如雨一般的弩箭，纷纷中箭倒地。不能继续纠缠下去了。这是不要命了吗？我可不想把这条老命给丢在这里。就这样。以多欺少是吧？快，这老小子支撑不住了，趁他病要他命。鬼谷老祖，众人大骇，也顾不上去夹击墨渊，急忙赶到鬼谷子身边，却见鬼谷子脸色青紫，嘴角一血，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鬼谷子中了我这2掌，怕是神仙也难救。你们还是先想办法救他吧，我去也。尹扇子，鬼谷子老鬼还能救吗？情况不太好。蒙县大师傅快不行了，速速解决。速战速决。太子殿下，鬼谷子前辈这是被那老贼打的。这是阴阳家炼制的大5行阴阳丹，据说治内伤有奇效，可给鬼谷子前辈服下一试。扶苏接过小盒子，心中很是犹豫，递给尹扇子，想让尹扇子先验验真假。看来鬼谷子命不该绝。太子殿下，我这份厚礼如何？张公子这份礼确实很厚，扶苏就笑纳了。纳凉给太子殿下提的那件事，六国宗室分封之事交给我了，我回去之后就给父皇上书此事。但是我们现在要马上下山，我大师傅的伤可拖不得。太子殿下所言甚是，咱们这就下山。我认识几个衣甲圣手，我这就派人把他们请到泰安城，给鬼谷子前辈医治。张良留下了一些人在山顶打扫战场，其他人护送着扶苏一行人下山。与此同时，扶苏的2份手书也让匪军用800里加急传去咸阳和坝上学宫。你们想死还是想活？估计的给几位下过诏令，命各位率军在泰山脚下埋伏，等孤的信号。可是你们的人呢？太子殿下，并非我等不遵令而行，我等的军队已经开到了泰山脚下，也按照太子令埋伏了起来。可是却有人送来国防部的令符，并且传话说计划有变，命我等撤回自己的防区，我等这才把人马给调走了。国防部的令符可带来了？令符我一直带在身边，请太子验看。是真的？难道国防部中有内鬼？令符之事我自然会去查清楚。这几日你们各自调兵来泰安驻扎，记住，除了我的亲笔手书，你们不用听从其他任何命令。扶苏不敢耽误，直接命人快马将令符以及自己对此事的判断送去咸阳，而张良则老老实实的待在泰安，等着嬴政的回话。没想到泰山的英雄大会竟然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没想到张良那小子的计谋竟然能将天下反秦势力一网打尽。如果答应张良的要求，那么6国在域外复国100年之后，会不会又陷入逐鹿中原的局面？之前考虑域外分封是肉烂在锅里，就算中原糜烂，其他藩国起兵，最后当皇帝的依旧是嬴氏子孙，也不是外姓人。但是如果6国掺和进来，那以后皇帝谁家做就真不好说了。
但是如果不同意张良的要求，那就相当于把张良推到了大秦的对立面。如此心机的一个人，如果站到了大秦的对立面，那对大秦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而且鬼谷子竟然身受重伤，墨家在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角色，更加让人捉摸不定。不过墨家的事情倒不用朕操心，先生一定会去搞清楚的。陛下，又有一封来自太子殿下的800里加急。国防部最高级别的令符竟然不知不觉地出现在泰安，还险些害了太子的性命，立刻传召赵王翦进宫。而就在嬴政赵王翦进宫的时候，虾仁在坝上学宫却发了雷霆之怒。我师兄生死不知，竟然还是墨家的传火长老下的手。来人，围了奇迹研究院。夏头，你这是为何？馋贤子，我今天还尊称你一声巨子，我只问你，墨远可是你墨家的传火长老？是了。可是你派墨远去泰山的？是了。不是你说不放心扶苏，让我另外派人去保护扶苏的吗？怎么墨远长老出事了？就是你派去的墨远，带着墨家剑士围杀扶苏，甚至将击伤我师兄。我师兄现在生死不知。这不可能，这是扶苏等人亲眼所见，抵赖不得。馋贤子，你到底把墨远派出去是干什么的？墨远虽然是墨家的传火长老，但是平日又不出山，我也是用巨子令才让墨远出山的，又怎么会想到墨远竟然会这样做？那不是将墨家都推入了万丈深渊了吗？夏沟，你相信我，我是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身为墨家巨子，你家长老做出这样的事，你会不知道？夏沟，这样你容我7天时间，我一定将此事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3天过后，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交代，那你们墨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除了馋贤子之外，其他墨家弟子一律不能离开奇迹研究院的大楼，但凡有敢逃出者，就地格杀。馋贤子也解释不清楚，索性也懒得解释，直接牵了一匹马出了学宫。这是要将奇迹研究院给踏平的架势啊！虾仁让匪军和炮旅围好奇迹研究院，自己回到了办公室。这么多年，我但有所请，师兄从来没有推脱过，这次也是我的委托，他才会以80多的年纪再次奔波，结果落到这样一个下场，这让我又怎能不愧疚？夫君，你真的相信泰山的事情是巨子下的手？当然不信，馋贤子在学宫多年，学宫的机密我也不瞒他。如果他真的要对扶苏不利，这几年来有无数的机会可以下手，根本不用等到今天。那你为何还要如此对待巨子？因为有人希望我如此。隔墙有耳，现在学宫也不安全。夫君，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对巨子不好。墨家弟子广布天下，你如果真的平了奇迹研究院，怕是立刻就成了墨家公敌。谁？墨家公敌又如何？我是大秦的太子太傅镇国公，鬼谷子是我师兄。别说是一个墨家，就算是天王老子来敢动我师兄，我也要斩断他几根手指头。不知。第2日，桓映雪就离开了学宫，回到了咸阳桓家。大秦一统四海之后，桓乙天天在家也是闲得无聊，难得桓映雪知道回家来看看自己，桓乙老怀安慰：“你说的是真的？”“是的，是夫君亲口对孩儿说的。他还说现在情况不明，满朝文武里能够信任的也只有父亲您了。”桓乙此时听到女儿的马屁，心里早就笑开了花，面上却威严如旧。此事我知道了，我明日就去办。还要等明日啊？傻孩子，你今日才回府，我就匆匆出门，那不是摆明了被人怀疑吗？等到明日你回学宫了，我再去联络，这才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乖女儿，你放心吧，耽误不了你的事。那一切都仰仗父亲了。你也别说仰仗的话，赶紧给我生个外孙下来，才是你的正事。在桓家待了一夜，第2日清晨，桓映雪直接坐车又回了学宫。而在桓映雪走后，桓乙从家里出门，直接前往了王翦的府上。到了王翦府上不到半个时辰，桓乙就出来了，又跑去王婉府上逛了，也是不到半个时辰就出来了。回府之后不一会儿，桓府就有一封奏书送进了宫中，此后再无动静。扶苏现在急得团团转，虽然有几位医家圣手治疗，但是鬼谷子的伤势一直没有起色，始终昏迷不醒。现在全天下可能也只有坝上学宫的医学院能有办法治好鬼谷老鬼了。但是鬼谷子这样的身体状况，怕是经受不起这一路的颠簸，半路就没命了。那怎么办？再这么拖下去，鬼谷老鬼可能就真的没命了。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还是将大师傅送回学宫医治吧。而张良却犹豫了，他犹豫的是到底要不要跟扶苏一起回咸阳。嬴政是否同意6国宗室参与域外分封的话还没有传来，但是又没有办法拖着扶苏不让扶苏回咸阳，毕竟鬼谷子就躺在那里。如果要是不阻拦的话，就得跟着扶苏回咸阳，这样才能得到第一手的消息。问题是咸阳是黑冰台的地盘，一旦进入咸阳，所有的布置都要重新洗牌。真要到了那时候，别说6国宗室分封之事，就连自己的生死可能都说不算。
太子殿下，杨有事想请教太子殿下。张兄是为了六国宗室分封的事情来的吧？你也知道，我的奏书是已经送给了父皇了，但是父皇还没有给我回消息。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父皇到底会不会同意。不如这样，你干脆随我回咸阳，父皇有旨意，你也能第一时间知道，如何？扶苏的眼神很诚恳，从内心来说，他是真的想收服张良。他知道的张良一人胜过千军万马。太子殿下，杨在家中还有一些俗务还未处理，此时还不方便去咸阳。如果太子殿下有消息了，派人去杨迪的寒楼通知一声，杨自然知道。寒楼，既然如此，那有什么消息，姑就派人送到寒楼去就是了。杨谢太子殿下厚德。与张良分别之后，扶苏快马加鞭向咸阳赶去。馋弦子可有交代？馋弦子，莫元刺杀扶苏，害我师兄重伤的事情，我给了你3天时间，今天时间到了，怎么样？是否能给我一个结果？老夫无能，还未查到此事原委。下头能否再给老夫一点时间？馋弦子，你没有时间了，说好的3天，你不给我一个交代，我就让你墨家从此消失。下头，我墨家与你相知多年，可曾有亏欠你的时候？想当年你还在微末之时，老夫亲自为你站台，与纯鱼跃翻脸，后来又动用我墨家18剑士为你保驾护航，再后来你学宫出剑，又是我墨家鼎力相助，难道你还怀疑老夫吗？馋弦子，休要提以前你为我做的事情我都记得，只不过那些都是交换而已。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你墨家能正大光明的进入大秦的军政2界，没有我的帮助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也休要再提以前的事。我只问你一句，可有交代？夏冷，你果真要灭我墨家一门？你以为我说话是在放屁？既然如此，那老夫赔了这条性命给鬼谷子就是，你放过奇迹研究院的一干人等，可行？馋弦子，你难道还有跟我讨价还价的条件吗？来人，准备！既然如此，那也由你，老夫回去与我墨家弟子一起赴死就是了。夏公，你莫非还真要灭了墨家不成？我说过，馋弦子如果不给我一个交代，我必灭墨家。夏公，听说鬼谷子还活着，正在送回学宫的路上，有玄胡子的妙手在，必然能救下鬼谷子一条性命。你何不等等？等不了，我师兄年岁本来就大，80高龄，却遭受如此大劫，你居然还让我等？等什么？等他们墨家将我整个学宫都给灭了吗？夏公，现在事情还没搞清楚，你就如此行事，怕是不妥，还是再等等吧。你们不要再劝了，我心意已决，还请2位退后，免得伤到2位。听我命令，发射！馋弦子，2位，这里有太多学宫机密，不适合2位知道，2位还是请回避的好。虾人，我原来以为你是当代大儒，惠泽天下，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暴虐之徒，请恕我不能再与你这样的暴虐之徒共事，告辞。周清晨离开了，他是离开了学宫，而学宫之中也因为奇迹研究院被虾人炸毁，里面的人一个都没能逃出来，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学子因为虾人的这一举动，纷纷离开学宫，留下来的10不存1。但是虾人却没有打算收手。能提供墨源线索者，赠金10万；能提墨源投来剑者，赠金100万。虾家生意现在乃是天下第一，100万金对于他来说还真不算什么，更何况这家人又是大秦4大国公之首，更加不会哄人。天下游侠纷纷闻声而动，开始缉捕墨源。你这又是何必呢？何必要出此狠招，平白让天下人误会？我不这样做，幕后之人又怎会放心？墨家在华夏100年，支脉复杂，门徒百万，而传火长老更是墨家的重中之重。任何一代墨家传火长老都是墨家巨子的绝对支持者，但是这样一位人物竟然叛离了墨家巨子，这背后的势力实在让我如鲠在喉。而且再加上前几日我查出来朝廷官员的事，这背后势力的目标绝对不仅仅是墨家，又或者是我，肯定是整个大秦。为了扶苏的江山，我必须将这股势力给找出来，连根拔起。可是苦了你了。有你真好。对了，你让我办的事情都办好了，我父亲应该已经与他们联系上了。那就好，只要他们按我的计划行事，必然能让那背后势力露出原形。就在虾人炮轰奇迹研究院的当天，桓乙带着一个团直接将国防部给围了起来，国防部的人都懵了。但是今日不知怎的，平日都是按时当值的王翦，今日却没有来。桓乙，你这是要造反吗？老杨，今天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开。桓乙，你这是冲谁？而且你有调令马就敢调兵，你不知道这是遗俗的罪过。我带兵打了一辈子仗，我能不知道无照调兵是大忌？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天还真就调兵出来了，怎么样？你宰了我？桓乙，你今天是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倒是跟我说说啊！国防部里有不少王八蛋，我今天来就来找这些王八蛋算账的，我劝你不要管。
杨端和收到了环乙的眼色，虽然不明白环乙是什么意思，但是心里却知道环乙虽然脾气暴躁，却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他既然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管了。但是陛下那里我是要去禀报的，你不会不让我出去吧？请便，将国防部给围住，许进不许出。与此同时，王婉也带着一批士兵踏进了正式堂的所在。王丞相，你这是作甚？带兵进入正式堂，可有陛下的诏令？并没有陛下诏令。那你这是？正式堂直属臣迷，疏立狗心，堂前行走迎接，将此3人拿下，搜查3人执房。王首府，你无止赶拿大臣，你这是乱法。李辅正，此事老夫虽然没有请旨，但是也是为了大秦着想，还请李辅正不要干涉。王婉担任丞相之职多年，向来以办事老成著称，从来不会无的放矢。这次敢冒着嬴政震怒的风险捉拿这3人，一定是有了十足的把握。不管了，反正闹出事来，最后担责任的是他。看来是早有准备了。冯辅正，属下在。你执掌咸阳令多年，现在咸阳官署还有不少你的故人，请你速去咸阳官署坐镇，以防生变。无论谁来调动咸阳官署的人马，没有陛下的圣旨和老夫的手令，一个人都不能出咸阳官署。属下这就去。唐辅正，还要麻烦你一件事。首府请吩咐。劳烦唐辅正坐镇户部3库，同样没有陛下圣旨或者老夫手书，连一张纸都不能出库房。首府3库庞大，需要调兵。那是自然，你去王翦元帅府上，自然有兵给你。诺。军政2界大佬一起出手，今天这事怕不是惊天大案。李辅正，今日之事虽有乱法之嫌，却也是为了大秦的长治久安，还请李辅正理解。首府说那里话，下官理解。对了，也要劳烦李辅正一件事。首府请说。现在情况紧急，老夫现在要进宫向陛下禀报，正式堂不能没有人，就要劳烦李辅正坐镇，不许任何一人外出，一张纸都不得损毁。走水了，走水了！交火，但是不能放走一个人，但凡有人冲出来的，全部拿下勿论。桓乙好像就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手一挥，竟然从围着国防部的那些士兵身后出来数十辆水龙车。你们俩是说我大秦的国防部、正式堂，甚至天下36郡的官员中有大半是某个神秘势力的人？这不可能吧？天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势力？两位卿家是跟我斗着玩的吧？陛下，臣不敢哄骗陛下，臣今日未得陛下诏令，将正式堂中3名官员拿下，这3人却服毒自尽，正式堂中人人尽知，所以此事绝非虚假之事。啥？你已经去正式堂抓人了？王婉，你身为大秦首席辅政，你应该知道你这是什么样的罪过。臣知道，但是事情紧急，不可不权宜行事。陛下要治罪的话，那就治臣之罪吧。你，陛下，大事不好！什么事如此急躁？是6国余孽打到咸阳了吗？不好，陛下此时心情不好，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这时候转身下殿，陛下非撕了我不可。奴婢刚收到消息，桓启率兵把国防部给围了，许进不许出。现在国防部乱成一团，说桓启要造反了。什么？桓乙疯了吗？他从哪里调出来的兵？陛下，是臣给他调的兵。是吗？怎么？王元帅是想当朕这个皇帝吗？臣不敢，臣蒙陛下厚爱，执掌国防部事务，自当殚精竭虑，为陛下分忧。只是今日之事，国防部与正式堂不同，正式堂可以直接拿人，国防部却不可。为何？陛下，国防部掌控天下兵权，如果直接拿人，必然会让这个神秘势力狗急跳墙，到时候怕是难以收拾。那你让桓乙围住国防部，就不会打草惊蛇了吗？陛下，如果拿人就要审讯，则审讯的时日难以估算，怕是会走漏风声，反倒给了神秘势力从容准备的时间。臣让桓启带兵围住国防部，其实就是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想来这个时候，那个神秘势力应该已经坐不住了，此为引蛇出洞耳。那你们2人完全可以请旨办事，为何不提前告知朕？陛下，宫中消息极易泄露，臣等也是为了保密，此事只有臣2人与桓启将军知道，行动之前再无旁人知道。且看国防部那边消息如何。赵高，奴婢在。你派人盯紧了国防部那边，一有消息马上来报。有。查没查出来是谁放的火？报，这些人没有看见是谁放的火。看来有些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既然你们都不说，那就都别说了。以后要是再想说，就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了。桓乙招呼士兵在这些官员背后站定，每个官员身后站2个。动手！那些官员身后的士兵立刻行动，一个控制住官员，另一个掰开官员的嘴里检查。报，在这些被控制的人的嘴里查出4个牙齿里藏了毒药的，就是他们，小心看押。密许还是得你老丈人吧，一击必中，就是这么简单。果然来了。
虎卫军，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敢围攻国防部，不要命了不成？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嬴驷啊！我以为是谁如此大胆，原来是桓启将军。只是不知道桓将军如此兴师动众，可有陛下的圣旨，又或者国防部2位元帅的手书？没有，怎么了？那桓将军可有谋反之嫌了？我谋反？我为大秦出生入死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怀里吃奶呢。桓启，你敢辱我？小子，别说我辱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你无照调兵，还围攻国防部，我要将你拿下，交给陛下处置。你要拿我，我身为大秦上将，你要拿我，也要陛下的诏书。你可有？我虽然没有陛下诏书，但是就凭你造反的行径，我拿下你有功无罪，是吗？那你就试试。来人，将逆贼桓启和他的一干叛贼全数拿下。嬴驷，你要拿我，我还要拿你。你看这是什么？元帅金令，还算你有些见识。既然见到这面令符，那你应该知道我是奉了谁的命令。既然桓将军是奉了元帅指令，那这事就是个误会。桓将军继续忙，我就不打扰了。你恐怕是走不了了。怎么，桓将军还想留下我不成？嬴校尉，你为何得知我带兵围了国防部之后，会亲自带兵过来？我是心怀设计，怕有人造反的，是吗？那你可知为何我闹出如此大的动静，而羽林军却没有动静？他们有没有动静，我怎会知道？我是虎卫军的，又不是羽林军的。为什么羽林军不动？你心里应该清楚。你跟我装傻也没有用。我还告诉你，国防部里我已经抓出来4个内鬼，等我顺藤摸瓜，自然会查清楚。到时候你小子能不能脱得了干系，我可就不知道了。怎么，已经抓住了4个？这群废物竟然如此没用！桓启谋反，兄弟们，随我杀！混账！他们怎么敢？陛下，臣之前说过，今日就是为了引蛇出洞。桓启带兵围了国防部，想来整个咸阳都知道了。但是为何只有嬴驷带兵前往？臣以为嬴驷8成是怕国防部被桓启查出点什么来，这才带兵前往。这是要灭口。嬴驷跟桓乙都是无照调兵，说嬴驷是为了灭口，怕是有失偏颇吧？不一样，桓启有我的金令，也不能就这样看着他们两边就这样自相残杀。羽林军出动吧，将双方全部拿下。陛下，臣亲自去，何必劳烦元帅？陛下，你忘了桓启那里还抓住了4个人。嬴政这才反应过来，桓乙和嬴驷的事都好说，重点是抓住的这4个人可不能出事，这关系到是否能查出背后那个势力到底是谁。既然如此，元帅就亲自带兵前去吧。送走了王姐，嬴政看着还留在殿中的王婉，愣了半晌。王辅正，朕其实一直想问你，你是如何知道正事堂中有那神秘势力的人存在的？陛下，此乃镇国公的提醒。镇国公，听说镇国公因为鬼谷子前辈的事情迁怒于墨家，也不知道学宫那边如何了。夫君，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担心什么？担心墨家弟子前来学宫寻仇啊！来就来呗，我担心他们就不来了。况且他们也未必会来学宫。未必会来学宫，你下令将奇迹研究院给轰平了，他们不来学宫又能去哪里？你忘了正在回咸阳路上的扶苏和我师兄了啊？那他们不是危险了？不危险，你放心，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了。扶苏的人马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已赶到了大梁。此时全军上下已经累得不行了，再这样进军下去，这支野战军也就彻底没有作战能力了。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好像从泰安出来之后，一直有眼睛在盯着我们。先不管了，我们在大梁休整一夜，明日再出发吧。你确定扶苏他们就住在这排房子里？是我们在大梁官署的内应报出来的消息，应该不假。准备动手。放。首领，里面没人。糟糕，我们中计了。我就知道今晚要出事，没想到还真钓上鱼来了。好手段，原来太子殿下早就知道我们要来。也不是早就知道，只是防备一下，没有什么坏处。请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刺杀姑？你们和墨渊有什么关系？墨渊是谁？我可不认识。墨渊你都不认识，这样可不好，这样会让姑认为天下除了墨渊，还有不少人想要刺杀姑的。哼。好吧，既然你说你不认识墨渊，那就告诉姑，你们是谁派来的？姑也许还能留你们一条性命。秦国的太子殿下说话为何如此幼稚？我们竟然敢来刺杀你，又岂是在乎性命的人？让你的手下放箭吧。看来还是一群悍不畏死的好汉。何必多言？你现在是不是在想，另外一路去刺杀我大师父的人马可能已经得手了？你怎么知道？你别问姑怎么知道的，你只需要知道，你另外一路人马也不会得手就是了。那你还跟我说这么多话？我跟你说这么久，不就是想让你们另外一路人马没有顾虑，赶紧动手吗？从小我师父就告诉我一个道理，那就是反派死于话多。你放箭！茂元哪里走？看来留在大师父那边的人已经跟来刺杀的人碰上了，只是这声音听着怎么这么熟悉？什么？继子没死？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
夫君，巨子和一众墨家门徒不都已经丧生在奇迹研究院了吗？你夫君看起来真的像是那么容易被怒火冲晕头脑的人吗？这是我与巨子定下的一计，在奇迹研究院地上有一条密道直通学宫之外，这还是上次陛下在学宫遇险之后我让巨子修的。我在下令夷平奇迹研究院的时候，巨子早就带着墨家弟子通过密道离开了学宫，这样才能掩人耳目。正是掩人耳目，背后那人知道我师兄和扶苏对我来说意义不同，所以才会对这二人下手，而且甚至还动用了墨家传火长老这枚暗棋，意图挑动我与墨家的关系，用心之歹毒，我又岂能让他如愿？所以我才与巨子定下此计，对外表示我已经与墨家翻脸，这样巨子就从明面上转入暗处，背后之人也就不再会关注巨子这边的情况，反倒能让巨子有骑兵的作用。估计这时候巨子已经跟扶苏见面了。墨渊，果然是你，老夫等候你多时了。正是老夫，怎么想老夫了？老夫想你怎么不死？墨渊，你往哪里逃？林，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我是死了，我从九幽黄泉出来找你算账来了。禅贤子前辈，平日沉浸在奇迹研究院，轻易不出门的禅贤子前辈，竟然出现在这里。来人，围住墨渊，这次一定不能让他逃走。禅贤子，你竟然还有时间来抓我！你跟下人演了一出好戏啊！只是可惜了，你虽然没死，却也没有现身。老夫以墨家传火长老的身份，已经号令天下墨家弟子入擒杀下人了。你再跟我纠缠不清，怕是下人的性命就不保了。此言一出，众人皆惊，有人抓住机会跳出战团。你逃不了。禅贤子被墨渊坑得不轻，此时完全是拼命的打法，加上禅贤子对墨渊的武道心知肚明，墨渊的一招一式都在禅贤子的意料之中，转眼落了下风。巨子，你怎么来了？太子殿下，老朽糊涂，竟然没有认出此人的狼子野性，结果害得鬼谷子被害，是老朽识人不明，请太子殿下治罪。巨子切莫要这样说，扶苏知道此事与巨子绝对无关，快请起。老朽对不住各位呀。别哭了，老鬼，禅贤子，此人教我处置可好？此人无端叛出墨家，行刺姑，背后必然有人指使，姑要将此人带回咸阳，一定要查出背后之人到底是谁。哎，倒是便宜了此人。巨子，你到姑这里来，师傅那边还好吗？太子殿下放心，虾公算无一策，既然能让我来这里，他那里想来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应该无事。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蒙县通知下去，明日卯时出发，一路不停，直奔咸阳。你们二位精神头不错啊，竟然带着人在咸阳打起来了。托陛下的洪福，臣的精神头一直都很好。你还有脸说？朕问你，你为何要兵为国防部？因为里面有奸臣。谁是奸臣？我抓住那4个牙齿里藏毒的就是奸臣。对于桓乙的态度，嬴政气得牙痒痒，也懒得再跟他说，转头看向嬴驷。那你呢？你又为了什么带兵跟桓乙干上了？臣是以为有叛贼，心里着急，就带兵出来了。你有朕的调兵诏书，还是国防部的禁令？你没有朕的调兵诏书，也没有国防部的禁令，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调兵？臣有罪，请陛下责罚。臣启禀陛下，臣兵为国防部，正是想调出隐藏极深的乱臣贼子，所以臣一直也没有冲进国防部，只是没有想到国防部中竟然有人敢放火。好在臣提前有了准备，才让火势没有蔓延，也让臣抓到那4个人。只是嬴驷此时却带兵前来，一开始在臣强硬的态度下，此人曾有退走之意，只是在臣有意透露已经抓住4个嫌犯之后，此人竟然带兵转身冲了过来。臣以为此人有想杀人灭口之嫌。你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陛下，此人与那些乱臣贼子必有牵连，臣请陛下严查。陛下，臣冤枉。桓乙调兵是有王翦作保，而且有王翦的禁令，但是嬴驷你凭啥？就凭宗室的身份吗？姬无心，属下在，将嬴驷带走，严加审讯。乐。好了，现在咱们该说说你的事了。陛下圣明，臣能有什么事？行了，别跟朕装了。刚才王翦已经都跟朕说了，你才是居中联系之人，你还不老实交代？陛下，既然王元帅已经都说了，臣也不敢隐瞒。的确，王元帅和王首府都是我联系的，只是这事确实不是臣的主意，而是臣女婿的主意。哦，嬴政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就没有继续说话，而是等着桓乙继续说下去。桓乙一看嬴政也不答话，知道不实话实说，这关是过不去了，只得硬着头皮说道：陛下，臣的女儿前几日归家省亲，带来了臣女婿的口信，言说朝中有奸佞，让臣联系2位重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隐藏在国防部和政事堂中的蛀虫给抓出来。臣就去联系了王首府和王元帅，而且兵为国防部的事也是臣跟王元帅商量好的。突然围住国防部，必然会让藏在国防部的那些人惊慌失措，这样就会乱了阵脚。
果然，国防部燃了大火。好在臣已经有了准备，暗中将国防部的那些重要文牍都换了地方，所以这些人烧掉的不过是一些废纸而已。臣果然抓到了隐藏在国防部中的人，所以臣以为只要顺藤摸瓜的查下去，背后之人一定会无所遁形。国防部中藏有人，怀疑需要用诈术让其显形。那王丞相又是如何能那么准确地抓住那3个人的？臣是瞎猫抓到死耗子，全凭运气好。本来镇国公的名单上有10几个人，臣不过是刚抓了3个就碰上了。嬴政看着王婉那副纠结的脸，也是哭笑不得。这老官平日是也没有见过运气这么好过，今天这是怎么了？一抓一个准。王丞相，正是堂中可还有怀疑的对象？应该没有了。正式堂的大小官吏都是之前在九卿衙门历练许久的人，不少人都是知根知底，能有这3个混进来，已经是老夫管理不善。要是再多来几个，老夫也无颜来见陛下了。既然如此，那就等那几人的口供出来，再另行查探就是了。陛下，此事还没有这么简单。臣与王元帅还从镇国公那里收到了这份名单，请陛下预览。王丞相，这份名单是何意？启禀陛下，此事说来还全靠镇国公警醒。这次虽然将政事堂和国防部中的人给抓了出来，但是各部各郡县还有不少官员尚未盘查。臣请陛下下旨，将名单上的官员或调或查，绝不能放过一人。嬴政看着手中这份最少有200来人的名单，心里直哆嗦。整个大秦的官员也不过1000多人，这一下子就干出去1/5。要是真按王婉说的去做，大秦的脸面可就丢尽了。但是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这些官员密布全国，要是真出点什么事情，那就立时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秦说垮就得垮。请陛下早下决心，一定设计乾坤。陛下，今天我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想来消息会立刻传遍大秦。陛下要是还是犹豫，怕是会酿出大错，还请陛下三思啊！姬无心、赵高，朕命你2人发动黑冰台和天网所有的人手网络，将此名单上的人一一拿下审讯。王首辅、王元帅、桓将军，今日之事虽然是事出有因，你们也是事急从权，但是朕不希望有下一次。3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清楚，今日之事算是触犯到皇帝的逆鳞了，都不敢多说话。传诏，请镇国公明日入宫觐见。多日未见，先生风采依旧啊！全赖陛下洪福，臣日子过得还好。今日请先生入宫，是有一件事想要询问一下先生。陛下请问，臣一定知无不言。昨日之事，想来先生都已经听说了。朕是真的没有想到，朝廷之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如果不是先生，朕怕是还懵懂不知。朕在此要多谢先生。只是朕其实想问，对于幕后之人，先生有什么看法吗？或者说，先生是否已经猜出幕后之人是谁了？虾人笑着看着嬴政，心中却心念急转。的确是已经猜出来了，但是也只是在猜测阶段，还没有能够证实。现在说出来，不但不能抓住那人，反而会让大秦朝堂出现震动。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甚至会影响到扶苏的太子之位。嬴政眼力何等厉害，见到虾人有些犹豫，立刻就猜出了他的想法。先生可是觉得此人不方便告诉朕？有句话叫四君已成，嬴政以皇帝之尊主动垂询，自己如果遮遮掩掩，这叫给脸不要脸啊！先糊弄过去吧。陛下说的哪里话？臣有什么不方便告诉陛下的？只是臣确实也不知道此人是谁，大概知道一些方向罢了。哦，方向？什么方向？首先，能够安排这么多人在朝堂内任职，并且能保证他们任职期间能够顺利升官，这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其次，能够让嬴驷这样的宗室也为其卖命的，恐怕也不多。最后，能够有足够的利益收买墨家传火长老的，这天下更不多见。有了这3点，陛下，这范围是不是就小了很多了？是小了很多，这3点不全是废话吗？只要稍微有点政治智慧就能推断出来。先生还是没有跟朕说实话啊。好吧，既然有了这3个方向，此事倒是简单了。想来姬无心他们应该是能顺藤摸瓜，将背后主使给抓出来了。先生，朕直到昨日之事之后才发现，先生定下的改制之举颇有些深意啊。现在傻子都会发现这套制度其中的奥妙，更何况是嬴政这样的千古一帝。陛下此言何意？朕直到今日才发现，偌大的大秦，即便是没有朕，在先生定下的制度之下，似乎也能稳定运转，大秦之安定，先生的制度功不可没啊。这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实际上却是在说皇权的消失。在一个皇权帝国，皇帝竟然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这话从皇帝嘴里说出来，绝对不是什么好话。这也是陛下圣心为握，光照万里，臣不过是施以补缺而已，算不得什么。不过臣听闻圣天子垂拱而治，而天下太平，岂不妙哉？嬴政盯着虾人看了许久，才哈哈大笑。
先生说的是，妙哉妙哉。我就是要赌嬴政，即便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也不会彻底的否定这套制度。一个聪明的皇帝，首先考虑的一定是皇朝的延续，不然嬴政也不会自号始皇帝，而自己的子孙2世、3世这样的叫下去了。王婉和王翦没有请旨就做下昨天那些事，而这样的事情在改制之前的大秦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而在昨天发生的事当中，朕竟然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就算是最后王婉和王翦请朕下旨捉拿名单上的那些官员，也不过是客气一下而已。就好像朕不下旨，国防部和政事堂也能完成这件事，只是需要多费一些手脚而已。这种感觉还是让朕很不舒服。今日江先生召进宫来，本是想看看这个始作俑者真实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现在聊完之后，反倒更琢磨不透了。他到底图什么？在朝中并不任职，也没有拼命的发展自己的势力，只是天天在学宫待着。虽说学宫毕业的弟子不少，也在朝中军中任职，但是天网和黑冰台安插在学宫的暗探，不止一次的汇报过，先生在学宫并没有拉帮结派的举动。当然，扶苏除外。作为太子太傅，先生要是真的不为扶苏考虑，朕才要好好想想了。嬴政此时直勾勾地盯着虾仁，心里一直在猜测他到底图什么。虾仁却被嬴政看毛了，他现在心情本来就有些紧张，又被嬴政这么毛愣地看着，这种感觉更加不自在。陛下，陛下！哦，不好意思，朕失态了。对了，先生，你觉得大秦下一步该怎么办？陛下，臣以为当定一个5年计划。5年计划，先生请详细说说，什么叫5年计划？陛下，我大秦虽说已经统一华夏，定鼎乾坤，但是经过多年征战，国疲民乏，早已经不堪重负，所以臣以为需要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才能继续考虑对外征战，征讨胡人的事。但是大秦现在的青壮，钱粮毕竟有限，那么从现在开始到5年之后，这期间人力、物力、财力如何分配，能达到最佳的收益，就是5年计划要做的事情。臣以为此事当令正是唐派专人汇集全国的情况，然后通过缜密的分析，制定相应的计划。而计划制定出来之后的5年内，上到陛下，下到百姓，都要按照这份5年计划的要求去完成各自目标。如此5年之后，大秦必然有更大的突破。先生所言，朕受教了。朕这就下旨政事堂，让他们先整一份5年计划出来，如何？陛下从善如流，实乃不世之明君也。先生不要夸奖朕了，得先生之助，才是朕一生幸事。还记得初次见先生的时候，也是在这里，先生一番高论，确实让淳于越当场吐血，结果也被朕给下了咸阳大牢。是啊，一晃这就过去差不多10年了，真是恍如隔世。18皇子，您慢点，千万别摔着。18皇子，那岂不是胡亥？这孩子看上去也不像是个呆傻的，怎么日后竟然能干出这么虎的事情呢？跟着胡亥的内侍已经快吓疯了，直接跪倒在地，瑟瑟发抖，没有看好皇子。这对于内侍来说是杀头的大罪，而嬴政似乎并没有生气。小胡亥想父皇了。先生，这是朕18子胡亥，好像还是第一次见先生吧？先生看看此子如何？要不是知道胡亥干的事情太过离谱，我还真挺喜欢这个看上去就机灵的小鬼。但是只要一想起大秦伟业就断送在眼前这个小屁孩手上，我就怎么样也喜欢不起来。只是当着人家亲爹的面，怎么样也不能当面打脸不是？18皇子看上去很精神。小子，你怎么跑到父皇这里来了？你母亲呢？你们俩这副慈子笑给谁看呢？我成婚也已经几年了，老婆是混上了，孩子没影子。看看人家嬴政才30来岁，孩子都20多个了。告辞了，陛下。盯紧了。话说胡亥的母亲是谁呢？在前世的记载中，并没有太多对胡亥母亲的记载，只是知道他母亲叫胡姬。那么为什么这个女人竟然毫无记载？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之前我一直猜测朝堂之上那个背后之人，有可能是扶苏的老娘郑容，毕竟她是太子生母，又是嬴政的爱妃，还是楚国公主，在宗室亲楚势力朝堂上有天然的优势。但是郑容怎么看都不像是杀死正道之人，毕竟华夏历时2000年就出了一个武则天，但是要把郑容换成胡姬，那么一切都顺理成章了。郑容有的，胡姬除了太子生母这个身份之外，他也都有，而且他要杀扶苏的动机更足。为了胡亥，想来这里面少不了淳于越那个老家伙的事。不过之前之所以不敢把自己的猜测告诉嬴政，就是怕如果背后之人真的是郑容的话，会影响扶苏的太子之位。现在换成胡姬就好办多了。始皇帝元年，大秦帝国引来了统一天下的第一次大震动。从咸阳到地方，无数官员被天网和黑冰台的人捉拿下狱，将近1/5的各级官员被抓，让整个大秦帝国的政务几乎陷入了停滞。王绾发现，再这样下去，还没找出背后之人，大秦帝国就要崩塌了。于是上奏嬴政，请嬴政下旨
尽快补充各级缺掉的官员，以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转。嬴政又岂会看不到这一点，立刻同意。只是用什么人来补充这些官员的位置，却成了嬴政和郑士唐头疼的问题。大秦帝国竟然没有后备官员力量，当了20多年的秦王，1年的皇帝，还是第一次听说没人有资格当官的情况。赶紧让霸上学宫的学子补上。而就在这时，扶苏一行人也回到了咸阳。师傅，大师傅是为了救我才受此劫难，请师傅责罚。傻孩子，这事怎么能怪你呢？都是那些人居心叵测，才让师兄受伤。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有玄胡子前辈和医学院在，再重的伤势也能救回来。来人，快将我师兄送到医学院。伤势看上去虽重，但是命是肯定能救回来的，只要精心调养，也不是没有恢复如初的可能。只是你师兄毕竟是80的人了，哎，看他造化吧。墨渊啊，已经押进了密室，走，跟我去看看。墨渊，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不如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也省得我费事。老夫上个月已经是台北之年了，小娃娃莫要用大言欺我，要干什么就抓紧时间，最好让老夫尝个新鲜。师傅，他劳烦几位前辈看管好墨渊。这特么不合理呀！都说古代是人生70古来稀，怎么我接触到的这些老怪物，一个比一个活得长？师傅刚才为何不继续审了？墨渊这老家伙都90了，之前想的那些手段也用不上了啊！万一直接嗝屁了，那还审谁去？师傅说的也是。扶苏，你觉得你18弟如何？很可爱呀，也挺黏我的，我还挺喜欢他的。那他母亲胡姬你熟悉吗？胡姬吗？平时也没有什么来往，只是在父皇的家宴上见过几回，只是觉得他倒是挺温柔的一个人，见到我还挺客气的。师傅，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还有一个问题，胡姬与外臣有接触吗？这倒没有听说，我父皇好像不喜欢后宫的母妃们与外界太多接触，所以平日里连我母妃在内，跟外朝都没有什么往来。不过什么？胡姬好像有一个侄儿在外朝当官，只是官位不大而已。可知道他侄儿叫什么名字？这倒是不知，往常也没有打听过。不过师傅如果想知道的话，我立刻派人去打听。不用你派人去，我自有安排。太子府不知道藏着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就能传得沸沸扬扬。反正现在馋弦子已经回来了，还是让墨赐去办吧。师傅，听你的意思是怀疑胡姬有问题吗？谁知道呢？说不定有，也说不定没有。师傅，你跟我还打什么哑谜呀？你就告诉我呗。扶苏，你记得你刚成为太子那天，师傅跟你说的话吗？师傅的话，弟子不敢有丝毫忘却，一直牢记心中。既然记得就好。行了，不要在我这里赖着了，去拜见一下你师娘去。末次急报，胡姬确实有一个侄儿在咸阳为官，名叫胡文。改制之前在少府衙门里任职，改制之后改任户部金部郎中，只是平时深居简出，除了去衙门当值之外，基本不出自己家门。同僚之间有个婚丧嫁娶的，也都是礼到人不到。久而久之，大家也都习惯了，也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以后大家有什么事也就不再喊他。他没有什么至交好友吗？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至交好友。去年楚国还在的时候，曾有人从楚国来家中拜访他，不知道说了什么，竟然被他乱棍打了出去。至于楚国灭了之后，就更加没有人上门了。楚国的人？楚国什么人？这个就不清楚了，毕竟当时对此人也没有关注，也就没有更深的了解。既然如此，那就劳烦诸位从今日对胡文家重点关照一二，凡是除了他之外进出他家的所有人，无论是朋友、同僚、仆人，都要给严查，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另外，你们再查一下淳于越最近在干什么。怎么，你怀疑淳于越？我倒不是怀疑淳于越，只是这个老家伙最近冷不丁的这么安静，我还真有些不习惯。你呀，淳于越不过是得罪过你，就让你记恨到现在。他都多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年？你是不了解淳于越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年纪虽大，但是歹毒心思不少，真要让他盯上，搞不死你，恶心死你。而且淳于越现在又是胡亥的老师，胡姬现在嫌疑又这么大。胡亥只是一个孩子，至于吗？孩子，天知道胡亥是怎么从现在这样一个乖巧的小孩变成日后那个莫名其妙的昏君的。要是你知道胡亥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说不定会亲手掐死他。现在是多事之秋，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来敲门？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虾公，鬼谷子钱没醒了，要见你，快去看看。好啊，这次昊天上帝没收我。您老还没到昊天上帝要收你的时候呢，还早。照我看，你最少能活到300岁。好啊，老夫与你相识这么多年，
你还是第一次跟我说这么好听的话。好听吗？那简单，你赶紧好起来，我以后天天给你说好听的。好。虽然鬼谷子看上去无事，但是虾仁能看得出来，现在的鬼谷子跟以前的鬼谷子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的鬼谷子虽然苍老，但是精神健硕，神气之中自带一种宗师睥睨天下的气势。现在看上去跟普通的老头并没有太大区别。您老先好好休息，等您彻底没事了，我带您钓鱼去。虾仁心头一酸，却又不愿在鬼谷子面前流落。说完之后就离开了病房。玄虎子前辈，我师兄他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吧？目前看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你师兄毕竟是80的人了，一身筋骨不如年轻人，这次重伤对他来说负担太重。现在我也没有更多办法，他还能坚持多久，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没有。虾仁知道玄虎子向来不会骗人，垂头丧气的走了。回去之后好几天都没有缓过劲来，一直失魂落魄的。而环映雪知道虾仁是因为鬼谷子的事情才变成这样，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就在虾仁抑郁的时候，禅贤子在虾仁的允许下开始重建奇迹研究院。之前那些因为这件事退学的学子们也纷纷回到学宫。这些学子能为奇迹研究院发声，在虾仁看来都是好苗子，自然是照单全收。而在朝堂上，从咸阳到地方那些被抓的官员，终于有几个因为受刑不过开了口。但是线索刚查出一个端倪，就莫名被掐断，不是线人被杀，就是文书被毁，感觉就像是黑冰台和天网都成了背后之人弥补的工具一样。而莫次一直盯着的胡姬和他侄儿却一直没有动静，这让虾仁都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胡姬到底是不是背后之人？如果真的不是胡姬，难道真的是郑荣啊？来到大秦已经快10年了，脑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乱过。师弟，怎么？听说你最近有为难的事？师兄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有些事情一时半会没有想明白，再给我点时间，我就能想明白，没事的。既然心里有事想不明白，那不妨说出来，师兄给你参详1、2。可是师兄，你的身体，老夫都已经好了，不信你看。虾仁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请鬼谷子帮自己参详1、2。他现在太需要一个人能跟他商量商量。师弟，你是想揪出背后之人吗？正是，此人不揪出来，早晚必成祸害。那你现在的手段就太急了些。怎么说？师弟啊，你是当局者迷啊！你刚才说你猜测背后之人，一方面是勾结了墨家的叛徒，另一方面是在朝中布局。那么现在墨家叛徒被禅贤子给剿灭了，而朝廷中那些可疑之人也被一网打尽。或许还有一些漏网之鱼，但是估计也剩下的不多。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抓住的那些人没有能交代出背后之人，你怎么办？而背后之人又会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现在除了继续让墨次暗中加紧查探之外，别无他法。至于他会怎么办，我确实还没想好。那就对了，师弟啊，在老夫看来，那背后之人2个手段都被你破了，而且现在风声之紧已经超出那人的掌控，所以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潜伏起来，等到重新发展了势力之后再另行动作。所以你现在加紧查探并没有什么用，因为背后之人不会有任何动作，你要等到他再次有动作，你才能有机会抓住他的狐狸尾巴，将他揪出来。我明白了，师兄的意思是以静制动，看来还不算蠢。是啊，我现在纠结个屁啊！背后之人在现在这种时候是绝对不敢再有任何动作的，这时候再有任何动作都相当于把自己往嬴政的刀口送，所以现在就想抓住背后之人的尾巴，无疑是痴人说梦。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对手再次出手，然后犯错。先考虑过几天送给郑哥的大礼吧。喂，臭小子，你就这么走了，心里不会痛吗？而在朝堂上，嬴政向郑士堂提起了虾仁说的那个5年计划。郑士堂众位辅臣对于这个5年计划也很同意，立刻就风风火火地操办起前期调研。而调研的主力军就是学宫的学子。在经历了整整1个月的数据筛选排查之后，学宫学子们向郑士堂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嬴政看到郑士堂的上书和这份调研报告之后，也大为震撼。当了这么多年的秦王，还是第一次看着如此细致的施政方略，就连当年商君变法时候指定的政策，好像都不如这份施政方略来的详细。就按这个计划实施吧。陛下，臣有话说。郑国公有话请讲。臣以为这份5年计划还有欠妥之处。
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在这个时候才来说，你这是干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嬴政也不好冲下人发火，而是板着脸问道：郑国公觉得这份5年计划有什么不妥？臣以为这份5年计划当中对粮食的生产计划不够。不够。陛下，臣今日向陛下献祥瑞。献祥瑞？郑国公要献何祥瑞？来人！虾人一招手，蒙宪捧着一个玉盒子走了上来。陛下，祥瑞就在盒中。嬴政好奇心大起，但是盒子打开之后，他想象中的那种锐气千条、华光万道的场景并没有出现。盒子里端端正正的放着2个土疙瘩。这就是你献的祥瑞？正是，这就是臣献给陛下和大秦的祥瑞。那就请郑国公给大家说说，你这祥瑞到底是什么东西吧。诸位请看，这枚祥瑞叫土豆，乃是学宫农学院研究的新型农作物。这是农作物，那就是粮食了。粮食怎么可能是土疙瘩？郑国公，请恕老夫眼拙，这土疙瘩能是农作物？这是自然，这种农作物经过农学院的努力培育之后，现在味道极好，而且宜凉宜菜，是百姓的绝佳美食。真的假的？我觉得是真的。郑国公总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开这样的玩笑。而且能吃，味道好，绝对不是土豆最大的优点。这还不是最大的优点？那请问郑国公，这个叫土豆的玩意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陛下，这土豆最大的优点就是产量高。经过农学院的研究，这种土豆亩产可达500担。多少？500担。这么个土疙瘩能亩产500担，这就相当于把大秦的粮食产量直接翻了1倍。郑国公，此物对土地可有要求？这土豆对地倒是不怎么挑，就是有些怕热。原来的6国之地，除了楚地1年能收1季之外，其他之地1年能收2季。那郑国公刚才说的500担是1年的产量，还是1季的产量？当然是1季。宝贝，宝贝啊！一支庞大的黑甲骑兵正行进从义渠通往上郡的路上。坐镇中军的，赫然是大秦帝国的2位元帅之一的李牧。跨马行进在他旁边的，正是原来楚国骁将，现任大秦帝国上将的项梁。项梁相秦之后，一直在北地跟随李牧练兵，而李牧所练的北地兵马，向来没有参与国内战争的习惯，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北地郡。却不知道为何，今天竟然向上郡开拔，而李牧也没有跟麾下诸将透露任何消息。元帅，咱们这到底是开拔到哪里去？我还以为你会憋到上郡之后再问呢，没想到你现在就忍不住了。元帅，咱们去上郡作甚？此乃军机要事，咱们要对匈奴下手了。打匈奴？你小点声，此事乃是绝密。元帅，朝廷不是前几日才发兵攻打百越吗？这么快就要对匈奴下手了？陛下的意思是只集结南线攻打百越，而趁着匈奴以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百越，疏于防范的时候，打匈奴一个措手不及。元帅，匈奴100万之众，咱们总不会就带咱们的这些人马去打匈奴吧？怎么可能？打百越尚且动用了40-50万的人马，更何况是打匈奴？我实话告诉你，这次陛下和国防部指定的计划是动用20个野战军、10个辅战军，分3路出塞，讨伐匈奴。这么大的手笔，国库能吃得消吗？你多虑了。经过这5年的休养生息，别说动用这100万大军，就是多几10万大军，也轻松得很。一直在北地练兵，没想到大秦的国力竟然已经庞大了到这样的程度。那这次咱们讨伐匈奴，不是手到擒拿？匈奴虽然国力、人口、军队装备上都不如大秦，但是匈奴人是活在马背上的民族，小孩几岁大就开始骑马射箭，说一句来去如风，一点都不过分。正面击溃难度不大，难在歼灭。况且匈奴地方又大，如果不能歼灭，让匈奴逃走，过不了多久又会死灰复燃。这一仗并不好打啊。元帅，你在愁什么？对了，项将军，我们这一路的总指挥是我，国防部的参谋已经提前到了上郡等我们。等到了上郡，你就跟国防部的参谋组成战前参谋部，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而在上郡的秦军中军大营，此时却迎来了一行李牧没想到的客人。李牧看着自己面前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却是眉头紧锁。末将国防部参谋总部参谋营高拜见元帅。黄子高，你怎么来了？末将奉国防部调令，在这次作战中参加西路军参谋部，请元帅指示。李牧听到这话，脸色更是发苦。他原来在赵国的时候吃了不知道多少公子争权的亏，此时公子高到了他的军中，由不得他不往那个方面去想。黄子高，国防部是指派了你来吗？启禀元帅，国防部给每一路军都派去了参谋，东路军是江驴去的，中路是太子爷亲自去的，我就被派到了您这里。将自己3个儿子分别派进军中，陛下这是何意思？李牧作战可称天下无双，
但是他的政治智慧却着实乏善可陈。这也是为什么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还能中了郭开那个小人的计谋。他实在理解不了以太子为首的3位皇子亲自到前线到底有什么意图。不过李牧有一点好，就是除了作战之外的事情，只要想不明白，那就不想。来了就来了，但是你在我军中与其他军士一视同仁，本帅绝对不会因为你是皇子就对你法外施恩，有犯了军规的地方，本帅照样斩你。末将遵元帅号令。你既然是国防部的参谋，这样，那你就在我的中军担任作战参谋。你的主官是项梁将军。迎高拜见项将军。项梁可不敢像李牧那样托大，向右移了一步，避开了公子高这一礼。既然迎高也来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通知诸将来帐中议兵。按照国防部给我们下达的作战命令，我们要在2个月内攻下曲阜。你们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末将以为曲阜有匈奴右大当户的6万部族，按匈奴的兵力划分，右大当户名下只有1个万骑，还分散在右大当户所属的草原之上，所以曲阜的兵力绝对不会超过2000。这样的兵力，咱们一个军过去都算是杀鸡用牛刀了。比卢锤，这就是你的作战计划？元帅，末将说错了吗？还未开战，你就如此轻敌？轻敌是兵家大忌，你也不看看，匈奴右大当户虽然只有1个万骑，但是他部族的四周还有大大小小13个贵人。这些匈奴贵人兵力虽然不多，但是一个部族也能抽出几百上千人，加在一起就是几万人。而且国防部这次给我们的指令是歼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为主，一个不小心让他们跑了怎么办？回头匈奴人都汇集到匈奴单于庭，到那时候咱们的压力将会成倍增加。这些你都想过没有？元帅，末将有一个想法，请元帅听听。李牧跟公子高不熟，但是刚到咸阳的时候，也没少听公子高和公子江驴的那些荒唐事。此时却听到公子高有想法，李牧有些惊讶。迎高，许你讲。谢元帅，诸位将军，曲阜此地地势平缓，水草丰盛，是匈奴部族生息之地，但是也是最适合骑兵冲锋的地方。匈奴右大当户虽然只有1个万骑，但是万骑在匈奴中与我大秦野战军类似，皆是精锐。匈奴人会骑马射箭，真要打起来，右大当户的这6万户部族出去老人和小孩，顷刻就能拉起一支3万人的军队，再加上周围那些匈奴贵人的人马，那么我们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几万人，有可能是10万往上。迎高，那如果是你，这一仗怎么打？要想这仗打个漂亮，需要将曲阜周围的这些匈奴贵人的人马与右大当户的人马分割开了。末将建议由上郡4个军组成上郡兵团，执行隔断匈奴贵人与右大当户的联系，而北地郡4个军组成北地军团，以骑兵作为主攻，彻底歼灭右大当户。诸位，你们的意见呢？既然让我们北地诸军主攻，末将请率北地第3军为前锋。我命令北地诸军组成北地兵团，由北地第3军军长比卢锤担任总指挥，以迅雷指使直扑曲阜，不给右大当户反应的机会。上郡诸军组成上郡兵团，由上郡第1军军长王恩担任总指挥，切断曲阜周围匈奴贵人与曲阜的联系，连一匹马都不能放进曲阜。明日辰时，诸军开拔。在李牧布置好西路军的作战计划的同时，在雁门的中路军大帐中，也在激烈的讨论着作战计划。不过，他们讨论的可不是如何作战，而是扶苏到底能不能亲自带兵出战。不行，陛下要求的是全部歼灭。单从兵力来说，或许不难，但是匈奴人的机动性太强，这是一场苦战，你绝对不能到前线去。我是大秦的太子，未来的大秦皇帝，怎么能躲在士兵的后面苟且偷生？这样士兵们也不会心服口服。扶苏，你也知道你是未来的大秦之主，你要是出点什么事，你让我怎么跟陛下和郑国公交代？元帅，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的话，就让我去这里吧。你要去塞阴山？元帅，塞阴山是匈奴左贤王的地盘，也是匈奴储粮之地。根据天网的情报，默毒在这里囤放了大量的粮食牲口。我判断，即便是我们不出兵，匈奴也会来进攻我们。而这时候，我们抢在匈奴之前发动了进攻，已经是出乎匈奴人的意料。如果我们趁机派出一路人马将塞阴山打下来，匈奴没了粮草牲口，连聚兵都难，更不用说出兵了。但是默毒为了保护粮草，在塞阴山放了2个万骑，还将左贤王的几个大部族给迁徙到了这里，所以这里的防御力量并不弱。我们手上虽然有30万大军，但是骑兵并不多，要想奔袭塞阴山，而且在敌后作战，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元帅，只要能拿下塞阴山，咱们就能一战定乾坤啊！王翦思索了半天，才勉强同意扶苏的建议。不过带兵的人选并不是扶苏，而是蒙恬。
这秦人的酒就是好，够劲。大当户既然喜欢，过几日秦人的商队再来，我就多换一点就是了，保证让大当户喝个痛快。还要换？我告诉你们，再过2个月，大单于将聚兵对秦人发起攻势，到那时候你们想要多少酒就会有多少酒。大当户，听说秦人已经将中原给统一了，实力强得很啊。咱们这几年去抢秦人，好像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啊。难道大单于是要对秦人发起国战吗？咱们能打过吗？你是在怀疑大单于的英明吗？还是在怀疑我们匈奴勇士的战斗力？不敢，不敢。我告诉你们，我们是长生天眷顾的子民，秦人又怎么样？我们匈奴人不怕他们。明天你们就召集人马，我们先去秦人那里抢一轮。我要让你们看看秦人是多么的孱弱。这怕是不妥吧？大当户，既然大单于2个月之后要聚兵，咱们现在去抢秦人，会不会惊动了秦人？要是让秦人有了准备，怕是大单于不能饶住大当户啊。是啊，要是真的让秦人有了准备，耽误了大单于的事，大单于肯定不会放过。好，为了大单于，明天就先不聚兵了，等到大单于发兵的时候，我带着你们打前锋。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嫡喜，走看看去。大当户，不好了，我们被秦人偷袭了，整个曲眼都在遭受攻击，秦人最少也有10万人，咱们的万骑已经被打散了。放屁！秦人10万大军出来，我们竟然连风声都没有收到，这不可能，一定是秦人的那些马匪想趁着夜色来找野火的，让大家都稳住，稳住！愚蠢！什么样的马匪能有这样的实力，敢来偷袭匈奴右大当户的驻地？大当户月色之下遭遇偷袭，咱们还是先撤退，等到明日天亮了再来整顿兵马进行反击。你敢让我撤退？我大匈奴的威风何在？等我收拾了这些马匪，再来收拾你大匈奴的勇士们，跟我杀了这些马匪！呼延虚，你这个蠢货，你自己去送死吧，我不陪你了。战斗持续了整整1夜，等到天光大亮的时候，李牧带着项梁公子高走在战场上，四周都是在检查战场的秦军。公子高虽然之前在军帐中稳如泰山，但是现在见到尸横遍地的场面，脸色也有些发白，喉咙里不停地在涌动。这才是皇子们应该有的表现。要是第一次上战场，见到这样的场面还能面不改色，要么就是胆大包天，要么就是善于隐忍。那样对于一名不是太子的皇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性格。殷高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难免会有一些不自在，以后习惯了就好了。项将军，我没事。元帅，战果已经清点完了。大，此战共歼灭匈奴精锐万骑6400人，不足兵43000人。匈奴右大当户被杀，余者千长百长不计其数。上郡兵团的战报还没有送来，不过末将猜想战果应该也很丰厚。很好，此战即你首功。谢元帅。先别着急，我军损失如何？启禀元帅，我北地兵团占了一个偷袭的先手，损失并不算大，战死士兵1700人，重伤5300人，轻伤14000人。什么？我们这次是偷袭，在有心算无心之下，而且装备精良程度还远远超过对方，竟然还有这样重的伤亡，而且这还是匈奴人的一部而已。今日的万骑也只有一个，要是真的对上猫盾的单于挺精锐，伤亡还真的不好说。李牧心中对匈奴人的战斗力又有了新的评价，不过他却不是畏惧，他是兴奋。作为一个驰骋疆场的天下名将，他离开战场的时间太久了，但是不代表他就不关心。每接到战报，他都会把自己关在房中，仔细研究双方作战，过个干瘾。壁炉锤，我给你2个时辰，打扫战场，所有的粮食牛羊能带走的全部带走，带不走的尽数销毁。然后上郡兵团和你的北地兵团全数北上，沿途扫荡匈奴部族，不要给匈奴人集结的机会。就在曲眼被李牧拿下的同一天，秦军的中路军和东路军分别对都尉和颓当城发起了进攻，匈奴人根本就没有做好任何准备，两地的匈奴直接被击溃。秦军缴获了大量的牛羊，还有大批的俘虏，而王翦和桓伊采用了跟李牧一样的作战方式，并没有在都尉和颓当城多停留，而是直接挥军北上，按照制定好的计划行事。而咸阳此刻已经沸腾了。出战告捷还是3路同时报捷？看来匈奴也不怎么样嘛。屠睢这边是怎么了？发兵已经快1个多月了，本部5个军才刚刚渡过黄河，这样的行军速度，等他到百越之地，怕是要到猴年马月去了。下诏让他务必在7月前赶到百越，并且对百越发起攻击，不然军法从事。但是嬴政却想不到，他的儿子此刻正在拼命。在距离塞阴山还有60里的一座小山上，正驻扎着蒙恬率领的8000精锐骑兵。只是这支军队中却多了一个扶苏。太子，你怎么来了？姑是偷跑出来的。扶苏自己摆出太子的架子，
蒙恬跟王翦不同，王翦资历深，战功高，真要打定主意，嬴政都要让他3分。但是蒙恬却没有王翦这样的底气，他并不敢对扶苏动粗，也不敢甩脸色，而且自己这次的任务又急，根本没有时间停留，只得咬着牙同意了扶苏随军的要求。苍天啊，大地啊，拜托让这位太子爷可千万不能出事啊！经过20天的急行军，扶苏的精神也很不好。这20多天，为了避免匈奴人发现，秦军不敢埋锅造饭，连一口热乎饭都没有吃过。此时也不敢生火，只能嚼干粮。太子殿下，前面60里就是塞阴山了。末将的意思是，我给您留下一部分人，保护您的安全。您就在这里等我们的好消息，如何？不行，猛将军，塞阴山的匈奴人不少，你这次带的人马本来就不多，要是再给我留下一部分，你手上的兵力就更少了。万一真要被匈奴给围了，功亏一篑不说，你这些人马都有倾覆的风险，总不能为了我一人的安全，让整个作战计划失败。你要是不来，也没有这么多事不是？太子殿下，你看咱们怎么打？蒙将军，你记住，我现在不是太子，我只是随军参谋营扶苏。你如果询问太子的意见，没有询问营扶苏的意见，倒是有点看法。那就请营参谋说说自己的高见吧。我的意见就是，今天好好休息1天，恢复士兵的体力，明日等天黑了，咱们就直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种千里奔袭的作战，本来技术含量就不多，正如扶苏说的，恢复体力之后，直接偷袭就完事了，再想别的也没用，手上就这8000人，还能干啥？报告将军，刚才抓几个蛇头回来，一审才知道，塞阴山的万骑根本不是2个万骑，而是3个万骑。默读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又从自己的部族中调了1个万骑来到塞阴山，而且塞阴山存放粮草的地方在山顶，山虽然不高，但是并不适合骑兵冲锋，山脚下全是莫顿以来保护塞阴山的部族和万骑，可以说整座塞阴山被围得跟一个铁桶一样，除了正面作战，根本没有偷袭的机会。这8000人去跟塞阴山的守军硬碰硬，无疑是去送人头。报告将军，在山下发现了一支商队，还打着大秦的旗号。太好了，破塞阴山的办法找到了。很快，这支商队就被秦军带上了山。扶苏和蒙恬也见到了商队的领队。天王亥子66号密牒，叩见蒙将军。你是天王的密牒？那你的商队是要去哪里？回蒙将军的话，小的正要往塞阴山而去。你之前可去过塞阴山？小的去过，塞阴山的驻防情况就是小的传回去的。那你可知道塞阴山多了1个万骑？多了1个万骑，不应该吧？不是就左贤王的2个万骑吗？怎么会多了1个？你知道有什么路可以避开塞阴山的守军进入吗？回蒙将军的话，塞阴山与我们中原山脉不同，只能算是一个山丘，想要上山只有一条路，但是这条路被2个万骑堵得严严实实的，想要无声无息的上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怎样？不过匈奴人好酒，要是给他们足够的酒，说不定能有机会。酒。这次出兵，除了凌空火炮之外，我们就带了一些干粮，酒这种东西一滴都没有。你商队里可有？这个年轻人竟然能随便插嘴，蒙恬将军还没有意见的，一定不是普通人。这位将军，我商队中确实有一些酒水。那我现在想要借用你的酒水和商队，你有什么想法？愿为大秦效死。好，蒙将军，我有办法接近塞阴山了。蒙恬皱着眉头看着扶苏，他心中隐约感觉有些不妙。天色快擦黑的时候，一支商队来到了塞阴山。来者何人？我是来见我的老朋友赛格勒的，他不在吗？是找我们万长啊！来人，去通报万长赛格勒。几个万骑吃不准这个领队与自家万长的关系，于是抽了一个人去通报万长赛格勒。不一会儿，万长赛格勒骑马赶到。我亲爱的兄弟，你这么快回来了。赛格勒兄弟，你上次不是抱怨说我的酒没有带够吗？这次我带了足够的酒，可以让你好好的喝一场。你这次的货物带的有点多啊。为了做生意嘛，多带点货物就能多赚一点钱啊。再说这里面有一大半都是给赛格勒兄弟带的酒水，怎么要不要验验？我多少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这支商队一直在跟我们的部族做生意，并且价格公道，不然我也不会跟他如此热络。不用验了，我兄弟带来的东西有什么可验的？兄弟，我们喝酒去。这些都是好酒，给几位兄弟尝尝。外面检查过了，没有匈奴人。没想到我们真能这么轻松地混进匈奴大营，看来匈奴人的警惕性还不高啊。咱们计划的第1步算是走好了，等到天黑，咱们就进行下一步计划。莫不是那个密探漏了什么马脚不成？兄弟，还有没有酒喝？扶苏让人将酒水都卸了下来，分给这些万骑。万骑有了酒，也不再闹腾，而是勾肩搭背的找地方喝酒去了。
夜色渐深，本来喧闹的匈奴大营也渐渐安静了下来。我没醉，接着喝。将军可以动手了。好，一队去找匈奴人的马厩，另一队去货物下面取凌空火炮，随时准备动手。今晚我们就用师傅的火牛计来破匈奴。在商队伙计的带领下，他们很轻松地找到了匈奴人的马厩，只是里面的马的数量却差点让扶苏惊呆了。这里面最少也有2-3万匹马，这还只是一个万骑的配置。扶苏也是吃过见过的主，但是还是被这几万匹马的壮观给吓了一跳。快将燃烧瓶绑在马尾巴上，等另一队人动手。点燃瓶子。霎时间，火光四起，群马乱窜。随着燃烧弹的燃起，几万匹马就如同迅雷一般四散而逃。而在逃的过程中，已经被点燃的马匹不断的将火焰传给了本来身上没有火的马，而后又点燃了匈奴人的大帐。而另一路小分队则不停地砸出手中的凌空火炮，巨大的爆炸声加上熊熊火焰，让马更加惊恐。这座万骑霎时间就被几万匹马踏成白地，无数匈奴人在火焰中哀嚎倒地。而且这几万匹被点燃的马，竟然在踏破了这座万骑大营之后，向赛阴山冲去。太好了！之前唯一的担心就是马匹被点燃之后无法控制方向，没想到这些马这么懂事，这真是老天保佑。匈奴大营又是火光又是巨响，看来太子得手了，速与太子会合。那是什么？这支万骑显然也没有准备，万马一冲，直接将这支万骑的帐篷也给点燃了。再加上蒙恬的大军在后面捡漏，这支万骑很快也步了前面那支万骑的后尘，灰飞烟灭了。只是那支万骑在快冲到山顶的时候，山上的万骑已经做好了准备，万箭齐发，无数马匹在嘶鸣声中倒地，然后被火焰烧成焦炭。赛阴山虽然是座山丘，但是山上的草木却不少，被万马这么一闹，整座山都燃了起来。赛阴山上的万骑解决了被火点燃的马匹之后，就想向山下冲。蒙恬怎么会轻易让这些匈奴人就这样冲下来？8000精锐骑兵手弩齐发，就围在山脚不停地射杀从山上冲下来的匈奴人。我方8000骑兵无一伤亡，匈奴这边3个万骑无一下山，相信已只剩下灰了。山下的牛羊被火烧死了大半，剩下的已全数斩杀。哈哈，本来以为这次任务是九死一生，却没想到超偶完成了。太子殿下，咱们要撤了。如此大火，怕是100里之外都能发现。匈奴人的增援香槟很快就会赶到，咱们再不走，容易陷入匈奴人的包围。蒙将军，那以你之见，我们向哪个地方走？咱们还是从来时路上走。我想元帅他们应该已经扫平了都尉，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咱们应该能在半路上与元帅碰上。就这样，咱们去与元帅会合。赛阴山的火光果然引起了匈奴人的注意。本来按照默读的命令，匈奴左贤王乌士孙应该在前晚就带着2个万骑赶到赛阴山，将一部分粮草牛羊运送到都尉去。结果这位乌士孙却没有听从默读的命令，在自己的养马地就停了下来。他想的是，就算自己耽误2天，也能在默读指定的时间里将粮草牛羊送到都尉。不好了，不好了！慌什么？敢不通报就闯我的大帐，拉出去砍了！左贤王，赛阴山那边烟尘冲天，而且还有火光，应该是出了大事了。赛阴山距离我们有50里，什么样的火光能让50里外的我们看见？你怕不是在说胡话？左贤王不信，出帐一看就知道了。糟了，赛阴山如果真的出了事，默读肯定不会放过我。爸，发现有大量的马蹄印向南而去，而且根据新鲜程度，离去时间应该还不到2个时辰。这些马蹄一定是造成赛阴山目前这个局面的人留下的。如果能将这些人给抓住，说不定还能将功补过。2个万骑跟着我全速追击，传令沿途部族进行拦截。而这一切正在向南方前进，希望与王翦会合的扶苏和蒙恬却并不知道。报告将军，正前方不远处有3个万人以上的大部族聚拢，拦在前面。蒙将军，这些匈奴部族的动作不对劲，咱们好歹也有8000人，那些几千人的部族，族兵顶天也就几百人，万人的大部族也不过1000余人，他们敢动我们？我看他们并不是想跟我们正面作战，而是想拖延我们的时间。看来赛阴山的事情已经传出去了。这么快，赛阴山已经没有活口了？谁传递的消息？太子殿下，草原不比中原，1望千里，无遮无掩。赛阴山上的那把火，怕是几百里之外都能看见，所以消息传出去一点都不奇怪。能够指挥沿路的部族来阻拦我们，想来下命令的人在匈奴的地位不低，而且这里是左贤王的地盘，我猜10有8、9是左贤王下的令。左贤王是匈奴单于的统
同宗，在匈奴各部中实力最强。听说仅仅是左贤王麾下，直属万骑就有4个。可惜在赛阴山被我们一把火烧没了2个。而且赛阴山的消息，即便左贤王知道了，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到单于庭去。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左贤王在追击我们，那么他能调用的兵力也只有2个万骑了。蒙将军，你不会是想再吃掉左贤王的这2个万骑吧？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说什么都要打这一仗。现在你在，我也不敢打。太子殿下，墨江可没有这样的想法。中路军只有墨江手上这8000骑兵的家底，要是在这里赔光了，无论能不能吃掉左贤王的2个万骑，墨江可都经不起王元帅的怒火。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抓紧时间与中路军会合。蒙恬将军说的对，大秦的精锐骑兵基本都在西路军李牧上将军的手上，中路军和东路军手里的骑兵数量并不多，真的要让王翦手上这8000骑兵出现重大伤亡，影响了后续作战的安排，就麻烦了。而且赛阴山一战已经将这8000骑兵带的凌空火炮和燃烧弹使用殆尽，光凭手弩和装备的优势，还真不一定能吃掉左贤王一部。我们还是加快行军吧，只要能与中路军会合，得到休整的机会，那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报告将军，向我军靠近的匈奴部族越来越多了，这代表着匈奴人的大部队快要到了，不然这些匈奴部族怎么有胆子敢这么做？而且我军现在人困马乏，再这样下去，被匈奴大部队追上是迟早的事。现在继续跑下去，也就是一个死，还不如跟追来的匈奴骑兵干上一场，说不定能等来援军。蒙将军说的对。前方不远，刚好有个土丘，高也不算太高，但是正适合防御。而且山丘的西边山脚有一条小河绵延穿过，虽然不算什么大河，但是骑兵想要从河那边过来，却会丧失骑兵的冲击力。扶苏和蒙恬直接将8000人马都拉到河边，背靠河水，面朝山丘，开始布置防御阵型。果然，在秦军刚刚布置好防御阵型之后，不到1刻钟，左贤王带着2个万骑，还有数万凑来的匈奴族兵，将秦军团团围住。原来是秦人，这布阵中规中矩，想要进攻就只能从正面冲击，想要绕后就会被那条小河拦住，成为秦军的靶子。看来今天是碰到硬茬了。左贤王，咱们打吗？让卒兵先抛射3波，看看秦军作战如何。是。秦军的手弩有效射程只有100步，超过100步，手弩发射的弩箭就绵软无力，毫无杀伤力。看匈奴人手上的那些弓箭，也不是什么强弓，竟然在300步之外就张弓搭箭，而且都是向天射箭，这是干啥呢？但是很快，扶苏就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匈奴人的箭在飞到天上以后，直接落在秦军的阵地中，不少士兵中箭，然后纷纷倒地。都说秦人厉害，中原的几个大国都不是对手，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但是下一秒，左贤王乌士孙的笑容就凝固在了脸上，因为刚才倒地不起的秦军竟然又站了起来。被射中的秦军起身拍掉身上的箭矢，也有些迷茫。蒙恬让人取来一支箭矢，仔细观看了一番，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这些匈奴族兵所用的箭矢，绝大部分的箭头都是骨制品，只有极少部分用的是铁制箭头。就这些骨箭头，我们秦军现在身穿的这些半钢半铁的甲胄，自然是射不透。匈奴人竟然这么穷，连铁箭头都没有。看来之前我们多少有点高估了匈奴人。而在匈奴这边，看见卒兵的抛射无功，乌士孙的脸都气绿了，但是他心中也多少有些警惕。匈奴的勇士们，碾碎他们！万骑率先摆出冲锋队形，匈奴族兵则跟在万骑后面开始向秦军冲锋，而秦军却按兵不动。300步、200步、100步，放箭！秦军阵营万弩齐发，弩箭的速度之快，完全出乎了匈奴人的预料。在这样的弩箭发射之下，匈奴勇士跟送死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乌士孙并没有下令撤兵，他赌秦人如此迅疾的射速之下，箭矢消耗的速度会很快。匈奴的勇士们冲了！虽然看着自己的勇士们一个个的倒地，他的心也在滴血。这些都是他的本钱，是他作为匈奴左贤王，甚至在默读死后自己能登上单于宝座的资本。但是此时他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不消灭眼前的秦人，就没有以后了。果然，在高速的射击之后，秦军的发射速度缓慢了下来。看来赌赢了。秦人果然如我预料的一样，他们并没有这么多的箭矢。没想到匈奴人竟然会如此的悍不畏死，在如此高的伤亡下还能全线压上。现在秦军的弩箭已经快要见底了。太子殿下，马上就要短兵相接了，咱们没有长兵器，肉搏吃亏。我撤回1个旅，保护你先行撤退，我带人断后。哼，
大秦只有战死的太子，没有逃跑的太子。这个时候我如果逃走，大军士气必将立刻土崩瓦解。蒙恬将军，我现在以大秦太子的名义命令你指挥作战。大秦有这样的太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要我不死，太子就不会有事。大秦太子扶苏在此，将士们随我杀！扶苏在这个时候表明了身份，直接让秦军的士气暴涨。顿时，秦军喊杀声四起，两支军队就这样碰撞在了一起。不过匈奴毕竟人数太多，在匈奴人这种不要命的战法之下，秦军渐渐处于了下风。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待会儿要是能活捉到秦军将领，一定要让他尝尝世上最残忍的酷刑。就在乌孙氏高兴的时候，突然发现地面有些震动，他惊疑不定向远方看去，只见远方好像有一堵黑色的墙向自己这边靠近。秦军列阵之后，那散发的雄浑气势却让左贤王浑身颤抖。这样的军队，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草原上那些部族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气势？左贤王，秦人的援军到了，咱们兵力不够，容易吃亏，还是先撤回去报告大单于之后再说吧。这些秦人烧了赛阴山，然后我就这样灰溜溜的逃回去。就算大单于不杀我，我又怎么有脸继续当这个左贤王？我这里的亲卫还有2000多人，你也号称我部族中的第一勇士，怎么到这个时候却害怕了？我为你感到耻辱。左贤王，我不是懦夫。乌孙氏看到亲卫头领被乱箭射杀，已经心生退意，但是他看了看跟蒙恬部纠缠在一起的2个万骑，又有些舍不得。这些万骑是我在匈奴的立身之本，赛阴山一把火烧没了2个，如果这2个也没了，不但我这个左贤王就真的做到头了，整个匈奴也会岌岌可危。但是这跟自己的老命相比，还是老命更加重要。过了不到半个时辰，这2支万骑就被秦军全部剿灭。末将救援来迟，请太子殿下恕罪。你们已经来得很快了，何罪之有？对了，王元帅到哪里了？回太子殿下的话，元帅统帅中军距离此地不过30里，我们是大军前锋。这么快？待蒙将军清点完我军战损，劳烦几位将军抽一部人马护送我军回元帅中军。报告太子，我军阵亡4863人，重伤完全丧失作战能力的1653人，剩下的人人带伤。2支匈奴万骑被全歼，部族兵损兵万人以上。看到如此惨状，扶苏也暗自落泪。虽然取得的战果也很显赫，但是秦军如此损失，中路军已经没有了骑兵能参与作战，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王翦上将军的作战计划。扶苏和蒙恬在与中路军会合的路上一直是忧心忡忡，可是等见到王翦的那一刻，王翦的反应却让2人都傻了。太子殿下与蒙恬将军立下的实乃不世之功，我大秦伐匈奴，当以此功为首，本帅要亲自为太子殿下和蒙将军请功。元帅，我们这次去虽然焚烧了赛阴山，但是我们带去的骑兵折损大半，中路军已经没有骑兵了呀，这难道不影响元帅的作战计划吗？你还知道你们带的兵折损了大半啊？元帅，如果因为我们让你的作战计划受挫，孤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你确定你要负责？这个责任可有点大啊。是的，一切责任由孤负责。不错，是条汉子。不过这件事情不用你负责了，你也没有耽误我的作战计划啊！元帅此话怎讲？你们不知道，就在你们火烧赛阴山的时候，西路军李牧元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右谷离王拉起来的10万大军直接击溃，兵锋直逼匈奴单于庭，而且派了比刘垂的北地第3军支援我们中路军，所以你有功无过，并且并没有影响我的作战计划。李牧元帅也得手了。但是让李牧和王翦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西路军和中路军高奏凯歌的时候，东路军却遭遇了强大的阻力。怎么能这样？怎么会这样？将军，谁也想不到会有这种突发事件。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才是，不然咱们总被堵在这边也不是个事。让桓乙如此生气，让刘邦这么无奈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本来东路军攻颓当城的行动很顺利，不过2个时辰就直接解决了战斗。但是在攻下颓当城之后，东路军准备北上的时候，斥候却发现，在距离颓当城100里左右，竟然盘桓着一支匈奴大军。经过斥候想方设法的查探，才知道是默毒带着10万大军巡狩到了这里。将军，我倒是有一计，不但可以剿灭匈奴，还可以让我们东路军立下大功。你快说。将军，既然默毒的主力在我们这边，那就是说东路军和中路军遇到的抵抗不会太大，他们2路军可以按照原计划攻破匈奴王庭之后，再调过头来对默毒进行包围，将默毒彻底吃掉。而我们东路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默毒的主力拖在这里，让他不能驰援单于庭，以求达到全歼的目的。凭咱们的这5支野战军能拖住匈奴的主力，你别忘了，咱们的骑兵不多，咬不住匈奴人。将军放心，我自有妙计。多年前，赵国向匈奴借兵，头曼单于带着默毒和一众族人前往助战，结果兵败而回。
头曼一病不起，临死前将匈奴单于大卫传给了默读。默读心思敏捷，手段毒辣，继位之后不过2年时间，就将整个匈奴整合成铁板一块。之前他从赵国掠走了大批的工匠，而正是这些工匠让匈奴的实力更上一层楼，所以默读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说主，你不是在塞阴山吗？怎么这副模样？大单于，秦人怎么了？秦人偷袭了塞阴山，将咱们存放在塞阴山的粮草牛羊一把火都给烧了。神呢？驻守在塞阴山的3个万骑呢？都是废物吗？就这么轻易的让秦人得手了？驻守塞阴山的3个万骑全军覆灭。我带兵赶到之后，发现秦人的踪迹，立刻就赶了上去，没想到却中了秦人的埋伏，我的2个万骑也没了。秦军有多少人？如果实话实说，这不到10000人的秦军就将3个万骑全歼，自己带的兵非但没有吃下这不到10000人，还把剩下的2个万骑都给丢在了那里。暴怒的冒顿非把我点了天灯不可。大单于，偷袭塞阴山的起码有8万人，后来包围我的最少也有10几万，要不是我见机的快，也不能回来把消息报告大单于了。神呢？10几万人？不可能，这样的兵力还埋伏个屁啊！直接进攻不就行了吗？按你的说法，秦军起码有20多万人，这样庞大的军队进入草原，怎么会连一点风声都不漏？何氏惊慌，大单于，我们的斥候在大帐南边20里发现了秦军，人数不低于10万。神们，不下10万。看来秦人真的下手了。不过10万人就想来撩我的虎须吗？做梦！刚好让我吃掉这股秦军，给死在塞阴山的匈奴勇士们报仇。大单于，你给我2个万骑，我当前锋。你还是带部足兵吧，前锋我亲自带。大单于不可，您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您若死，单于大卫立刻就会引发匈奴的血雨腥风。我必须亲自去。如果秦人真有几10万人，那么目标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塞阴山，而是会把目标放在匈奴单于庭。单于庭中存放在匈奴李天的神器，代表着大匈奴无上的权威。如果秦军攻破单于庭，掠走李天的神器，我除了自杀，别无他途。居延塞以南20里处，桓乙带着4支秦军野战军在这里摆开阵势，准备迎接匈奴人的进攻。但是奇怪的是，刘邦作为东路军的参谋长，却没有出现在桓乙的身边。围在桓乙身边的是他4个军的军长。报告将军，匈奴大帐有动静，大队人马开始向秦军阵营逆动。传令各军有序后撤10里。仗还没开始打呢，这就要撤退？总指挥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呀？怎么，我的命令你们没有听见吗？你们想抗命？大单于，秦军为战而退，其中必然有诈，咱们不能轻易上当。说的有点道理，秦军我也是见识过的，不像是还没有交战就直接逃跑的主，将斥候全数撒出去，看看秦军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大单于，周围50里之内，除了正对面的这支秦军之外，再没有其他秦军的踪迹。看来我们要面对的对手真的只有前面的这支秦军。进攻！默读不再犹豫，继续挥军直上。而这时候，桓乙命令秦军又退了10里。秦军到底是要干什么？而且秦军这一次撤退还丢下了不少旗帜和辎重，甚至还发现几口大斧。莫不是秦军出了什么变故？默读也顾不得自己军中疲倦，带着大队人马继续追赶。结果秦军一退再退，一连退了30里。这让默读追的是火冒三丈。大单于，秦军不动了，但是前方却发现了一座土城。居延塞附近我哪里没有去过，可是却不记得在居延塞和颓当城之间有一座土城。心中狐疑的默读赶到了土城，却发现刚才追赶的秦军都钻进了土城之中。看土城外墙的土，这是一座新城，并没有建好太久。秦军费尽如此心力，就为了把我们引到这里来，一定是另有图谋。匈奴人立刻四散而开，将土城团团围住。将军，匈奴人已经被咱们引过来了，动手吗？咱们的任务是拖住这股匈奴人，敌不动我不动。将军，要是匈奴人不动手，直接离开怎么办？那就想办法让他们走不了。不好，将军，匈奴人好像要走，怎么能这么轻易的让你逃走？来人，去给本将喊。默读小儿，当年在雁门城下，你就不敢与本将对敌，今日又要逃走，你还做什么大单于？做个逃兵就是了。雁门之事一直是默读心中之恨，本来匈奴中间无人提起此事，没想到今日却被秦人揭破。去问是谁在统帅这支秦军？我家大单于询问城中是哪位将军统帅？大秦上将桓启桓将军。当年在雁门的就是桓启，没想到今日还是他包围土城。
我家大单于请还将军叙话。这招果然好用，来人，出城。大秦上将军还起，见过匈奴大单于。还将军，你不在秦国纳服，为何无端犯我疆界？冒读单于，我大秦奉天应命，执掌四海，匈奴自然也是我大秦之民。我来匈奴怎么能说是犯界呢？只能说是串门。我匈奴与你中原诸国向来秋毫无犯，你不要以为你们秦国击败了那几个国家，就能对我大匈奴指手画脚。我们不欢迎你，你带着你的军队退去也就罢了。若是不退，我匈奴勇士立刻将你这座小城碾为齑粉。我就不信你们匈奴人有这样的本事。单于要不要让我见识见识？默读听完也不答话，直接转身退回军中。匈奴马上就要攻城了，你们安排好防务，切记不可动用灵弓火炮和燃烧弹。将军，这样的话，我们的伤亡就会增加。如果不这样做，默读看到没有希望攻下我们，扭头走了怎么办？我跟你们说，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匈奴人给拖在这里。要是让他们跑了，军法处置。那果然，匈奴人没有让他们等太久。好是。匈奴人的看家本事在默读麾下的万骑施展出来，其威力要远远高于乌士孙的万骑，无数箭矢如同暴雨一般向土城中倾泻。蒙恬之前因为是骑兵偷袭，所以并没有携带大盾，而桓乙在这座土城却在李牧的安排下做了充足的准备。秦军举起了大盾，把自己罩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几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城下的默读看见城墙上被自己的万骑几轮乱射没了声响之后，还在大笑。秦人也不过如此。风打风。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屈仆都，大单于，屈仆都听候您的调遣。屈仆都，你是我大匈奴最伟大的勇士，我想要攻下这座土城，你应该是有办法的。大单于，你们放心吧，就这样的土城，您只需要给我1个时辰，我将敌将的头颅献给大单于做酒器。去吧，我的雄鹰，让我看看你的本事。随着屈仆都的一声令下，2个万骑2万余人呼啸着冲到土城的城墙下，解下马上附着的袋子，直接堆在墙下。麻袋中装满了沙土，很快就堆成了一座土山。覆土攻城有点意思。匈奴的攻城方式在桓乙看来已经是落后的不能再落后的方式了。这样的攻城方法想要破解，我最少有10几种办法，只是现在不能破而已。你带着人把匈奴人给拦住，不要一下子就把他们赶下去，要做出一副竭尽全力的样子，明白？那随着2万骑兵将麻袋堆完，麻袋堆成的小山已经基本与土墙的城墙齐平。昆仑神的子民们，前面就是我们的敌人，用你们的武勇将他们全部碾碎。屈仆都果然是我大匈奴的第一勇士，秦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他的人还是太少了，咱们的人也上吧。而此时热气球上的传令兵却挥舞起红色旗帜。行了，兄弟们，总指挥允许咱们动手了，加把力气，把这些匈奴人都给赶下去。全军压上，破此城。今日召见诸位大臣，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征求诸位的意见。诸位同僚，我奉陛下旨意，先向各位通报一下前线的战事情况。南线尚在行军，暂无变化，重点是北线。北线3路大军，李牧元帅指挥的西路军已经攻破曲眼，而王翦元帅指挥的中路军也已经攻下都尉。太子扶苏与上将蒙恬率军火烧赛阴山，将匈奴单于默读多年积攒的粮草牛羊一把火烧个干净。怎么样，都被我儿子给吓到了吧？没想到大秦的太子能做出如此大事吧？嬴政在玉座之上，淡淡的看着台下群臣，心里却很得意。他却全然忘记了自己在刚接到扶苏和蒙恬去偷袭赛阴山时发的那场大火。起码他请供的东西现在换了一大半。太子勇武过然，乃我大秦之福。臣等为陛下贺，为大秦贺，大秦万年。首辅还没有说完，先听首辅说完。桓启上将率领的东路军在攻下颓当城之后，却在既定的前进路线上发现了匈奴单于默读率领的大军巡狩，不得寸进，甚至有可能被匈奴大军直接入寇。另外，根据天网传来的线报，匈奴右贤王在西域已经集结了诸国26万人马，正准备向我大秦北地郡进攻。匈奴在西域集结了26万大军，匈奴的消息不会这么快吧？大秦这边才开始动手，匈奴就已经在西域集结大军了，这时
间也对不上啊。西域大小国家几十个，要想聚集26万大军，并且还能打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更加不要说这些大小国家中间还有那种面和心不和的国家，这只能说明匈奴在大秦动手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攻打大秦的准备。那现在的局面就很尴尬了，大秦的主力基本都已经分到了南北两线，国内留下的不过是一些卫戍军，剩下都是官府的衙役。这样的兵力，别说是对敌，就算是守城都很难。朱清，现在大家都知道情况了，那个魏有什么高见，就请说来给朕听听吧。启禀陛下，以臣之拙见，既然匈奴对我大秦已经有了防备，甚至我大秦还会吃点亏，那何不将西路军和中路军全数召回，一路支援东路军，而另一路回防北地，如此可保我大秦疆域不失。至于匈奴，且让他一步，来年再行讨伐之事也不迟啊。大秦眼看就要直捣匈奴王庭了，你现在让大秦2路大军回撤，那就相当于这2路大军的仗就白打了。首辅以为如何？此非良言，请退下，勿复言。臣以为镇国公谋略机深，必有良言，臣请陛下听镇国公一言。首辅此言甚是，不知道镇国公有何良策？明白了，感情今天这场御前会议是给我一个人开的。臣请问陛下，是要将匈奴击退便可，还是全歼？击退又如何？全歼又如何？如果击退，自然简单，不过副长之间的事罢了。但是要全歼的话，有点难度，但也不是办不到。只不过以臣之见，无论是击退还是歼灭，都不是上策。什么都不是上策？那镇国公所说的上策是？陛下，要不然趁机把西域也给拿下吧。你确定不是在逗我？这不是在谈论匈奴的危机吗？怎么一上来就问朕要不要把西域也给收了？这他妈是想收就能收的吗？现在的情况，别说攻西域，如果一个处置不当，就连边疆都可能保不住。镇国公此言何意？此乃国之大事，臣请单独奏对。也对，这样的事情自然不能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商讨。退殿。现在这里已无闲杂人等，先生可以说了吧？陛下，臣以为匈奴此事恰是我大秦图谋西域最好的时机。如果设谋得当，不但匈奴可灭，就连西域诸国也能纳入我大秦的版图。先生快请讲。陛下可知西域情势？朕久居中原，西域之事确实知之甚少，还请先生教朕。西域大小国家36，其混乱程度堪比春秋。而西域诸国之中，以安西、越氏、乌孙、大宛、康居为大国，国中带甲10万骑，而其余皆为小国，或百里，或数十里，乃相盟而存。莫独继承匈奴单于魏之后，不敢入寇中原，所以集结匈奴主力下西域，连败越氏、乌孙2个大国。越氏无奈西迁，而其余诸国皆臣服匈奴，此乃匈奴能集结西域36国兵力原因之所在。但是西域诸国混战多年，彼此各有仇怨，匈奴人只懂武力压制，却又意不去化解诸国之间的恩怨。如此，虽有36国26万兵力，也不过同床异梦，一团散沙而已。臣以为，只要大秦能扛住西域诸国头一次的进攻，一挫西域联军锐气，西域联军必定会心生嫌隙。到时候正是我大秦用计之时，只需以重礼收买其中几个领头的大国，则联军必散，大秦则可以各个击破。此事陛下应该知道，我大秦才是行家里手。先生说的是，自从商均变法之后，我大秦就没少应付各国联军的情况，又经过张仪的连横之策的培训，现在的大秦对分化瓦解、各自击破之策用的是出神入化。但是先生，你也说了，要行此计，先要考虑扛住西域联军的第1轮进攻。但是现在我大秦精锐尽出，留守在国中的兵力不足，而且西域联军的主攻目标是北地郡，那里可没有函谷关天险可守，如何能扛住西域联军的第1轮进攻？若不然，从西路军调一些人马回来。西路军虽然以骑兵为主，行动速度很快，但是现在西路军已经快到匈奴单于庭，让西路军回来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攻下匈奴单于庭，关乎匈奴战略不得有失，不但不能抽调西路军的人马，陛下还要下旨催促王翦元帅的中路军尽快赶到匈奴王庭，与西路军形成合围之势，一举荡平匈奴单于庭。那冒顿在匈奴中必然威信尽失，则匈奴可一举可破。至于东路军桓义将军老于行武刘邦，也是我学宫的佼佼者，与莫毒一战胜负尚未可知，但是只要匈奴单于庭被破，则东路军之围可自解。先生，可是你还是没说如何扛住西域联军的第1波进攻啊？与西域联军作战，无非是依城自守而已。关中诸郡尚有卫戍军团不下10万，臣建议抽调1半驰援北地郡，再从临湖人中抽调一批人马，再请陛下赐予林军和虎卫军为正军，如此可得人马也有10万上下，守个上郡还是容易的。
从关中诸军抽调人马和抽调镇的羽林军和虎卫军都不是问题，但是何人可统帅大军？大秦有名有姓、战功赫赫的将领都在南北两县，留在国中的将领实际上没剩几个了，总不能从卫戍军团的那些军长中随便抽一个人作为主帅吧？陛下勿忧，臣已经给陛下想好了几人，可谓这次对付西域联军的主将。何人？臣保举陇西郡蓟县卫戍军军长夏侯婴，可率本部人马镇守泾阳县。臣保举内史郡七县卫戍军长周勃，可率本部人马镇守朝那县。朕听说过这两人的名字，都是跟刘邦一起从霸上学宫毕业的学子，而且还在国防部审查各地喝冰血的案子中立下大功，被安排到地方战斗部队担任主官。这两人不过5年时间就已经成了义军之长，虽说不是野战部队，但是其能力功劳也可见一斑。大秦现在还靠的都是老一辈的战将，如果不在这时候提报重用几个新人，再过10年，等到这些老将一一老去，大秦几乎要面临无将可用的局面。不知此2人可为主将否？虾仁保举的2人瞬间让嬴政有了新的思路，但是让嬴政没想到的是，虾仁却摇摇头。此2人虽然不错，却还不是主将的最佳人选。那先生要保举的主将是？臣保举国防部承旨章邯为主将。章邯，此人可用？可用。何止是能用，简直是太能用了。章邯在历史上号称大秦最后一位战神，他一出手，立刻将各方叛军打得七零八落，陈胜吴广败在他手上，6国余孽也败在他手上。要不是天生了一个项羽，大秦国祚最少还能续个几10年。也难怪嬴政对章邯这个名字有些陌生。章邯为人太低调，被分到国防部之后，也都是在默默学习，从不轻易发声。这个时代，恐怕也只有虾仁才知道章邯真正隐藏的实力了。此人只是国防部的承旨，这样一个50代的小官能担负起指挥10万大军作战的责任吗？而且此战太过重要，一旦失败，新生的大秦帝国就有倾覆的风险。更何况章邯此人没有任何带兵作战的经验。先生，这次的主帅关系重大，这样一个微末小吏能承担如此重任吗？万一没有万一，臣可用全家身家性命担保。这嬴政有些懵了，他是第一次见到虾仁敢如此替一个人担保。回想先生推荐的人，唐雎、冯去疾不算，学宫出来的刘邦、萧何，哪一个不是国之良才？刘邦已经成了东路军的参谋长，而萧何更是正是唐楚5位辅政之下的第1人。这次南北2县同时发动，萧何受命居中调度2县后勤，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一应事务井井有条。就连王婉都在朕面前说过，萧何是安邦定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天赐的辅政之才。对于虾仁如此坚决的举荐，嬴政终于还是选择了相信，充分发挥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特点。就任命章邯为北地郡作战总指挥，任命夏侯婴和周勃为副总指挥，协助章邯指挥作战，提拔章邯为帝国上将，将秦王剑赐予章邯，许他能单独决断北地郡作战的一切事务，千10以下官员可先斩后奏。当然，嬴政做这一切并不是对章邯有多信任，而是出于对虾仁的信任。这道谕旨一传出来，就直接引发了轩然大波，整个咸阳都在打听这位章邯是何方人士，竟然能一步登天。而在国防部正在整理文书的章邯接到旨意之后，也是一脸懵逼。没想到陛下会让我去指挥作战，皇帝陛下为何会下达这样的旨意？是郑国公以全家身家性命为你做的保。听了内侍的话，章邯一个8尺高的汉子差点没哭出来。现在可不是你哭的时候，皇帝陛下给你的时间不多，陛下让你接旨之后，立刻从羽林军和虎卫军中抽调军士，赶赴北地郡。章邯不敢怠慢，带着羽林军直接奔赴北地郡治所邑区县。章邯一边赶路，一边研究天网源源不断的送来的情报，这才知道自己这次要面临的军力有26万之多。只不过26万却分成了连匈奴在内的37国合兵，却让章邯不厚道的笑了。这样的兵力再多，也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不过这26万联军之中，倒是有2支人马是值得注意，一支就是右贤王纵横西域的匈奴铁骑，兵力也不多，也就是2个万骑4万人。而另一支则是乌孙的3万人马，这2支人马是36国联军中人数最多，也是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2支军队。其他诸国人马甚至还有不足1000人的，其实就是炮灰。不过也不能怠慢，蚂蚁多了还能啃死大象，再是一盘散沙，那也是26万人，不是26万头猪。而就在此时，夏侯婴和周勃在接到咸阳的800里加急之后，也快马加鞭地赶到了义渠。你小子天天窝在国防部多少年了，还是个称职，这下可好，一下子称上将了。就是你小子这运道着实了得，一下子比我们在战斗部队干这么多年还厉害。你们这话说的，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懵的。你们是不知道，我刚接到圣旨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傻了。我一个小小的承旨何德何能担此重任？要不是他们告诉我这是老师保举的我非奉还了圣旨不可。是啊，
还是老师对咱们这些人知根知底。不过既然老师保举了你，那你就好好打这一仗，打出个样子给老师看看，也让朝廷上下都知道，咱们学宫出来的不光能当参谋，就是让他们那些老古董看不起我们，说我们都是娃娃兵，只能在背后出主意，上不了真正的战场。一听这话，章邯就知道自己这些兄弟在部队里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但是也不知该如何劝解，只得默默无语。禀报将军，诸位军长都已经到了。好，请诸位军长进帐，召开会议。各军汇报自己的装备粮草情况。我们卫戍军钢甲的装备率只有不到30%，甚至还有的军的甲胄以皮甲为主，除了常规的剑、戈这样的兵器之外，弓弩的配置也不多。羽林军和虎卫军在内，所有的北地秦军加在一起，重弩只有6000架，工程弩这样的大型弩也只有13架，手弩也只能勉强做到3个人一柄，弩箭的储量也很少，发到士兵的手上只能保证2个射击基数。凌空火炮和燃烧弹基本上分给了南北两军，我们手上只有不到1000枚凌空火炮，燃烧弹也只要300多瓶，整个北地军的粮草只能给这10万大军供应6天。没有粮草，这仗还怎么打？而且根据天网的消息，西域诸国联军虽说是乌合之众，但是在匈奴人的强势要求之下，行动速度很快，预计不到10天就会进入北地军的属地。而现在再从咸阳或者周边诸郡调粮食，一来是时间上也来不及，二来是周边几个郡的粮食也大都被抽调去给南北两军使用，即便时间够，也处于无粮可调的局面。实在不行，就从各地富户下手，让他们交出存粮。这不行，我们是大秦的军人，办的是保家卫国的事，怎么可以去骚扰百姓？而且这样一来，都不用等西域诸军过来，咱们就会激起北地军的民变，得不偿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将军，一渠城外来了大批灵狐人，为首的说是给咱们送粮来的。城门关见有大批人马到来，直接把城门给关了。什么？给咱们送粮？一曲一战后，虽说灵狐已被太子收服，但是灵狐毕竟只是个草原游牧民族，他们能有多少粮食？而且他们又是怎么得到消息，恰好在我们赶到的这天就把粮食给送过来的呢？送粮来的是谁？来人没有报名字，只报了个归义侯的爵位。归义侯比卢普恩，灵狐人的大头领，北地第3军军长比卢垂的父亲，竟然是他亲自来送粮。走，出去看看。章邯不敢怠慢，连忙率领众将赶到城墙之上。只见城墙下摆着数百台大车，押送大车人看上去也不算多，也就2、3千人。城下可是归义侯当面，正是。城上可是张上将，正是在下。请问归义侯此来送粮，是奉的谁的令？我是收到了镇国公的手书才来的。是恩师亲笔，来人，让城门关将城门打开。带人小心盯着这些人，免得生变。张上将果然谨慎，镇国公没有看错人。归义侯远来，是章邯怠慢了。张上将，我奉镇国公之命，给你送来30万担土豆，还有牛羊5000头。我这只是前部，后面还有大量车队呢。30万担，灵狐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粮食？大秦进行5年计划的时候，镇国公给郑士堂送去一张条子，让他们不要忘了我们灵狐人。郑士堂不但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土豆做种子，还专门派了3个农官到灵狐教我们种植土豆。虽然不信，但是朝廷有命，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遵守，就安排一些熟悉农耕知识的族人跟着3个农官种了10亩土豆。谁知道等到收成的时候，亩产竟然570担。于是我们便在领地开辟了大量的田地，专门用来种土豆。经过5年的积攒，我们灵狐部储藏的粮食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在镇国公手书从灵狐部调粮的时候，我就调出来30万担土豆，并且亲自押送了过来，以表感谢。看来怕是我们刚从咸阳出发，老师的信就已经到了比卢普恩手上，灵狐人才能如此快的就将粮食送来。归义侯，你这些大车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要感谢天网了。天网前后派了10几支商队去西域，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将商队的车辆都存放在我灵狐部，却一直也没有来去。这么多年积攒下来，1、2千辆大车那还不是很轻松的事情。虽然不知道天网为何要将商队的车辆留在灵狐，但是此事与老师绝对脱不了干系。这等布局的功力实在是太出人意料。怎么，张上将，咱们就一直在这城门口叙话？看我这脑子！归义侯，快请。先要多谢归义侯元首之恩，若不是归义侯前来送粮，我军必然要陷入困境。张上将客气了，咱们都是大秦的臣子，都是为大秦出一份力，何必如此客气？张上将，西域36国联军将至，将军可有了应对之法？
归义侯，实不相瞒，我军中除了我带来的羽林军和虎卫军的6个师之外，其余各军的装备都不怎么样，此战伤亡怕是不小。将军所说我也知道，只是现在军情紧急，指望咸阳给咱们提供物资显然已经是不可能了。这仗只能在有限的物资条件下来打，不知道将军可选好了战场。归义侯久居北地，想来熟知北地郡地理山川情势，还请归义侯教我。将军请看，西域诸军入口只有2条路，一条乃是从西戎界道直扑陇西郡，只是多流上，不适合大军开拔，所以我断定西域联军必然从这一条路进攻。贺兰山。就在桓乙坐镇的这座土城下，匈奴人已经丢下了3万条生命。默读单于很上火，匈奴人已经在这里耗了3天时间，而土城却依旧屹立不倒，虚扑还被杀了，他们更是连城墙都上不去。在这里耽搁的时间越久，匈奴单于庭就越危险。如果现在撤退，我的老脸实在挂不住啊！匈奴人纵横草原多年，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我亲率单于精锐都拿不下这里，要是消息传到草原上，恐怕是要威望扫地啊！要是还不撤退，匈奴单于庭真的被秦军给破了，那损失就大得没边了。大单于，这仗不能这么打下去了。不这么打，那能怎么打？我亲爱的叔叔，请你教教我。大单于，我说的不能这么打，是不能在这里继续跟秦军耗下去。很明显，秦军在土城中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们的勇士在没有攻城器械的情况下，只能是送死。而且我听说他们中原人攻城，经常有攻了1年都攻不下来的，他们耗得起，咱们可耗不起。大单于，秦军的另一路军队已经开始穿越瀚海了。虽说没有昆仑神的保佑，想要穿过瀚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绝对做不到。万一秦军真的穿过了瀚海，攻下了大单于庭，那咱们都是匈奴的罪人。可是我堂堂匈奴大单于就这样灰溜溜的逃走，这怎么能叫逃走呢？大单于，单于庭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率军解除了单于庭之危机，是挽救匈奴的大英雄。谁敢说你逃走？而且去救单于庭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匈奴各部贵人都希望大单于能撤军回援。你是说这是匈奴各部贵人的意思？正是，漠南漠北的各部匈奴贵人无不翘首以盼，希望大单于能救他们于水火。既然是各部贵人的请求，我身为匈奴大单于，自然不能无视各部贵人的祈求。既然这样，左贤王，你代我传令，让各部回军单于庭。大单于有急报。什么急报？秦军难道已经越过瀚海了不成？大单于，右贤王命人前来传信，他已经整合了西域36国26万人马进攻秦国北地郡，请大单于下令。大单于，秦军一部已经开始穿越瀚海，据沿路跟踪的族人所说，秦人后勤的车队如河流一般连绵不绝。单于庭还有一个万骑和数10万不足，秦军一部应该没有这么快穿越瀚海，攻下单于庭吧？大单于，虽然右贤王统兵回来了，但是能不能攻破秦人北地郡还是未知数。您刚才也听到了，秦军穿越瀚海的后期车队如河流一般连绵不绝，有这样的物资支撑，秦军穿过瀚海只是时间问题。秦军乃虎狼，咱们单于庭的那点人马根本不是秦军的对手。大单于，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冒险啊！我的叔叔，这不叫冒险，用中原人的话来说，这叫因势利导。你好好想一想，秦人南北2线同时开战，国内还能剩下多少兵马？我敢打赌，右贤王的出现绝对在秦军的意料之外。如果我们此刻不回援单于庭，而是直接回军进攻秦国的渔阳诸郡，你觉得秦国人能挡得住我们吗？而且我估计，右贤王的出现一定会让秦军的战略计划发生变化，说不定调秦军回援的命令已经在路上了。此乃天赐良机，秦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进攻反而给了我一个好机会。人家秦军都快要打到你老巢了，还有什么机会？来人，去传令给右贤王，让他尽快攻下秦人北地郡，然后直接向咸阳进发，命全军转向，向秦人渔阳郡进发。大单于不可啊！左贤王生病了，脑子不清楚，送回他的帐中，不许他出来。总指挥，匈奴人退了。这是玩的哪一出？现在他们退了，那不是给了我们喘息的机会吗？那他们这几天的猛攻不就都白费了？说不定伤亡太大，他们自己不愿意攻了呢。不好，他们要逃，这可怎么办？冒毒要是舍弃咱们这里，回援单于庭，我们2条腿跑不过4条腿不说，再想拖住他们，给西路军和中路军创造机会就不容易了。冒毒小儿，这是要走吗？听说你为了单于大位，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如此不孝之人，是怎么能带领匈奴的？这谣言是怎么流传到秦军那边的？根本不是那样。单于大卫是我父亲头曼单于当着左右贤王、左右古离王这些匈奴贵人的面亲口传给我的。大单于，这些秦人竟然敢如此侮辱大单于，干脆咱们先破了这城再说。不用了，这些秦人据城自守，咱们确实奈何他们不得。咱们已经在这里损失了太多的人手，没必要跟他们死磕。传令下去，不要理会，大军开向渔阳。
竟然走了。不愧是一代枭雄，之前跟刘邦制定的作战计划，最少要把默毒拖住1个月才算大功告成，而现在才3天，走，出城追击。总指挥，匈奴人最少还有20万，且退而不乱，咱们都是步兵，这时候从城里杀出去，那就成了匈奴骑兵的活靶子，追不得啊！追不得也要追啊，总不能因为咱们拖不住默毒，就毁了大秦整个战略构想啊！总指挥，匈奴人的行军方向不对。如果默毒要救单于庭，那只能是向北方移动，怎么可能向南方移动？他总不可能向南方绕一个圈子再退回北方吧？那不是吃多了撑的？默毒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默毒总不会是想带兵打进咱们大秦的腹地吧？说不定还真就是想打进咱们的腹地。不可能吧？默毒不要单于庭了，他能有这么大的魄力？都说默毒是匈奴的齐桓公，有枭雄之姿，这魄力自然是有的。但是再大的魄力也不敢丢掉单于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才让他改了主意。能有什么事呢？行了，都别想了。上古、渔阳的野战军都在咱们这里，那里只剩下一些卫戍军团，无论从总兵力还是从装备上，都不是匈奴主力的对手。要是让默毒真的在咱们大秦境内扫一圈，那咱们都别活了，没脸啊！为今之计，只有大军迅速赶回上古和渔阳，防备默毒。总指挥，咱们都是步兵，怎么样也不可能有匈奴人快啊！就算咱们赶到了，士兵那里还有体力与匈奴人厮杀，这不是送死吗？那咱们就看着匈奴人跑到咱们大秦境内肆虐不管，你们好意思？我可没脸回去。现在我是东路军总指挥，你们必须要服从我的命令。传令，各部整装，全军每人带10日军粮，其余器械一概放弃，轻装出发，不分昼夜赶路，一定要在默毒到秦境之前拦住默毒。几位军长看桓乙态度坚决，也只能遵从。于是，在土城到渔阳的广漠草原上，出现了一幅壮观的景象。匈奴人与秦军分成2路行军，相距不超过30里，都在拼命地向渔阳赶去。而匈奴人毕竟是4条腿赶路，直接就把秦军给落在了后面。但是夜幕来临的时候，匈奴人大多都有夜盲症，在夜黑中根本无法赶路，所以只能停下休息。而秦军在5年前就在虾人的指导之下改变了膳食结构，都已经没有了这种症状。所以在桓乙的强行要求下，秦军短暂休息之后连夜赶路。第2日早上，匈奴人准备动身的时候，事后才发现秦军竟然赶到自己前面去了。默毒大怒，直接派出部族兵一边追赶一边骚扰秦军，减缓秦军的行军速度。桓乙则直接强弩和凌空火炮对付过来骚扰的匈奴的部族兵。一时间，默毒也奈何不得秦军，索性也懒得跟桓乙纠缠，催动大军继续赶路。于是2支互为敌人的军队竟然在相距不到30里的距离相安无事。在连续赶了4天路之后，秦军的步兵还是没有抢过匈奴。匈奴大军距离渔阳郡的造阳县城只有20里。这里说是适合大军通行，其实也只是说这条路相比较其他的路来说，相对好走一些。最窄的地方仅能允许2人并排而过，这样的地形对我们来说是天造地设的绝佳防御地形。只要在这里两边摆上2个军，再配给足够的弩箭，千军万马都很难从这里突破。但是还有一条路可以直通北地之腹地，那就是距离青铜峡不远40里的灵州。那里虽然的是跟青铜峡一样的崎岖，却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埋伏山势。如果西域联军选择从这个地方过，秦军的伤亡必然会加大，所以如果将他们诱进咱们预设的战场是个问题。报告将军，西域联军的先头部队距离此地不足100里，前锋已经到了30里外，按照他们的行军速度，明日就会来到此地。来得好快。张将军，此刻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咱们就把部队安放在青铜峡2侧，再派一部分兵力去引西域联军而来就是。你想的太简单了，怎么引？那是26万个人，不是26万头猪，他们不会站在那里不动给我们杀。如果我们的埋伏一旦暴露，西域联军必然会退出青铜峡，去到灵武，那时候咱们怎么办？怎么办？打败还能怎么办？无非就是厮杀罢了。我大秦瑞士怕过谁来？放屁！咱们一共才多少人？除去留守北地军基础重镇的兵力之外，咱们在这里一共只有9个师，6万人，怎么打？好了，你们俩说的都不错，但是没什么用。你是总指挥，你说的有用，我听你的。你们看，我们要是把防守地点放在这里如何？石川河。但是石川河的河水并不深，最深的地方才能淹到小腿。就算你想借助河水防守，踏实也防不了多久。归义侯，如果我们在这里筑坝节水，等到水满的时候再破坏掉水坝，如此又如何？张将军，西域联军明日就到，咱们就算有心在这里筑坝，时间上也来不及啊。我自有妙计。而此时，匈奴右贤王屠辉环顾自己的这26万大军，心中顿时生出了不该生的想法。要是默毒在跟秦人的战斗中死了，那我凭借这26大军，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继承大单于之位？反正我跟默毒都是鸾滴氏，也有继承匈奴单于大位的资格。
右贤王，前面有2条路，皆可通向富平。前锋派人来问，该走哪条路？2条道路，路况如何？青铜峡一路地势稍缓，适合大军行进，只是有一段路山峰崎岖，仅能让2人并排而过。另一条乃是走05，那里虽然更加崎岖，却没有青铜峡的山势险峻，只是要多花点时间。你去传令，就走青铜峡一路。右贤王，青铜峡山峰崎岖，万一秦人设伏，我军必然损失惨重啊！我又岂能不知？但是你知道前锋是哪几个国家的军队？乃燕齐、若羌、楼兰、精绝、浅墨、小榄、熔炉、民。对呀，这8国对我匈奴素有2心，这次出兵也是迫于我匈奴的威势，并非诚心诚意，所以我才让这8国之兵为前锋。就算是有埋伏，那又如何？反正伤不了咱们的根本。右贤王高明。而这8个小国组成的前锋总兵力也不过3万来人。在右贤王传令之后，再看看身后虎视眈眈的匈奴万骑，也只能硬着头皮向青铜峡走去。此时的青铜峡两边的山上已经埋伏着羽林军的2个师，由夏侯婴统一指挥，而周勃则另有安排。这些军队就是西域联军。是的，将军。那可有斥候上山查探埋伏，并未发现有斥候上山。这支西域联军的前锋竟然连斥候都不派，就如此堂而皇之敢钻这峡口，莫非有阴谋？夏侯婴立刻交代探马四出，严防西域联军的偷袭。眼看西域联军的前锋已经快到了峡谷中段，夏侯婴一声令下，2个师的羽林军直接抽出各种弩弓，开始向峡谷内的联军射击。一时间箭如雨下，西域8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顿时乱成一团，转头就要向来时的路口冲。哈哈哈！如此，这8国将是我大匈奴的囊中之物了。右贤王神机妙算。传令，前锋不战而退，大丧我军士气。传令万骑，将逃出来的前锋全部斩首。另外，命渠勒、皮山、西叶、蒲里、伊乃、刹车6国之兵为前锋，改到05。但是匈奴右贤王却不知道，周勃已经在05布好阵势等着他。有了这个前车之鉴，6国联军再不敢心存侥幸，几乎将能派出去的斥候全都派了出去，从青铜峡口转向走05。原本1天就能赶完的路，他们硬是走了4、5天。不就是行军速度慢了点吗？这有什么？反正我们大军压境，秦军除了青铜峡埋伏之外，也未必能集结出多少兵力来跟我们抗衡。涂辉这几日沉醉在温柔乡中，哪里还管得上行军慢不慢？但是他却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行动的迟缓，竟然让夏侯婴带着2个师跟周勃成功会合了。这些西域人都是属乌龟啊吗？怎么这么慢？就从青铜峡口到这里这么点距离，就算是爬也应该爬到了才对啊！他们该不会又转向了吧？从草原进入北地郡，这贺兰山就是翻不过去的障碍。从贺兰山进入北地，只有这2条路，他们就算想再次改向，又能改到哪里去？他们不会又重新走青铜峡了吧？不会吧？按理说，他们既然知道青铜峡有埋伏，就不应该再走青铜峡了。探马呢？探马回来了没有？启禀将军，我们在50里外发现了西域联军的踪迹，看人数有数万人，但是他们放出的斥候太多了，几乎覆盖了方圆50里，我们实在突破不过去，只能回来禀报。看来西域联军是被你吓到了，斥候都放出50里了。不过放出多少斥候跟咱们没关系，只要他们是按着咱们的计划向05开进就行。正是，既然距离咱们只有50里，看样子下午就能到。我看可以让兄弟们先休息休息，养精蓄锐，等候下午之战。报告将军，西域联军在走了30里之后，在距离周勃这边还剩20里的时候，再一次的安营扎寨。夏侯，你说要是西域联军都是这副德行，咱们还有必要在05守他们吗？张将军给我们的军令是想办法把西域联军拖住10天，现在他们自己就浪费了5天，倒让咱们轻松了不少。天已经擦黑，夏侯，你说咱们晚上搞这帮西域人一下子怎么样？怎么，你要夜袭？你也看见了，西域联军行动如此缓慢，要是晚上再被我们偷袭一次，怕是要退回30里去，那咱们军令不就能完成了吗？男子，西域联军虽然行动缓慢，但是斥候却撒出去50里，说明这支西域联军太谨慎了。如此谨慎，你觉得会给我们偷袭的机会吗？我又没说真的偷他们。哦，你的意思是说，用老师那招辟兵之计？主将，咱们的行军速度也太慢了吧！就这么一段路，咱们可走了4、5天了。这要是耽误了右贤王的事，责任可都是你担着啊！我下令行军慢一点，不也是不想掉进前人的埋伏？青铜峡的惨状你没看见？难道你觉得国也想步那8国的后尘？何处厮杀？启禀将军，营寨外面传来喊杀声，应该是秦人夜袭。我就知道秦人必有动作，传令下去，全军戒备，严闭寨门，点燃火把。秦军上来，只用弓箭射退。是。
怎么样？我就知道秦人要来偷袭，所以早就将火把弓箭准备好了。秦人此来，必不能破我营寨。启禀将军，秦人见我军防守严密，自己退去了。我军威庄严，秦人不敢掠我军胡须，这样也好，少遭一些杀孽。哈哈哈！什么情况？将军，秦人又来了。什么？又来了？传令戒备。又跑了，这他妈是在玩我啊！此乃秦人疲兵之计，我估计秦人的数量不多，不敢偷袭，只敢玩这样的花招。不用理他们，各国各自抽兵戒备。秦人要是再来，只需要严加戒备，不要管他们，大家好好休息，明日将秦人全数斩尽杀绝。不知道过了多久，猛然间金鼓声、喊杀声又一次响起。只是这一次，刹车主帅和大营中的士兵连出去看的心思都没有。你说我这招怎么样？你的批兵之计已经有效果了，咱们这就撤退，还是再来两波？夏侯，你看对面的寨中，士兵都疲惫不堪，显然已经是困得不行了。而且现在离天亮还有不到2个时辰，你还记得在学宫老师教过我们，人最疲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是清晨日头还没出的时候。正是。好，那咱们就等到天快亮，西域人彻底放松警惕的时候，直接破寨。兄弟们，建功立业就在今朝，杀！2次战败，西域联军就不见了差不多6万人，1/5的人马就这样不见了。再照这样打几仗下去，岂不是还没有攻下北地郡，西域联军就损失殆尽了？再这么下去，就不用谈什么争夺单于大魏了。右贤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也懒得再布置什么前锋，直接调集剩余兵马向灵武杀去。20万大军浩浩荡荡，如同蝗虫一样铺天盖地的直扑灵武。而周勃和夏侯婴已经带着军队回到了灵武。此时的灵武还不是后世的灵州，没有大城可以让周勃他们借城自守，只能用在学宫学到的知识。在灵武挖了不少战壕，为了这次狙击战，章邯也将全军的弩箭分了一半给他们。这特么是什么玩意？右贤王，秦军挖了这么多坑道，咱们的骑兵可就废了，怎么办？乌孙和大渊都是西域大国，而且以步战为尊，这一点就连我们匈奴都是很佩服的。2位，前方秦军挖了不少坑道，我能否见到2国步战的风采呢？区区小事，何必要大渊国出手？我乌孙破敌就是，那就劳烦乌孙了。这个傻缺！夏侯，这西域人搞的是什么名堂？移动速度这么慢，这是一步一步的挪过来的吧？而且队形排的这么密集，这不是给咱们当靶子来了吗？蛮子，你看这些黑甲士兵跟咱们之前见到的那些西域士兵都不一样，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说不定有什么特殊战法，咱们可要加点小心。精锐，老子打的就是精锐，弓弩手准备。蛮子，你疯啊！这时候就开始瞄准对面一阵箭雨，咱们全完。你倒提醒我了，跟他们打了2仗，都没见过箭雨，我都忘了匈奴人的拿手好戏就是抛射。但是夏侯，好像匈奴人不太想用他们的绝招啊。夏侯，你看他们的站位，匈奴人的大道在阵营的最后面，前面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联军，看来匈奴人的心思也不是那么纯啊。匈奴人虽是胡人，这借刀杀人的本事可是精熟的很啊。既然这样，那就给匈奴人做一次杀人刀又如何？全军准备。乌孙国这是在干什么？学乌龟吗？右贤王又何必着急？乌孙人是没有见识过秦军强弩的厉害，竟敢摆出这样的阵型去对付秦军，实在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而且西域诸国中，乌孙是大国，就算是吃点亏，也不会伤筋动骨。右贤王高明。终于，在经过漫长的挪动之后，乌孙人终于靠近了秦军的战壕。乌孙的勇士们，冲啊！这乌孙国的鳖孙还有点本事，不过这时候变阵有用吗？放箭！嗡嗡嗡的弓弦声不停地响，无数弩箭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射向乌孙人。而乌孙最前面的一排士兵解下背后背着的跟大门板一样的东西，轰隆一声摆在自己身前。这不是大秦战士用的大盾吗？只是比秦军用的大盾更宽更高。夏侯，看来西域诸国中也不完全都是乌合之众啊，这支军队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好对付了。这种盾墙看来除了攻城弩之外是无法攻破的了，除非咱们用凌空火炮或者燃烧弹。那可不行，咱们全军都没有多少凌空火炮和燃烧弹，这可是准备派大用场的，可不能浪费在这帮人身上。蛮子，咱们撤到第2道壕沟去，把这道壕沟让给他们。什么？让给他们？为什么？把壕沟让出来，他们的盾墙还有用吗？哦，还是你脑子好使。全军撤退到第2道壕沟去。
怎么秦军这么轻易就后退了？是不是他们看见自己的弩箭对乌孙人无效，所以逃了？我看不像，秦军怕是没有这么怕死。乌孙人没有跟秦人交过手，怕是不知道秦军的厉害。咱们看着就是乌孙人要吃亏了。果然，就在乌孙人逼近秦军的第一道壕沟的时候，摆在乌孙人面前的是棘手的问题。第一道壕沟跟秦军所在的第二道壕沟相距了有10米。刚好比乌孙人的大盾的长度要宽出一些，乌孙人就算想用大盾作为桥梁也没有办法。乌孙人急了，只好丢掉大盾，跃进壕沟，然后再向第二道壕沟前进。而周勃等的就是这个时候开射。而此时枣阳城下一团混战，枣阳城中的军民如同疯了一样，拼死守城，硬是守到了桓乙率军赶到。桓乙底牌进出，凌空火炮、燃烧弹的火光冲天而起，这才击退默毒。顺利进城之后，一查战损，桓乙都差点哭了。我们8万大军几乎不见了一半，枣阳城中的驻防军只有1个卫戍团，最后剩下人连1个营都凑不齐，老百姓也几乎伤亡大半。桓乙急得差点自刎谢罪。秦军如此之惨，匈奴也不好过。大单于，我们4个万骑没了3个，其余匈奴贵人的万骑也损失惨重，至于部族兵更是伤亡无数，匈奴大军折损了起码1半还要多。现在的情况是骑虎难下，现在再往匈奴王庭赶，肯定已经是赶不上了。但是面前的秦军又如此刚烈善战，再战下去，胜负尚未可知。大单于，左贤王乌氏孙说有要事要见你。我的好叔叔，怎么，你是来看我的笑话的吗？尊敬的大单于，你是草原上的雄鹰，是我们匈奴人的英雄，应该不会被这样的挫折给吓倒才对。当然，这点困难算什么？我当年在越氏为质的时候，遭遇的情况比现在还要危险万分。我不是一样从越氏回来？那是，大单于是昆仑神的宠儿，自然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怎么，你要来见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当然不是。既然事已至此，再想着回单于庭也已经于事无补，还不如在秦人这里捞够好处再说。你说的轻巧，秦军一座枣阳城就将我们拦得死死的，怎么捞好处？大单于，咱们在枣阳城下吃了亏，是因为桓起的兵回来的够快，算下来，枣阳的兵并不比我们少多少。但是大单于，你想过没有，如果桓起的兵没有赶到，枣阳城是不是已经落进了咱们的手里？你到底要说什么？大单于，我相信桓起的这一路人马应该已经掏空了大秦北边这几个郡的所有兵力，城里的防守兵力肯定不多，甚至有可能比枣阳城还要少。我们何不将部族兵分成几10路潜入渔阳郡？杜萧多只需要几万人，就能让整个渔阳郡乱成一锅粥，甚至还可以向代郡、上古诸郡派军，必然会让秦军首尾难顾。到那个时候，为难的就是桓起，他如果赶不出城与我军决战，任由我们劫掠，恐怕秦国皇帝也饶不了他。但是他只要率军出城与我军决战，那么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什么时候打，在哪里打，都是我们说了算。而且秦军的机动性不如我们刚好可以利用我们的机动性将秦军拖垮之后，一举击溃。好，我的叔叔，你的智慧堪比圣湖一样的宽广，你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我这就安排。大单于，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还有什么好主意？快说。听说秦人灭了中原诸国之后，中原诸国还有不少人都在暗中反抗秦人的统治，咱们何不找这些人，联手对付秦人呢？找他们这些人兵强马壮的时候尚且不是秦人的对手，现在就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能有什么作用？大单于，老鼠也会啃坏帐篷啊。你说的有道理，即便是一只老鼠也能造成破坏。这样吧，跟那些老鼠联系的事情就交给你负责。遵命，我的大单于。来人，你们去给那些部族传令，就说我的意思，他们不需要在这里了，让他们每3000人组成一个小队，直接越过枣阳，进入秦人渔阳郡，劫掠人口工匠。至于抢到的财物，上缴单于庭5成，其余的都由他们自行分配。呀！陛下，朱清、渔阳、代郡、上古3郡传来急报，言说匈奴大举寇关，及时对匈奴兵四处劫掠，大批百姓被掳走。而朱郡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卫戍军，只能守住郡中县城，无法组织反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施暴。现在各郡都在求援，朕请几位前来，也就是想看看诸位有何良策。嬴政心中虽然慌的一批，但却表现得面沉似水，似乎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5位辅政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又齐刷刷地看向虾仁，虾仁故作沉思状，却不说话。冯去即见殿中气氛尴尬，出班说道：“敢问陛下，桓乙将军的东吴郡何在？为何不追击匈奴人？”他倒是想追，但是追不上了。
造阳一战，东路军折损大半，已经被默读的主力团团围困在造阳城中，出城与匈奴人决战就是在找死。造阳一战，东路军到底战损多少？造阳一战，东路军折损兵力近5万人，大多为重伤，失去作战能力。5万！陛下，匈奴肆虐，朝廷不能不管。李辅正，朝廷当然不能不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管。3郡之兵乃至巨鹿、上党诸郡的野战军也全都调了出去，现在只留下一些卫戍军，能管好当地治安就不错了。你能从何处调兵解难？你也不要想从关中调兵了，关中之兵现在大半都在北地郡。再说，从关中到渔阳路途甚远，等到关中大军赶过去的时候，怕是黄花菜都凉了。你说的这些我又岂能不知？我是另有妙计献给陛下。李清说说有何妙计？臣以为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况且燕地苦寒，其民之彪悍不亚于我关中豪杰。陛下可下一道旨意，小谕燕的之民，许他们自行结为民兵，朝廷承认他们的身份，而且斩杀匈奴人，朝廷另外有赏赐。如此，朝廷立时能得数十万大军，何愁区匈奴人？而且陛下如果担心这些民兵伟大难调，那也好办，我南北2县大军击败匈奴，区民兵又岂在话下？哈哈哈！李清之计实属。陛下，此计万万不可，此乃流毒后世之策。郑国公，我此计乃是为社稷，怎么就成了流毒后世之策了？东汉末年和清朝末年，就是在允许地方拥有自己的兵权之后，产生了恶劣结果，军阀政治。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又岂能是2句诗能概括的？现在嬴政当位还好说，扶苏也不至于控制不了形势，但是一旦上位者昏庸无能，又开了这样一个口子，那确实是流毒无穷。陛下，此计乃饮鸩止渴之计，六国尚有不少余孽在侧，如果将兵权下放，谁知道又会有多少心怀不轨之徒兴风作浪？陛下英明自然不惧，就怕后世有不孝子孙滥用此策，则大秦社稷不保，宗庙难全。陛下，郑国公此言乃是杞人忧天之举，我大秦皇家一脉龙姿凤表，怎么会有不孝子孙？况且我大秦兵甲天下闻名，即便有某些心怀叵测之辈，也难是我大秦的对手。李辅正，话不能说得太满，以穆公之能，后世上有4代乱政，谁又能预计到身后100年的事情呢？所以陛下为求万世计，此计绝不可行。既然郑国公说我的计谋不成，想来郑国公已经有了打算，那在下就恭听郑国公高见。高见不敢说，不过主意倒是还真有一个。郑国公有何良策？陛下，臣以为只要默读的主力还在造阳城下，那进入3郡的匈奴人便不足为惧。现在陛下应该下旨，山东北部诸郡卫戍军应以保境为主，不得擅自出战。另外，既然默读的主力被牵制在造阳，那就代表匈奴单于庭已经没有多少兵力。李牧元帅的西路军足够击破单于庭，可命王翦元帅的中路军迅速向造阳靠拢，与桓义将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则默读之败指日可待。默读被灭，其余的匈奴人不过是借选之急，不足为虑，只是3郡百姓多少要受点苦了。首府觉得如何？唯陛下圣心独照，臣等皆奉诏而行就是。既然王首府也让朕做主，那朕就做主了。传旨王翦，命他率中路军改向造阳，与东路军一并包围默读主力，以求全歼。另外，政事堂出份文书，小谕3郡，让百姓暂时忍耐，王师顷刻即到。大捷，北地大捷。众卿可听见外面喊的是什么了吗？臣听见了，是说的是北地大捷。速去将报捷的人带进来。北地真的大捷了吗？陛下，北地大捷，右贤王被擒，西域联军溃败。章邯将军派了周勃与夏侯婴2人去驱袭西域联军。青铜峡与灵武一战，让西域联军损兵折将。而就在匈奴右贤王屠浑忍耐不住，准备向周勃和夏侯婴所部发起总攻的时候，周勃和夏侯婴很急遂的撤退了。屠浑率领大军一路追赶，却被石川河给拦住了去路。而章邯将军已经在河对岸布置好了防御工事。周勃和夏侯婴带着人涉水渡河，让匈奴人以为河水不深，于是让大军全数渡河，意图用兵力压倒秦军。但是他却不知道，章邯将军已经利用拖延屠浑的这几日，在石川河上游修筑了一道水坝。就在西域联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章邯将军命人炸开水坝，汹涌的河水奔流而下，直接将正在渡河的西域联军冲断，大批联军士兵被河水冲走淹死。章邯将军趁机率军杀出，而归义侯比卢普恩也率领灵狐勇士从河对岸杀出，西域联军顿时陷入了混乱。大乱之中，西域36国的20万大军土崩瓦解。混乱中，屠浑被章邯将军所部擒获，而右谷兜侯却被归义侯比卢普恩的灵狐勇士捉拿，失去了指挥的匈奴万骑狼狈逃窜，而来不及逃走的西域联军尽数投降。这一战彻底将西域联军打垮，也将匈奴在西域诸国的地位给打垮了。
这都是镇国公举荐得力，没想到国防部的一个小官竟然也能打出这样的胜仗，看来学宫之中藏龙卧虎，并非浪得虚名啊！以朕看，此战首功非镇国公莫属。此乃将士用命，章邯指挥得法，非臣之功。镇国公还是如此谦虚。章邯此战一解我大秦北地之患，关中危局得解，当大赏。陛下所言甚是，臣以为就算给个彻侯也不为过。诸位都没有意见吗？当封彻侯。如此，传朕旨意，封章邯为彻侯，10亿300户。周勃与夏侯婴也是有功之臣，封为帝国中将，由国防部另行任命，封为关内侯。参战军士各司金赏功，擢升一级。陛下，北地虽胜，却多了不少俘虏，还需要好好处置才是。镇国公的意思是，北地一战，匈奴在西域凑起来了的26万大军全数丧失，这对西域诸国来说是伤筋动骨之痛。而此战过后，莫毒在无外援，被我大秦击败是迟早的事。陛下何不好好款待这些西域俘虏，派人宣传我大秦英姿，让他们对我们大秦心生敬仰。如此，等到我大秦彻底击败匈奴的时候，将这些人放回西域，则西域可定。嬴政听完，已经在脑海中幻想出一副大秦王师进军西域，而西域王室百姓无不单似胡浆，以迎王师的场面，差点没有笑出声来。镇国公所言乃是老成谋国之言，朕岂能不从？就按镇国公说的办就是了。2天后，朝廷的封赏以及对西域联军处理的旨意传到了章邯军中，而前来传旨的竟然是利益姬这位虾人的心腹。这时候的利益姬也不再是学宫的讲师，在灭齐国之后，利益姬因公官拜鸿胪寺的少卿，而改制之后又拜为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已经算是大秦朝廷的重臣之一。你小子这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历师谬赞了，也是恩师赏识，才有我今日之功。就算有功，也是恩师的。你小子还是这么谦虚，只是你这副谦虚的样子，可别在镇国公那里摆出来。你要知道他的口头禅可是过分的谦虚，等于骄傲。我可不敢在他老人家面前说这样的话。只是章邯心中有疑问，想请问历师，不知可否？你是想问为何一个彻侯的册封旨意需要我这个御史中丞亲自来送是吧？果然逃不出您的慧眼。其实你就算不问，我也是要告诉你的。有什么事还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刚才圣旨里对西域降兵的处置你怎么看？无非是收买人心，图谋西域罢了。你小子果然精明，你说的对，这样处置西域降兵，正是为了图谋西域。此谋乃是镇国公所献，关乎大秦西域霸业，所以不得怠慢，所以镇国公才请我来亲口告知于你，必不负镇国公所托。不过我这里没有通晓西域诸国话语的通译，实在是有心无力啊。我给你带来了5位通晓西域语言的通译，听命于你。这可太好了，如此可算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仅如此，你要在暗中训练义军，都要学会西域诸国之话，以备大用。这又是为何？为何你就不用管了，你只用知道这是镇国公交代的事就行。末将一定照办。好了，旨意传到了，镇国公的交代我也交代了，我也该回去了。对了，我临来的时候，陛下有旨意让我把秀女右贤王屠浑给带回去。来人，将屠浑给带出来，交给历师带走。怎么，朝廷要我们去打谁？蛮子，你脑子里怎么总是这些打仗的事情？我请你们来，是想问问你们征服西域的功劳，你们谁想要？此时王翦手中正捏着朝廷快马送来的旨意，他仔细看完了旨意，沉思了许久。本帅接到陛下的旨意，要求我们放弃继续向单于庭进军，改到渔阳郡，与困守枣阳的东路军内外夹攻默毒主力。你们有什么看法？眼看我们就要打破单于庭，立下不世之功，这就把我们调走，功劳都给西路军拿去了，陛下未免有些不公了。我知道我们一路扫荡匈奴部族，又在赶路，大家都很疲惫，只是攻破单于庭的大功在前，各位才勉强打足精神进军。此时让诸军放弃单于庭而转到渔阳，各位多少心里是有些不舒服，这我理解。但是诸军还是要体谅一下朝廷。也许大家不知道，匈奴人对我们的反击之猛烈，已经超出了你们的想象。匈奴右贤王整合西域联军26万入寇北地郡，而在枣阳的默毒主力则将部族军分成几十队，越过枣阳，肆虐渔阳、代郡、上古3郡。3郡驻军仅能据城自保，百姓苦不堪言。朝廷已经没有兵力能派出去了，这才让我们中路军转到。这是什么？这是皇帝陛下对我们中路军的信任。陛下以及朝堂诸公相信我们中路军能挽狂澜于既倒。我们是大秦的军队，生来就是为大秦保境安民的。如今百姓受罪，你们还在想着功劳不功劳？你们还是大秦的军队吗？现在我命令09员5个军组成9员兵团，由蒙恬率领，20日内到达枣阳西北方布阵。命云中5个军组成云中兵团，由王贲率领，20日内到达枣阳正北方布阵。命雁门5个军组成雁门兵团，由参谋长杨端和率领，20日内到达枣阳东北方布阵。
比如锤的北地第4军为诸兵团前锋，为诸兵团扫荡匈奴之后。诺。行了，各自去准备拔营吧。还有一点我要提醒诸军，此战以驰援造阳，围堵默毒主力为第一要务。行军路上如果遭遇匈奴不足，不需要去管，你们只要按时到达，将默毒主力围住就是天大的功劳。诺。王元帅，那我去哪个兵团？你哪个兵团都不去，就跟在我中军。别呀，我跟在元帅的中军算是怎么回事？元帅就让我去兵团吧，随便哪个兵团都行。少废话，你上次未经过本帅允许就擅自跟随蒙恬偷袭赛阴山，已经属于战场抗命。你若不是太子，早被本帅军法处置了。你也不要想着跟上次一样，你若是跟上次一样自己偷偷跑掉，你的亲卫力斩，哪个兵团敢收留你？兵团主将立刻下狱。元帅，就算我不遵你的将令，那也是我自己事情，跟我的亲卫和兵团主将有什么关系？为何要牵连他人？扶苏，军中自有军法，这里不是你的太子府，由不得你肆意妄为。本帅是中务军统帅，我说犯了军法，那就是犯了军法，难道还跟你商量不成？草原上，刘邦带着一个军已经游荡了10几天，公子姜吕此时就跟刘邦在一起。刘邦此人心机颇重，在学宫的时候就有意结交公子姜吕和公子高，大有跟2人结拜的架势。此次公子姜吕没有赶上颓当城一战，却赶上了刘邦跟桓乙分兵，他自然选择跟刘邦一路。刘邦，咱们在这里到底在混什么呀？你看这些蚊虫把我咬的。公子莫急，咱们出现在这里自然有咱们道理，等咱们的探马把消息带回来，自然有下一步的计划。我跟你说，你可快点，我都快被这些小虫子给咬死了。2人正说着话，探马就回来了。在回报完探到的消息之后，2人瞬间脸色铁青。岂有此理！匈奴人竟敢如此对待我大秦百姓！刘邦，咱们赶紧回援造阳吧，别犹豫了。桓乙将军困守造阳，匈奴入寇3郡，咱们再不回援就晚了。你倒是说句话呀！你都快急死我了你！你说的对，咱们确实该行动了，只是不是回援造阳。不回造阳上哪儿？咱们去居元赛。去那儿干啥？造阳危机不去救，去居元赛？刘邦，你脑子没坏掉吧？我说去居元赛，自然有我的道理。什么道理？来，你说说看。居元赛是之前默毒的驻地之地，默毒主力的粮草牛羊大部分都在这里。此后默毒攻我大秦，粮草牛羊一直留在居元赛，只是最近才安排人马开始运输。只要咱们能拿下居元赛，那就相当于捅了默毒的腚眼子。你看他还能不能有耐心围攻造阳？在学宫里，咱们不都学过2军交战守重粮草的道理吗？既然如此，那咱们还等什么？赶紧动身吧！看来这人也就是个当皇子的命。传令，收拢这几日缴获的马匹，全军突袭居元赛。居元赛其实只是数千个帐篷凑在一起的匈奴人居住地而已。默毒在居元赛并没有留太多的人马，剩下的不过是一些部族兵。这几日默毒传令过来，让这些部族兵将留在居元赛的粮草牛羊送到造阳去。咱们怎么办？是直接冲进去，还是等他们装好？不着急，现在已经快酉时了，再过一会儿天就黑了。他们不会连夜赶路，应该是要等到明天才会出发，让兄弟们先休息，等到天黑了，咱们再上。兄弟们，不到1个时辰，秦军就解决了战斗。刘邦交代士兵们将马匹全数带上，能带走的粮食干肉全部带走，其他带不走的一把火都给烧了。4万匹战马对于大秦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起码能让已经见底的国库多少能有点进项。单凭此功，直接升1级爵位就不为过，还不说将默毒的粮草都给烧了，加上中路军的赛阴山之战，现在默毒除了就地取粮，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再被秦军击败，那匈奴人连这个冬天都过不去。公子姜驴看着2万秦军竟然有4万多战马，乐得合不拢嘴，这让本来打定主意来混日子的公子姜驴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刘邦，现在咱们去哪儿？全军回援造阳。造阳城下的默毒此时却不知道居元赛发生的事情，他这几日一直都挺舒心的，他也不攻城，就是用大军围住了整个造阳。桓乙也曾派人杀出造阳，意图突围，都被默毒给挡了回去。大单于派去3郡的人马传来了消息，进入3郡的人马如同无人之境，除了几座大城之外，几乎就没有秦军对我作战。看来乌世孙这招用的妙啊！秦军果然在国内筹不出足够的军力，去安排工匠，加紧打造工程器械呀。现在不知道右贤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西域联军是不是已经突进了秦原的北地郡？
北地郡若得，则秦人的关中则在我们股掌之中，说不定还能抓来那个秦人的皇帝来给我们看看。我的叔叔，今天是有什么好事情吗？大单于，的确是有好事。什么好事？说来听听。中原6国的余部已经与我联系了，他们愿意发动他们的力量，打开造阳的城门。他们能打开造阳的城门？整个造阳都已经被我们大军围得跟铁桶一样，他们就算在造阳城中有人手，又怎么联系？你怕不是被他们骗了吧？他们说了，他们自有手段。不过大单于，此事就算不成，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无非是多等几日就是了。但是要是成了，造阳立时就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到时候没有了缓起的大军，秦人的3郡岂不是成了我们大匈奴的了？说的也是，他们帮我们拿下造阳，他们提了什么条件？他们的条件很简单，就是我们拿下造阳之后，帮助他们复国。复国？你的意思是？大单于，复国之事太过渺茫，我们匈奴没必要花费这样的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咱们可以先答应他们，等造阳落在咱们手中之后，咱们大可不必去管他们。不妥。怎么，大单于还真要帮他们复国？为什么不呢？左贤王，你说咱们这次就算是拿下了造阳，或者说拿下3郡，有没有可能灭了秦国？秦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就算是我们夺下3郡，能灭秦国的机会也不大。那如果右贤王的西域联军能攻破关中呢？可能性还是不大。那不就是了？既然我灭不了秦国，何不给秦国找几个对手呢？一旦6国的这些人复国，那秦国的首要目标就不会再是我大匈奴，而是这些复国之人。双方争斗越狠，我大匈奴在中间占的好处越大。大单于的智慧比圣胡还要深邃，属下佩服的五体投地。有大单于的率领，我大匈奴必然能一统四海。乌世孙的马屁拍得默读哈哈大笑，显然是很舒服。大单于吗？那单于庭和右贤王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没有，两边都没有什么消息传来。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应该不会吧？右贤王手上可是有26万人马，这么多人马，秦人应该是应付不过来的。而单于庭那边，就算秦人越过了无边瀚海，估计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想要攻下单于庭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大单于，万一没有万一，我大匈奴有昆仑神的保佑，岂是秦人能比的？是，大单于说的是。大单于，有几个留守居原塞的部族兵要求见大单于。留守居原塞的部族兵，他们不好好的运输粮草，来这儿干什么？有话就说。他们说居原塞被秦人偷袭，粮草被烧了，牛羊马匹也都丢了。神们，把部族兵叫进来。自从塞阴山被秦军一把火烧了之后，居原塞的存粮就成了我们唯一的粮食来源，竟然也被秦军烧掉了。我们大军已经攻进秦军腹地了，这些秦军不回援，竟然还能想到去烧了我们的粮草。默读差点气昏过去，他实在是想不明白，怎么还有秦军敢滞留在草原？秦军到底有多少人马？起码有3、4万人，趁我们睡着的时候摸进居原塞，见人就杀，太恐怖了。为什么不放出之后也不留放哨的？白天装车太累了，而且我们也没想到秦军会摸进来啊！拉下去砍了！救命啊！大单于，居原塞的粮草没了，咱们再继续这么耗下去，等秦军的援军到了，咱们可就走不了了。秦军不可能有援军，右贤王的西域联军一定会牵制住秦人的注意力，他们没有办法派出援军。至于烧了居原塞的那一支秦军，我估计就是少量残留在草原的秦军，不足为虑。大单于英明，那这造阳城，左贤王，你去联系那些6国之人，就说他们的条件我答应了，让他们抓紧时间跟造阳城中的那些联系，我要尽快破城。迟暮人，咱们真的不跟他们合作吗？当然，那帮鼠目寸光的货色，以为匈奴人这次一定能成事，这帮草原胡人能成什么事？还想复国？没有大秦的帮助，就算是复国，也坚持不了2年。这样的国，有什么复的必要？迟暮人，听说匈奴的右贤王统帅西域36国联军26万，已经向秦国北地郡进发，秦国的精锐主力都已经派了出去，也许这真是一个好机会也说不定。秦国征战多年，名将辈出，而且经过5年休养生息，光是咸阳的羽林军和虎卫军就有10几万人，那些可都是秦军中精锐中的精锐。你真以为西域诸国的那些乌合之众会对秦国造成威胁吗？绝对不可能。更何况秦国还有那人坐镇。张良想起了一直做镇学宫布局天下的虾人，后脖梗子就开始冒凉气。这几年他一直在收集虾人的情报，但是越收集越觉得虾人深不可测。可以这样说，如果他愿意，甚至可以跟嬴政这样的一代雄主掰掰手腕，但是嬴政却视他为自己最大的谋主，
秦国现任和未来的2代君王的信众，就让虾仁天生就立于不败之地。有这样的人坐镇，谁想对秦国做些什么，都要好好掂量掂量。这还没说学宫中那一群老怪物，西域诸国的这些联军，我张良尚且看不上，他虾仁又怎么会放在眼里？说不定他已经开始谋划西域了呢。臭小子，你对我的轮椅做了什么？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师兄，这是我改装的自行车，你只需要左右踩压踏板，扶稳车把，保持平衡就好。3、2、1，走你！你们记住，现在与秦国只能合作，甚至服从，绝对不能与其作对。但是韩王那边该怎么交代？新韩王不过6岁年纪，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要给他什么交代？说吧，你知道什么？迟牧人是老相国那边，好像对你一直倾向秦国不满，所以你就开始替老相国传话，还是已经投靠了老相国？迟牧人，属下绝对没有投靠老相国，属下只是给迟牧人提个醒，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既然如此，你起来吧，转告老相国，韩国要复国，需要上下同心，万不可行倾轧之事。张良绝不负韩国。去吧。诺，属下这就去。赤鬼王，属下在。此人已经不可靠了，在他到达老相国府上的时候，当着老相国的面杀了他，但是一句话都不要让他说出去。诺，公子，老相国那边要不要？现在还不能动手，由着办。但是包括老相国在内的那些人，全部都要监视好，不能漏过一个。默读也是天下英雄之一，却不知道还能英雄多久。造阳城中的桓乙此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却依然没有放松警惕，在城墙上与秦军昼夜巡视，以防万一。看默读这个架势，是不破造阳誓不罢休啊！以大秦现在的情况，派援军的可能性不大了，现在只能寄希望给分兵而去的刘邦以及其他2路军能尽快攻破匈奴的大单于庭，然后一并救援我们了。桓将军，你让下官好找。县令，本将乃帝国上将，主持造阳防务，你找我作甚？桓将军，下官有一要事要禀报将军。要事，你不要拿你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来骚扰本将，百姓之事你自去负责就是了，我只管造阳城防。将军正是事关造阳城防才来寻将军。然如此，那请县令讲来就是。将军，下官接到举报，说是县城之中有人勾结匈奴，准备县城。什么？何人如此大胆？据初告之人所言，乃是城中富户姬国。此人乃燕国王室之后，只是年深日久，与燕王快血缘已远。下官到任之后，也曾派人严加看管，此人却深居简出，没有丝毫怀念燕国之态。后来下官见他老实，也就没有再盯他。只是今日，他家一名家仆前来官署出告，言说他家主人与匈奴人勾结，要献城于匈奴。下官听闻此事，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怠慢，立刻前来禀报将军，还请将军即刻决断。那出告的家仆何在？下官不敢将人关在官署之中，已经另寻安全的地方安置，请将军随我来。请县令带路。你就是出告姬国的人？将军，小的就是前来出告之人，这一切事情都与小的无关，请将军明鉴。行了，站起来回话。本将来问你，你说你家主人与匈奴勾结，要将造阳献给匈奴，可有证据？证据确实没有，只是小的却亲耳听见我家老爷跟人商议如何开城之事，还说事成之后让我家老爷登上燕王之位。他与何人商议？来人小的没有见过，只是这几日才在家中见到。你说这几日才在家中见到，具体是哪一日见到的？回将军的话，应该是前天家中才多了这几个人。匈奴大军10几天前就已经将造阳城围得水泄不通，就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前天这些人怎么会出现在姬国家？难道是之前就已经潜伏在城中的？那也不对啊！如果那时候姬国就已经与匈奴勾结在一起，那就应该趁着我们立足未稳的时候开城，何必要等到我已经将整个防务都已经打造完成之后才动手呢？说实话，东路军刚进造阳城的时候，确实有些手忙脚乱。要是那时候有人与匈奴里应外合，我还真没办法应付。你确定是前几日？正是，小的绝对没有记错。那你可知道他们打算怎么开城？具体如何开城献给匈奴人，小的就不知道了。他们交谈中也没有明说。那姬国府中有多少人马？将军，小的只是一个仆役，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小的真的是不知道啊。下去吧，不管姬国家里有多少人马，他县城之事是真是假，此时都不能掉以轻心。传本将将领，命上古第3军出动1个旅，将姬国宅邸给我围了，许进不许出。诺。贵县，请带路去姬国家走一趟。
县令哪里敢拒绝，连忙带着桓乙直奔姬国家。来到姬国家的时候，上古第3军的人马还没有到。桓乙低声在县令耳边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带着几个亲卫藏了起来。本官乃本县县令，来见姬国，速去通报，让姬国前来见我。能干门子的首要技能就是要会看人。见县令身着官服，2个门子不敢怠慢，急匆匆地跑进宅中去通报。原来是县令到了，韩舍鹏必胜辉啊，还请县令府中一叙。姬国，你犯的事发了，本官正是来拿你的，还不束手就擒。这货不会抱起伤人吧？县令说的是哪里话？在下一直奉公守法，安分守己，怎么会犯什么事呢？县令可不能吓我。这是时宜金定，匈奴围城日久，县衙官署之中一定缺少经费，这点钱是在下捐给官署的。另外，家中还有些存粮，待会儿在下就让人送5000石粮食到官署去，请县令大人分给百姓如何？姬国，你休想用这些钱财来收买本官，你犯的事大了，本官可不敢容你。来人，拿下此人！哼，没想到我做事如此隐秘，竟然还让你们发现了。既然如此，那就动手吧。区一个田舍翁也敢直接攻击朝廷命官，看来你是真的要反了。多谢将军救命之恩。桓启，你怎么会在这里？少废话，束手就擒是你唯一的出路。让我束手？嘿嘿，桓启，你怕是还没睡醒，你就带着这几个废物就想抓我，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就你们这些货色，也用不着我发大军围剿。上古第3军让他们派出1个旅，怎么到现在一个鬼影子都看不见？再不来，就等着给老子收尸吧！退回府内，速速退回府内！桓乙此时怒火中烧，直接指挥士兵准备强行敲开大门。士兵们不知道从哪里寻来的一根粗木头，开始撞击大门。姬国府上的大门毕竟不能跟城门相比，没几下就让秦军将大门撞破。但是出乎众人意料的是，门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在把守。姬国的这座府邸从外面看不起眼，但是里面却几乎跟燕王宫一模一样。当年灭燕的主帅就是桓乙，他又怎能不知道燕王宫是什么样子？狼子野心！报告将军，在府内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糟糕，这些人有逃跑的办法，速速搜查此府中有没有地道。不一会儿，士兵们就在姬国书房中发现了一间密室，而密室中正有一条密道。这密道8成是通向城外，不然也无法解释他们是怎么钻进城里来的。来人，将地道堵上，在地道口边上严加看守。偌大的一个姬国府中，除了这个地道，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除了一些破烂的摆件，家中连一点福材都没有找到，更别说粮食。这一定是早有准备，姬国已经提前将自己府中的家眷和钱粮都通过这条密道给送了出去。但是，就单凭这条密道，他们就有信心能把这座铁桶一样的造阳城给献出去？不对，这中间肯定有问题。桓乙猛然想起造阳城中的那个卫戍团，当年扶苏在义渠的时候，北地郡尉甚至都被阴阳家给买通了。要不是我女婿棋高一筹，扶苏说不定早已经变成皑皑白骨。而造阳城中的这支卫戍团现在正跟我麾下的士兵一起守着南门，说不定阴阳家就是想通过地道中进城的人手与卫戍团中安插的人手，直接将城门给献出去。匈奴人的主攻方向一直是北门，而南门一直没有什么动静。之前安排卫戍团镇守南门，也正是考虑到他们兵力折损太大，给他们喘息的时间。现在看来，反倒让南门成了最危险的地方。还好姬国府上的那个仆人前来出告，不然造阳城中的军民非成了匈奴人的刀下鬼不可。想到这里，桓乙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忙下令让卫戍团从南门撤下来，另外抽人去加强南门的防御。解除了城中隐患之后，桓乙再一次上了城楼，仔细观察匈奴的动向。这一观察不要紧，果然让他发现匈奴人有大批人马在向南门方向转移。多亏发现的早啊！废物，都是废物！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诸事皆备吗？你不是说那些人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打开造阳的南门，放我们进去吗？现在呢，一个仆人就把所有的计划都给破坏了，还敢舔着脸来跟我说借兵？我借他奶奶个爪！阴阳家的那些人不靠谱，好好的一个计划就这样毁在了一个仆人的手里，而且阴阳家的那些人竟然还敢过来要借兵。这主意是你出的，你想办法善后。那些人连造阳的城门都打不开，留着也是浪费咱们的粮食，全部给我杀了！大单于，万万不可！要是咱们现在杀了这些人，那咱们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在中原找到内应了。那以后咱们要是还想进攻秦国，那困难可就大啊！放屁！我还就不相信了，没了这帮地老鼠，有昆仑神保佑的匈奴勇士还不能打败秦人了？这全数杀了！
大单于，不好了，滚出去！大单于，还是先听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再说吧。大单于，斥候来报，发现秦军的踪迹。什么方向过来的秦军？是从草原方向过来的。草原，秦军若有援军，想来也应该是从渔阳、上古代郡这些方向过来，总不会绕个圈子从草原上过来。想来这支秦军应该就是偷袭了居元赛的那支秦军，人数不会太多。别说他们进不了城，就算进了造阳城，也不过是让城里多了几张嘴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哈哈哈！大单于英明。大单于，草原上发现有3处秦军踪迹，看样子是直奔造阳而来，而且秦军探马四出，我们的斥候不敢靠得太近，所以查探不到具体人数。但是据咱们斥候说，看人数，每一路都不少于5万人。吴世孙，立刻将斥候全部给我撒出去，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搞清楚秦军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多少人。匈奴人此时还不知道，这3路秦军正是中路军王翦派出的3支兵团。始皇帝6年9月，中路军3支兵团合围默毒，让默毒彻底丧失了逃走的机会。大单于，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马上攻下造阳城，从秦国内部通行，要么缴械投降。作为匈奴的一代雄主，默毒当然不会选择投降，他决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被匈奴压制这么多天，总算到了能够扬眉吐气的一天，赶紧发起总攻。到那时候，我一定要亲自率领1支人马从城中杀出去，与城外的秦军里应外合，以报被默毒压制在这造阳城之仇。而此时的3路秦军兵团正在开军事会议。而今我军虽然合围默毒，但是默毒主力尚在，如果仓促决战，很容易让默毒逃了。而王元帅的将领说得很清楚，此战生要见默毒的人，死要见默毒的师，绝对不能让默毒逃回草原。按照王元帅的将令，你们有什么作战计划？杨将军，末将以为，而今我们3路合围，总兵力已经达到了20万人，而造阳城中还将军所部也不下5、6万人。匈奴所剩兵力，按照我们收集到了情报，也只有10数万人，兵力上的优势在我，所以我们根本不用考虑什么计划。3路大军直接围杀，想来城中的还将军不会在城中做事，必然会引军杀出，这样我们内外夹击，默毒必破。杨端和听完不置可否，只是将目光又投向了其他人。王田与王奔相交甚好，此时自然不好说话。王奔将军此策虽然是惶惶王道，然而却犹有未尽之处，请刘参谋指教。诸位将军，匈奴马多，单从机动性来说，我军除了比卢将军的北地第3军之外，其余各军中骑兵并不多，所以很难对匈奴形成有效拦截。如果匈奴铁了心要逃，我们这些步兵是追不上他们的。所以要想贯彻王元帅的军令，首先就要提升我军的机动性。说得轻巧，那马从哪里来？不才偷袭居元赛之后，得马4万匹，可以全部提出来给诸位将军所用。4万匹。刘参谋，久闻你是学宫诸弟子中的佼佼者，现在一看，果然名不虚传，4万匹战马不得了啊！王将军，我也是恰逢其会罢了，算不得什么。这4万匹战马，我已经全数交到杨将军手中，请杨将军分配就是了。刘邦，你只讲了马匹，你为王奔11补缺的事可还没有说呢，可速速讲来。我的意见很简单，3路大军自然是要以堂堂正正之师与匈奴决战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可以请比卢将军的北地第3军，以及从3路大军中挑选出来的擅长骑术的骑兵，组成巡狩军，封锁战场，让从战场上逃出来的匈奴人无所遁形，如此匈奴可破。刘邦所言颇有道理，你们觉得如何？刘参谋思虑颇深，事本考虑不周，多谢刘参谋11补缺。将军言重了，我本来就是参谋，干的就是出谋划策的活，这也是我分内之事。看到军中一团和气，杨端和也笑了。这样的氛围比起之前那些争功好胜可要强太多了。就这么定了，从各军中挑选精善骑术之士4万，与比卢垂的北地第3军同为巡狩之军，把守通向草原的各个要道。另外，王元帅还有多久能到？预计明日上午能到。好，明日王元帅已到，立刻对匈奴展开攻势。翌日，大秦的攻势正式发起了，3路军几乎是同时向匈奴的本阵压去。默毒怎会甘心束手就擒，直接集中4个万骑，还有数万步卒兵，疯狂地攻击王奔的云中兵团。而王奔统帅的士兵极有韧性，任凭默毒的主力如同狂风骤雨一般的狂攻，云中兵团如同泰山一样巍然不动。同时，蒙恬的9原兵团与杨端和的雁门兵团不停地在挤压匈奴的活动区域，让匈奴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造阳城中的桓乙在城墙之上见此情形，立刻抽调城中还能作战的精锐部队3万，从城中杀出，直插匈奴的后军。
大单于，趁着现在秦军还没有完全合围，你赶紧走，你只要活着，匈奴就还有希望。你让开，老子今天就算死在这里，也不当逃跑的懦夫。你们护送大单于杀出重围，我来给你们断后。就在匈奴主力被灭的同时，西路军的李牧率领西路军已经越过了瀚海，抵达了鱼武水，距离匈奴单于庭所在的孤眼山仅仅20余里。多日的奔波已经让这支军队精疲力尽，但是好容易到了这里，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攻破单于庭。而公子高带着斥候已经出发了。夏兄，公子高乃是皇子，怎可亲身赴险？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咱们怎么跟陛下交代？李兄，你大仗天下，除了王元帅之外，再无人能与你比肩，骑兵战法更是天下无双。但是揣摩人心上，李兄你却差了一些。见李牧不解，项梁这才解释道：你想，陛下将包括太子在内的3个皇子都派到各军中是何用意？表面上看是让3个皇子都有历练的机会，但是这其中未必不含考教的意思。大秦崇尚军功，不能通晓军事的人是没有资格继承大位的。不会吧？太子扶苏已经是多年太子，在军事上也深有建树。当年在北地，甚至连我都没有讨到任何好处，陛下总不会还要换太子吧？太子扶苏纵然德才兼备，聪慧过人，朝廷上下无不应服。可是李兄不想想，太子背后站的是谁？你是说镇国公？正是，正因为有了镇国公的倾力支持，太子殿下才能走到今天。镇国公虽然多年极少出学宫，但是你仔细想想，镇国公真的那么寂寂无名的人吗？朝廷上下内外，到处都充斥着学宫弟子的身影。远的不说，就说咱们手上的这些人马，团级以上的政委有70%都是学宫弟子。主战部队的军事主官谁没有去学宫进修过？至于正事，一个萧何就已经堪比整个正事堂了，更不用说下面郡县哪一个要害部门没有学宫弟子。说句掉脑袋的话，如果现在镇国公有心要造反，成功的可能性起码有40%。夏兄，这样的话也是能随便出口的吗？今日之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过了今日，我可不认账。不过我话还没说完，有这尊大神站在太子殿下身后，咱们那位陛下能不心生忌讳？况且陛下正当壮年，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力被太子和镇国公给挖了去。所以这一次3个皇子齐出，其实就是陛下在找一种可能。可能？什么可能？换太子的可能，别人我不知道，可这位公子高后面8成也有高人指点，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到咱们西路军来就是冲着立功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让公子高立功，那就相当于挡住了公子高竞争太子之位的路啊！李兄，这事咱们可不能干，像这样侦查探路的事就交给公子高去就是了，厮杀用不上他，搞个侦查还是可以的。元帅，属下打听到，孤眼山下的单于庭并没有多少人马守卫，只有1个匈奴万骑，还有数万步卒兵，而且没有逃走的打算，所以咱们应该能很轻松的就解决掉他们。当真？难道默毒没有派兵回来？没有，我一开始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不敢相信，一连换了好几个地方抓了7、8人才确认这个消息。那匈奴人可曾知道我们到来？也许是匈奴大单于庭安逸久了，也很少有敌人能打到这里，所以他们的防御极其松懈。传我将令，大军再休整1天，明日卯时各军对匈奴单于庭发起进攻，事后辛苦一点，从现在开始遮蔽战场，不能让他们的斥候把我们到来的消息给传出去。诺。而在孤眼山下的大单于庭，默读的恶事独孤氏却总感觉心惊肉跳的，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一样。心神不定的独孤氏找来护卫单于庭的万骑首领，询问大单于是否有消息传来，但是得到的消息却是大单于一点消息都没有。言之莫要担心，大单于乃是天上的雄鹰，世间绝无对手，而我们大单于庭有瀚海天险护佑，不会有敌人能这么轻易的穿过瀚海。我看言之应该是最近休息的不好，才会心神不定的。希望真是你说的如此，你们多小心一些，我去找大萨满求个安心。这就是女人的猜疑心在作怪，这样的表现只会出现在弱者的身上。下令将斥候撤回一半，天气太热，兄弟们辛苦了，好好歇歇吧。后天派出去的斥候一直没有回来，这些兔崽子说不定又跑到哪里去偷懒了。等回来了，我非狠狠地赏他们几鞭子不可。嫡喜，嫡喜！他还真让独孤氏那个女人给说中了。攻破单于庭，灭匈奴。10数万秦军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单于庭，单于庭的防御力量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默读留下的数百亲卫见情况不好，赶紧护送默读的恶士独孤氏和默读之子姬周逃向狼居胥山。但是他们这一队人马却被公子高发现，公子高亲自带了一个团前去追击。这种追击战最易发生意外，来2个旅去追公子高，务必要保证公子高的安全。公子高一路紧紧咬住独孤氏赶到狼居胥山，但是他却不知道，在狼居胥山还有一支常年驻扎在这里的匈奴精锐神卫。这样的一座光秃秃的山上，竟然有这么华美的一座神庙。下令分为3个营，分开搜索。这个时候，公子高还不知道自己追的是默读的老婆孩子，还以为是匈奴中的贵人。在他看来，这区区100多人，别说自己这个团，就算是一营也绰绰有余了。走，去看看。怎么可能一个照面就直接灭掉了我们一个营？除非敌人的人数是我们的数倍，但是这又怎么可能呢？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传令，2个营合兵一处，继续上山。公子高带人继续向山上探去，可临到山顶那座神庙的时候，突然间伏兵四起，一时间箭如雨下。公子高带来的这个团都是骑兵，没有步兵的大队，一时间被箭雨射得惨叫连连，就连公子高也被一箭射中肩膀，仰面栽倒。剩下的士兵连忙护着公子高向山下撤退，而这些神卫见秦军退去，也不追赶。秦军退到山脚的时候，李牧派来增援的2个旅也赶了过来。好在箭上没有未毒，又是射在肩窝上，留下了一个团送公子高回大营，剩下的兵力全数攻山。我不同意，山上必有大鱼，眼看这条大鱼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要是把我就这样送回去，功劳没有了不说，说不定还会成为军中的笑柄。兄弟们，上！公子高带着2个生力旅重新杀了回来，神卫却丝毫不惧。而这2个旅是李牧亲手训练出来的精锐，人数又有优势。不多时，剩下的神卫只能退回神庙固守。公子高此时也懒得管什么大鱼不大鱼的，直接命令秦军扔出凌空火炮，竟硬生生的将神庙的4面围墙给炸塌了。你的伤势如何？都是小意思，上将军，独孤氏和默读之子姬周已被擒拿，我们还抗回了庙里的祭天金人。匈奴这次是彻底完了，不但断了默读的后，连匈奴的精神象征也给拿下了。只要中路军和东路军那边给点力，匈奴之灭已经不可避免。没了孤眼山的大单于厅和祭天金人，就算是默读赶回来，也再也没有声望召集匈奴以及其他各族部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匈奴之战已经结束了。但是李牧却不知道，他心中的大敌匈奴大单于默读，此时正在草原上狼狈逃窜，苦不堪言。默读此时的心里五味杂陈。上一次他经历这样的事，还是在他小时候，他在月支做人质，但是他父亲头曼单于只是用他做安定月支之心的棋子。他刚到月支不久，头曼就发动了对月支的进攻。默读也是一个狠人，小年纪就杀了看守他的月支士兵，单枪匹马逃出来匈奴。见到默读逃回来的头曼大为诧异，这个儿子是被昆仑神护佑的孩子，这才改变了对默读的态度，开始着重培养他。默读也的确没有让头曼失望，头曼交给他的所有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还带兵为匈奴征服了不少的部族，壮大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头曼才能如此放心的在临死的时候将匈奴大单于的位置交到默读手上。但是默读却没有想到，他人生中2次败绩都是败在秦人手中。等到我逃出升天，一定要重聚匈奴力量，再与秦人一决高下。但是怎么才能逃出升天，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此时带着差不多6万骑兵在战线外围驻守的比卢垂也收到了杨端和的消息，务必将默读抓住，不能放虎归山。将军，有一队人马从赵阳城下战场脱出，直奔草原。哈哈，来活儿了！兄弟们，大功就在眼前，岂能放过？追！比卢垂追得很急，他生怕默读这条大鱼就从自己手上溜走。默读带着人左突右冲，却始终逃不出比卢垂的包围，最终绝望的默读陷入了比卢垂的包围。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匈奴大单于默读吧？你是什么人？以前我是灵狐部落的少族长，但是现在我是大秦帝国北地郡第3军军长。原来是灵狐部的小崽子，没想到我默读纵横草原，今日却落在你一个灵狐部小崽子的手上。怎么想拿我去请功吗？怎么能叫请功呢？只是想请大单于到我大秦做个客罢了。想来大单于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应该不会不赏脸吧？想让我去秦国做客，怕你是有些痴心妄想了。
大单于，我看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成什么英雄气概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休想！想要领功，拿我的头去吧。大单于，对不住了，跟我回去吧。好在你们来得快，再晚来一段时间，就只能看见我的尸体了。不会不会，你皇上将福大命大，怎么可能死在这座小小的造阳城中？王元帅呢？王元帅距离此地不过10里，我已经派人去通知王元帅大捷的消息，想来不一会儿元帅就会到了。那冒徒可曾抓到？此人却不可让他跑了。桓将军不要着急，比卢垂将军已经率骑兵追上去了，想来必定不负众望。能抓到冒毒，那匈奴就算是平了，也不枉费我3郡军民遭此大捷。只顾着高兴，差点把这事给忘了。临出发的时候，王翦说，如果造阳城下此战能胜，则立刻让中路军各军进入3郡，清剿那些匈奴不足兵。始皇帝6年9月，匈奴平。李元帅，与匈奴一战，你的骑兵可是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啊！就连匈奴的祭天金人都给你们扛回来了。王元帅说哪里话？我这点微末之功，怎么比得上你们厉秦莫屠的大功？那还不是你调来的比卢垂立的功劳？说来说去，还是你西路军的功劳大。镇国公道，辛苦各位了。为国征战，岂有辛苦之说？镇国公谬赞了。岳父大人辛苦了。我不辛苦，你倒是要辛苦辛苦啊！这都多少年了，怎么我女儿肚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次讨伐匈奴，我大秦大获全胜，国防部与正是唐功不可没。我大秦首重军功，今日之会，朕就是要论功行赏，大封功臣。赵高，宣诏吧。皇帝制曰：朕继位以来，赖将士用命，四海归一，而精华一一统，天下归心。今封有功之臣。晋元帅王翦、李牧为京中辅国大元帅，总揽天下兵马，赐10亿万户。晋阳、端河、桓济、王贲、蒙恬为京中辅国元帅，爵升国公10亿5千户。余者大小将领各自爵升1级，赐金100亿。正是唐萧何保障有功，赐官内侯，赐金100亿。臣等叩谢天，陛下万年，大秦万年。听说讨伐匈奴这一战，朕那3个儿子还立下了些许战功。陛下，太子殿下与2位皇子此战之中身先士卒，立功无数。我大秦后继有人，臣为陛下贺。哦，是吗？既然都立有大功，那朕稍后自有封赏。只是现在有一件事，朕却有些拿不定主意，想请众卿为朕解惑。嬴政的笑容很灿烂，王翦却愣了一下。项梁能看出来的东西，王翦这个官场老狐狸又怎么会看不出来？你还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总不会是现在就要换太子吧？王翦偷偷地看了虾仁一眼，却发现虾仁老神在在，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嬴政的话。应该不是，就算要换太子，现在没有镇国公的点头，也不会那么容易。而今匈奴已灭，草原已尽属归我大秦所有，但是如何治理这样一大块土地，却是让朕头疼了。设官分封就需要建成，总不能学着匈奴人那样逐水而居吧？但是这样的话，糜费甚大，而且草原之地不利耕种。但是如果不设官分封，必然会让草原的其他部族乘势而起，多年之后，说不定又是一个匈奴。所以朕有些拿不定主意，想要问问众卿的意思。嬴政这段话一说完，整个殿中一片寂静之声，几位辅政默不作声，国防部2位大元帅也如雕塑一般。难道众卿就一点建议都没有吗？臣有。原来是萧何啊，你有什么建议就说吧。陛下，臣以为草原胡人无我中原百家教化，不知礼仪，不知我皇朝威严。故而臣的建议是在草原要处建设城池，或是派官治理，或是分封给诸皇子，绝不可放弃此地，让草原胡人有崛起的机会。萧行人此言，乃劳民伤财之举也，不可为之。萧何都不用回头，就知道说话的人是淳于越。淳于越之前找虾仁和学宫的麻烦没有得手，此后就再也没有向虾仁伸过手，却经常在朝堂上掺和。陛下，萧何此言实乃耗费国库，而又吃力不讨好之事。老臣以为，草原虽说水草丰盛，却不适合我中原之人居住。与其费心费力的建成移民，倒不如与草原胡人结好，两家相安无事，如此可保100年太平。垂与次长所言不妥，草原也是我大秦将士牺牲性命换来的，如何能轻易给胡人所用？况且刚才淳于次长说可保100年太平，那100年之后呢？我大秦难道又要起倾国之力与草原胡人决战吗？这是在给后世子孙惹祸。草原之地又无矿产，又不能耕种，要来何用？倒不如直接扶植一部族更好。
老臣看临湖部就不错嘛，又为我大秦征战，已经是我大秦之民，不如就将匈奴草原交给临湖部，这样既能保我大秦北县之安全，也可为忠臣之心啊。淳于越的建议用心险恶，如果再出言反对，那就是得罪了临湖部。而今临湖部族长比卢普恩在北地帮助章邯大破西域联军，临湖部的少族长更是亲手抓住了默毒，正是大秦容纳外族的旗帜。如果不同意淳于越的建议，那会让人以为大秦朝廷对外族心存忌惮，对大秦不利。陛下，你看萧行人好像也同意了老臣的建议，还请陛下明察。这老头怎么想的？凭什么大秦将士拼命夺来的土地要交给胡人？就算是临湖也不可以。郑国公有何良策？陛下，臣有一策比淳于次长的要高明许多。哇哦！郑国公有何良策？敢问淳于先生，胡人可通教化否？当然不通。既然不通教化，那请问淳于先生何不教化胡人，让其通晓我中原文化礼仪，也并入我中原文明，岂不美哉？郑国公此言谬意，胡人者也姓难信，况且非我族类，岂能教化？既然淳于先生知道胡人非我族类，那为何要将我大秦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送与胡人？这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土地，况且我中原之民又不会放牧之术，要此地有何用处？好一个不是我们的土地！请问淳于先生，周朝时占地几何？而今我大秦又占地几何？战国时我大秦西并西戎，楚国南征，才有了中原之地。请问土地是能自己送到手上的吗？况且周时百姓不过数百万，而今我大秦人口千万，人口越多，对土地的需求越大，怎么能说我中原无用？至于放牧之术，我中原之民难道真的就弱于胡人吗？北地、云中、雁门、九原、上古、渔阳诸郡的牧民放牧之术，我看就很是了得。所以淳于先生此言才是无知无识、一叶障目之言罢了。陛下，草原之地自然不能平白送与胡人。臣以为可在草原选择依山靠水、水草丰盛之地筑城，以中原之官统御草原万民。至于教化之道，臣以为儒家最擅长教化，可令淳于次长派遣得力弟子前往草原教化胡人，使其心慕我中原文化。如此100年之后，就没有什么胡人之说了。善，郑国公此言振聋发聩，实在是大善。陛下，臣以为草原广袤，地大物博，如果单纯以中原之官统御，怕是时间长了之后容易生变。臣以为草原之官以3年为期，3年一换，任期满了之后回到中原，官升一级，如此官员则有了盼头。再以皇子镇之，则草原可大定。怎么还要用皇子去镇守吗？正是，不以皇子镇守，不足以显示我大秦统御其地其族的决心。刚好这次讨伐匈奴之战中，太子殿下和2位皇子都立下大功，正可以2位皇子出镇匈奴之地。将来2位皇子与太子向来亲厚，必然不会有意见。这位郑国公竟然会选在这个时候出手，直接让这次与匈奴作战中立下大功的2位皇子出镇草原。太子殿下自然是在中原坐镇，那这2位皇子自然就不会对太子的位置有所威胁。这是没等嬴政出招，就直接把嬴政所有的招数都给憋在肚子里了。嬴高和嬴姜驴年纪尚幼，朕还想再留他们在身边几年，这皇子出镇之事要不过2年再说。陛下此言差矣，当年陛下继承秦王大位的时候，也不过13而已，而今2位皇子皆已成年，况且又文武兼备，正是为国家出力的时候。出镇草原，内可安抚朝廷民心，外可建功立业，何乐而不为呢？陛下，郑国公所言乃是老成谋国之言，臣请陛下圣裁。陛下，臣附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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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雎、萧何、桓乙、刘邦纷纷表示赞同，王翦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他不说话，王贲、项梁、王田众将自然也不会说话。李牧是向来不掺和的，超然物外。李斯想说话，但是看了看嬴政的脸色，又退了回去。没想到我的2个皇子竟然能得到众卿如此赏识，王辅政，你怎么说？这他妈不是分明要求站队了吗？虚伪子孙计。陛下，臣以为郑国公所言甚是。好，既然郑国公说的有道理，就按郑国公的意思去办。皇子嬴高封梁王，皇子嬴姜驴封威王，出镇草原，择日颁下金卷御册，正式堂选官选旨。陛下圣明，2位皇子按太子仪仗，配6军，从这次讨伐匈奴的野战军中抽调。退朝。还以为嬴政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呢，没想到最后还给2个皇子太子仪仗，这意思就是这2位皇子也有太子的权利。看来朝廷从此多事了。将军，郑国公来访。郑国公，你可是稀客啊！
王元帅这么晚还打扰，失礼了。郑国公说的这是哪里话？你可是我请都请不来的客人啊！不知道郑国公这么晚还来我府上，有何指教？指教不敢当，在下此来就是想问问国防部后续对西域有什么计划。对西域的计划，框架还是你搭建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王翦心里10000个不相信，但是却不露声色地说道：原来郑国公是为了西域计划而来，这个好说，明日我命王奔将西域计划送到国公府上去就是了。我以为原来的西域计划似乎有些不妥。哪里不妥？我以为既然匈奴平定，北线无战事，可以改变原计划方案，抽调精锐野战军前往西域为好。郑国公，野战军经过匈奴一战，伤亡不小，况且还要抽调分给梁王和威王，怕是一时半会抽调不出来吧？章邯的卫戍军也是百战之师，可以先抽调给梁王嘛，至于威王那里，从其他卫戍军中抽调就是了。郑国公，抽调野战军作为2王的护卫乃是陛下的旨意，要是把野战军换成卫戍军，陛下那里可能不好交代啊。草原之上已无敌手，卫戍军团已经足够使用了，而今西域才是我们下一个目标，咱们只是把好钢用在剑刃上罢了。只要我们能尽快拿下西域之地，这都不叫事。郑国公，如此光明正大的抗旨，太危险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吗？要是有别的办法，我又何尝会行此险招？王元帅，你也是当朝辅国公，我只问你一句，太子如何？明主也，随气迫上不如陛下，然仁义爱民，心胸格局都远超陛下，此乃天佑大秦也。既然太子是明主，为何陛下会如此待太子？陛下而今正值壮年，心怀天下，而太子年岁日长，且多得臣民爱戴。陛下感觉到了太子的威胁，才会扶植2位皇子与太子相抗衡。但是大秦一统中原才多久？难道就要重演诸子争权的惨案吗？6国余孽尚在，天下反秦之势还在蠢蠢欲动。此时动摇国本，此乃亡国之道。扶苏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脾气秉性我都深知。他如果继承皇位，他的兄弟姐妹才能保全性命，甚至安享富贵。但是换成别人，为了减除对自己皇位的威胁，怕是这些兄弟姐妹一个都剩不下来。郑国公此言恐怕有些杞人忧天了吧？公子高和公子姜瑜虽然年少时有纨绔之行，然而长大之后也是文武兼备，恐怕不像郑国公说的那么不堪啊。这样吧，王元帅，换句话说，如果给2王皆配备了精锐的野战军，如果一旦2王有一心起兵谋反，中原何以与敌？大秦现在的主力军本来就分散各地，突厥出征百越带走了50万大军，其中有30万是野战部队，而现在2王一人再拿走10万，中原还剩下多少野战部队？万一国内生变，2王大军压境，太子又怎么办？而且2王这个先例一开，此后封王是不是还要继续抽调野战军作为封王的护卫？你要知道，陛下可有10几个儿子，到那个时候再一次重演春秋诸国混战的局面吗？郑国公此言非虚，那为什么郑国公不直接向陛下进言，请陛下更改谕旨呢？王元帅，你觉得陛下现在还愿意听我的话，还敢听我的话吗？这次大封赏你也看见了，学宫弟子拿偌大一个彩头，陛下忌惮我还来不及，又怎会听我的？若不是怕陛下忌惮，我又何必待在学宫不出来？郑国公，既然你不方便进言，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我明日进宫劝谏陛下如何？你让我公然抗旨，我是做不到的。既然王元帅愿意劝谏，那就再好不过，一切都拜托王元帅了。在下告辞。父亲，您这是怎么了？没想到还是中了郑国公之计，我才回过味来，怕是现在的结果才是郑国公真实的用意。父亲，中了什么计？还是没明白郑国公到底是什么用意？你这个榆木脑袋！咱们王家向来不掺和宫中的事，所以郑国公一来就直接抛出抗旨这种大事，又提出自己不方便劝谏的窘境。为父不选替他去劝谏陛下，难道还选抗旨吗？为父也是一开始被他大眼给唬住，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这才着了他的道。那父亲明日不进宫不就行了？何必去上别人当？你以为郑国公为何不去找李牧，不去找桓启？他对李牧有救命之恩，桓启又是他岳父，比起为父，他们的关系更好。就是他知道为父要么一开始就不答应，答应了就一定会去做到。我可从来不干那种食言而肥的事情。翌日清晨，王翦进宫，直到天快黑了，才从宫中出来。不知道王翦跟嬴政说了什么，只是王翦出宫之后，就从宫中传出来一道谕旨：2王一丈比太子降一级，另外护卫从6位减成3位，封地一应事务，除了军权之外，全数由封王做主。王元帅果然值得信任。始皇帝7年秋9月，随着梁王与威王离开咸阳前往封地，咸阳的朝堂上好像又恢复了平静，嬴政和扶苏也恢复了父慈子孝的样子。直到那天收到南线大军的急报，嬴政气得差点没昏过去。南线大军的统帅突厥轻敌冒进，
在进入百越之后，亲自率领一个师超小入直扑百越酋长的老巢，却被百越伏兵埋伏，死伤惨重，屠居中箭，至今昏迷不醒。主帅重伤导致南征大军军心涣散，兵无战心，接连吃了好几个败仗。副帅赵佗无奈，只得让大军退出百越之地，原地固守待援，等候朝廷下一步的命令。大秦连匈奴这么难啃的骨头都啃了下来，没想到竟然在区区百越之地吃了亏，连南征主帅都中箭昏迷。现在朕的南征主帅已经指望不上了，你们有什么好建议？岂有此理！屠居真是该死！陛下，百越区区之地，直接以大军压上，百越绝不是我大秦的对手。可恨屠居轻兵冒进，督此大错，让我大秦损兵折将。臣以为应该捉拿屠居回咸阳问罪。朕还不知道应该拿屠居问罪，现在商议的是如何解决百越，而且南征大军怎么办？50万大军待着不动，每日的糜费都是天文数字，就算大秦现在府库充盈，也经不起这么花。陛下，臣以为屠居不堪，应该另外派遣老成持重之将为南征大军主帅。步步为营，则百越不攻自破。臣保举参谋总长杨端和可当此重任。臣愿为陛下分忧。杨清亲自前往，朕无忧矣。朕赐杨清节钺，代天巡狩，节制南征诸军。杨清之下，皆可先斩后奏。臣谢陛下大恩。好了，王元帅留下，其他人退殿吧。这件事，王元帅有何想法？陛下，屠居也是老于军武的将军，平日作战也没有听说他有贪功冒进毛病，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带着一个师就敢冒险进入百越的腹地呢？臣以为此中必有蹊跷。的确有蹊跷，天网来报，说是屠居军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叫盛先生的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获得了屠居的信任。百越腹地的情报也是这位盛先生提供的，屠居这个蠢货对这个盛先生言听计从，这才轻兵冒进，遭此大败。盛先生，此人到底是何人？我知道他是谁啊。秦军平定匈奴之后，张良就知道大秦已经无可抵挡，只可降不可征，于是不顾韩国反秦势力的反对，毅然投身扶苏的太子宫，还被封为太子宾客，成为了扶苏的心腹。而不知道嬴政出于什么考虑，在二王前往封地之后，让太子扶苏监管天网，所以每次天网的情报都会同时送一份到太子宫。此时他们谈论的也正是南征大军的困境。那你快说呀！太子殿下，这位盛先生其实太子殿下应该也知道。我知道是谁呀？太子可知道阴阳家阴阳双尊，日尊乐肃？殿下可知月尊名姓？这却不知。月尊名叫盛明，在拜进阴阳家之后，就以盛先生之名为称，所以屠居此事与阴阳家脱不了干系。又是阴阳家，去年平匈奴的时候，阴阳家还与匈奴勾结，意图献造阳于匈奴，没想到今日又害我南征主帅，此事不可忍也。六国之事中，唯有阴阳家恨秦之意甚坚，在下都不知道他们这份恨意到底因为什么，也没有听说过大秦对阴阳家到底做了什么。当年邹衍到秦国的时候，秦国国君不是一样以礼相待？孤不管阴阳家到底为了什么，孤只知道阴阳家勾结异族，乃我中原叛徒，人人得而诛之。太子殿下，百越不过界选之极，换个主帅也就平了，小事一桩。殿下现在应该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何事？殿下的2位弟弟已经前往封地了，虽然护卫从6军降到了3军，仪仗也比殿下的低了一级，但是封地之权除了军权之外，全都在二王手上。如果张兄多虑了，二王没有兵权，能指挥的也只有那3个军而已，加起来也不过6个军，能翻起什么浪花来？殿下不可掉以轻心啊！二王平匈奴时功劳不小，却落得出阵封地的下场，难免心怀怨怼。要是再加上有新人挑唆，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殿下不可不防。而今陛下尚在，想来二王不敢有所动作，但是等到陛下100年之后，二王就说不定了。孤的弟弟孤了解，他们纨绔是有的，跋扈也是有的，但是反心却不会有。殿下，人在不同的位置上是会变的。当年陛下也没有想过自己在一统中原之后，还会发兵平匈奴攻百越吧？此事孤心中有数，张兄不必再说了。但太子殿下对自己弟弟如此心软，日后必然酿成大祸。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扶苏是那种薄情寡义之徒，我也不会如此坚定地跟随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但是不知道那个藏在学宫之中的郑国公又是怎样的想法呢？看来有时间要去趟学宫，拜访一下这位闻名天下的郑国公了。这个自行车的轮子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新玩意，看来明年的春耕有着落了。喂，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这学宫果然气派，不愧是天下学宗。是张良吗？正是在下。随我来吧，郑国公等候你多时了。
张良对虾仁知道他会来的事，倒是一点也不奇怪。他很清楚自己的底细和行踪，一直在虾仁的掌握之中。当然，我也没想隐藏。我如果有意的想要隐藏自己的行踪，他也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能查到。好了，陈平，去玩吧，师傅有客人。还是孩提时代好，无忧无虑的。郑国公说的不错，在下记得在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过得倒是很惬意。当然，你是顾寒世家，家中武士为相，世代公卿，从小衣食无忧，还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自然惬意。郑国公说的是。听说你现在成了太子宾客，在帮扶苏做事。正是，张良也想给自己找条出路。你倒是有了出路，但是你家那位小韩王怎么办？郑国公说怎么办？杀了吧！我张家世代受韩王大恩，在下做不到，至少不能是我张家的人来做。滑头小子，说吧，你不好好在太子宫筹谋六国分封的事，怎么有空来见我这个闲人？郑国公此言莫非在讥笑小子吗？郑国公权倾天下，怎么说是闲人？再说我此来正是为了六国分封之事啊。那你就找错了人。郑国公此言是不想做还是不能做？当然是不想。大秦花了多少年的功夫，死了多少将士性命，才换来中原一统，为什么又要分封六国宗室？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换作是你，你会做吗？可是大秦已经封了二王，你小子搞清楚，梁王和威王是皇子，能是你六国宗室可以比的吗？效果可是一样的，六国宗室会做的事，二王未必不做啊。怎么，你是来挑拨离间的？不，郑国公误会了，良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行了，挑拨离间的话，在我这里没有用。想要六国宗室能在大秦有一席之地，可以拿功劳来换。不知道郑国公所言的功劳是何意？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学公在齐国故地开了一座造船厂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此事我略有耳闻。那就好，虽然学宫中墨家能工巧匠无数，但是在造船这一项上却还不尽如人意。我听说当年齐燕两国都曾经造出大海船出海寻仙，但是我大秦灭齐燕两国的时候却没有发现这些工匠的踪迹。我知道这些工匠都让齐燕两国残余宗室给藏了起来，梦想有一天能造船出海，脱离我大秦的统治。你只要将这些工匠交给我，分封六国宗室之事，我一力承担。齐燕两国的这些工匠，诚如虾仁所言，都被两国宗室给藏了起来，而且正在造船。此时让他们交出这些工匠，这些宗室肯定不会同意。而且我说话只是在顾寒好使，齐燕两国宗室未必能卖我这个面子。张良此时确实很为难，但是虾仁一句一力承担，却让张良割舍不下。过了好半晌，张良才艰难地说道：“这条件良应下了。”馋闲子那个老鬼，难道就造不出来一艘船吗？那你就这样答应他了？嬴政能同意吗？如果张良真的能办成此事，也不是不可能。代蜀大陆那一大块土地至今无主，只有一帮土人，就让六国宗室去代蜀大陆，那里别说六国，就算再多几国又算什么？至于扶桑，那是不可能分出去的，我留着还有大用。代蜀大陆，扶桑。虾仁向张良提出的这个条件，并不是无的放矢。他的确很需要这些有造船经验的工匠，他已经安排在即墨以南的港口开始建设一座造船厂。这个地方在后世有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做青岛。而张良还真的挺有本事，在与虾仁定下约定之后，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果然让那些齐燕两国的宗室将那些造船工匠给交了出来。而这些齐燕两国的宗室不但交出了这些工匠，还将自己已经打造出来的3艘海船给一并贡献了出来。没想到张良办事竟然如此妥当，果然是个人才。只是造海船，虽然有了工匠，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单是船上的那根龙骨，就要用上百年的铁木打造。不过此时的环境保护甚好，故焉之地有大批100年甚至1000年以上的巨树，材料上倒是不缺。只是材料虽然不缺，却需要相当繁琐的工序，没有2、3年的功夫，这根龙骨夫根本无法使用。这是急不得，不过2、3年而已，还等得起。正好先培养水军吧。虾仁在奏请嬴政之后，请国防部将整整一个野战军划为水军部队，而那3艘海船也成了水军的训练工具。这支野战军其中有大半是原来齐国的士兵，
多少也都有点水性，算是有点基础。还得朝国防部要2个人，营部和王陵。英部开始是项羽的部将，被封为九江王，后来叛楚归汉，又与韩信、彭越并称为汉初3大名将，最后被刘邦以造反的罪名剿灭。而在这个时空，这位英部是自己找到学宫的，要求学习兵法。毕业之后被派到故楚寿春担任卫戍军军长，此时调任水军军长，算是提了半级。而王陵进入学宫也是因为刘邦当年用计将刘邦的那些兄弟诓进学宫之后，第2年刘邦就亲自写信给自己不再沛县的兄弟，请他们到学宫来入学。王陵就是其中一员。在前世，王陵一直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政治智慧非凡。这2人担任水军军长和政委，也算是人尽其才了。2人到任之后，开始组织水军出海训练，也顺便抓点鱼来改善一下伙食。可就在一次训练中，水军竟然带回来3个如同野人一样的小矮子。之前学宫中的地理，却也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之前读过郑国公的《山海经》，听说海外有诸国，各有神异之处，这会不会是海外诸国的人？你看看，就这3个矮子，分明都是尚未开化的野人，哪里有什么神异之处？拿出去宰了，也让水军的兄弟见见血。谁知道这3个矮子竟然看出了英部的杀机，其中一人竟然从怀中掏出一块金灿灿的东西献到英部面前。虽然英部听不懂这3个矮子说的话，但是这块金灿灿的东西他可认识。老王，这些人手上怎么会有金矿？这3个矮子在大海里是怎么保住这块金矿的？你问我，我问谁去？不过你看这块金矿上面还有开掘的痕迹，说明这块金矿是人工开采出来的，就是不知道是他们开的还是他们捡的。这些人的来历怕是不简单，但是现在言语不通，未知奈何。即墨有不少渔民，说不定就有认得这些人来历，能与这些人交流的人。这个主意不错，来等，把这3个人给带下去，好生看管，不要打了吃喝，但是不能放跑了。年轻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出海打鱼，却碰上了大风暴。我们命大，从大风暴中逃过一劫，在海上漂流了3天之后，却发现到了一座大岛，岛上有金矿，还有土人。只是当时我们想办法要离开，也就没有多搭理。后来我们又在一处地方发现了一艘船，我们父子2人偷了土人的粮食和淡水，搬上了船，这才离开。也是运气好，我们顺着海流还真就一路回到了齐国。老人家，你可还记得去那岛的海路？能捡到1条命回来就已经是天大的运气，谁还能记得海路如何？来等，去把那3个矮子带上来。这就是当地土人说的话。哈哈，看来3个小矮人正是那座有金矿的岛上的土人，只是不知道怎么到了这里。老王，我们要不要立刻组织水军出海寻找这座岛？现在水军就那么几条船，要是因为找这座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的岛，就全数折损在海上，郑国公非扒了我们的皮不可。 2人一下子想起了虾仁，直接修书一封，将这个事情用800里加急送到学宫。800里加急，这可是有重大军情才能动用的传递消息的方式。但是有重大军情，难道不是应该直接送到国防部吗？ 大岛、金矿还有土人，渔民还能随着洋流自己漂回其地，而且这金矿竟然还是露天的，符合这么多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扶桑国佐渡岛，扶桑全岛很多金银矿，而佐渡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佐渡全岛有大小金银矿山52座，在15至17世纪都是全世界产量最高的金银矿。 年产黄金400公斤，白银40吨，而且佐渡的金银矿大都是露天矿，就是不用挖掘山体隧道就可以直接在表面开始挖掘。这个小破地方一直到1500年后才被扶桑幕府重视，之前都是流放罪犯的地方，没想到这里现在竟然就已经有了人类生存。不是说徐福渡海到了扶桑之后才有了扶桑大和一族吗？难道这段传说是假的？ 一定要让大秦的旗帜插在扶桑4岛，也能让后世之人能光明正大的吼出那一句话：扶桑4岛自古就是我华夏的领土。来人，快马去即墨水军，将那3个矮子给带回学宫。 虽然说的话不像后世扶桑话，不过这不重要，反正扶桑话也没有必要存在。学宫中别的不多，就是老师多，要从根子上将这3个人好好改造一下。虾仁交代好儒家弟子好好教导这3人，自顾自地回到办公室，写了一封亲笔信，命人送给英布和王陵。
英布和王林将3个小矮子送走之后，除了那些金矿一直牵动着自己的心之外，别的好像也没啥。直到虾仁的信送到之后，两人才明白虾仁对这3个小矮子有多重视。老王，不是说3年训练出来吗？怎么时间一下子就剩下1年了？你琢磨这个干啥？郑国公既然已经下了令，咱们就按郑国公的意思去做就行了。再说了，水军能早日成军，那不是好事吗？老王啊，水军又不是简单的通晓一些水性就行的，还要懂得海上风暴潮汐洋流的预判，还要懂得在茫茫大海上辨别方向，是那么容易就训练出来的吗？别说1年了，就算是之前说的3年，我这里都有些担心。你忘了在学宫郑国公教咱们的时候说过什么吗？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不要想那么多了，先把水军训练出来再说。且不说英布王林2人为了水军训练焦头烂额，造船厂那边也因虾仁的一封信炸了锅。郑国公说，1年之后要下水最少5艘300料的海船，2年后300料的海船要下水30艘，5年后造船厂要能造出1000料的大船。我们现在造河船也不过是200料的船，就这1年也不过2艘，1年之后要5艘300料的海船，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不就是300料的船吗？原料足够，人手足够，1年别说5艘，就是10艘也不是问题。你就是一个老船工而已，你懂得什么？是，我公叔峰不懂，就是你们这些莫迪的徒子徒孙才懂。你是公叔家的人？没错。说起公叔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但是提起鲁班，怕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鲁班原名公叔班，与莫迪并称为天下2大机关宗师，只是公叔班却没有莫迪收徒弟的爱好，只是将自己的手艺传给自己的后人，说是给后人留一门吃饭活命的手艺。听说公叔班做的木鸢能飞3日而不落，莫迪都承认自己没有这样的手段。如果说天下谁能在木工一项上比墨家弟子还要厉害，那除了公叔家的人再无他人。要是他是公叔家的后人，那我们肯定能完成任务了。干活吧，等船造出来了，保证让你们心服口服。造船厂在公叔峰的带领下也开始了抢攻模式，水军这边进入了正轨。而此时秦国也第一次向西域派出使者，只是使团的规模略微大了那么一点点。使团的正使也不是别人，就是在石川河击败西域联军的秦军主帅章邯，而章邯的副使也是他的熟人周勃和夏侯婴。张上将，咱们还要走多久啊？这鬼地方连个牧民都看不到，咱们不会是走错路了吧？走错路是不可能的，咱们的向导来往西域多年，这条路熟得很。至于为什么连牧民都没有，恐怕你要去问匈奴人了。匈奴都已经给平了，我去问谁？既然知道，那就少废话了。向导说前面有可以歇息的地方，张上将，咱们是不是先休息一下？那就休息一下吧。与西域联军一战，咱们抓的这些俘虏里，竟然还有10几个西域诸国的王子。有了他们，西域已经大半落入咱们大秦之手了。章邯给这10几个王子好吃好喝的供着，甚至还向嬴政秦直给这10几个王子封了大秦的爵位。这10几个王子也没想到自己成了俘虏，还能被秦国如此厚待，感恩戴德自不必说，一个个胸脯拍得贼响，都说归国之后一定支持秦国。当年秦穆公就是通过扶植了晋文公，成为了天下霸主，又是借兵给晋文公，送晋文公归国，又是把女儿嫁给晋文公，结为秦晋之好，招数不怕老，好用就行。大军艰难地行进了1个多月，终于来到西域诸国最靠近大秦的第一个国家伊吾。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座城池，统治范围也不过方圆100里之地。这样的国家，咱们只需要1个旅就能解决掉了。不可，恩师信里说，当以攻心为上，武力为辅。章邯虽然不明白虾仁为什么不直接将西域之地纳入大秦，但是出于对虾仁一直以来的信任，当即决定先派人去伊吾城中通报。伊吾王听说秦国使团有差不多10万人，已经方寸大乱，直接开城。伊吾王带着自己的官员子女，捧着伊吾国的大义，直接出城了，一副投降的架势。章邯毫不犹豫的释放了自己的善意，让周勃、夏侯婴来到伊吾王面前，亲切地扶起了伊吾王。章邯当场宣读了嬴政的圣旨，封伊吾王秦国的王爵，永镇伊吾。伊吾王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简单就抱上了秦国的大腿，顿时喜出望外，言说愿为大秦氏代镇守商路，永不反叛。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相同的圣旨章邯身上带着几10份。章邯带着使团大军在伊吾盘桓了差不多1个月，才启程继续出发。一来是伊吾的小，实在扛不住秦军这么多人吃喝；二来是章邯有意等秦国使团到来的消息通过来往的商队传播出去，让西域诸国都知道秦军此来是为亲善而来，所以才拖了这么久。等到秦国使团从伊吾动身的时候，西域诸国都已经收到了一个消息，秦国来了。出来的时候激动的几夜没有睡着觉，还以为到了西域诸国最少能打几场恶仗。现在算是怎么话说的？我们带了10万大军来，
吓得西域诸国半路就都跑来接受了我大秦的册封，一场仗都没打，我怎么觉得这么憋屈呢？我们总不能带着10万大军就来西域旅游一圈吧？我都快闲出屁来了。那也没办法，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不过这10万大军也不是全然没有用处，西域诸国中还留有匈奴军队的国家不少，不如分成几队出击，将这些盘踞西域的匈奴残部给一扫而空吧。周勃和夏侯婴立刻带兵出击。章邯其实也想去，但是他这里还有一帮国王和王子等着他接见，实在是抽不出身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勃和夏侯婴带兵出发。就在周勃和夏侯婴刚出发不久，章邯就接到了朝廷的圣旨，朝廷在西域建大都督府，来镇压西域诸国事。我任命为西域大都督府的首任大都督，周勃和夏侯婴为副都督。这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怎么就回不去了？在西域设置大都督府，也当然是虾仁的建议。哈哈，章邯那边一切顺利，南线那边战事如何？杨端和将军到了南征大军之后，大大提振将士的士气军心，依仗大军之威，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蚕食百越之地。百越之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百越酋长无奈，只得从大山中出来，带着自己的子民向杨端和投降。好，传令将百越之地改设桂林郡、闽中郡、南海郡、象郡4郡，除了郡守和卫戍军团之外，不再另外设县，以原个酋长自治。郡守和卫戍军团要做的是，保证各酋长服从朝廷的命令。至于西域各国的管理，各位有何良策？陛下，与匈奴不同的是，匈奴虽然彪悍，但是也只是一个文明。草原的部族的习性大多大同小异，只要配备足够的武力，是可以具备直接统治的基础。所以之前才将2王分封到草原。而西域则不同，这块并不算大的面积上，竟然有大小36个国家，彼此的文化宗教还皆不相同。直接统治这样复杂民情的地方，对于施政者来说要求太高。况且这个西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陆路链接2块大陆的必经之处，来往的商队乃至日后远征的大军都要从这里通过。谁掌握了这里，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如果在这里设置大都督府，只驻扎军队，调解36国彼此之间的纠纷，而36国则向大都督府每年缴纳一定的收入，作为大都督府的经费。朝廷中也单独辟出一个部门，专门处理大都督府的军需。至于士兵，现在保留10万大军，确实有点过分了。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在西域保留这么多的人马，那是在给我们自己增加负担。臣认为，只需保留3万精兵，就几乎已经可以躺着走了。至于西域西边暂无威胁，我大秦可先稳定国内的发展，再做打算。所以现在只需要把目标放在了扶桑大陆和马韩、陈韩和卞韩3韩之地即可。扶桑当然是深仇大恨无可消除，而3韩嘛，日后不咬你，但是恶心你，干脆直接拿下算了。反正还有箕子入朝的典故在。按这样说，3韩之地自古也是我华夏之地，取之无愧。郑国公所言甚是，那就按郑国公所说的去办吧。如今我大秦的疆域自夏商周3代以来，再无如此之大。朕决定巡幸各地，即日起由太子扶苏监国。很快，大秦来到了神圣始皇帝13年，今天是嬴政2次巡幸回到咸阳。自从大秦南北2线战事结束之后，虾仁就始终窝在学宫之中研究学问，今天竟然也出现在百官之中。镇国公，你怎么来了？今天是不是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虾仁一脸尴尬，身为嬴政的臣子，前来迎接自己的皇帝陛下，竟然会让大家都误会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也真是没谁了。镇国公，陛下2次巡幸已经耗费了国库太多钱粮，国库积攒一些钱粮不容易，陛下要是再巡幸几次，则国库必然空虚。而且听说陛下有心要在骊山为自己建造陵墓，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镇国公，你要劝劝陛下。老辅正放心，我这次来就是来劝谏陛下的。如此就好，如此就好。这位今天怎么也来了？难道是想念朕了？虾仁的到来也让嬴政高兴万分，当即传令设宴，与百官同庆。臣启奏陛下，陛下功高神武，上古3皇5帝皆不能及也。而今我大秦富有4海，皆是陛下之功。臣以为陛下之功，足可封禅泰山，以告天地神明。哈哈，封禅泰山可也。淳于先生可将详细的泰山封禅的过程细节写出来，交给政事堂去办就是了。然后选定吉日，朕封禅泰山。臣已经写出来了，请陛下预览。快呈上来。淳于先生，你的这份封禅计划要动用几乎国库1半的库存，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陛下，告功于天，这可是一件大事，更何况封禅大典也正是展示我大秦天威之时，岂能小觑？当然要做的尽善尽美才是，花点钱也是应该的。
可是这钱粮花费的也有点。这什么劳什子封禅大典，竟然如此糜费，不行，绝对不行！老王晚已经80了，眼看就要告老，此时骂得口沫横飞，却一眼看见了一旁看热闹的虾人。镇国公，你来说说看，这封禅大典如此糜费，搞是不搞？当然要搞，还要大搞特搞。刚才还没进殿的时候，不就已经商量好了？你要出言劝谏陛下不能如此浪费的吗？这时候怎么反倒劝陛下大搞起来？王辅正，陛下之功劳，大家有目共睹，当然能配得上封禅大典，怎么就不能搞了？但是国库乃是小事儿，我倒是有迅速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虾人一说能增加国库收入，老王晚立刻就闭嘴不再说话了。他知道虾人估计又有什么鬼点子了。郑国公，你真有办法能增加国库收入？当然，臣的办法每年能给国库增加金银共计4000万贯。4000万钱这个数字一出来，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了。先生此言当真？一听到能增加4000万钱的收入，郑哥竟然捡起了多年之前的称呼，这声先生不知道多久没叫过了，看来还是钱财动人心啊！陛下可还记得在即墨还有一支水军？水军好像还真有这支水军，只是记得是记得，至于情况如何就不知道了。怎么，先生的主意跟这支水军有关系？陛下容禀，陛下始皇9年，水军在出海训练的时候，捡到3个扶桑国人，其人言国中金山银山无数。臣知师门也去过扶桑岛，也在师门密卷中记载了此事。言说，如果开采得法，每年得钱不低于4000万贯。你的办法难道是动用水军讨伐扶桑国？正是，扶桑之地乃天赐之地，若不是水军船只不够，臣早就建议朝廷出动水军讨伐了。而今水军已有大小舰船数百艘，足可征服扶桑岛。臣请陛下下旨讨伐扶桑。陛下，扶桑一味犯我疆界，二味杀我自民，如何能派大军征伐？此举有违圣王之道，大秦师出无名啊！陛下，淳于次长，什么叫师出无名？你难道不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吗？我大秦既然为天下之主，扶桑国就应该前来朝贡，现在人也不来，信也不来，岂非对我大秦不敬？难道不该讨伐吗？人家扶桑跟我们还隔了一条海呢，我大秦统一中原跟人家扶桑也没什么关系啊，更何况扶桑4岛上现在可能还没有国家呢，顶天了有个部落就算是不错，难道还指望一个原始部落能给朝贡？虾人这话虽说多少有点不讲理了，但是却很对嬴政的胃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简直说到朕心坎里了。最大的障碍就是师出无名，现在让先生一句话就给找到了法理基础。陛下，臣以为镇国公此计可行，如果真能1年多4000万贯的收入，莫说一个封禅大典，就算再来几个也不要紧。如此甚好，不过先生，朕记的水军不过1军之数，这点兵力可够？陛下，水军虽然只有1军之数，然而都是我大秦精锐，可以一敌十。扶桑4岛上不过一些土人，不足为虑。只是拿下扶桑4岛之后，如此金银之地，还需要大军镇守，到那时候就需要陆军出动了。好说，陆军大秦有的是。朕今日下旨，命大秦水军出师讨伐扶桑，则即日出发。且慢，郑国公，你还有什么意见？臣对讨伐扶桑没有意见，只是有一笔账需要禀告陛下，还请陛下交代国库，还臣这笔钱才是。水军能有什么账？陛下，从始皇9年开始，臣就在即墨设了造船厂，开始集水军造船。到现在始皇13年，4年时间，总共集水军造了300辆海船33艘，100辆小船75艘，另有小艇300。工匠的工钱算是臣孝敬的，可这料钱国库总要拨给我吧？哦，也是，水军的船只是集水军用的，水军是大秦的水军，自然不能让先生行私人出这笔钱，应该由国库出。敢问先生，水军战船花费几何？也没有花多少，也就1000来万贯。多少？先生，你刚才说你花了多少钱？1000来万贯啊！嬴政瞬间就后悔了。怎么这么痛快就答应他了？这特么一下子就拿走了国库的1/5，水军这么烧钱的吗？郑国公，国库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啊！既然国库艰难，我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这样吧，臣建议成立大秦贸易集团，这1000万贯就算是臣的前期投资吧。这家伙最拿手，其实还不是搞学工，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生钱。要知道，在他刚进入大秦没多久，就通过贸易给大秦国库增收了2成，而且中间还有朕的份子，宫里才会不缺钱粮。现在提出的这个贸易集团，一听就是要做买卖啊！而且1000万贯说投就投了，一看就不是什么小买卖。先生如此大气，请问先生，这次的买卖是准备跟谁做啊？与天下人做。陛下还记得那幅寰宇图吗？
天下尚有大国在，正好可以互通有无，而陆路可以通过西域到达，只是路况艰难，旷日持久，而海路则不同，虽说海上风险大一些，但是快啊！而且海外还有更多矿产丰富的无主之地等着我们大秦，没有水军根本无法到达。所以陈说的大秦贸易集团正是依靠水军的强大航行能力，与天下各国做买卖，探索无主之地，自为经略天下也。哈哈哈！好，就以先生之言，那么这股份怎么分？臣以这1000万灌入股，占大秦贸易集团股份的30%，剩下70%，陛下可自行分配。臣不就方便智慧了？不行，先生劳苦功劳，怎么只占30%？朕心中过意不去，就给先生40%吧。等到以后你知道这1成份子代表了什么，恐怕你就会后悔今天的慷慨了。不过既然正哥主动给好处，自然没有不拿的道理。臣谢陛下隆恩。这大秦贸易集团的事情，就劳烦先生辛苦一下，上一份条陈上来，朕与郑世堂商议过后，就安排办理。这次宴会终于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但是水军在接到讨伐扶桑的圣旨之后，却开始忙碌起来，大小船只纷纷下水，水军2万大军整装待发。而跟着圣旨一起过来的，还有英布和王林的3个熟人。这是当年送回学宫的那3个小矮子，怎么如同换了一个人一样，一个个俨然与中原人无二。要不是个头，我还真认不出来。虾巴参见2位将军，这2位是我的同伴虾9和虾10。这名字取的未免也太儿戏了。我3人是奉镇国公之命来给2位将军当向导的，能给王师当向导，解救我家乡的父老，是我3人的荣幸。希望2位将军日后多多赐教。听你这个意思，你们已经入了我大秦了？是的，我们3人去年已经通过了坝上学宫的毕业考试，在咸阳落了户籍。我们现在是货真价实的大秦人。这样说起来，那也不是外人了。你3人既然被派到了我水军，日后定要实心用事，功劳少不了你们的。多谢2位将军栽培。好了，现在向导也有了，准备出发吧。英布一声令下，大小200艘海船从港口出发，而英布和王林的坐舰则是一条铅料的大船，名叫即墨号。这条铅料的坐舰是即墨造船厂用了上好的材料，不知道试验了多少次才打造出来的。即墨造船厂建成这么多年，这种铅料大船也就造出了这一艘。而且这艘大船与其他小船不同，这艘大船上还装了3门旧炮，这是虾人特意要求的。在虾人看来，没有炮的船根本就不配掌控海洋。天知道这些工匠是怎么想出办法来，将这3门旧炮给固定在船上，并且发射之后后坐力还不会让船侧翻呢。只能说我们大秦工匠的智慧深不可测啊。英布的水军在海面上航行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一路上无惊无险地飘到了扶桑的九州岛。只是作为向导的虾巴3人却懵了，走错了，这里似乎不是我们的故乡啊！英布和王林也没想到自己寄以厚望的这3个向导竟然这么不靠谱，只好先找了一个还算平静的地方准备登陆。先去1000士兵，虾巴说过他在老家就没有听过谁家有超过100人的士兵，这1000士兵估计可以横扫一切了。这1000士兵上岸不久，还真就遇到了伏击，只不过伏击水军的人大都跟几年前的虾巴等人差不多，手中的武器大部分还都是木棍。水军刚射出几箭之后，他们就做鸟兽散。本以为再怎么样，这些人也不能如此不堪一击，可没想到竟然比不堪一击还要不堪一击，这还有啥说的？这样的地方大家都上岸吧。除了留下部分士兵看守船只之外，英布和王林带着大队士兵都上了岸。此地乃我大秦登陆之地，不如取个名字叫秦鹿港如何？王林当然不会反对，只是他们2人并不知道这个秦鹿港在后世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名字长崎。报告将军，这是抓回来的土人。就这种土人也值得我水军大举出动。虾巴，你去问问这个土人附近到底有些什么势力。2位将军，这人是附近部族的人。根据他的说法，这附近一共有6个部族，人数总共加在一起差不多有2-3万人，而且大多是女人和孩子，青壮并不多。这不对啊，3万人的部族，青壮最少要过半才对，怎么会没有青壮？你问他部族中的青壮都去哪里了？2位将军，他说部族中的精壮都被南边一点的大族征召去跟另一个大族打仗去了。还有大族的存在？他说的那个大族叫田族，人口近10万，掌握的南边广袤的土地，周围的小部族都是他们的附属，能集结出数千士兵。10万的人口对于中原来说自然不是什么大数，但是这毕竟是咱们登陆之后了解到的第一个大势力。
你有什么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接到的命令是寻找金矿，现在金矿还没找到呢。说其他的是不是早了点？可是如果这座岛上有这样大的势力，咱们就算找到金矿，怕是也不能安心开采。要不要未雨绸缪一下？你说的未雨绸缪，该不是全数绞杀吧？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又不是好杀之人。那你是什么意思？咱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又不是瞎巴的家乡，首要就是将附近的地理画成图形。但是这里有多大，咱们也不知道。咱们这2万人撒出去，怕是效果也不好。不如咱们让瞎巴带路，帮那个田族打一仗，然后利用这岛上的这些大族的人口，帮咱们画图，如何？这个主意倒是也不错，直接暴力压制总比不上让人心甘情愿的帮忙。行，就这么定了。瞎巴，本将有一件任务需要你去办。将军有事尽管吩咐就是，小的一定办妥。哈，本将的意思是想请你去那个田族走一趟，就说我们愿意出兵帮他们打仗，但是打赢之后，他们需要出人帮我们绘制附近的地图。这恐怕我自己去他们不会相信啊。怎么能叫你一个人去？我调一个排去保护你，也让田族看看我大秦天兵的风采。如此最好，有大秦天兵，小的管教他们答应。瞎巴带着一个排出发了，而水军则开始砍伐树木。他们打算在这里先搭建一个小型的营寨出来。不到2日，一座木头搭建的营寨就已经成型了。而且这座营寨与陆军的营寨略有不同，除了陆军营寨的设施之外，还有一条长长的水道连接海面。水道2旁都是小艇，如果情况紧急，水军可以通过水道上艇回到船上。不过英布和亡灵的心思却不在这座营寨上。瞎巴已经出发2日了，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他出什么事倒是不要紧，主要是还带着一个排的士兵呢。将军，事情成了，我带着大秦天兵一到，田族立刻就同意了我们的条件，还派了人来送礼。礼物抬上来。这块狗头金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族中有一座山，每逢下大雨的时候，山洪爆发，就会冲来这些东西。这是他们捡到的最大的一块，比这块小一点的还有10几块。这特么妥妥是金矿啊，而且还是特么露天的，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快派2艘300料的战船护送这块狗头金回国，献给皇帝陛下。祈年宫里，嬴政看着水军快马加鞭送来的狗头金，笑得嘴都合不拢。看来郑国公见识果然广博，这块狗头金就是最好的证明。水军的军报中说，他们去帮当地的一个大部族打仗，而这块狗头金就是这个大族送给他们的。他们发现这个大族的领地中应该有一座金矿。陛下，水军狂悖，我大秦的军队怎么能没有陛下的旨意就擅自兴兵？万一大败，岂不是辜负了陛下的信任？臣请陛下严惩水军军长。陛下，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英布与亡灵远在海外，要是能请旨在行动，则万事皆做不成。况且没有英布等人的当机立断，怎么会发现金矿？臣以为英布等人有功无罪，不但不应该严惩，反倒应该奖赏才是。况且英布熟悉水军战法，若是严惩英布，外有何人能统带水军？臣请陛下三思。陛下，臣以为唐居此言乃乱法之言，军法也是法，未请旨就擅自做主，这是军中大忌。即便是再有才也不能用，更何况水军也不是离了英布就转不动的。臣保举寿春卫戍军军长米启，可任水军军长之职。李斯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只要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李斯这是想摘桃子了。更何况殿上这位老狐狸，嬴政却意外的不置可否，只是微笑。郑国公道，臣叩见陛下。免礼，请郑国公来，是想给郑国公看看水军送来的这块狗头金。陛下，水军立功了。立功，郑国公，你可能还不知道水军做了什么。他们在没有请旨的情况下，擅自出兵帮助当地大族打仗，此乃无视军法之举也。郑国公还觉得他们有功无罪。水军远隔千里，万事都要请旨吗？看来李辅正对军事一窍不通啊！我看以后军事上的事，还是请国防部来做决断吧。李辅正还是负责好自己管的那一摊子事就行了。陛下，臣请撤换水军军长。你说换就换，换谁？寿春卫戍军军长米启，擅长水战，可接替水军军长一职。你说米启啊？那人我知道，原来楚国的宗室有名的旱鸭子，他会水战，鸭子都能上天了。别说，
他还真是个旱鸭子。陛下，臣以为水军非但无罪，还应该加强才是。臣所听闻，扶桑岛上尚有不少部族，人数10万以上的并不少。臣以为水军只有2万之数，水战自然是天下无双。然而陆战或许有所欠缺，臣请陛下可发陆军前往助战。怎么还要抽调陆军？镇国公那边不过一些土人而已，水军2万人已经足够自保，何必再派陆军呢？如此糜费必然又要增加。土人怎么了？土人不是能干活吗？陛下，咱们大秦现在要修天下之道，还要修陛下的陵墓。臣看陛下的这座祈年宫也住了多年，已经不符合陛下的身份。新宫殿的建设也要提上日程，这些正是需要劳力的时候，咱们大秦子民金贵可不能浪费在这些工程上。倒是扶桑岛的这些土人，臣听说这些人服从性极强，只要稍加培训就是最好的劳役。所以臣请陛下抽调陆军的原因，正是将这些土人充作我大秦的劳役。嬴政有些犹豫，老王婉却笑了。镇国公这样说的话，老臣倒是支持的很啊。我大秦子民确实比这些土人金贵。老王婉可不是纯愉悦，心里可没有那种莫名其妙的仁慈。在他心中，秦国子民第一，6国子民第2，而其他的胡人土人，在他心中可能连个人都算不上。大秦要干的事情还多着呢，正是需要人力的时候。如果有数百万劳力，那大秦还有什么建不成的？又不是养不起。我大秦现在就是这么豪横，两位元帅怎么看？匈奴之战之后，野战军加入了不少新兵，这些新兵没有打过仗，战斗力堪忧。我们正愁现在没有战士，没有办法让这些新兵进血。现在如果出兵扶桑，自然是好事。那我们该派多少兵？依我看，直接调10个军过去，一劳永逸。你们倒是痛快了，后勤咋办？你们倒是也考虑一下水军的运输能力吧，总不能让陆军都游过去吧？镇国公，水军能运输多少人过去啊？除去水军2万人马的后勤之外，最多只能运2个军过去。再多的话，以现在水军的运输能力，怕是后勤保障要出问题。难道那些土人就不吃饭吗？况且咱们还要考虑如何将土人给运回来啊！镇国公，你看这样如何？我们抽调3个军过去，后勤保障不需要正式堂管，如何？这他妈是准备学西方征服美丽大陆吗？不行，就2个军，土人还是要让他们吃饱的，不然谁来干活呢？2个军就2个军吧，比没有强。陛下，如此的话，水军的规模也要扩大了。臣提议水军改名为大秦皇家海军，直接扩编为3个军，而在登州、蓬莱各地以大秦贸易集团的名义再建造船厂。万里海疆也需要海军的保护。就以镇国公所言，国防部商议个海军扩编的章程，正式堂出一个建造船厂的章程，朕要最快的速度发展海军。大秦乃至日后的华夏，终于要不一样了。始皇帝14年夏5月，嬴政正式下旨，水军扩编为大秦皇家海军，从以前的1个军扩编成3个军。英布担任水军第1任大都督，郑士堂也开始着手在登州、蓬莱开设造船厂。大秦终于拥有了制海权，从此海洋属于大秦了。郑哥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大秦皇家这4个字是迷之喜欢啊！大秦皇家陆军、大秦皇家炮兵，就连为数不多的辅战军还冠了一个大秦皇家空军。辅战军中也就是几个热气球，竟然也能得到大秦皇家空军的称号。还好现在科技还不发达，要不被他折腾出个花来。而在此时，在秦路的英布和王陵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从水军升级成了大秦皇家海军。他们现在已经顺利地帮田族击败了对手，只不过让他们觉得奇怪的是，对方这个叫耶马台的国家执政的竟然是女人。这些女官脸上怎么涂得跟个鬼一样，黑一道白一道的？说他们跟鬼一样，都有些对不起鬼。将军，这些女人都是野马台身边的女官，要不要留下来晚上给您侍寝？去！老王，你说咱们把这个野马台的老狮子女王送给陛下做宫女可好？你想死就自己去死，千万别拉上我。你看你这人，人家再丑，高低也是个女王，难道一国女王给咱们陛下当个宫女的资格都没有？你可别委屈陛下了。不过你看他们身上戴的那些金戒，虽然做工很粗糙，但是分量够啊，我看最少也有10几斤。你说这么多的金器是哪里来的呢？老王，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那里也有金矿？我虽然不赞成你将他们的女王送给陛下，但是要是将女王换成金矿，我想陛下一定很满意。但下令让田族人和那些野马台的俘虏做向导，直接进攻野马台国。就在英布在扶桑岛上对野马台发动攻势的时候，大秦皇家陆军也已经从即墨出发。这支陆军的军长是王翦的孙子，王贲的儿子王离。别看他年纪小，却从小就跟在王翦身边学习兵法。王翦也拿他当王家第3代家主培养。因为水军不在，即墨令征召了不少当地的渔民做船员，负责开船。有负责送狗头金的那船水军为向导，倒是也不怕迷失方向。
王离是个典型的关中汉子，打小就没下过水，更加不用说出海，在海面上飘荡了10几天，差一点连胆都给吐出来了。英布和王林去哪了？去跟一个叫野马台的国家干仗了。2个旅就去打国战了。这要是他们战败了，那这份诏书是宣读还是不宣读？王离大急，正准备去支援英布，却看见英布和王林带着一大队俘虏回来了。王离，你怎么来了？2位学长，我是奉陛下和国防部的命令，率领首批大秦皇家陆军前来支援的。就这破地方，还需要陆军来支援？我看你在这儿休息2天就回去吧，这儿有我们水军就够了。那可不行，我好容易争取到这个任务，怎么可能一仗不打就回去呢？对了，英布、王林接旨，诏曰：自即日起，水军改编为大秦皇家海军，扩编为3个军。英布为大秦皇家海军大都督，王林为政委兼副都督。完事了，就纯册封，没别的命令。当然有，只是不能写在圣旨上。什么秘密的事情，连圣旨上都不能写？那我们不成人牙子了吗？主意谁出的？我们水军不，海军分明是主力，现在怎么成了运输大队了？这特么谁出的主意？郑国公出的。怎么，学长你还要找郑国公计较计较？郑国公这个主意好啊，我们海军一定坚决按照郑国公的指令执行。对，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对了，我听说你们去打国战去了，怎么样？没吃亏吧？看样子这是半道折回来的。你在说什么呢？打完了？打完了？不可能吧？这么快？那可是国战，怎么你们偷袭了？打他们这种国家还需要偷袭？我告诉你，我们2个旅是正儿八经直接对攻拿下的。啊？2个旅就能拿下一国？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吧？我可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我也不知道这里的国家这么水啊，咋说也有10几万人，一个冲锋就直接垮了，一点成就感都没有。10几万人也能成为一个国家？2位学长，陛下和国防部这次调我们来，一是为了扶桑的人口，二来也是为了练兵，所以下面的仗是不是就由小弟效劳了？英布对这样的仗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当即同意下次出战就由王离出战。英布负责押送俘虏回中原，而王离则率领陆军开始在田族的带领下扫荡扶桑半岛。王林则带着剩余的水军日夜巡视海岸线，以防有什么突发事件。而等到英布送俘虏回到即墨港口的时候，大秦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情况众卿都知道了吧？而今2淮阴雨至今未消，黄河之水暴涨，多处上报决口的风险。所以朕今日召集众卿上殿，就是想让众卿拿一个主意，如果大灾该如何处置。众大臣如同泥塑木偶一般，没有人说话。几位都是我大秦的重臣，你们有何建议？唐卿，国库中还有多少钱粮？陛下，国库中还有存粮4600万石，其中土豆3100万石，粟米400万石，麦米600万石，其余豆类500万石，另有1400万贯半粮。如果受灾仅是3季，国库还能支应一阵。等到了10月，2淮和关中新粮入库，则国库完全没有问题。听到唐雎的回答，一直悬着心的嬴政才稍微放下点心来。昨天接到多地急报，言说大雨连绵，河水暴涨，似有决堤之险的时候，一晚上没有睡着觉。要知道黄河几乎覆盖了大秦所有的中心腹地，沿途居民何止千万，一旦出现重大洪灾，则天下震动。要是这些灾民闹起事来，再加上那些对大秦心怀不轨之人的暗中挑唆，大秦可就危险了。的800里加急，陛下，黄河决口了。什么？哪里决口了？开封决口了，河东黄河已经决开了6个口子，河东完了。的800里急报，河西黄河决口7处。河东、河西皆是3晋故地，是大秦除了关中之外最要紧之处。现在2郡齐爆发洪灾，这可怎么办？朝堂之上立刻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嬴政虚弱的根本无法制止。都安静了，陛下，此时乃危机之时，臣僭越了。你去安排就是。值此危难之时，大秦需要集中全部力量，全力应对。现在我宣布成立救灾指挥部，太子殿下担任总指挥，我担任副总指挥。朝堂诸公务必精诚团结，抵御国难。唐雎，下官在。命你会同户部迅速清点国库，计算受灾人数，安排运送救灾粮食、衣物、药品。诺。李斯，下官在。命你会同刑部官员派出人手日夜巡查受灾地区，凡是有敢趁大灾抢夺偷盗财物的，有敢在灾区妖言惑众的，斩。冯去疾，下官在。你从政事堂以及朝廷各部抽出人手，严查灾区官员，凡是有敢残暴害民、渎职无为者，当场拿下；情况严重的，可就地问斩。诺。王翦、李牧，末将在。
2位元帅以国防部的命令抽调2郡周边卫戍军野战军进入灾区协助救灾事宜。凡是有畏缩不前、出工不出力者，视同战前逃兵，斩。这别说大秦了，就从商纣算起，也从来没有过军队参与救灾的先例啊。在王翦的意识中，军队就是用来作战的，救灾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的事情，跟军队关系并不大。王元帅，灾区百姓也是我大秦子民，是他们缴纳的赋税养活了大秦的军队，说他们是大秦军队的衣食父母都不为过。现在父母遭灾，难道军队就不应该给自己的父母出一份力吗？末将领命。眼看虾人将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嬴政虚弱的脸上也不禁泛起一丝笑意。就在众官准备各自去操办各自负责的事情的时候，太子扶苏却说话了：“师傅，不，镇国公，既然孤为总指挥，那孤做些什么？”太子殿下身为总指挥，自当坐镇咸阳，调节各部运转。不，镇国公，孤身为皇太子，未来大秦帝国的继承人。此时2郡百姓遭灾之日，正是嗷嗷待哺之时。孤没有在咸阳安坐的道理，孤应该到灾区去，在那里指挥救灾。如此，孤这个大秦太子就在灾区，灾区百姓人心才能安定，各部才能更加有效的运转。这孩子真的是长大了啊！太子殿下也是为了灾民着想，也罢，大秦的皇帝确实也应该知道一些人间疾苦。太子此言不妥。如此大灾之时，阁下不思如何为国出力，为何却阻拦太子？太子乃国朝征硕，身负重任，岂能轻易赴险？灾区洪水滔天，非人力之所能及。万一太子出了点什么事情，国本动摇，此乃大罪。你闭嘴！大胆淳于越，竟敢诅咒太子殿下！唐雎当年在魏国事关的时候，不过一个大夫就敢怒斥秦王，那脾气可不是一般的暴躁。而他的身份又早已经将他牢牢地捆在太子党的战车上，所以这时候虾人不方便回怼，他自然要代劳。唐雎，你虽然是当朝辅政之一，可是也别吓唬我。我大秦还没有因言获罪的先例，况且我这是诅咒太子殿下吗？我这分明是在替太子殿下着想。唐雎，我就问你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太子殿下在灾区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你唐雎能负得起这个责吗？孤不需要他人负责，孤自己能负责。太子殿下年纪还是轻啊，孰轻孰重却还没有分清楚。跟国本相比，灾区事小，况且有镇国公，有朝廷各部，不劳殿下操心。这个淳于越果然没安好心，这下子直接给扶苏扣上了一顶年纪轻的帽子，这不就是说扶苏年纪太小，不堪重用的意思吗？大秦天子就没有不经历民间疾苦就能上位的？从孝公开始，历代秦王无一不在民间生活摸索过，当今天子一样经过赵国的那段艰难岁月。太子殿下能有体恤万民之心，此乃国朝幸事，岂容你这老匹夫在这里饶舌？淳于越似乎没想到虾人敢这么直接的就开骂，直接愣住了。太子殿下东巡灾区，乃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以为太子去得。陛下，臣请太子东巡灾区。朕同意了，太子扶苏替朕东巡。而臣谢父皇。陛下，太子殿下绝对不可以如此冒险。如果一定要皇族出巡才能安定民心的话，老臣以为可另外派遣宫中皇子出巡，大可不用劳烦太子。这老家伙果然心思不纯，这分明是在给其他皇子争取机会啊！阁下此言，我就有点不明白了。刚才你不是说灾区凶险，让太子殿下不可以身犯险，怎么现在又愿意让诸位皇子东巡灾区？难道诸位皇子不如太子的命重要吗？是才是老臣昏聩，不理解太子东巡之意，现在了解了，自然同意。而且灾区2郡之地，太子一人也忙不过来，诸位皇子也都已经长大，正是要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此时东巡正合其时。都这把年纪了，不好好的在家里颐养天年，还要出来为儒家的道统奔命，说起来也是难为他了，还真让我佩服。而嬴政听了淳于越的一番言语，心中也微微一动，他心里从始皇帝元年开始就对扶苏有所忌惮，不然也不会将公子高和、公子姜驴派去讨伐匈奴的前线，去积累资本。虽然后面公子高和、公子姜驴2人被封为王，镇守草原，但是他对扶苏的这种忌惮却是与日俱增，全凭着自己的理智在控制。淳于先生所言有理，2郡之地太大，太子一人也安抚不过来，就让皇子嬴介、嬴开、嬴胡亥3人与太子一同东巡，着国防部调派人手护卫。陛下圣明，镇国公3位皇子与太子一同东巡，还请镇国公妥善安排呀。扶苏，你与你的3个弟弟打算如何分工？当然是我去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那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就留给皇帝们去救事了。哎，还是太仁慈了。
师傅，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扶苏啊，人有个毛病，不患寡而患不均。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你自己都去了，那你这些皇帝们还有去的必要吗？那师傅的意思是，你与3位皇子每人去的地方都要差不多，都有困难和不困难的地方，如此才能显示出你们在碰上事情之后应对的措施有何不同，结果自然也好评判。师傅教导的是，此次东巡，淳于越肯定会给3位皇子派遣大批儒家士子作为幕僚。你想到带谁去了吗？就带我太子宫中的几名属官也就是了。可惜现在萧何不能跟我走，不然1个萧何就足够了。对付儒家士子还用萧何，那就真是杀鸡用牛刀了。你也别想萧何了，此次救灾，萧何在政事堂比在你身边的作用大得多。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如何？师傅推荐的人必定是难得的人才，是谁？太子庶子曹参。嬴介、嬴开、嬴胡亥，你们3人分别前往荥阳、阳武、新郑等地。曹参随我，我直奔大梁。太子，我们来的仓促，粮食和药品都不够，我已经急调粮食和药品来此地，不如先看看大梁令处置如何。正如你所说，我也想先看看这大梁官员到底是怎么拯救灾民的。我们这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在城外，离城还有10里，城中就会收到警讯。但是我们已经在城外待了2个多时辰，都没有见到城中派出的人。都不要急，不要急，走，随我过去看看。不知道贵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大梁遭灾了，可能招待不了贵人。那里面是什么？是给灾民们准备的粥。粥，给我舀1碗来。这粥都是给灾民救命的，实在不敢入贵人之口啊。速去！大胆，你们就给灾民吃这个？贵人，实在是城里没有多少粮食，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你们分明是不拿灾民的命当一回事啊！就这点麦饭能够救命？贵人，我们库里是真的没有粮食了。放屁！大梁是大义，库中存粮怎么可能连15天都顶不过去？你们大梁令何在？让他出来见姑。姑乃大秦太子，现在要你们大梁令滚出来见我。没听见吗？你们都不怕死吗？还不让大梁令给姑滚出来！太子殿下，不是小的不去叫，是大梁令实在没有办法出来叩见您啊。什么？他敢无视姑？太子殿下啊，10日前大水围城，大梁令带着我们和城中百姓上城渡水，结果直接被洪水给卷走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原来大梁令已经殉国了吗？你们没有派人去找？大梁城中百姓遭灾，就连卫戍团都被冲走了不少，哪里抽得出人手去找？现在城中是谁主事？城中的官员大多都跟大梁令一样，死的死，亡的亡。现在城中主事的是大梁令的夫人。大梁令的夫人？像这样赈济灾民的事情都是他安排的？正是，自从大梁令被水卷走之后，城中大小官员死伤惨重，我家夫人就挺身而出，直接承担起赈灾的大任。这位夫人现在何处？此时正在城中富户家中，跟他们商量借粮赈济灾民的事。让其他衙役继续施粥，你随我过来。适才我看你提起那些富户的时候，脸上似乎有不耻之色，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太子殿下，你是不知道啊，大梁本是大义，城中应该最少有保证全城百姓1月的存粮，但是这几年老天爷不赏饭吃，收成皆不如意。为了保证完成供输给国库的任务，城中存粮只有10日，而那些富户家中存粮何止10万石。这次遭灾之后，大梁令和众位官员殉国，城中富户趁机抬高物价，一时麦子竟然已经卖到3贯钱，就这个价格还是限量发售。夫人主持大局之后，屡次召集富户商议借粮之事，但是这些富户为了赚钱，根本不把夫人放在眼里。哦，继续说。也不知道夫人在那些富户那里受了多少委屈，但是她却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登门拜访。我们看不下去，也跟夫人说过，干脆直接抄了这些富户的家，但是夫人却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些富户虽然有囤积居奇之嫌，却不能没有朝廷诏令便无罪而诛。这位夫人8成跟法家一脉有关系，不然也不至于如此重罚。你可知道那位夫人在哪位富户家中？就在魏家，如果太子不嫌弃的话，小的可以带路。好，你前面带路。不多时，衙役将扶苏等人带到了这个姓魏的富户门外。只见这座大宅子洁净无比，跟城中其他建筑比起来，好像就不在一个时空一样。夫人就在里面，将这座府邸给包围起来，许进不许出，将看家护院之人全数拿下。我们进去看看。魏总，你给我放尊重一点，
装什么假正经？我还告诉你，我魏家郎是有得势，但是我是不可能借给你的。你丈夫已经死在洪水中了，你拿什么还？我虽然只是一个妇道人家，但是我夫君犹自生死未卜，你怎么能断定他就死了？再说，就算我夫君死了，还有朝廷怎么会还不起你的粮食？倒是你在这种时候还在发国难财，要是朝廷追究下来，你怕是逃不了彝族之命。哈哈哈，你说朝廷嘛？朝廷天高皇帝远，这大郎的官员都死得差不多了。等到朝廷派人来的时候，我再放出一点粮食，开个粥厂办个样子，再打电1-2，说不定朝廷还要给我嘉奖呢。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你就等着朝廷嘉奖吧。别走啊！既然来了，不如一起喝点酒。反正你夫君已亡，你就不考虑一下以后的事情嘛？不如嫁给我做个妾，也算有个着落。我就是死也不会从你的。来吧，美人儿。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你可是大梁令的夫人。正是，敢问贵人是？你就是城中富户魏宗。我是。你们是什么人？这里可是我家，只要我喊一声，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你不妨叫2声试试。来人啊，快来人，家里进贼了。你们要什么？要钱还是要粮？我都能给你。钱也要，粮也要，还需要你借出另外一件东西。你还想要借什么？借阁下项上人头一用。夫人勿惊，此人死有余辜。国朝只有制度，此人虽然有罪，但是该不该杀，该用什么样的刑罚，应该由有司衙门去办，由不得你用私刑。你就不怕我手中的剑？怕，但是我更怕国法如炉。大秦太子嬴氏扶苏见过夫人。你是太子殿下。夫人维护国法之心，扶苏佩服。在夫君遭受大难之时，还能挺身而出，拯救满城灾民，扶苏更佩服。敢问夫人名讳？扶苏回头就上报朝廷，给夫人讨一份封赏。妾身不愿要什么封赏，唯愿太子殿下迅速筹集粮食，以解满城百姓困厄。夫人勿忧，孤到大梁之前，已经发下太子教令，命没有受灾的长平仓送粮过来，想来也就是这几日的功夫就能送到。太子殿下，库中的粮食也就能支撑2天，这还是奴家将1日之粮改作3日之用，才勉强如此，怕是等不到长平仓的粮食送到呀。这几日的粮食就要着落在此人之上了。此人在国难期间囤积居奇，残暴害民，按陛下旨意就地处斩家产充公。此人家中可有粮食？何止万户？那就请夫人安排人手，将此人家中存粮都搬出去，分发给城中百姓就是。这也是一位奇女子啊。若无这位奇女子，大梁百姓就真的完了。曹参，你一会儿就将大梁城中发生的事情写成奏章报给陛下和政事堂，给这位夫人请下封赏来。诺。魏宗府中存粮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足足有11万石。有了这11万石粮食，大梁城的灾民算是能熬过去了。再加上其他富户的捐粮，足足有25万石。大梁的粮食足够支撑灾情，我们马上前往其他灾区，还有不少受灾的地方要去。妾身代表全城百姓叩谢太子殿下活命之恩。太子殿下仁义爱民，也是秉承陛下的意思，所以夫人和全城百姓要谢就谢陛下的恩典。妾身叩谢陛下隆恩。曹参，我大秦百姓的日子还是不够好啊！一场洪水就将我大秦百姓窘尽斩戮无疑。正是，我朝百姓如果没有碰上天灾人祸，日子倒是还算过得去。这还多亏了学宫农学院的土豆，但是一旦遇上大灾，百姓立刻就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那些富户手中有粮倒是不慌，但是小民的日子就难过了。臣以为官府在此事上无作为。你的意思是，朝廷要建立一种干预制度，当有大灾到来的时候，能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能力。太子殿下，这正是镇国公在学宫一直教导我们的国家应急机制啊。这确实也应该。等孤回朝，一定要说服父皇启动国家应急机制。报，其他灾区有消息传来。营界一到荥阳，就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手下的幕僚去处置，他却连面都不出。营开在杨武比营界稍微好点，多少也亲自出面办点事情。胡亥不错，不但斩杀不作为的官员，还亲自将随身携带的粮食分发给当地灾民。完事之后，就亲自拜访新郑的那些乡间族老，嘘寒问暖，亲切无比。新郑各地已经有贤王之名流传。这等恩威并施的手段，却不像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能想出来的。只能说儒家士子中，也不全是读书读坏了脑袋的榆木疙瘩，还是有能人的。
殿下，胡亥殿下如此做，难道殿下一点都不着急吗？胡亥皇帝能有如此爱民之心，是我营氏之幸，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殿下如果如此小视胡亥殿下，怕是太子之位悬了。曹参，你要离间我们兄弟吗？曹参见扶苏一副兄弟情深的样子，也实在不好继续说什么，只是将此事暗暗记在心上。回头修书一封给镇国公，这种事情也只有镇国公来劝扶苏，才不会让扶苏误会。就在扶苏和曹参前往下一个救灾地点的时候，在新政的胡亥却在发脾气。今天让我去拜访这个，明日让我去拜访那个，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好休息几天？我知道，现在发泄完了吗？发泄完了就继续准备出门吧。今天要拜访3位乡老。怎么又要去？这几日拜访了不下10几家乡老了，这些乡老又没权又没钱，拜访他们对我有什么好处？18皇子，你想当太子吗？我这也就是觉得憋屈，随便发泄一下，没有对师兄不敬的意思。你如果想当太子，那就要按我说的去做，不然的话，你就等着跟嬴高和嬴将吕一样，都去草原当王爷吧。我虽然不想当太子，但是也不想像我的2个哥哥那样远去草原当王爷。听说那里的人连澡都不洗，想吃点青菜都没办法，而且都穿羊皮袄，那股膻味我可受不了。报，有乡老前来拜访殿下。他们来拜见我，那我岂不是不用去了？老人家，怎么能让您亲自来见小子呢？应该是小子去见您才对。你就是大秦皇子吧？你是皇子，我是百姓，怎么能让你去见我？当然是我来见你。这位乡老，敢问您尊姓大名啊？今年高寿？小老儿姓韩，单名一个启字，今天60有8了。原来你已经68高龄了呀，实在是没看出来。18皇子这话说的，老夫已经是黄土埋到半截的年纪了。听闻18皇子在新政怒斩治河官员12名，又将随身粮食分给百姓，又亲自上门拜访乡老，实在是有圣王之风，果然不愧是嬴氏子孙。这都是大家的抬爱，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好。却不知道韩王驾下的第一件事什么时候成了新政的乡老。这不是儒家剑圣福圣吗？我也不知道堂儒家剑圣什么时候成了秦国皇子的保镖。我儒家又不是天下哪一国的儒家，我愿意保护谁是我的事。安琪，你不保护你家小韩王，来这里干啥？就不怕张良把你家小韩王给杀了？我家小韩王与张公子关系就不劳你费心了。我这次来是奉我家小韩王之命，特来拜见18皇子的。是吗？那你现在已经拜见过了，可以走了。这位儒生是淳于越的关门弟子孟乾吧？岂不闻儒家经典有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这个态度可不是对朋友的态度。你这种乱臣贼子，却当不得我们的朋友。明人不说暗话，我此来是想跟18皇子交个朋友。等到18皇子登上太子之位之后，我们要的也不多，就是给我们韩国复个国就行。你做梦！我们是不可能跟你们做这样的交易的。我劝你赶紧离开，不然我们可要不客气了。既然如此，那我就不逗留了，告辞。我家小韩王还以为我此行一定能给18皇子交上朋友，于是打算杀了扶苏，给18皇子送一份厚礼。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只希望扶苏能福大命大，躲过这一劫。他们要刺杀我皇兄，快派人去提醒我皇兄啊！不行，不能派人去提醒。为什么不能提醒？他们要去刺杀我皇兄。18皇子，此事是真是假，咱们还不知道。要是假的倒还算了，如果是真的，那人家问起咱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该怎么说？那也不能坐视不管吧。现在咱们只能什么都不做。殿下，你该去拜访乡老就去拜访乡老，任何多余的事情都不要做。那万一他们真的将皇兄给……那对殿下来说也未必不是什么坏事。前面就是济阳了，也是重灾区，这里的情况比大梁还要糟糕。太子殿下，前面好像有点不对劲。扶苏抬头向前方看去，却看见一大堆灾民正拥簇在一个人周围，而那个人正义愤填膺地向众位灾民说些什么。奇怪，这里离济阳还有10余里，这些人不想办法去济阳救时，在这里干什么？来人，前去打探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滴落。太子殿下，那些人说济阳官府趁着灾情与富户勾结，用低价收购百姓手中的土地，正在鼓动那些灾民跟他一起去济阳官府讨个公道。朝廷3令5申不得借着灾情残暴害民，怎么济阳官府还敢顶风作案？看来此事我不管一管是不行了。殿下，大秦法度森严，一般百姓是不可能主动去到官府闹事的，而这些百姓竟然想直接去官府闹，这胆子未免有些太大了。
正是，要是在关中，但有官府敢这样做，几名乡老可直接面见相国和国君。到现在正式堂还保留着这样制度，乡老有直接面见正式堂主辅政之权。但是这里乃是齐国故地，归于大秦才多少年，还不能理解秦法也是有的。虽然说的有道理，但是总觉得这中间多少有些不对头呢。扶苏没有继续跟曹参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下了马车向那些百姓走去。我是从咸阳来过的，刚才我的护卫听你们说济阳官府勾结富豪强行霸占了你们土地，所以你们准备一起去济阳官府讨一个说法。我就是想听听这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哪一位可以见告。你是谁？你从咸阳来，难道你是官府的人？我虽然不在官府，但是在咸阳的时候跟官府倒是熟得很。要是你们这地方的官府真的犯下此事，我倒是也有些门路在正式堂上告。如果时机得当，就算上达天听，也不是没有可能。原来是贵人到了，有贵人替我们做主，我们济阳百姓想来是有福了。你先说说是怎么回事？现任济阳令据说是学工学子，调任过来还不到3个月，就碰上如此大灾，城中粮食已经所剩无几。济阳令直接找到城中那些富户，向他们借粮，城中富户没有一个愿意借的。济阳令跟富户们商定，以百姓之地为担保，富户出粮救灾，先拯救百姓，等到灾情过去，百姓再将所借之粮全数奉还。如果有还不上的，就将田地折价出给富户，富户以市价出钱收地，抵扣掉自己粮食的那些钱以外，其他的钱照样给到百姓。此乃救民的善政，怎么你们却说济阳令与富户勾结呢？来年你们种下粮食还给这些富户不就是了？这位贵人，我们虽然都是平头百姓，但是谁对我们好，我们都知道。我们原来也没说对我们百姓不好，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如何了？昨天这些富户派出家奴到我们这些人的家中，嚷嚷着要我们还粮食。天可怜见，这才借了粮不到5日啊，就让我们还粮，我们拿什么还？岂有此理！我们说跟官府签订的契约是明年才还粮食，现在还不合规矩。你猜那些家奴说什么？那些家奴说，契约上根本就没有写定还款的日子，要我们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还说这就是济阳令与他们老爷商量好的，让我们赶紧将地契交出来。您来评评理，这不是官府勾结富户，侵夺我们的田产又是什么？这么说，好像还真是官府勾结，诱骗百姓签下契约，然后欺负百姓中识字的不多，再在契约中做些手段，从而达到侵夺百姓田产的目的。济阳令该死！贵人，此事我看还是了解清楚再说更好。看样子你是他们的头，与官府签订的契约可否容我一关？我可不是头，我只是看不过去。契约在此，请贵人一关。我有几个问题想来问问你，你们去官府签订契约之时，是谁给你们宣读的契约上面的内容的？是济阳令亲自宣读的。当时宣读的时候，可有还粮日期？自是有的，不然我们也不可能跟官府签啊。那在签这些契约的时候，济阳令可在？那倒是不在。济阳令在给我们宣读完契约上面的内容后就离开了，说是济阳西边灾情告急，他要赶过去。那又是谁跟你们一起签的这份契约？是护房的陈主事。护房主事，这位济阳令估计是被人坑了，背了黑锅还不自知。你怎么知道？殿下，这都是县中小吏惯用的伎俩。若不是今天太子与我到此，这位济阳令难免向上吃一刀。啊，曹树人，你快说说。殿下，我看济阳官府中跟富户勾结的人有，但不是济阳令，而是那个护房的陈主事。济阳令向百姓们宣读的那一份是真的，但是他走后，百姓与官府和富户签订的那一份为假，而这一切济阳令都不知道。而且我估计这段时间，济阳令应该都没有时间能回到济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殿下，你想，这种事情既然要瞒着济阳令，自然是要快刀斩乱麻。这位陈主事与富户双管齐下，逼迫这些百姓将地契交出，估计还会给一些钱物，但是数量肯定不多。只要地契变更，后来就算济阳令回来知道此事，恐怕也无可奈何。而且名声还被这些人给毁了。如果我所料不错，刚才说的济阳西边有灾情，怕也是这些富户有意而为，为的就是让济阳令无暇分心这边的事情。原来其中还有这样的关节，若无曹清，孤险些犯下大错。我师父说你才华不下于萧何，果然不假。那以你之见，咱们该怎么做？殿下和镇国公谬赞，以臣之见，殿下不如进济阳官署，直接表明身份，以调查赈灾事由，命济阳令所来拜见，而同时派人将护房那个主事给抓起来，严加看管。等济阳令到了之后，3头6面当面对质，如此此事可解。如此甚好，就按你说的去做。你叫什么名字？我家贵人说了，愿意给你做这个主，却不知道你敢不敢跟我家贵人去济阳官府当面对质。草民叫刘大，我有什么不敢的？好，既然如此，那就跟我们走吧。
你们是什么人？不知道近臣要下马接受检查吗？太子到此，皆听节制。末将济阳卫戍营3连连长董长顺叩见太子殿下。起来吧，孤子来是为了赈灾之事。你知道济阳官府在什么位置？末将知道。带我们去济阳官府。末将得令。显然，现在董长顺的心情好了许多，立刻带着扶苏的马队到了济阳官府。刚到官府，曹参就大吼：“太子殿下驾临济阳，城中官员出来跪迎。”臣济阳县丞田坤参见太子殿下。诸位免礼，太子此行乃是奉皇命，东巡灾区，巡查赈灾事宜。怎么，你们打算让太子在大门口等吗？请太子殿下入府。你是济阳令？下官乃济阳县丞，并不是济阳令。大胆！孤到济阳官府，济阳令连面都不露，这是对孤有所不满吗？启禀太子，并非是杨县令对太子不满，或是有意怠慢太子。杨县令此时正在灾区现场指挥救灾，并不在官府之中，所以未能迎接太子殿下。你们县令就亲自去指挥救灾了？你作为县丞，竟然能在城中安坐吗？太子殿下，臣也是昨日才刚回到济阳，本来今日也要下去的，结果太子就到了。怎么？你的意思是太子耽搁你办正事了呗？不敢不敢，下官马上派人去将杨县令给找回来。不，下官亲自去，请杨县令回来，下官去指挥救灾。马上将济阳令给孤找回来。济阳护房主事何在？下官在。你就是护房主事？下官正是。孤来问你，现在济阳还有多少百姓？府库中还有多少粮食？能支应多少天的使用？这济阳尚有。陈主事，你的示范了。你勾结富户，用假契约侵吞百姓田产之事已经发了，还不赶紧给孤从实招来？所有官员小吏一概不能离开正堂，凡是有敢擅自逃走者，斩。怎么样，陈主事，现在可以说了吧？你怕是还不知道孤的手段。虽然孤身为太子，但是也是在腥风血雨中走过的，一些用刑的手段，孤自然不屑去做，但是不代表孤手下没人会做。你是要孤动刑吗？不，太子殿下，下官实在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事啊！下官在济阳一直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太子，你不能冤枉下官啊！既然你不愿意交代，那就不要怪孤不客气了。孤此来专门为了侵占田产一案，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你们当中谁要是知道这位陈主事的不法事，愿意出来举证他的，孤给你们记功。某虽然只是护房主事，却也是做的执行的正。你们要是妄图借机往我身上扣屎盆子，可要小心后果。大胆！太子殿下当面还敢出言威胁同僚，可见你平时就惯于欺压同僚。你要是再敢如此，我就请太子殿下先斩了你，再抄了你的家。不行，太子乃是储君，岂能不教而诛？此乃乱我大秦法度，太子不公，何为太子？行，你说的有道理。你既然不愿意主动交代，那孤就让你死个明白。臣济阳令杨维叩见太子殿下。你就是济阳令，从何处而来啊？下官从灾区而来，济阳城西有6个村子遭了大灾，一共600-700户，下官过去看看。看的情况如何？不好，这600-700户的房子基本都给洪水给冲垮了，这些百姓家中又没有存粮。虽然臣从济阳城中官仓调了一批粮食过去，却也只是杯水车薪，怕是顶不了太久。既然如此，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太子殿下，下官以为可让这些受灾百姓跟那些富户借粮，以家中田地做担保，等到明年有了收成，或者朝廷发了赈济之后再归还富户，这样百姓得活，富户也做了善事，还不怕有人赖账。这倒是个善政，看样子你已经在济阳推行此策了。正是，下官已经让这次大部分遭灾的百姓都已经与富户签订契约借了粮食，而且这些百姓都已经拿到粮食，等到洪水退去，就可重新建设家园了。哦，那你可知道，那些与百姓们签订完契约的富户这几日派恶奴登门，强行以要百姓还粮食为由，要百姓交出地契。你又知道不知道？这些被富户逼迫的百姓已经聚在一起，准备要来你济阳官府讨要一个说法。民变就在眼前，按我大秦律，现任官员激起民变，那是夷三族的大罪。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太子殿下，富户绝对不可能这样去做。契约是下官亲自拟定的，约定就是明年秋收之后再还粮食，
如果碰到粮食欠收，还可延长收地的时间。这粮食才借了几日，那些富户凭什么去要百姓还粮食？这个你就要问问他了。怎么是你动了手脚？杨县令，下官可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的，你这个时候可不能让下官给您老当替罪羊啊！你放屁！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做了？杨县令，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了。那些富户给您送的钱财可还在你房中摆着呢。殿下，他这是诬陷啊！他当然是诬陷，为的就是把你拉下水。要是没有太子来的这事，那些钱财就是拉你下水的证据。而此时太子来严查，你房中的那些钱财又成了你贪污的罪证。他不过落个从犯而已，你就成了主犯，这都是小吏们惯用的伎俩。你初次当官，不明白其中的门道也是正常的。这都是你的猜测。杨为房中就摆放着受贿的钱财，你们装作看不见，又有什么证据来拿我？要是平时，或许姑这个太子还真奈何不了你。但是现在灾情如火，朝廷有严令，所有借着灾情侵吞百姓财物者，斩立决。别说你还不是被冤枉的，就算你是被冤枉的，为了安抚百姓，姑都要借你的人头一用。所以你明白了吗？将陈主事拉出官府外面，就在大街之上当场斩杀。太子殿下，下官还有紧急军情上告。紧急军情？你一个护防主事，能有毛线军情？拉出去，拉出去！这都是阴谋，太子，是有人要刺杀你。你说有人要刺杀太子殿下？是，快把你知道的事情说出来，我可以求太子饶你一命。有刺客。从见到那些聚在一起百姓开始，我就觉得有哪里不对劲，这一切太巧了。去，把刘大带过来。启禀太子殿下，刚才不知道从哪里射来的飞箭，将那名百姓刘大给射死了。太子，此地不可久留，咱们必须马上离开。孤有800壮士，济阳城中还有一个卫戍营，孤就不相信在这里还能让这些鼠辈杀了孤不成？杨县令，卫戍营可靠吗？卫戍营归国防部管，又不归下官管，平时下官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往来啊。下官确实不知道这卫戍营靠不靠得住啊。太子殿下，卫戍营反了，还有许多看上去像是山贼一样的人也在向官府进攻。这些来刺杀的人，时间算得极准，刚好就是杨维回到官府之后，立刻就发动。这分明是要连济阳官府一锅端的节奏。这样看来，这些刺客可能除了刺杀你之外，还有其他的目的。曹参在发现那些百姓要去济阳官府闹事的时候，就已经派了人去求援。在明白了敌人的基本意图之后，直接命令东宫6律以及匪军退守在官府之内，严防死守，等候援军。禀报太子殿下，张良救驾来了。杨救驾来迟，请殿下治罪。张良先生不是在咸阳吗？怎么会到济阳来？还这么巧碰上有人刺杀孤？张良看出来了扶苏的怀疑，却只是苦笑一声。殿下，臣在咸阳得到消息，故还有人蛊惑韩王，想要刺杀殿下，所以臣才星夜赶来救驾。有人蛊惑韩王？孤记得你家韩王今年还只是个10几岁的孩子吧？难道除了你之外，还有人能对你家韩王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殿下有所不知，臣的主张一直是与大秦合作，谋求分封复国，而韩王身边有一小撮人，却一直主张反抗大秦，重新复国。这些年，臣一直在咸阳，不在韩王身边，所以韩王才会被这些人给蛊惑住，臣惭愧。既然如此，那不如张良先生将韩王接到咸阳，放在自己身边，这样也稳妥一些，如何？听到曹参这话，张良猛地抬头看向曹参。他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到底是曹参自己的意图，还是扶苏的意图？如果是曹参的意图，那还好说，毕竟曹参只是一个太子庶人，而且在东宫向来不声不响，对扶苏的影响力并不算太大。但是要是扶苏的意图，那就很值得商榷了。将韩王接到咸阳，那韩国就不用考虑什么复国了，韩王能保住性命都算是扶苏给面子。张良又看见扶苏的脸上也是一脸惊愕的表情，显然是好像没想到曹参会说这样的话。他跟扶苏相处了这么久，知道扶苏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如果不知道，那就是真的不知道。曹树人此言甚是。杨回去之后就跟韩王商量，看看何时前往咸阳比较合适。门外的那些叛贼都是你家韩王身边的人派出来的，让太子殿下和曹树人受惊了。这些人有些是我家韩王身边的人派出来的，有些却是顾齐的宗室派出的，当一一甄别。原来还有顾齐的宗室。太子殿下，除了这些人之外，还不知道他们还有些什么手段，不如2代人护送太子杀出济阳，另寻安全之地如何？扶苏沉思了一下，他从内心不想就这样逃走。曹树子已经去请援兵了，想来也差不多该到了，咱们就安心等着援兵就行了。这曹参看来也是一个人才啊，学宫学子藏龙卧虎，果然名不虚传。你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奉韩王诏令诛杀秦太子扶苏。你是我叶幕中人，没有我的命令，怎么敢擅自行事？迟暮人，叶幕从来就是韩国的叶幕，却不是你张良的叶幕。原来韩王从来没有丧失对叶幕的控制力，只是我还懵懂不知罢了。你们的叶幕众人沉默不语，但是他们的沉默却已经让张良明白了他们的态度。原来这么多年，你们都是在陪着我玩吗？迟暮人，只要你执行韩王的指令，你一样还是我们的迟暮人。不，韩王这是在自取灭亡，此乃自绝于韩国宗庙之举。有刺客！曹参直接吼了出来，4、5个匪军立刻跳出来，取出了凌空火炮。3，怎么？你们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吗？2，他们不敢。扶苏要是没死在我们手上，而是死在他们手上，他们郑国公都要受到牵连。再说，韩王的诏令是杀了扶苏，至于是怎么杀法，却没有说，就让他死在自己人手上又能如何呢？反倒省了我们的事了。走。张良先生，令主只是被一时蒙蔽罢了，先生万不可灰心。太子殿下，待此监视了，容良回去一趟，良绝不能看着他们将韩王带入歧途。张良先生，你的叶幕现在已经脱离了你的掌控，你还回去？太子殿下勿担心，良除了叶幕，自然还有一些自保的手段。太子，外面多了一队人马，正在与外面的叛军厮杀。哦，这是你调来的援军？来的这支人马打的是什么旗号？打的是大秦皇家海军。什么？你说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大秦皇家海军。没想到孤今日是被海军大都督给救了。太子殿下，怎么能说是我救你呢？是老谭保佑，刚好让我率军经过，也算是那帮乱臣贼子倒霉，半个时辰解决战斗。你不是出海去扶桑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济阳？朝廷不是下旨让我将扶桑的俘虏给押回来吗？我就带了第一批扶桑的俘虏回来了。可谁知道一回来就赶上这样的大灾。我在即墨待了快1个月，看朝廷还没有新的旨意给我，我就按照之前的旨意回来了。俘虏？你带了多少俘虏回来？2万、20万。正是，我这次带了20万战俘回来，在扶桑秦鹿港还有差不多30多万人。竟然有这么多人！这还只是我们探索到的地方而已。听这些扶桑人说，在另一边还有更大的部族，人数起码上100万。那你海军3个军加在一起也不过6万多人，不到7万，能看守住这么多俘虏？那是你们对这些扶桑人不了解。这些扶桑人是我见过最卑微的民族，只要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些领头的，给他们一点权力和甜头，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帮你管理他的这些同胞。如果有不服气的，这些人下手甚至比我们还狠，对我们算是他们的征服者。他们是真的卑微到骨头里，就算赏他们一口剩饭，他们也会感恩戴德。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的眼神很诡异。诡异？这眼神有什么可诡异的？我也说不清楚。现在城中已经被海军基本掌握了，我带你们看看这些扶桑俘虏。竟然没有一个俘虏逃跑，这要换成之前7国混战的时候，这点看守的兵力怎么可能没有俘虏逃走？没有一哄而上将这一个营消灭了，都算这营兵运气好。扶桑总管虾巴见过将军。虾巴，我不在的时候可有俘虏逃走？启禀将军，在您离开的时候，有400多精壮想要逃走。竟然有400多精壮想要逃走，你是怎么处理的？这些人竟然敢在大秦的土地上想逃走，这是对大秦的侮辱。我已经让他们去见神灵忏悔了。都杀了。这位大秦上人能到大秦的土地上来做工，是他们的荣幸。他们既然不愿意承担这份荣光，那就去死，以他们的鲜血来洗脱自己的耻辱，这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属。这未免也有点太偏激了吧？混蛋！这些人现在都是我大秦的资产，你有什么资格将他们杀死？你这是分明就是在毁坏大秦的财产。将军说的是我草率了，请将军赐死。英布游子气愤不已，上前揪住虾巴的脖领子，啪啪又是几巴掌，直扇的虾巴鲜血横飞，才将虾巴放下。这次就饶了你，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就自裁吧。诺。太子殿下看见了吧？这些扶桑人就是如此的性格，如此能隐忍，孤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太子殿下，此人刚才虽然表面恭敬，唯命是从，但是其目光中却有桀骜不驯之意，留之必然生祸。现在我大秦势力在他们之上，他们或许不敢反，但是一旦大秦生乱，其民必反，当小心。张良先生说的对，看来孤要上书给父皇，对这些人要小心一点才是。扶苏不知道的是，他们这简短的几句对话，却决定了扶桑一族今后悲惨的命运。而扶苏在济阳被叶幕刺杀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杨武胡亥这里。
没想到他们还真的动手了。可惜了。孟先生，你在可惜什么？怎么样？现在18皇子知道我们的诚意了吧？你来干什么？福盛，我这次来不是来跟你切磋的，我是来面见18皇子殿下的。难道你不想让我见18皇子吗？好贼子，你竟然还敢来！你派人刺杀我皇兄魏国，还敢来见我？看来18皇子对我们很不满意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满意我们去刺杀太子，还是不满意魏国。你胡说八道！你这乱臣贼子，我恨不能！哼！说出你来的目的吧。我来还能有什么事呢？还不是奉我家韩王之命来与18皇子结盟的。这就是你们拿到的情报。最近墨子的工作是越来越懈怠了。韩琦与胡亥商谈了什么，竟然都没能查到。并非墨子懈怠，实在是韩琦和福盛太小心，我们的人不敢也不能靠近那间屋子，怕引起他们的警觉。不过，我们的人已经将韩琦和18皇子盯住了，他们接下来有任何举动都不会脱离我们的监控。那张良跟叶牧是真的决裂了吗？根据我们的情报，韩王启动了叶牧从成立之初就留下的后手，重新获得了叶牧的控制权，而张良已经没有了对叶牧的掌控力。但是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张良应该还另有手段。他没有手段就不是张良了。行了，你们继续去工作吧。18皇子的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他身边的那个孟乾也不能放过。陈平、项脊，你们俩不陪着鬼谷子爷爷，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师子，是师伯让我们来找您的。是的，是师伯让我们来的。哦，你们师伯可是有事要找我？师伯给您写了一封信，请师尊过目。这位师兄这又是想出什么幺蛾子？有事招呼一声，我去见他也就是了，还写什么信？可让陈平下山历练。下人没有想到鬼谷子会让陈平现在就下山历练。陈平从陈家灭门被虾大捡回来那一日算起，至今已经快20年了。不得不说，这孩子不是一般的聪明。6岁开始开蒙，13岁熟读百家典籍，15岁已经成了学宫第一。学宫中教学的各种学问，陈平称第2，就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无论是兵、医、农、道、儒，还是纵横家之说，都滚瓜烂熟。特别是鬼谷子一脉的学说，好像跟陈平特别有缘一样。虽然现在只有20岁的年纪，却早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前之所以不想放他下山，一来是一直觉得他还小，心里不放心；二来也是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下山，说不定会给天下带来不可算的变数。你可知道你师伯的信中说了些什么？总不过是让我下山罢了。你如何猜到的？师子，这几日鬼谷子师伯一直在问我，如果让我下山，我会先去哪里，办什么事情？这不就是在给我下山做准备吗？如果我连这个事情都猜不出来，我也不配做您的徒弟了。你猜对了，那你说说，如果放你下山，你第一步要去做什么？那就要看师傅让我下山干啥了。这又是怎么说的呢？如果师傅是要我下山相助大师兄，那我第一步就是去扬武，投奔胡亥。你为何相助扶苏，不去扶苏的东宫，反倒要去投奔胡亥呢？师子，我的这点小把戏又怎么能瞒得过您呢？大师兄的东宫人才济济，不缺我这一个，但是胡亥那里却不同，除了那几个儒家弟子之外，再无人才相助。如果我去，我相信凭借我的本事，必然能得到胡亥的重用。到那时候，胡亥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大师兄的眼皮子底下。师傅，你觉得这样如何？好家伙，你这小子分明是要去用一招无间道啊！但是你毕竟还是年轻，不知道无间道的凶险之处。如果真的这样去做了，即便以后胡亥没能成事，你的身份也不能大白于天下，没有人会再对一个间谍产生信任，而且是在这个间谍有事主的前科的情况下，那你的下半辈子怎么办？活在阴影中啊！我可不想我的弟子最后的生活过成这个样子，不妥，你再想想。那我去投身朝堂，尽量在朝中掌握一些实权，以此为师兄的臂主。这个想法虽然很好，但是你却低估了朝堂上对资历的看重。现在的大秦已经不是7国争霸时候的大秦了，那时候的大秦唯才是举，只要你有才华，秦王以及秦国朝堂绝对不会吝惜高位。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四海一统，天下归一，才华横溢之势如同过江之鲫，在没有外敌压力的情况下，大秦的政治制度难免会向僵化转变。现在大秦朝堂的官员几乎都是按部就班的上位，几乎没有特例。以你的年纪出山，如果走上仕途，最多就能给授一个县令，这还是看在学宫弟子的份上。真要等你能掌握足以对朝廷产生影响的权力，至少要30年之后。30年，黄花菜都凉了，再想。敢请教师尊，我该怎么做？
首先，你下山的利益就是错的。谁告诉你我让你下山是让你去帮助你大师兄的？你大师兄担任太子多年，羽翼已丰，只要皇帝不发疯，他这个太子之位是稳稳的。就算皇帝疯了，要换太子，或者将皇位传于他人，也要看师傅我同意不同意。陈平都懵了，他没想到自己一向儒雅，感觉与世无争的师傅，竟然还有这样霸气的一面。你师兄有你师兄的缘法，你也有你自己的缘法。之前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学宫之中学习，单论学问，不敢说你是天下第一，却也是天下有数的几个人之一。但是你自己想走什么道路，你想明白了吗？你这次下山，我不会给你任何安排，我只需要你找到你自己想走的那条路，你明白？虾仁的话如同一口大钟发出的钟声，震荡在陈平的心中。尤其最后这3个字，让陈平大受震动。弟子明白了。既然明白了，就去吧，万事有我。师弟，你就这样将2人放下山了？这不是师兄要求的吗？你收了这样一个逆天的弟子，不让他下山溜达溜达，岂不是浪费了？只不过项籍今年才16岁，是不是还小了一点？他虽然才16，却天生神力，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又有陈平带着他，这一文一武，天下能难得住他们的人，可能还没生出来呢。我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2人相视而笑，可他们却不知道陈平和项籍这一下山，却惹出多大的事出来。济阳这次大灾，在经过大秦3个月的总动员后，也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度过。而扶苏等诸位皇子也被嬴政一纸诏书召回了咸阳。7年宫中，嬴政端坐在玉座之上，看着自己这几个儿子，心里说不出什么样的感觉。嬴介，你在荥阳的日子过得不错啊。嬴介知道自己到了荥阳就躲进官署不露面的作为，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直接拜倒在地上，不敢出声。嬴开，你比他好一点，但是也有限。虽然出面办了些事情，却动辄对灾民打骂，怎么灾民得罪你了？嬴开也知道自己的事情在父皇这里讨不了好，干脆跟嬴介一样跪倒在地，一言不发，等候嬴政的发落。胡亥，你倒是好胆略，竟然一到阳武就敢斩杀12名治河官员，还将自己的粮食分给灾民，又亲自去拜访乡老，组织他们一起救灾，很不错。儿臣不过是仰仗父皇天威，又有幕僚亲力相助，实在没有什么功劳可以让父皇夸奖。不贪功，这种时候还能记得自己的手下，这就很不错了。太子，你以为呢？父皇说的是，18帝确实与以前不同了，18帝长大了，可以为国分忧了。还想试试扶苏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想到竟然会如此兄友弟恭。不知道朕这个儿子到底是没有政治敏感度，还是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牢不可破，竟然会是这样的反应。也不知道这样的太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连太子也对你称赞有加，看来你这次做的确实不错。说吧，想跟父皇要什么样的赏赐？儿臣不过做了一些分内之事，怎敢向父皇讨赏？况且儿臣一直在阳武，并比不得太子一路奔波。如果真的要赏，也应该赏给太子殿下才是。父皇要赏你，你就接着就是了。我是太子，又是兄长，多跑跑也是应该的。你别顾忌我，想要什么就直说便是。朕记得你之前说过，说想要去军中历练历练，朕一直以为你年纪小，也就没有同意。现在东巡之事你做得非常好，足以证明你已经长大了。罢了，朕就圆了你这个心愿，如何？儿臣谢父皇隆恩。你先别着急谢朕，朕给你3个选择：第一，你去海军，从一个连长干起；第二，你去卫戍军，也是从连长干起；第三，朕给你组建自己护卫军的权利，你可以组建3个军，但是1年之后，你的3个军要跟太子的6帅比试，要是输了，你这3个军就直接撤销。父皇这是要干什么？皇子只有出镇封地的时候，才有权利组建自己的护卫军。现在胡亥又没有封地，又不用规范，哪里用得着组建什么护卫军？还一来就是3个军，这不分明是给了胡亥染指军权的机会吗？虽说在大秦，3个军算不得什么，但是也许这是父王释放的一种信号。今天是乃尊神灵保佑，竟然能让我得这么大的一个彩头，组建3个军的护卫军。难道孟先生说我还有机会是真的？而臣愿选第3条，愿意1年之后与太子兄长的6律切磋。骨子里果然还是有野心的，也许也是件好事。而扶苏心中却泛起了一丝苦意，他没想到自家父皇竟然对自己忌惮至此，自己还没有任何方法阻止，也只能顺着嬴政和胡亥的话去说。儿臣以为18皇帝有此志气是我们嬴氏的福气，儿臣也愿意与18皇帝1年后切磋一番。如此甚好，赵高，奴婢在。传朕旨意，
册封胡亥为惠王，许组建护卫军之权，营借营开不堪大用，这归府司过。太子德才兼备，赏金银器皿10套，玉璧1对，以示嘉奖。皇帝之术在于制衡之道。两王出镇草原之后，眼看太子的势力越来越庞大，嬴政也不能不动点心思啊。没办法，战国之中，父慈子孝的事情他不要看得太多，该防的他一定会防。只是也不知道嬴政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还给胡亥在咸阳城中赐了一座府邸。这样的场面，怕是会让许多人都以为太子的处境并不太好啊。什么？你说陈师弟带着项师弟去找我去了？我没见到啊。您说他们俩从小就没下过山，你好歹派人给我送个信去啊，这样起码我也能派人迎迎他们。师傅，他们俩该不会出什么事吧？他们俩能出事吗？陈平那个脑瓜子，2个你都比不上，从来都只有他骗你的份，想骗他门都没有啊！再说你项师弟，你以为他那天生神力是摆设？这一文一武凑合在一起，天下哪里去不得？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啊！也不知道你当年怎么能有这样的眼光，给我收了这2个师弟。哎，陈平和项籍都只能算是因缘际会，命运使然。项籍还好办，不过是救国之仇而已。而且他叔父已经在大秦做了上将，最近又接替杨端和当上了国防部总参谋部的总长。可以说，项家在秦国的发展要比之前在楚国好得多。这份恩仇怎么说也能化解得开。但是陈平他家最后被人劫杀，虽然是自己作死，但是我再怎么样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陈平把我看成让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我也认。只是将这个孩子养了快20年，看着这孩子在襁褓之中变成现在一个大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局面啊。扶苏见虾仁脸色不好，连忙岔开话题。师傅，现在咸阳城中可都在传公府对立的消息呢，怎么你就一点都不替你大徒弟着急？你着急吗？我怎么没有看出来？这话让您说的，我那个弟弟分明就是冲着我这个太子之位来的呀，我能不着急？我都快急死了。行了行了，在我面前你就别演了，心里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了吧？还是师傅了解我，当了这么多年太子，就没有什么休息的时候，难得现在终于有一个皇帝敢直接跳出来，我刚好趁此机会休息一段时间再说。你就不怕你那位皇帝真的成功将你的太子之位夺了去？他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双手将这个太子奉上，也省得我麻烦了，就怕他没有这个本事哟。你能有这样的心态，很好，不错不错。我能有这样的心态，还不是师傅你调教的好不是？惠王胡亥现在的心态却没有扶苏那么自在，他又是兴奋又是焦急，在王府中等着他的幕僚。孟先生，事情如何？王元帅可曾答应？幸不辱命，王元帅同意了。太好了！如果重新招募新兵，就算训练1年时间，也不可能跟东宫6帅争锋。现在可以在大秦的各精锐野战军中，再精选出精锐来组建护卫军。1年之后，定能击败太子兄长的东宫6帅。孟先生，你说王元帅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是不是对我还是比较看好的？惠王殿下，臣以为王元帅对殿下实在是好。哦，孟先生，可是王元帅有所明示。王元帅虽然没有明说，不过却对护卫军的事情大为支持，甚至还主动给咱们提了建议。这就是王元帅给咱们提的建议，都是各军之中的精锐，只要咱们看好了，他就做主将这些部队都给抽调出来。没想到啊，王元帅还真舍得呀！你看骑兵这边连北地第3军的名字都在上面，这可是我大秦骑兵中精锐中的精锐啊！当年灭匈奴之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王元帅连这样的精锐都舍得放出来，看来王元帅对孤王还是有心的嘛。我之前在齐地也曾经听说，王翦向来不是跟扶苏亲近吗？好多次在朝堂上出言帮助扶苏，惠王刚刚封王，又与王翦没有绝交，怎么会如此示好？说不定是王老元帅是聪明人，知道孤王被父皇看重，所以想投靠孤王呗。殿下，扶卢说的有道理，王翦并不是一个墙头草，不然也不会在大秦屹立多年不到，皇上还能将军权交到他手上，这中间怕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人家堂堂一位大元帅，跟孤王玩阴谋，你这也是太看得起孤王了。那孤王问你，你既然说有阴谋，那阴谋在哪里？孟乾仔细想了半天，才好像恍然大悟一般。玄机就在纸上，还真有阴谋。虽然此计阴毒，却怎能瞒得过我？殿下，你是否还记得北地第3军的军长是何人？
临湖少族长比卢垂啊！是啊，临湖当年是向太子臣服的，东宫六帅中到现在还有临湖人组建的骑兵旅在给太子效力，比卢垂又怎么会向王爷臣服呢？假如我们不明所以，真的按照这上面排列出来的军队去选，到了咱们跟太子比武的时候，这些人突然反水，出工不出力，咱们岂不是就败了吗？梦前所言不错，不可不提防。没想到王翦也如此狠毒，那咱们怎么办？殿下不用担心，既然他将名单都给列了出来，反倒让我们好办了。他名单上的这些军队，就算战斗力再强，咱们也不用救市了。如此，任凭他有什么诡计，都是白扯。孟先生说的对，你这就回复王翦，咱们另选军队。王帅，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太子殿下为人宽厚，深得军民信重，你之前不也是看好太子殿下的吗？怎么这时候反倒做出这样的事呢？你还笑？李帅，你莫非真以为我是那种朝秦暮楚的小人吗？那你这是……李帅，你以为惠王和他的那些手下就会真的相信我给的这份名单没有问题吗？我料定惠王他们必然会对我有防备，并不会真的按照我给出的名单去挑人。王帅，你这未免也太用险了吧？放心吧，我的李帅。两位元帅，惠王府派人送来调兵的文书，说是请两位元帅尽快将所需士兵调过来。李帅，你看，咱们这位惠王殿下还真没有按我给的名单去挑人。看来惠王府中也没有什么人才嘛，还真的一支精锐都没有挑走。如此心胸，如此格局，还想与太子争锋，实在可笑。希望惠王府能继续这样下去才好，不然朝廷又要乱了。不过这一切扶苏虽然知道，却都没有放在心上。小韩王派人刺杀扶苏，还强行从张良手上夺走了叶幕的指挥权。这一操作深深地伤害了扶苏和张良两个人。他现在正在想办法帮着张良找小韩王算账呢。而在新郑北边的一座大宅子里，一位耄耋老人正在向一个11、12岁的孩童行礼。臣韩毛叩见我王。老相国免礼。我王今日可好？老相国费心，寡人最近过得不错。那就好，我王年纪尚小，还需要多读书才能明是非。不知道最近又读了什么典籍？今日在读秦国郑国公的政治经济学，受益匪浅。我王怎么能读这样的书？此乃祸乱人心之道，非是大道。诸子百家各有天道可学，为何非要去读那人的典籍？真不知道韩毛对虾仁的意见这么大。当日张良在的时候，可是对虾仁推崇备至，奉若天人。小韩王心里却很不舒服，他最讨厌的就是韩毛这种倚老卖老的臣子，但是他现在又无可奈何。张良去后，韩国势力以韩毛为尊，这位看上去糊涂的老头，如今掌握着顾韩势力的80%，就连寡人以韩王特权收回的叶幕，现在也只能指挥一半的人手。老相国所言甚是，是寡人鲁莽了。老相国这段时间不是在图谋大事，怎么有空来新郑？我王荣禀，老臣派韩琦与秦国18皇子胡亥联系合作一事，现在已经有了回音。可是最近组建了自己护卫军的西府惠王胡亥，正是。没想到我王也知道此事，正是那位胡亥皇子。敢问老相国，回音如何？那胡亥已经同意了与我们联手，只要我们配合他，让他获得太子之位，他就将顾韩之地还给我们，让我们复国。但真？老相国，那胡亥如此爽快，其中不会有诈吧？我王请勿担忧，我已经让韩琦与胡亥联系，要他以一封亲笔信为保。如果到时候他不履行诺言，我们就将他这封亲笔书信告知天下。想来胡亥不至于连脸面都不要了。属下参见相国。皇上，你怎么来了？老夫不是交代过你，没有大事不能到这里来的吗？相国，张良进新郑了。什么？他带了多少人？可有秦军跟随？回我王的话，张良只带了3个人进城，没有发现还有其他人。只有4个？张良来新郑就只有4个人，他难道是觉得就凭他这4个人就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他们进城之后去了何处？他们进城之后就直接住进了一家客栈，再也没有出来过。我已经安排人日夜盯守，他有任何举动不会逃过咱们的眼睛。客栈？你速去打探这家客栈的底细。张良既然敢住进去，必然是有所依仗。那我这就派人去打探。王上，张良算无一策，即便只有4个人也很危险。天知道他暗处又有多少埋伏。虽然他现在已经统帅不了叶幕，但是他背后还有扶苏。王上不能继续留在新郑，不如先前往颍川一避，免得生变，如何？去颍川？颍川是韩毛的老家，寡人要去了颍川，以后再想回到新郑，怕是就不容易了。小韩王心里略有些嘀咕，但是现在他
他也顾忌不了这么多，还是直接同意了韩毛的意见。太子殿下，关新政风貌如何？虽然没有咸阳唐国大气，却另有一股风情。殿下不知，100年之前，韩国也曾经扩过，韩国靖怒，冠绝天下。可惜一步错，步步错。本来有机会成为3晋之首的韩国，却是第一个被秦国灭掉的。是啊，国家大事就如同人生选择一样，一步踏错，终生错。太子殿下，外面果然已经有人在监视上咱们了。这一会儿已经有了4、5个盯梢的，看样子好像不是一拨人。没想到新政不大，妖风却不少，各有各的心思呗。蒙教，匪军可曾到位？放心吧，匪军3天前就已经分批进了城，此时估计已经按照张先生给的位置把那些人都给监视起来了。这样就好，劳烦蒙教了。有什么消息及时通知我们。太子殿下，我估计小韩王也快离开新政了，咱们是不是也离开？一切都听你安排，我此行只是一名看客。张良4人在客栈中住了不到半天，就离开了客栈，出了城。张良这是在玩什么花样？会不会张良知道被我们盯上了，怕咱们提前下手，就先跑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不符合张良小儿的个性啊！不对，他必然有诡计。王上那边已经动身了吗？1个时辰前已经出城了。张良小儿也算是帮了咱们的忙了，不然我还真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将王家请到颍川去呢。想过，王上带的人不多，你话说张良会不会知道了王上的行踪？所以不好，王上有难。夜色迷蒙，新郑城外不到20里的地方，小韩王的队伍正在以里前行。王上，有点不对劲，一路上听到的那些鸟叫声，到这里突然没有了。你们是什么人？你想来是认识我的，我要见韩王，麻烦你给通报一声。张良，你想干什么？杨见过韩王，久未见韩王，韩王身体依旧康健，可喜可贺。张良，你现在已经不是我韩臣了，不必再称呼我韩王。没错，从韩王剥夺我夜幕指挥权，又陷我于生死之境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再是韩臣了。其不闻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如心腹，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韩王既然视我为叛贼，怎么可能现在还能指望我对韩王尊重呢？我到现在还能称呼您一声韩王，是我从小教养好，不然叫你一声韩泽，你又能如何？原来你已经铁了心投靠秦国了吗？怎么能说张良先生是投靠呢？此乃凤栖梧桐，乃贤臣则明主也。本王与张良说话，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竟敢插话！不才大秦太子扶苏见过韩王，你就是太子扶苏？怎么，张良，你今日是要将我交给秦庭了吗？非也非也，如今韩王在我眼中不过是一枚鱼饵罢了。鱼饵？你是要用寡人来钓韩毛？正是如此，咱们这位韩老相国一向深居简出，轻易不露面，而且狡兔3窟，藏身之地极多，不借助韩王，恐难以诱其上钩。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韩王继续留在新郑，杨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韩国王室在新郑经营多年，强行抓你，必然会让新郑陷入混乱。我可不想为了你一人而害的新郑百姓跟着你一起遭殃。所以你就用计将我诱出城来？准确的说，是我还没来得及用计，韩王就自己跑了出来。杨谢韩王如此配合。小韩王现在心里那个后悔啊，恨不得掐死韩毛。如果不是这老头非要寡人去颍川，寡人怎么会现在落得一个让张良消遣的下场？张良，你以为你现在就赢定了吗？难道不是吗？哎呀，我都差点忘了，韩王还有夜幕，可惜了。韩王怎么会没想到，杨当了这么多年夜幕的迟暮人，又怎么会不防着夜幕呢？张兄，夜幕这个时候还没来，想必道之和18件事已经到了吧？怎么样，韩王，跟我们走一趟吧？寡人宁死不跟你们走。王上不可轻伤，咱们还能杀出去。韩王莫急，孤并无恶意，真的就是想请韩王到咸阳盘桓几天而已。你大秦如同虎狼，寡人去了咸阳还能活着回来吗？还不如就在这里死了干净。韩王，孤之前与镇国公商议过册封6国宗室在域外建国之事，镇国公对此事极为赞成。他认为都是华夏一脉，能够在外域镇压外族，为我华夏一脉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这是大好事。所以镇国公准备上书父皇，请父皇同意册封6国宗室。你这个时候死了，未免有些太划不来了吧？你说的是真的？如此大事，孤会拿出来诓骗于你不成？韩王，杨虽然在太子殿下身边做事，心中却时刻惦记复国大业，从来没有想过背叛韩王。现在韩王可明白我的心意了吧？哼，
寡人宗庙祖宗皆在中原，为何要去域外复国？那寡人又有何面目去见寡人列祖列宗？却不知道韩康子听到你这番话会有何感想？你提我家祖宗作甚？你家祖上韩康子不过只是晋国的一家公卿而已，却没有抱残守缺，而是奋发向上，甭管手段如何，却终究成了一代诸侯，也成七雄之一。而阁下呢？我怎么了？你一心就想在顾寒这一亩3分地复国，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就算复国，你还有发展的可能吗？周围都是我大秦的地盘，你觉得还有可能向外扩张，还是准备以待天时，等着天命有变？你先祖既有开拓精神，你身为韩氏子孙，就应该继承你先祖砥砺前行的精神，去外域，去镇压异族，去开拓一片更大的疆土给你先祖韩康子看看，这样才能告慰你家祖先。你知道张良先生为什么一直不同意你们谋求故地复国之意吗？那就是知道你们就算是复国了，在你们那些居心叵测的那些人手上，这个国也存在不了多久。到那个时候，你难道又有脸面去见你的列祖列宗了吗？小韩王直接一屁股坐下地上，眼泪直接从眼眶里流了出来。不管怎么说，他都还只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被扶苏这样突然一打击，心里确实有些承受不了。不得不说，扶苏你这话说得对，你成功的说动我了。韩王，你是同意了与大秦合作，接受大秦册封出镇外域了吗？韩国移民韩泽拜见太子殿下。扶苏将小韩王给护卫了起来，直接向咸阳进发，只留下护卫头领去向韩毛报信。等到韩毛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1天之后了。韩毛气得顿足捶胸，现在他就算是倾尽自己所有人马，都不可能再将小韩王给救回来了。而小韩王入咸阳之后，与秦帝嬴政相谈甚欢，直接被嬴政封为韩王，封地西域1000里。扶苏和张良干得漂亮啊！现在韩王还是韩王，就是变成了大秦的韩王了。但是大秦的韩王也是韩王，而且是正大光明的获得了复国的权利。现在其他6国剩下的这些宗室估计也心动了，所有对我们大秦的反抗动作竟然全数静默了。现在他们应该都在等韩王最后建国完成的消息。这一次册封韩国，一来是为了千金买马骨，给天下人打个样，也恰好西域生变，有外域土地能够册封韩王。现在韩国这么快就在西域站住了脚，之前观望的那些6国宗室纷纷向我大秦投诚，朕手上又没有这么多土地能够册封出去，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再去灭了西域几个国来册封这些王室贵族吧？这种时候还得指望人家出主意。嬴政上一次来学宫还是在许多年前，这一次重游学宫，嬴政实则感触良多。先生，学宫这些年越发兴旺了。陛下说的对，这几年学宫确实人才辈出。不过陛下可是学宫的大祭酒，这些学生说起来都算是陛下的学生，陛下难道忘了吗？先生，今日朕是有事要请教先生。听到嬴政搬出先生这个称呼，虾人就知道嬴政是碰到难题了。用脚趾头也能猜到他这次前来的目的，陛下可是为了6国封地而来。正是，而今大秦的土地除了草原之外，就只有西域这一块化外之地，朕实在是找不到地方能封给这些宗室的了，所以这次朕是专门前来求计的。陛下如何想？封了韩王之后，6国臣服，但是朕难啊，西域诸国没有把柄，想要将西域诸国的土地封给诸王，怕是西域震动，章邯那边镇压不下。而中原之地之前也说过，就连朕的儿子都不封，何况这些6国宗室？要不然将扶桑封给他们怎么样？一听嬴政把主意打到了扶桑，虾人连连摇头。陛下，扶桑之地孤悬海外，况且有大量的金银矿产，而且还有数百万扶桑移民，封给谁都不安全，所以臣一直没有建议陛下把扶桑给封出去。除了6国宗室之外，陛下的其他儿子也陆续成年，如果继续留在中原，怕是会最终酿成祸事。寻找新的土地分封出去才是当务之急。你说的这些我能不知道？不然我上你这干啥来了？而今我大秦国力昌盛，依然具备了对外扩张的势力，而想要对外扩张有3个方向。陛下，这第1条扩张之路在南边，百越之地已经进入我大秦之手。这几年对百越的善政，也算是深得百越之民心，所以可以借着百越之地为跳板，发兵攻取交趾、九真等南越之地，而后在南越站住脚跟之后，可发兵攻暹罗，再配合水军攻伐诸岛。此处矿产丰富，且盛产香料，而且有1年3熟之稻谷，实乃天宇之地。这里如果被我大秦占据，则我大秦则有一座基地，可对孔雀王朝觊觎1、2了。你是说可以对这样的大国发动攻势了？陛下，咱们占据中原，能够整合的兵力不下100万，还都是百战之兵。如果这个时候都不敢与其争锋，待到这些百战老兵一一死去，咱们可还有资本吗？
而且孔雀王朝虽然看上去庞大，但是却与周天子有些相似。国中诸侯林立，各有想法，咱们不是正好可以各个击破？听到这里，嬴政已经有些心动了，但是却还没有继续表态。那先生说的另外2条路又是什么？还有一条路就是向海洋进发，通过海路获得玄州、益州等州的土地，如此何愁无地分封？走海路吗？先生，而今我大秦皇家海军的势力可以完成如此壮举吗？当然不行。大秦皇家海军如此仅能在近海航行而已，要进行远洋航行，凭借现在海军的势力还远远不行。按照臣的估计，大秦皇家海军要想进行这样庞大的远洋航行，最少还需要发展5年，而且这5年里，陛下需要每年最少投入税入的30%给海军才有可能。税入的30%。而今大秦的税入已经不是以前能比的，税入的30%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庞大的资源投入给海军，而且一投就是5年，能不能少投入一些？当然可以，无非就是海军远洋的时间向后移罢了。先生，可还有第3条扩张之路？有。哇哦！通过西域发兵波斯，而后席卷罗马诸国。只是这条路并不好走，一路道路坎坷，对于后勤需求极高。大秦如果要远征，最少要准备10年20万精锐士兵的后勤保障，才有一战之力。20万精锐10年粮草。嬴政彻底愣住了。20万精锐10年的后勤给养，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在现在的大秦，要养一个普通的野战军士兵，1年需要钱粮差不多要1000斤粮食，200斤肉食。20万精锐1年光是吃喝支出就要差不多2亿斤粮食，这还没算上各种武器盔甲、帐篷药物。如果是骑兵的话，还要加上马匹的草料等等，这笔支出别说是天文数字，连想都不敢想。嬴政现在嘴唇都是哆嗦的。先生，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大了？真的需要这么多士兵和这么多粮草吗？这我还是往小了说呢，这还是我大秦战无不克、攻无不胜的结果。要是碰上一些负隅顽抗之徒，拖延我大秦军队的步伐，那所需要的粮草还要多一些。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征讨那些极远之地，到底划不划得来？嬴政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有些不好看了。任何一个优秀的君主心中都会有一笔账，虾仁心中也是乐了。他其实就是吓一吓嬴政，免得他飘了。征服一个印度次大陆根本就不叫个事，要玩咱们就玩把大的，玩到莱茵河边去，玩到阿尔卑斯山去，寰宇一统可不是开玩笑的。陛下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说不定事情还另有转机。转机？先生此言何意？陛下，西征之事不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循序渐进。只要能征服波斯，那咱们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前进基地，再从波斯征讨西方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波斯也是一个好地方啊，牛羊成群，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几乎可比另一个大秦。先生所言当真？绝无虚言。好，朕回宫之后就召集群臣商议对外扩张之道。陛下，那您是想走哪一条扩张之路呢？这还有什么好选的？当然是全要。可以，这很嬴政。要是不这样说，嬴政也就不是嬴政了。很快，嬴政的车驾就从学宫回了咸阳。一回到咸阳，就召集了国防部和正式堂众大臣进宫，一连开了3天3夜的会，晚上都没有放诸位大臣出宫，谁都不知道宫里到底在商量什么。顿时，咸阳城中的小道消息满天飞，说啥的都有。有说皇帝陛下要废太子，正在跟众臣商议；也有人说皇帝陛下突然重病，眼看就活不了多久，召大臣进宫是准备托孤。这样的消息同样传进了东宫和西府。淡定，父皇春秋鼎盛，前些日子我去拜见父皇，父皇的身体还好的不得了，怎么会突然染病？可是万一陛下要换太子，那更不可能。姑又没有犯错，父皇再怎么想换姑，怎么样也要找个理由吧。而且要换了姑，朝堂内外震动太大，父皇绝对不会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动手。所以你放心吧，没事的。殿下现在做什么都是错，不如什么都不做。不，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就是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即便是朝堂有变，相信朝堂那些重臣们也不会眼看着太子殿下遭殃，不做就不会错。扶苏连忙交代东宫上下，不得传播谣言，甚至直接闭了宫门。而在西府那边，却好像陷入了一场狂欢。无论哪条谣言是真的，对于胡亥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诸位，现在宫中的消息还没有传出来，哪一位能给姑分析一下？这次父皇如此兴师动众，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臣以为陛下是从学宫回来之后就召集群臣开会的，此事必然跟学宫有关。薄才也派人去了学宫，发现学宫这几日许进不许出，就连学子也不能擅自外出，可见是镇国公触怒了陛下。陛下召集群臣是在商量如何对付镇国公的。
殿下，此言有些荒谬了。要是真是要对付镇国公，那为何还要将郑世堂2位辅政和萧何都给宣进宫去？冯去疾和唐居就是镇国公一党，萧何就更加不用说了。所以臣以为这次宫中的会议一定不是这件事情。既然不是我说的此事，那请问足下，你觉得应该是什么事呢？臣才疏学浅，猜不出来。行了，猜来猜去，啥都猜不对。殿下要有耐心，且等下去，自然会有消息。我也知道等下去就会有消息，怕的是等到有消息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就在堂上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宫中的消息传了出来。胡亥接过消息一看，惊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白高兴一场，原来只是商讨5年计划。第一，在齐地建立10座造船厂，朝廷成立船舶司进行统一管理，主司却不是朝廷官员，而是墨家一位弟子。第二，继续扩大大秦皇家海军的规模。现在的海军舰船就只有这么一点，按照朝廷下的编制，连1支舰队都编不起。现在一下子要求组建3支舰队，这不是开玩笑吗？命令上又没有说马上就组成3支舰队，不是还给了5年时间吗？朝廷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前些年对海军还不算重视，怎么一下子对海军如此重视？重视的我都有些发毛。你给我闭嘴！这话是能随便说的吗？朝廷对海军重视还不好，咱们现在要想的应该是如何才能完成朝廷的命令，按期完成3支舰队的组建。英布只能摇头叹息，跟王陵继续商议如何完成海军组建舰队的事情。而远在西域的章邯也接到了朝廷的命令，只是这份命令让章邯跟英布一样，有些摸不着头脑。命令上说，让我在1年之内在西域各要地建设能容纳最少1000万石粮食的粮库，并且给西域大都督府增兵到5个军，10万人。这是准备要动兵的先兆啊，却不知道目标是谁。你是天网的人？正是，天网外事亥字49参见大都督。你既然是天网的人，来找本督何事？小的奉皇帝陛下密旨，有口谕。哦。臣西域大都督府大都督章邯，恭临圣谕。小谕章邯，天网奉朕之命前往波斯收集情报，西域大都督府需全力支持，人财物全力供给，不得有误。臣奉诏。大都督，小的也是奉旨行事，还请大都督莫要见怪。你要去波斯收集情报，朝廷是要对波斯用兵吗？大都督，小的可什么都没说。朝廷果然是要对波斯用兵。波斯其实是不逊于大秦的大国，如果要征伐波斯，几乎要举大秦倾国之力才有可能。你要本督给你什么支持？其实也不需要太多东西，小的计划扮演商队去波斯经商，经商所需的财货，小的都已经从咸阳带来了，唯盼大都督给小的准备几个波斯通作向导和通译。当然要能信得过的那种，最后还请大都督派些人手充作商队的护卫。西域大都督府的3万大军大多都在各国巡查，现在大都督府常驻的也不过3000多人，不过抽出100-200人给你们也不是大问题，只是本督现在手上也没有合适的人选，这样你等本督几日，待本督找到再通知你。劳烦大都督了，小的在这里最多还能待3天，3天之后无论大都督是否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小的都要出发。小的奉的也是军令，请大都督理解。3天，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们找一个合适的向导。没有向导，死刑就是9死1生。说是这样说，但是又哪有那么好找？就在章邯为难的时候，周勃带回来一个人，却解决了章邯的难题。张将军，我此行带回了越氏质子诺德夫王子。这位诺德夫王子还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但通晓秦语，甚至连更西边的波斯乃至罗马的语言他都懂得不少，各地的风土人情更是信手拈来。这正是现在需要的人才。周蛮子，这段时间你不要往外面跑了。朝廷下旨要我们在西域要地建造粮仓，你我和夏侯婴都要全力办这件事情。西域修粮仓，还向波斯派遣商队收集情报，难道是？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粮仓修好之后，我估计朝廷的粮队就要过来了。到那时候，你跟夏侯还要辛苦一下，带兵巡护粮道，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惠王胡亥最近的日子过得别提多舒坦了。虽然嬴政并没有提及换太子的事情，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对胡亥的行为却有一种默认的感觉。胡亥和一众幕僚或许知道海军和西域大都督府插不进去手，就把目光投到了扬端河的南征大军。胡亥向嬴政保举了不少跟自己有关系的地方军进入南征大军，而嬴政竟然全部照准。胡亥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要在军方培养自己的势力。现在军方的大佬如王翦、李牧、杨端和等人自然不用说，那对父王是绝对的忠心。但是在下一代领军将领中，蒙恬、王贲、刘邦、英布、章邯等人跟太子扶苏的关系都很好。等到王翦这一批老将故去之后，国防部将被一群亲近太子的将领把持。孟先生，咱们举荐了这么多军队去南征大军，要是杨端和不配合怎么办？殿下过虑了，如果南征大军的主帅是他人，还有这种可能，但是杨端和嘛，他不会这样做的。孟先生为何如此笃定？因为杨端和是老好人啊。什么意思？殿下，杨端和虽然是老将，但是在军中是出了名的闷葫芦和老好人，他不会轻易得罪任我人，更加不用说是惠王殿下您了。如果是别人统军，不说别人，就说那个刘邦，我都不建议殿下举荐这么多自己人去南征大军，因为那个家伙能干得出来把咱们的人派去送死的事。但是杨端和不会，甚至还会主动将功劳分润给咱们自己人，所以这次南征，咱们的人必然能有立功的机会。对了，孟先生，父皇要我的护卫军与太子的6律切磋，现在日子也没剩几个月了，你看我们有胜算吗？孟乾却微微皱眉，他虽然通晓人心，出谋划策也不在话下，但是军事却一直是他的软板。殿下可传曹休一问。曹统领，还有3个月就是与太子6律切磋比武的日子，你训练的护卫军可有胜算？殿下放心，在末将的训练下，咱们的护卫军比太子的6帅还要略胜一筹，此战必胜。太子的6律大都是在战场上见过血的，甚至还有一部分参加过当年义渠之战，是跟李牧元帅对战过的。曹统领万万不可轻敌啊！殿下这是在长他人志气，灭咱们自己威风。殿下要是不相信，末将请殿下出城衣冠护卫军风采。雄军也！殿下，观我军阵容可雄壮否？可能胜过太子的6帅？能胜，绝对能胜。曹树人，不要生气嘛，也不是什么大事。还不算大事，惠王的手就伸进了军权了。殿下可知道，南征大军平白无故的增加了6个军，都是惠王一脉。孤知道啊。殿下既然知道，为何不让国防部阻止此事？18皇帝有心为国建才，这是好事啊，孤有什么理由去阻止呢？殿下，既然此事太子殿下不阻止，那不如修书一封给杨端和将军，请他不要给那些军队立功的机会。杨端和要是能听太子的话，也就不是军中有名的老好人了。曹庶子，太子如果修了这封手书，那就是落了口实。如果杨端和泄露出去，你可知对太子的名声有多大的影响？杨将军应该不会泄露吧？曹庶子，此事只要做了，就有泄露的可能。杨端和就算不会，但是他身边的人呢？此事一旦泄露，太子殿下一个嫉贤妒能的名声是跑不了了。如果再狠一点，给太子殿下冠上一个误国误民的罪名也不是不可以。这些后果，曹树人可都想到了。臣险些陷太子殿下于不义，还请太子殿下治罪。曹庶子也是为了孤费心，何罪之有？现在咱们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咱们自己不犯错，孤这个太子之位就跑不了，绝对不能在这种时候节外生枝。太子英明，臣明白了。太子殿下虽然不能阻止惠王插手军权，但是咱们却可以做另外一件事。何事？臣记得还有3个月就是惠王的护卫军与殿下的6帅切磋比武的日子。还真是，你要不提，我都差点把这事忘了。太子殿下，6帅只要在这场切磋中大胜，惠王一切图谋都将化作梦幻泡影。大胜吗？那就大胜吧。而正当东宫与西府的切磋比武成为朝廷内外讨论的焦点的时候，朝堂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快马去学宫请玄胡子。怎么样了？已经油尽灯枯，天年已至了，要是无救，也活不了几天了。镇国公不必如此悲伤，老夫天年已至，此乃天数不可违也。王婉断断续续地说出这样一段话，却让虾仁心中感慨万分。从入朝开始，这位老相国就跟我莫名的有一种政治上的默契。但凡我提出的任何举措，这位老相国都会全力赞成。包括后来秦国全面改制，以王婉的老辣，怎么会看不出改制之后对皇权的限制？但是这位老相国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在默默的支持我的建议。但是虾仁毕竟不是神仙，没有办法做逆天改命的事情。老相国，你只是一时身体违和，只要安心调养，未必不能恢复如初。我已经请玄胡子前辈带着学宫医学院精英在此坐镇，保你病好。镇国公之言，老夫心领了。老夫的身体，老夫知道，在这世间也活不了几天了。只是有几件事，还想跟镇国公念叨几句。老相国请说，只要我办得到的，一定照办。第一件就是
希望镇国公保护好太子扶苏。虾仁一愣，他没想到王婉说的第一件事竟然跟扶苏有关。太子算是老夫看着长大的，有心胸有格局，且行事不拘于惩罚，心中却以百姓为重，此乃圣明君主也。陛下乃雄主，开疆拓土，一统六国，后来又灭匈奴百越，经略西域，自3代以来，无有能出其右者。然而陛下为开拓之君，后世正需要守城，老夫便观陛下诸子，除了太子殿下，没有人能够担负起大秦的重任，所以为天下百姓计，太子必不能出事。而今所谓公府之争，在老夫看来，不过是一场儿戏罢了。只要上意不变，太子之位就牢不可破。但是，王婉这句"但是"让虾仁心中一凛。说句夷三族的话，陛下多疑，况且正值壮年，太子权势太大，并不是好事。夫子相疑的事情不能在现在的大秦发生。镇国公是太子师尊，一定要保护好太子，让太子能够顺利登基继位，如此才可保大秦万世之基业。虾仁却没想到，这位老相国竟然想得这么多这么深。虽然因为大限将至，说话多少有些混乱，但是意思他明白。老相国嘱托，虾仁记下了。如此甚好。还有一事，老相国请说。大秦连年征战，百姓疲惫不堪。老夫听说陛下又有意对西方大国波斯用兵，那可不是百越这些小国能比的。一旦交战，就是倾国之战，大秦内忧未止。如果战败，大秦基业必崩。所以这时候，镇国公不可袖手旁观，该从学宫出山了。可是老王婉没想到的是，如果我出山，那扶苏在嬴政眼中的威胁就会成倍增加，反倒会对扶苏不利。不过看着王婉渴求的眼神，虾仁也不好出言拒绝，只得用虚言搪塞过去。老相国说的对，虾仁必然不会袖手旁观。陛下驾到。看到虾仁也在，嬴政好像有些没想到，眉头微微一皱。老相国，朕来了。老臣这副身体已经不堪用了，不能向陛下行礼，请陛下恕罪。老相国为国操劳一生，朕岂有怪罪之理？陛下，老臣临去之时，尚有几句肺腑之言以告陛下。老相国请说。太子乃国之根基，万不可轻动。王婉这句话让嬴政皱起了眉头，他斜眼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虾仁，随即不动声色地对王婉说道：老相国放心，太子并无失德之处，朕怎么会轻易动他？陛下能有此心，老臣甚为宽慰，只盼老臣死后，大秦能万事不移，这样老臣九泉之下见了先王，脸上也有光，不是？这是自然。大秦始皇帝14年，大秦帝国两朝元老，郑士唐首席辅政，大秦右国公王婉卒，享年84岁。王婉从庄襄王时期就开始为国理政，真正成为秦国相国，到现在也快30年了。30年来，不知道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说他一句“门生故吏遍天下”，一点都不过分。始皇帝嬴政大为悲痛，辍朝7日，满朝挂孝，静乐3月，并且追封王婉为幼王，以王爵之礼下葬。其子王志封为广阳侯，10亿万户，赏赐金银田亩无数。下葬的那天，百官送葬，嬴政亲自扶灵。国朝老臣去世，身后哀荣以王婉为最。只是在王婉死后，朝廷上又掀起了一场新的风暴，所有的人都在猜谁才能成为郑士唐的下一任首席辅政，而郑士唐的其他4位辅政心思也各不相同。李斯一直认为自己是郑士唐中除了王婉之外的第一人，王婉死了，首席辅政的位置舍他其谁？所以在嬴政还没有宣布任命的时候，在郑士唐就以首席辅政自居，视同僚如属下。同为辅政的冯去疾和唐居一直就看不惯李斯，这时候也不可能惯着他，凡是只要是李斯的建议，绝对会直接反对。李斯也不敢示弱，两人提出的建议，李斯也会尽全力反对。眼看郑士唐已经有了党争的雏形，嬴政终于宣布了自己的任命：郑国公家人公中体国，下旨任命其为郑士唐首席辅政。这一道任命如同一道炸雷，将李斯炸得晕晕乎乎的。他实在没猜到嬴政竟然会让虾仁出山，以虾仁的功劳和势力，
他入主正式堂，自己那里还能说得上话？而冯去疾和唐居却欣喜若狂。如果郑国公入正式堂，那李斯之流听话尚且无事，要是不听话，随时可以给他踢出正式堂。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虾仁竟然拜辞不受。嬴政一连下了3道圣旨，都被虾仁以身体原因拒绝。嬴政无奈，只得再次亲赴学宫。不知道嬴政和虾仁在学宫中谈了什么，只知道嬴政从学宫中出来之后，撤销了让虾仁担任首席辅政的圣旨，而是改任李斯为首席辅政，却让萧何补进了正式堂。这番操作，在有心人眼里当然明白，这是皇帝的制衡之术。以李斯为正式堂首辅，却给冯去疾和唐居又送去了一位干将。但是嬴政这样的操作落在淳于越眼中，却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心思。孟简，你对朝堂之上的变化有何看法？学生以为陛下心意或许有变啊，何以见得？陛下之前3道旨意请虾仁出山，但是虾仁皆拒而不受。等到陛下从学宫回来之后，立刻改封李斯为首辅。在学生看来，此乃虾仁触怒陛下，陛下恼羞成怒之举也。那陛下不是也将萧何补进了正式堂吗？萧何之前不过是正式堂的书官，虽然在正式堂多年，但是品级也不过是500担的小官罢了。这一次陛下虽然破格任用萧何为辅政，直接将他从500担的小官提到2000担的大人，但是萧何资历尚浅，在正式堂中却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此乃陛下用李斯对付学宫一脉之策也。不测，你虽然未能进入朝堂，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是惠王府掌吏，但是眼光却是我众多弟子中都是头一份的。不过即便如此，对惠王来说，对我们儒家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正是学生要与老师商量之事，不知道老师愿不愿意放下咱们儒家与法家之争，全力拉拢李斯？你是说？正是。之前太子扶苏文有正式堂3辅政，吴有国防部2元帅，学宫还有一个镇国公，风头1时5两。而今却不一样了，王绾死了，李斯当权。李斯可对虾仁一直心有嫉妒，此时我料定李斯会给虾仁找些不痛快。如果这时候我们将李斯拉拢到惠王阵营，那如同斩断了太子一臂，惠王则大有可为了。可是国防部那边又如何呢？老师，国防部2位元帅中，王翦老迈，我看也活不了太长时间。李牧一直认为自己是降将身份，从不站队。一旦王翦身故，国防部是谁的还不一定呢。王翦确实年纪大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国防部中还有数位上将可接替王翦的元帅之位，你难道忘记了吗？老师勿忧，国防部数位上将中，杨端和是老好人，跟李牧一样，从不轻易站队。而项梁是楚国降将，未必能争取1、2。而蒙恬、王贲还上不了位，至于虾仁那个老丈人桓启吗？他也活不长了。孟简，那桓启是上将，彻侯还有虾仁为其靠山，你可不能乱来啊！老师放心，桓启此人有些高傲，自尊心极高，而且相当自负，正是一个最好下手的对象。臣检查御史慎议，弹劾国防部上将桓启放纵家仆，强买，为了300余亩良田，逼死3条人命。你说啥？嬴政心里也挺纳闷，他对手下的这几员大将的脾气秉性都还算了解。桓乙虽然自负，而且自尊心极强，却不是一个纵容家仆的人。而且桓乙的女婿是谁？那可是大秦排名第1的财神爷。桓乙也不至于为了区300亩土地就逼死3条人命。慎议，你所弹劾的可有证据？臣乃监察御史，有封文之权，查案不是臣的工作。合着这个慎议是个250，最少你得见个当事人什么的吧？嬴政当时脸就垮了下来，正想说话，却见李斯站了出来。李清，你有何话说？臣启奏陛下，此事关乎国朝大将的声誉以及秦律尊严。臣以为，既然有御史弹劾，不如就让有司去查一查。如果查无此事，也好还桓将军一个清白。听李斯这个意思，还真要派人去查这个案子，这是什么意思？李斯不可能不知道桓乙与虾仁之间的关系，这时候却开枪帮着慎议，难道？嬴政眉头皱了起来，随后却心念一动。李清说的对，朕也觉得该查一查。桓乙，你说呢？陛下，臣也以为该好好查一查。臣为国征战多年，没来由现在被人泼一盆脏水。如果查出来臣是冤枉的，还请陛下还臣一个清白。既然桓清也不反对，那就查查吧。朕看此事就交给国防部。陛下且慢，陛下，国朝自有律法，此事既然是桓启家仆所为，应该交给刑部去查。刑部总长毛焦，这位可是淳于越的得意弟子，难道李斯与儒家、法家难道真的可以与儒家合作？嬴政的眼睛直接眯了起来，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位首辅，过了许久才展颜一笑。
李青说的对，此事确实应该交给刑部去办。毛娇，臣在。朕就将此案交给你刑部办理，你务必要秉公办案，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No。老桓，你到底有没有放纵家仆的事情？要是有，你现在马上承认，我去找陛下求个情，也不算什么大罪，最多就是罚点钱而已。王帅，你我相交多年，你还不知道我家是用军法治家，我家里能有这样的家仆？要是真有，也不等国朝律法，我自己就用家法打死了。此事绝对是子虚乌有，诬陷我的。老桓，我相信你家中不会有这样的家仆，只是此事来得蹊跷，平白无故怎么会有御史出来弹劾你这点小事？难道某些人还想用这点小事就扳倒一位国朝大将？我看你是不是派人去通知一下郑国公？王帅，这点小事还要惊动我女婿，用不着好吧？你放心吧，过几天刑部就能还我一个清白。行了，我先走了，家里还炖着肉呢。越想越不对劲，你派几个机灵的人去盯着刑部，看看他们有什么动作。另外派人去盯着那个御史慎义。父亲，你这是？我总觉得这中间有事，你别管了，就按我说的去做。有什么发现立刻前来报我。哼，就看他们还有什么手段。事情的发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那名家仆竟然没有逃跑，就老老实实的待在桓乙的封地，就好像特意等着刑部的人来抓他一样。将人抓到之后，毛娇亲自审的案子，结果所有的罪名，那名家仆皆供认不讳。毛娇将供词整理完之后，亲自送进了宫中。嬴政看完供词之后，也有点懵。毛娇可曾用刑？并未用刑。那就怪了，既然未用刑，此人怎么会交代得如此爽快？或许是此人畏惧情律森严。好一个畏惧秦律尊严，明眼人谁看不出来这是演了一出好戏？这家仆八成是被人收买了，才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用来陷害桓乙的。只是有一点，纵观此人供词，欺压良善、强买强卖之事都是他自己干的，桓乙并不知道。那桓乙最多就有一个治家不严之罪，这样的罪名放在国朝上将身上，连个事都算不上，最多就是罚铜10斤了事。案处的人费心费力演出这样一场戏，就为了罚桓乙10斤铜，这未免有些太儿戏了吧？难道还有后手？交代刑部，既然已经认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很快，刑部就做出了判决，家仆被判了一个从军发配3000里，而桓家还真就给了一个罚铜10斤的处罚。这个判决一出来，所有关注这个事情的人都惊了。朝堂之上公然弹劾，结果就罚铜10斤，如此虎头蛇尾，实在让人想不明白。听说这桓启跋扈，亲自去了刑部威压毛娇，才逼得毛娇做出如此判决。听说是郑国公家人为了自己的老丈人，给毛娇送去了万斤重礼，才让毛娇轻判。顿时咸阳城中就有了风言风语，反正所有的风言风语都对桓乙不利。这是摆明了要用这件事来搞臭我的名声。此事不对，那些人绝对不止这点手段，一定还有后手。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些人的手段没有尽显之前，还真无法判断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静观其变吧。果然，此事过去没几天，事情又有了新的发展。那位弹劾桓乙的御史慎义公开扬言，此案不公，要继续弹劾桓乙。当有人问到慎义又要弹劾桓乙什么事的时候，慎义却神神秘秘地说，必然是石破天惊的大事。这个消息又一次传遍了咸阳。让他弹，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还能弹劾我什么事。要是又是凭空诬陷，老子要亲手掐死他。桓乙的话也不知道怎么也传了出来，所有人都没有当成一回事。直到3天后，御史慎义被人发现已经死在上朝的路上。这是在慎义身上发现的奏折，弹劾桓启家造假诏，意图造反。当街刺杀国朝御史，这在大秦开国之后还是首例。而且这位御史身上还有一份弹劾国朝大将意图谋反的奏折。毛娇将桓乙包括桓家上下所有人等全数下狱严查。禀告陛下，查出来了，桓启家有一个家仆受刑不过，交代在桓家某处埋着甲胄。毛娇带人前往桓府，果然搜出来300副钢甲。这一下，就算桓启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楚了。在大秦，私藏铠甲可是一桩大罪。桓乙竟然敢做出这样的事，下旨让国防部与正式堂议桓乙之罪。原来之前的当庭弹劾不过是一场引子罢了，这300副钢甲才是那些人的杀招。这样的大罪，又是人证物证俱全，无从辩解啊！快将这里的事情送进学宫，通知郑国公。在这个时候能够力挽狂澜的，也只有这位郑国公了。众卿对桓乙一案有何看法？这么快就准备开始了，怎么不等等我？这种情况，你他妈要是强行给你老丈人说情，很有可能会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犯傻了？
今日廷议，郑国公不用参加，有了结果，朕会派人去告知郑国公的。这事你别掺和了，朕会想办法折保你家岳父的。不行，今天这事我跟他们没完。臣谢陛下厚恩，只是臣久不在朝堂，也许久没有参加过廷议，倒是想看看如今的廷议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还请陛下许臣参加廷议。今日廷议乃正事堂李首府所提，为的是还以私藏甲胄一案，众位卿家可有什么看法？请刑部总长毛娇将案情给大家重新讲述一遍，大家看看该定何罪。毛娇闻言，将慎义如何被刺死，又如何在他身上找到遗蛇，桓乙的家仆又如何受刑不过招供，甚至还说出刺杀慎义也是桓乙派出的杀手之事，一桩桩一件件，就如同亲眼目睹一般讲了出来。之前一直听说桓启私藏铠甲的事情，而桓启派出杀手刺杀慎义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听到，也难怪这些朝臣激动。刺杀御史这种事情在大秦立国之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堪称恶劣中的恶劣。而毛娇一直秘而不宣，偏偏在廷议的时候将此事拖出，这分明是断了桓启的后路。王翦看向虾仁，想看看虾仁有什么办法，却看见虾仁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这么胸有成竹，看来没事了。桓乙派人刺杀慎义之事，为何之前没有听你说过，也没有上报正事堂？下官在审讯完成之后，已经将全部供词都交给李首府，所以冯府正不能说下官没有上报。正是，所有的案卷供词都已经上报给我了，怎么我这个正事堂首府代表不了正事堂？陛下，既然案情有了变化，近日廷议的议题自然也发生变化，臣请陛下下旨改期再行廷议。臣以为唐府正此言不妥，今日廷议是以桓启之罪，私藏铠甲是罪，刺杀御史也是罪，为何要改期？不如今日就议论定了下来，也免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臣以为毛总长说的对，既然是一罪，一条罪也是义，两条罪也是义，又何必改期呢？陛下，郑国公此言才是宫中体国之言。既然连郑国公都认为今日可以议罪，那就今日议，不再改期。郑国公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放心，他总不会害自己的岳父。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改期了，继续议罪吧。既然继续议罪，那刑部综合桓启2项罪名，判处桓启夷3族。众位同僚可有异议？一说夷3族，刚才还议论纷纷的大殿立刻又安静了下来，无数双眼睛都看向虾仁。这要是同意了，那不就是明摆着要先生的命？既然众位同僚没有意见，那刑部就照此办理了。陛下，廷议结果已出，桓启夷3族。且慢，王元帅有不同意见。陛下，臣以为虽然桓启有罪，然而桓启为国征战多年，功劳甚大，是否可以看在桓将军战功的份上，给桓将军减罪？王元帅此言，乃坏我大秦万世根基之言也。淳于越，你未免有点危言耸听了吧？陛下，适才王元帅说桓启将军于国有大功，是不是可以考虑从轻发落？臣以为不可。道理很简单，如果有功之臣因为自己有功劳在身，犯了罪就可以轻纵的话，那秦律不就成了样子货？秦律之森严就在于上下一体。当年商君变法，公子赢前功劳如何？那可是孝公之兄，统军厮杀无算，还有让国之功。结果因为太子嗣之过，被商君处以极刑，从此戴上铁面，再不以真面目示人。若说功劳，难道桓启的功劳还能大过公子虔？公子虔天大的功劳都不能免刑，如此桓启又何德何能可以减罪？况且如果开了这样的口子，日后权贵高官犯法之后，尽皆以功劳减罪，秦律形同虚设，则大秦根基已动，必给后世招来灾祸。与淳于越交手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淳于越有如此锋芒。这老不死的果然还是有几把刷子的，说出来的话就如同一把把小刀子一样，直接将所有为桓乙辩护之词全数给挡了回去。要是继续这样下去，不但桓乙这条老命没了，就连我也要受牵连。御阶之上的嬴政为难了，从内心来说，他也不想杀桓乙。一来是桓乙确实是国朝难得的勇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二来朕也知道这就是一出戏，只不过国有国法，那些人手段高明，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桓乙。朕一时还没想到如何替桓乙分辨，但是如果这是牵连到虾仁，朕也不得不强行出手了。怎么样？如今局面，你可还有破局之法？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怪我了。今日依然议罪，难道毛总长不让诸位大臣们见见嫌犯和那些证物吗？莫非就凭着毛总长3言2语就能让诸位大臣相信我岳父犯下如此大事？陛下，既然郑国公说要看看人证物证以及嫌犯，臣请陛下下旨，宣人证物证以及嫌犯桓启上殿。
这可是钢甲，在大秦军中都还不是标准配置，只有精锐中的精锐才有资格穿这样的甲。当年匪军护着太子扶苏去北地，在义渠城与李牧一战，穿的就是这样的钢甲。虾仁却慢悠悠地走到这铠甲之前，看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位置。郑国公，怎么这些铠甲有问题？甲胄当然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藏甲胄的人而已。郑国公说的对，有问题的是藏甲胄的人。看来郑国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什么时候说这个藏甲胄的人是我家岳父了？诸位大臣可知道，这样的钢甲目前能生产的只有我学宫的武器研究所，别处无法生产。但是诸位大臣可能不知道，这铠甲的内衬都留有一处暗记，谁领用了这些铠甲，铠甲转移到哪里，都有详细的记录。白胜何在？取记录簿来查一查这些铠甲的去向。回镇国公的话，这批铠甲都是始皇12年划拨给三川第一军的。三川第一军不就是惠王胡亥的护卫军之一吗？怎么又把胡亥给牵扯出来了？郑国公，这兵器研究所一直是你在管，这样的记录簿子恐怕不足为证据吧？毛总长说的对，可惜这样的簿子每次记录过之后，都会向国防部和政事堂同时提交一份存档。我手上的容易造假，但是国防部和政事堂的总不会造假吧？臣请陛下下旨，去国防部与政事堂存档1月。赵高，你亲自去国防部和政事堂将存档的簿子取来。哟，奴婢启禀陛下。奴婢去取簿子的时候，各处封口皆完好无损，经过查验，确实是始皇12年所封。臣以为，虽然盔甲是划拨给三川第一军的，但是说不定是第一军管理不善，遗失了也说不定，这与本案无关。臣以为还是以之缓起之罪为当务之急。别急啊，毛总长刚才说可能是第一军管理不善，遗失了这些盔甲，那就奇怪了。国朝军法中对盔甲的管理尤为严格，甚至还在攻城弩之上。军中谁敢如此轻视盔甲的管理？更何况又是300副钢甲，难道第一军的军长就不怕军法吗？我身为大秦大元帅，如果真有此事，那休怪本帅杀人了。臣以为可将三川第一军军长提到殿上询问。黑冰台何在？臣即火叩见殿下，去将三川第一军军长抓到殿上来。诺。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黑冰台暗卫去了三川第一军的时候，却得知这位军长昨夜饮酒过量，失足摔入水中，已经淹死了。好大的胆子！堂堂一位军长，居然说死就死了。这些人好谨慎的心思，竟然能提前将这位军长给灭口。郑国公，现在这位军长已死，不知道还能找谁查证？找三川第一军管后勤的吗？这些人竟然如此狠毒！如果现在说找第一军的后勤官来询问，估计这位后勤官也逃不了一死。陛下，臣以为这些钢甲都是有迹可循之物，而且任何人遗失都是重罪。桓乙久在军伍，绝对不会不知道。要是桓乙真要藏甲，又何必藏这些容易引起麻烦的甲胄？何不藏一些普通铁甲？此乃本案第一处疑点。郑国公此言，下官却不敢苟同，说不定是桓启自以为自己有靠山，所以不怕查呢。物证现在有存疑的地方，臣请陛下将人证带上殿来，臣想询问一二。带上来。你是何人？报上名来。小弟是桓府上家仆，名叫狗大。既是家仆，那平日里你在桓府都做什么差事？小弟在桓府啥都做，算是一名杂役。哦，你既然只是一名杂役，想来在桓府之中也没有什么权利，又是怎么知道你家主人埋藏盔甲以及派人刺杀御史之事的？小弟是那日在后堂打扫，偶然间听到的。偶然听到的？那你告诉我，你偷听那日你家主人是在与何人说起此事？这如此机密之事，你家主人总不能碰上个人就跟人说吧？那你既然听见了你家主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那自然也应该知道对方是谁才是。说吧，那人是谁？他不过是一个杂役，就算听见看见，也不一定认识那人。所以郑国公此问，却是为难他了。为难？诸位试想，如此机密大事，桓乙是有多大的胆子，竟然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张口就说，还偏偏就让这名杂役听见，那我家老岳父的心有多大啊？毛总长，如果是你，如此大事，你会这么轻易宣之于口吗？荒唐！下官乃大秦忠臣，岂有如此大逆之举？淳于先生，你会吗？贪！诸位同僚，你们会吗？虾仁的这一问，却让朝堂之上诸位大臣各自议论，此事果然有些蹊跷。在我看来，只要是个正常人，就不会这么干。但是我家岳父偏偏就这么干了。狗大，你是上郡人吧？很好，那我再问你，你祖上可有做官的？既然没有当过官，那可曾经过商？小弟命贱，祖上几代都是农夫，并没有当过官或者经过商。
哦，那想来是你在桓府受了不少的奖励了。郑国公别开玩笑了，小弟进桓府还不到2年，即便有赏赐，也不过一些衣食酒肉而已。虽然不少，却也谈不上多。是吗？那就奇怪了。那你家在上郡又是哪里来的10个金饼和500贯半两呢？怎么可能？小弟家无余财，怎么会有那么多钱财？你倒是谨慎，也算得上聪明，知道交代你家老母不要露财。可惜你那个2弟不争气，在城中与别人耍钱，结果输了，于是从你家中偷出来1个金饼抵给赌方，却不料被贼人盯上，你全家已经因为你送回去的这点钱财，全数被灭门了。不可能！你一定是在骗我，一定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既然选择了为财，那有如此下场，也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只是我就要问你一句，你家中的财物是从何而来？是不是有人用财物买通你，让你陷害桓乙将军？不，我没有。陛下，郑国公有供。你说我诱供，那我请问你，这位叫狗大的证人家中多出来的那些明摆着就不属于他的财物，都是哪里来的？你身为本案主审，可有什么想法？郑国公此言就好笑了，人家运气好，在地上捡到的不行吗？毛总长，你身为刑部总长，为何会出此小儿之言？现在这位证人很明显有财产来路不明，那他的证词也很明显有可怀疑之处，你为何视而不见？难道说你这个总长还是有选择的，听你想听的供词？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陛下，臣以为此案证据确凿，无需再问。至于证人狗大的钱财从何而来，与本案无关，应该另案再查。荒谬！不望你还是法家魁首。案件有疑点，竟然不是第一时间想着将案子弄清楚，而是想着快刀斩乱麻。我还告诉你，大秦还不是你李斯的天下。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此案中的疑点不弄清楚，就想给我岳父定罪，那就是摆明了想弄死我。那就不要怪我不讲究了。大胆！大殿之上，陛下面前，你竟然口出如此狂言！你眼里还有没有大秦？还有没有陛下？吵啊！继续吵啊！都是朝廷重臣，你们自己看看，现在都成了什么样子？市井小民吗？还有没有一点朝廷大臣的仪态？赵高，奴婢在。将刚才殿前失仪的大臣都记下来，每人罚俸1年。6。哎，沉默太久了，现在竟然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敢拿我做法子，我不撒个泼，这些人是不知道我的厉害。今天要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虾人在这里顾盼自雄，嬴政脑袋却一个变成了2个大。朕又怎么会不清楚这案子中另有隐情？朕又不是傻子。但是李斯是朕任命的首辅，总不能刚上台就因为这点破事叫人给弄下去吧？首辅之位是小，朕自己的脸面也无光啊。但是看着那位内父模样，此事不顺着他怕是不行了。既然此案有这么多疑点，那就重新查。陛下，谁来查？还让刑部来查吗？那依朕国公的意见呢？你觉得谁来查比较合适？如果是按照臣的意思，既然此案是刑部主审，那就还交给刑部来查，毕竟一刻不凡二主嘛。还让刑部来审，你怕不是个傻子吧？只不过根据之前的情况来看，刑部好像对审案也不是太在行的样子，那就3堂会审吧。郑国公，何谓3堂会审？为了避免单一部门有逼供、陷害这样的举动，为了保证司法的公正，所以由不同隶属的3个部门同时审查一个案子，此为3堂会审。如果有人想要在案中施展一些手脚，那就要同时买通3个部门的人，难度可比买通其中1个部门要难得多。那你的意思，哪3个部门一起审案比较好？以臣之见，除了刑部之外，政事堂总揽国政，政事堂的众位辅政也是大秦栋梁，政事堂自然应该参与。还有机会，只是政事堂诸事繁杂，首辅为国之重器，不可轻动。臣以为只需冯去疾、唐居、萧何3位辅政中出1位即可。那3人跟你都是穿一条裤子的，这分明就是用辅政的名义去压制刑部毛焦。本案的主角既然是桓乙，那国防部自然责无旁贷。国防部的2位大元帅，哪一位有空能参与一下？郑国公的意思是让你去。王元帅事多，我来吧。李牧元帅愿意出面，那是最好。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说什么3堂会审，合着政事堂和国防部都是你的人，别跟我说什么李牧向来不掺和国朝政事，也从来不站队，那得看对象是谁。当年你让李牧手刃了仇人郭开，这样的恩情，李牧又岂能不铭记在心？要是王翦，还能说他结党营私，这换成了李牧，任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字来。李斯心里就如同吃了一个死苍蝇一样，但是御阶之上的嬴政却不这样想，在他看来，这样的操作最是恰当不过，既可以查清楚案子的真相，又能确保不偏不倚。
坐山观虎斗，不错不错。既然如此，那朕就命正事堂冯去疾、国防部李牧会同刑部毛娇共同审案。至于所有证据和证人乃至犯人，全数交给黑冰台，由黑冰台负责看押。淳于老先生，你可不要逼着我灭了你们儒家道统哟！如此郑重的警告，这还是第一次。当年被自己的儒家弟子刺杀，也没有过如此的杀意。首府现在该如何是好？担子该怎么审就怎么审，这你还需要问我吗？另外回去告诉淳于越，国朝法度不容轻视，让他自己的屁股自己擦。我的好师弟啊，你出的好主意。现在可好，三堂会审中有2方是瞎人的人，这下恐怕搞不了还气，连我可能都要惩阶下之囚了。我懂了，李斯这是在教我们做事。什么意思？你这个榆木脑袋，你以为李斯对你说的那些话就是单纯在骂你吗？李斯是告诉你，现在情况不同了。以前你在刑部可以一手遮天，但是现在三堂会审，冯去疾和李牧都不是吃素的主，让你把之前遗留下来的首尾全部处理干净，不要留下什么把柄，像那个狗大往家中送财物这样的事，坚决不能再有了。正是，那盔甲的来历也是一件要紧的事。此事怪我，竟然没有想到这钢甲上面有暗器，竟然还在国防部和正事堂都有存档。早知道如此，就用普通的铁甲。这些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出了事，就让我来给你擦屁股。毛娇，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学生听见了。孟前，此事本来是要对付桓启，帮助惠王扫平障碍，现在搞到如此局面，恐怕惠王那边不好交代。你想好怎么说了吗？老师放心，虽然此事有些超出学生的预料，但是并未伤及惠王根基，惠王不会怪罪，而且此事尚有回旋余地，只要咱们处理得当，桓启未必不死。既然你心里有数，那老夫就不再多说了，你自去办你的事吧。夫君，今日廷议情况如何？我父亲有没有事？放心吧，有你夫君出手，怎么可能还让岳父出事？我已经奏请陛下启动三堂会审程序，除了毛娇之外，另外请冯去疾和李牧共同审案，保证岳父不被冤枉。这样就好，只要不要儒家那帮子人一手遮天，必然能还我父亲一个清白。只不过什么？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我父亲就会遭此牢狱之灾？我父亲现在又没有实权，他们为什么要对我父亲下手？你太小看岳父了。虽然现在岳父看上去好像赋闲在家，手上无权，但是你要知道，一旦王翦或者李牧出事，或者告老，能接替国防部大元帅之职的人，掰着手指头也能算得出来。一个杨端和，一个岳父，都是继任大元帅的人选。杨端和的性格脾气都不适合成为国防部的当家人，所以以陛下之英明，最后这大元帅的职务90%要落在岳父身上。这些人是从现在就开始未雨绸缪，为将来考虑了。你是说惠王？此事你只管交给我就是了，我保证不让岳父大人吃亏。而事情的发展也正如虾仁所料，有了冯去疾和李牧的加入，案情顿时有了转机。冯去疾在改制之前就做过咸阳令，又当过廷尉，对审案这一套了然于胸。毛娇又怎么会是他的对手？每一说话就被冯去疾给堵了回去。李牧虽然不通政治，但是却深通兵法，必须就时，声东击西，用的是出神入化。毛娇在刑部大堂都快成了一个摆设。毛娇见情况不对，只能动用自己最后的权力，以案情有疑点为由，强行将案件搁置。双方的交锋顿时从刑部大堂转到了暗处。孟前一方面派人在咸阳城中到处传播谣言，言说桓乙之所以暗藏盔甲，就是因为朝中另有弊主，话里话外都指向冯去疾和李牧。而另一方面则派人去上郡，将那些已经被官府没收的狗大财物全部窃回，甚至还派人在国防部和正事堂都放了一把火，意图烧毁那些盔甲的存档。还好王翦和萧何等人警惕性高，在廷议结束当天就将所有的存档都给换了地方。现在疑点虽然还在，但是确断了所有查下去的线索，就算你提出疑点，也没有证据，最多只能拖延下去。可是光拖延有什么用？你老丈人总不能一直在牢里待着吧？他们这是黔驴技穷了，且看他们还有什么把戏。而此时西域那边却传来了消息，章邯派给天网的通译诺德夫王子太过俊俏，被波斯王女儿看上了。波斯公主为爱出逃，波斯王派卫队围剿，被周勃碰见，惨败而逃。怕是下一步西域就将迎来波斯的大军攻伐了。各位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陛下，波斯帝国并非小国，疆域万里，雄兵100万，齐国国主也算得上一代雄主，实在是我大秦前所未有之敌手，甚至比匈奴还要难对付一些。臣以为大秦现在还在第2个5年计划当中，况且又在南征，要是与帕提亚帝国一战，怕是要以倾国之力才有胜算。臣觉得不应为了这件小事就让我大秦方寸大乱，索性将波斯公主和诺德夫送还给波斯，再赠以重礼以慢其心。等到我大秦南征结束，再出动大军与其一战，如此可稳操胜券。将人送回去。李首府此言妙矣。陛下如用李斯之策，非但不能缓解目前的局势，反倒容易让西域诸国对我大秦心生嫌隙，怕是西域也要不稳了。郑国公仔细说来。陛下，那诺德夫王子乃越氏王子，为我大秦西域大都督府庇佑，甚至张大都督还受命他为天网通译，前往波斯收集情报，九死一生才能逃回来。现在此事在西域估计已经人尽皆知。如果我们此时将诺德夫和波斯公主送回去，则西域诸国会怎么看待我们大秦？如此兔死狗烹之事，必然会让西域诸国对我大秦心生忌惮，而且还会以为大秦就怕了那个什么帕提亚帝国。西域诸国说不定就会倒向帕提亚帝国。波斯王阿尔沙克2世继位雄主，岂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必然会挥师东进。要是与西域诸国勾结在一起，则西域不保。西域一旦不归我大秦所有，想来他们也不会安心等到大秦南征结束，才会对大秦发起攻击。到那时候，我大秦即将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况且区区蛮夷竟然善用帝号，不诛灭无以正纲纪。臣以为不但不应将人送回过去，反倒应该开始向西域增兵，以防万一。郑国公可有好建议？主意是有的，就是不知道陛下敢用不敢用。郑国公说的哪里话？只要你的计策能给大秦带来好处，朕有什么不敢用的？既然陛下如此说了，那臣就说一下自己的浅见。臣以为波斯公主不但不能交还，大秦还应该厚待，甚至陛下还可以给波斯公主以册封。郑国公，此言何意？还要册封波斯公主，这是什么道理？那波斯公主说是公主，其实就是化外之命，番邦胡人，怎么能随便册封？更何况如果册封波斯公主，那岂不是更会引起波斯王的不满？难道他们就不会来攻了吗？李首府莫急，听我慢慢道来。番邦胡人与我华夏不同，在他国，女人是有权利继承王位的，而这位波斯公主也是波斯国的合法继承人之一。如果波斯王绝嗣，这位波斯公主自然就是波斯国之王。此时册封波斯公主，乃是为了出师有名。试想，如果波斯国之王是我大秦册封的，那我大秦在法理上就有了对波斯国的天然法权，大军开进波斯国也是应有之义。而且波斯公主身单力孤，她要想回国争权，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援。我大秦恰好就是这样的外援，当然，要是能掌握波斯王的某个儿子，当然会更好。但是可惜，我们只有这样一位公主，不过也聊胜于无了。笑话！我煌煌大秦，华夏征硕，岂能用如此龌龊的手段？况且册封一女子为王，这不成了笑话吗？李首府，战国七雄之间，难道互换世子的事还做得少了吗？当年穆公不是也送了重耳归国，造就了一位霸主晋文公，而女人又为何不能为王？西域大月氏之王不就是女王吗？听下人提起了秦穆公，李斯也不敢说话了。之所以不敢，是因为秦穆公在秦国历史上的位置太过重要。没有秦穆公，秦国可能到现在还只是西戎的一个偏僻小国，而此事也正是秦穆公一生中所做出的最错的举动。晋国内乱，公子外逃，秦穆公有意送一位公子归晋，意图通过这位公子掌握晋国，从而能够东出争霸。结果选的第一个公子夷吾是个白眼狼，一回晋国继位，立刻就将与秦国签订的契约抛之脑后。晋国大旱，秦穆公不计前嫌，给晋国借粮，帮助晋国度过灾荒。可是等到来年秦国大旱，向晋国借粮的时候，这位晋国之主竟然颗粒不借，还陈兵秦晋，边境意图攻秦。也正是因为这位晋国国君是个白眼狼，在国中引起诸多不满，终于死在权臣手中，晋国再次大乱。秦穆公此时又突发奇想，将公子夷吾的弟弟重耳接到秦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重。重点是这时候重耳已经60多岁了，而秦穆公的女儿还曾经嫁给过夷吾的儿子，算起来重耳是秦穆公女儿的叔父。这位重可与夷吾不同，归国之后任用贤明，赡养国力，很快晋国实力恢复，重新成为了中原诸国继齐桓公之后的又一位霸主，而秦穆公的东出之梦再次被无情的击毁。所以虾人举的这个例子其实不是很恰当，而李斯却并没有反驳，要他冒着触怒嬴政的风险去批驳虾人，这样的事情他才不会干。郑国公所言倒也是一个办法，只是郑国公所言不过是在法理上给大秦找一个理由，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大秦能不能打。两位元帅在南征大军不能回来的情况下，我大秦还能动用多少兵力？回禀陛下，
刚才陈宇礼帅已经算过了，如果在不考虑南征大军的前提之下，在刨除镇守大秦各地所需要的兵力，国防部以为还能凑出不下80万人。还能凑出80万吗？正是，这还只是动用野战军和辅战军，如果还要动用卫戍军团，最少还能抽调10支卫戍军。只是如果那样的话，地方治安很有可能会出问题。大秦改制之后这么多年来，朕还真不太知道大秦的兵力能有这么多人，只是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后勤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本来南征大军的后勤就已经是一件麻烦事，现在西线这边要是再起战事，甚至还要动用100万大军，那后勤的压力大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萧何，如果国朝再动100万人马，我大秦可有粮草能供应得上？启禀陛下，如果今年动兵，国库无粮。什么？怎么会无粮？启禀陛下，第2个5年计划才开始不久，朝廷就开始南征，所有的粮草都优先供应南征大军，而国库中确实没有多少存粮，只是在西域尚有粮食300万石，但是这点粮食却远远不够陛下所说的100万大军所用，故而臣说无粮。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是亘古不变的原则。如果没有粮食，那岂不是连防御都做不到了？还谈什么用兵？将士们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打仗。萧何，你有话就直接说完吧，不要让陛下着急。刚才臣说的是今年动兵无粮，但是如果给臣1年时间，臣能筹措出2000万担粮草，加上西域之粮，可有3000万石。如果给臣2年时间，臣保证能给陛下筹措出5000万石粮草，可供100万的大军1年之用。看你教出来的好学生，竟然还学会大喘气了。波斯国距离大秦路途遥远，等到波斯公主逃到大秦的消息传回去，怕是要3、4个月之后了。然后波斯国想要举国来攻，聚兵聚粮，最少也需要大半年的时间。等大军开到西域，怕也是明年下半年的事情。只要章邯在西域抵御得法，臣以为2年之内并无大碍。是啊，倾国之战并不是那么好干的，能在半年内做好出征计划，并且顺利出兵，已经相当优秀了。那就再等1年吧。而且陛下，咱们也用不着发动100万大军，兵器研究所研究的新式装备基本上已经可以量产，1年时间可以给最少10支野战军换上新式装备，而且凌空火炮的威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旧炮旅也从之前的3支发展到现在的7支，拥有大火力旧炮100余门。如果把装备之事算上的话，我大秦20万大军就已经足够匹敌波斯100万大军，所以大秦并不用动用那么多军队。郑国公说的对啊，朕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如此波斯国无忧矣，朕决定了，册封波斯公主。对了，那个波斯公主叫什么名字来着？那名波斯公主名唤叶娜。对，册封叶娜公主为波斯国女王，待遇与大秦亲王同列。另外，国防部指定出兵计划，调拨人马在西域集结，准备迎战波斯国。萧何继续负责后勤计划。陛下，臣想保举桓启为主帅，统兵前往西域。殿下，我大秦人才济济，为何偏偏要用一犯人？况且桓启之案还没有搞清楚，还不能说明桓启就是清白的。一个嫌疑人不适合统帅大秦大军。如此国战，如果全部交给桓乙，我还真不放心。这与桓乙有没有罪没有任何关系。桓乙虽然久经战阵，甚至还率军灭过齐国，但是桓乙这个人多少有点冲动，与波斯国进行国战，桓乙的脾气秉性很容易造成秦军的失利，但这却是放出桓乙最好的理由了。嬴政考虑了许久，才决定下旨由王翦为主帅，桓乙戴罪立功，担任王翦的副手，项梁为参谋长，共同领军。当嬴政的圣旨下达之后，黑冰台立刻就将桓乙给放了出来。桓乙在牢中待了好几个月，此时终于得见天日，见到来接自己的虾人，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逆婿，我委屈啊！岳父尽管与王帅出兵，其他的事情交给小婿去办就是。这些陷害岳丈的人，我都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而嬴政因为西域的事情一直心中烦闷，今日特意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到上陵来行猎，换换心情。这次的行猎却与往常不同，这一次他就带了赵高和几个儿子，一个大臣都没有带，看上去就好像是亲子日活动一样。今日行猎就是为了考校你们的骑射功夫，以3炷香为限，谁能猎到最多最好的猎物就是优胜者。朕可是准备了一件礼物，准备赐给获胜者哦。说到了，出林吧。太子殿下，陛下给了3炷香的时候，您这进来才不到半炷香就出去，陛下的脸上怕是会不好看啊。你说的对，这么早就提着2只兔子出去，敷衍的态度也太明显了。虽然姑不在乎父皇的那份礼物，但是父皇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我在这里休息一下，你去帮我猎一些猎物回来。小的职责使命是保护太子殿下，就这样出去打猎，那叫擅离职守，按秦律是要开刀问斩的。这是姑的命令，你不执行就是抗命不遵，后果你自己想明白。
当了这么多年太子，难得这么惬意，先睡一觉再说吧。太子快跑！这样的巨熊一般都只会出现在上林山的深处，现在所在不过上林山的外围，怎么会有这样的熊出现？除非是有人动用特殊的手段将这头巨熊从密林深处给赶了出来，莫非这次行猎是父皇的阴谋？扶苏心中猛然涌起一个恐怖的想法，却又不敢继续想下去，强行让自己给压了下去。马呢？我的马怎么不见了？这么多猎物，看来父皇这份礼物非我莫属了。救命啊！太子哥哥怎么如此狼狈？18皇帝，快救我！太子哥哥，你怎么会招惹上如此凶物？我敢招惹他，是他找上我的。两人一时无话，只顾向前跑。可没跑多久，就听见身后又传来巨熊的咆哮声。扶苏压根就没想过胡亥会这样做，竟然直接被胡亥灌在地上。眼看胡亥越跑越远，而巨熊越来越近，而自己被刚才那一灌，脚脖子还崴了。那一刻，扶苏是把胡亥恨进了骨头里。什么兄友弟恭，什么手足亲情，都是假的。在死亡面前，人的本性显露无遗。终于明白了师父在姑第一天当太子的时候说的话，从此之后再无兄弟。如果今天能让姑逃出升天，姑一定会让胡亥付出代价。孟先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胡亥将事情跟孟乾说了一遍。孟乾大惊，这头巨熊就是他的手笔，想借这头巨熊之手杀了扶苏，没想到扶苏竟然会把巨熊引到胡亥这里，差一点就要了胡亥的命。过程虽然曲折，但是目的总算是达到了。一个崴了脚的扶苏怎么可能逃出巨熊的毒手？你别笑啊！现在咱们该怎么办？自然是去向陛下报丧。可是这荒郊野岭的，怎么回去？用我这苹果14 Pro Max 联系护卫队过来送我们吧。怎么还随身携带着神器？左下角闪送到的。我为了皇家的安危，特意准备了不限量的苹果14 Pro Max 和华为 Mate 50，升级就能练，人手一台都没问题，正品包邮送到家。升级难吗？不难，你这样点击我左下角进入，3-5秒下载好，穿戴上新人手冲送的绝版神装，战力瞬间提升300万，一招神龙翱翔就能打乱敌军阵容，横扫一切，一战成名，让你体验平民秒变大佬的快感。完成任务领取手机还不轻轻松松。我也去试试，你赶紧搬救兵啊！父皇，大事不好了！胡亥，你这是怎么了？止住哭声！父皇，快派人去救太子！快去救太子！你说什么？太子怎么了？父皇，太子在林中遇到了一头巨熊，护卫尽皆阵亡，孩儿带了自己护卫去救，结果自己的护卫也都被那头巨熊给杀了。太子为救儿臣，让儿臣逃出来求救。他怎么了？他孤身一人引开巨熊，现在怕是凶多吉少了。胡亥的话如同一击重锤，重重的砸在嬴政心上。嬴政虽然对现在扶苏庞大的势力颇为忌惮，也有心扶植一位皇子与扶苏对抗，但是不代表他就不喜欢这个儿子。自从扶苏拜虾人为师之后，行为举止越来越有圣君风范。嬴政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也知道，在自己诸多皇子中，能够继承大秦大业的，除了扶苏，再无他人。只是出于帝王对权力的看重，他才会如此做。赵高立刻命羽林军进山搜索，务必要找到扶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到太子了，找到太子了！可是找到太子了，启禀陛下，找到了。是死是活？启禀陛下，太子洪福齐天，逢凶化吉，自然诸邪不侵，除了崴了脚，别无大碍。父皇，扶苏，我儿，你无事吧？赖父皇洪福，列祖列宗保佑，儿臣无大碍。那就好，那就好。胡亥来传消息，说你陷入巨熊之口，险些让朕失了分寸。现在看到你无事，朕的心也就放下了。只是如此巨熊，你们护卫尚且不敌，你孤身一人，又是如何能脱险的呢？儿臣当时也以为自己已经命丧当场了，多亏有人相助，儿臣才能逃出升天。谁？儿臣的三师弟楚人相吉。回想起刚才的事，扶苏还心有余悸。那死熊休伤我师兄。师兄，陈平，
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还说我呢？你堂堂大秦太子，怎么会落到被一头熊追杀的地步？此事说来话长，一句半句的也说不清楚。他又是谁？他不就是你的三师弟项籍了？项籍，一段时间没见，怎么又高大了不少？谁知道呢？吃啥都长个，而且饭量还不小，一顿饭能吃20张锅盔，还顿顿都要有肉。要不是他把我们的盘缠都给吃完了，我才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呢。我正准备详细问问，却听见项籍一声怒吼，竟然主动向那巨熊冲了过去。那巨熊一路横行霸道，什么时候被这么无视过？一声咆哮，也向项籍冲了过去。虽然项籍个头没有巨熊高，但是气势上却丝毫不逊于巨熊，双臂一抖，就将巨熊的2只前爪给抓住。扶苏将项籍如何力斗巨熊，又如何救了自己的事情娓娓道来，听得嬴政如同听天书一般。估计巨熊到死都没想明白，眼前这个小人是怎么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的。项籍何在？就在帐外候旨。快宣，朕要好好看看这位勇士。而扶苏没有跟嬴政说的是，师兄，这头熊力气不小，又皮糙肉厚的，着实费了一些功夫，让师兄久等了。三师弟，多亏了你，不然师兄这条命就要撂在这里了。大家同出一门，自当守望相助。不过师兄，你还没说你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的呢？扶苏这才将来龙去脉一一告诉陈平。陈平听完之后沉思了一阵，才说道：师兄，这是有人想要害你啊？我当然知道有人要害我，要不是我那个18皇帝，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我说的不是这个。师兄，熊这种动物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自己领地有食物的时候，一般不会出自己的领地，而且这熊一般生活在密林深处，外围却是难得一见，它会出现在这里只有一种可能。你是说？没错，就是被人给赶出来的，就是为了借这头熊之手来杀你。但是这上林丛林密布，那些要害我的人又是怎么知道我的方位，能这么准确的将熊给赶到我这里来的呢？记得师兄说过，你有一名护卫去打猎了。你是说那名护卫出卖了我？有那名护卫做内应，想要知道自己的方位还真不是问题。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如此处心积虑要害我，我是不与其罢休。这还用想，自然是你的那位18皇帝干的。纵然不是他下的令，但是跟他也脱不了干系。18皇帝，好。师兄，回去之后你打算怎么办？我一定要见18皇帝的恶行告诉父皇，让父皇严惩他。这可不行，驱赶巨熊只是我们的猜测，而胡亥借你脱身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你要是这样在陛下面前告胡亥的状，怕是会起反作用。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自认倒霉了？你按我说的去做，不但能让胡亥吃个闷亏，还能敲打一下他。在嬴政的旨意之下，项籍雄赳赳气昂昂的抬头挺胸进了帐中。好一条昂藏大汉！父皇，项籍虽是我三师弟，却有万夫不当之勇，又有救了儿臣之功，臣请父皇给他一个恩典。这是应该的，救了我大秦的太子，理应受赏。等等，你说他是你三师弟？正是，这位就是项梁将军的侄儿项籍，被我师父收为3弟子，今日能救我，也是老天保佑。原来是镇国公的弟子。既然你救了朕的太子，又是太子的三师弟，那也算是一家人，朕就封你一个校尉，在东宫行走吧。扶苏心中一愣，他没想到以项籍的身手和救了自己的大功，结果就给了人家一个东宫的校尉，这未免有点看不起人了。陛下，这个校尉我也不想当，不想被拘束，我就想请陛下给我一个恩典。嬴政的眼光立刻如同一道利箭一样射向项籍，脸上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笑意。哦，你想求什么恩典？我想请陛下给我一道旨意，允许我能随时到上林来打猎。这上林的猎物不少，正好给我打打牙祭。你就要一封能随时到上林打猎的旨意？别的我也不缺啊。要不是上林是皇家猎场，普通人无旨不能进入，我连这道恩典都不想求。嬴政瞪着眼睛，一直盯着项籍，想要分辨他这话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却见项籍一脸诚恳，眼光也纯净如水。好，你有如此心态，那东宫的一个校尉确实是委屈你了。既然你想随时进入上林打猎，那朕就封你上林将军，统帅上林羽林军，并且许你可以随时进入上林之权。刚才都怕项籍的话引起父皇的不快，被推出去斩首，没想到还被封了一个上林将军。扶苏此时瞟了一眼胡亥，发现胡亥脸色刷白，全身还在不自觉的抖动，知道他是心虚。父皇，18皇帝也该赏。哦，不是你让你18皇帝先跑，他有什么可赏的地方？
原来胡亥回来是这么说的，跟陈平猜测的差不多，那这样就好办了。而陈启禀父皇，臣被巨熊追击，是18皇帝带着自己的护卫悍不畏死的来救，只是护卫不是巨熊的对手，才让儿臣和皇帝都陷入困境，儿臣才让皇帝先走。没想到皇帝如此高风亮节，竟然丝毫不提自己救援儿臣之功。儿臣以为，虽然儿臣最后不是皇帝所救，皇帝来救儿臣之功也该赏。哦，竟然是这样，老18，如此之功劳，你之前怎么不说呢？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扶苏不但没有告我，反而还替我请功，这该怎么办？儿臣没能救下太子殿下，无颜请功。好，好，好，能见你们如此兄友弟恭，实乃我大秦之福。既然扶苏给你请了功，朕自然要赏，就赏你双凤如何？儿臣谢父皇恩典。父皇，现在18皇帝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为大秦出一份力，何不给皇帝一份差事，让他能为国出力呢？这样说也对。你觉得应该给胡亥什么差事？南征大军现在已经出获战果，当地百姓出附大秦，民心不稳，何不让皇帝去南边一行，安抚百姓，以皇帝皇子之尊？想来这个差事应该很容易才对。胡亥，这个差事你可愿意去？愿意去才见了鬼。皇帝有差事要接，都是为父皇分忧嘛。胡亥这才回过神来，自己还有把柄在扶苏手上，无奈只得答应。父皇，儿臣愿意。既然如此，朕就封你为安抚使，去南方走一趟吧。皇帝，这次是我命大，逃过一劫，也希望皇帝福大命大，长命百岁。糟了，中计了！中了什么计谋？殿下，你不该将太子说的功劳给认下来啊！这是为何？殿下，你能有今天的地位，甚至与太子并称，乃是陛下有意用你制衡太子之意。而你今天将功劳认了下来，那不是摆明了你对太子有情有义？陛下怕是会担心你会成为太子臂柱，让自己用你制衡太子的意图付之东流。此后恐怕不会再支持殿下了。啊，不会吧？怎么不会？陛下允了太子的建议，让殿下安抚南征民心，就是陛下在表示对你的不满，远离朝廷中枢，而去南方燕瘴之地，这不是什么好差事，这是陛下给你的惩戒。那现在如此奈何？太子东宫有高人啊，如此揣摩人心之道，前不能及也。事到如今，陛下谕旨已下，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孟先生救我！殿下，事到如今，咱们也许也能将坏事变好事了。哦，如何将坏事变好事？只要殿下能将南征大军握在手中，那殿下就成了大秦除了陛下之外掌握军权的第一人。制衡太子算什么？就算换了太子，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南征大军的统帅是杨端和，他能干。人之所以不愿意背叛，那是因为背叛的代价还不够大。臣听说杨端和虽然在军中被称作老好人，在家中却是一名慈父。殿下何不向陛下请旨，将杨端和的2个儿子调进殿下的护卫军？你是说从他2个儿子下手？如果杨端和听话，那就送他2个儿子一场造化；但是如果杨端和不听话，听说南越之地刁民不少，杨家2子死在刁民手上，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嬴政的行猎计划并没有进行太久，因为他接到西域的战报。西域来报，此次攻打波斯国，波斯国那边出动了70万大军，伤亡近30万，其中骆驼骑兵几乎被全灭。而我们大秦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总损失差不多有15万。因为作战时间太长，体力消耗太大，已出现了非战斗减员的状态。现在双方大军各自退兵，秦军退回了韩国都城，而波斯国直接退回了乌孙。章邯的西域大都督府的人马也最后只能拼出一个军出来，秦军彻底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资格。王元帅希望咸阳尽快派出援军，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陛下，南谢战事迫在眉睫，臣认为现在应臣集结10支野战军，由臣亲自统兵支援王元帅。可是国朝仅剩下的2位大元帅，如果全数出征，那国防部就成了一个空档，谁又能坐镇国防部呢？陛下，西域的军情高于一切，恳请陛下让臣坐镇国防部。嬴政虽然虾仁有忌惮，但是他对于虾仁的能力却信任的没法说，他可是能够分出轻重缓急的一代雄主。那自然好，下旨郑国公家人工中体国，广有功绩，封为大元帅，主持国防部的大小事宜。虾仁喜提国防部之后，直接就搬进了国防部。凭借他自己的威望和国防部中学宫弟子的支持，执掌国防部的过程非常顺利，所有人都很配合。而胡亥趁机向嬴政提出调杨端和2子到自己护卫军中任职的要求。嬴政此时心神皆在西域，想都没想就直接同意了胡亥的请求。但是当这个消息传到扶苏这里的时候，陈平的眉头就一直没有舒张开过。老二，从刚才接到消息，你就一直愁眉苦脸，怎么了这是？大师兄，是我小觑了天下英雄，胡亥府中也有高人啊。这话从何说起？是我大意了，没有想到胡亥竟然会向杨端和的2子下手。
他的二子如今连个功名都没有，也没听说过他2个儿子是什么经世之才。就算入了惠王府，又有什么打紧？大师兄不可大意，胡亥此举是冲着杨端和去的。此言何意？我听说杨端和是爱他这二子，现在胡亥将他二子握在手中，就如同将杨端和握在手中一样。南征大军怕是很快就落入胡亥之手了。不会吧？杨端和是国朝老将，深得父皇信重，在军中资历和地位仅逊于王老元帅，甚至比李元帅还要高一些，不会因私废公吧？如果这二子在我的手中，我有几10种办法让杨端和俯首称臣。大师兄不可太乐观。大师兄，既然事情已经如此，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刘邦不是还在南征区中吗？大师兄给刘邦手书一封，让他小心一些。以刘邦之志，必然会有办法。而且老三的叔叔项梁也在南征军中，一个杨端和而已，还翻不出什么大浪来。我不是担心南征大军，我只是在叹息好好的2兄弟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陈平、扶苏，你们怎么来了？扶苏将在上林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虾仁，这让虾仁倒吸了一口凉气。看来争取国防部的事情不但于国有利，对扶苏也非常有利。如果没来抢这个位置，要是让儒家的人或者李斯的人抢走了，只要稍微10点半子，西线和南线2路大军都会遭遇不可知的变故。而且国防部要是落入旁人之后，日后扶苏登基的难度将翻上几倍。既然胡亥已经去了南征大军，就暂时不要对胡亥下手了。师傅，可是胡亥将杨端和二子收入了帐中。南征大军有刘邦看着2个小孩子而已，难道还真能把南征大军裹了去？师傅，你就不想想那杨端和？杨端和怎么了？杨将军虽然是军中有名的老好人，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原则。他虽然对二子很好，可是你们谁听说过他2个儿子有什么劣迹？这倒没有听说过。这就是了，这说明杨端和对其二子的爱，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溺爱。所以胡亥想借杨将军二子招揽杨端和，我敢断定必然是无用功。更何况刘邦那小子也不是吃干饭的。师傅，那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那杨将军二子的性命怕是保不住了。你说的对，胡亥府中的那位谋士，如果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很有可能让杨将军二子去送死，以此来泄愤。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杨家二子遇险的时候，咱们将2人救下来。陈平啊，没想到你年纪不大，心眼不小，看来为师也可以放心了。从今日起，墨字由你掌管。师傅，这好吗？行了，你在我这里就别装了。墨字你都惦记不知道多少年了，你既然接掌墨字，那为师有一言警告于你。墨字乃国之重器，不可滥用。如果要是我发现你用墨字为自己谋私，休怪为师对你不客气。弟子谨遵师命。孟先生，咱们还要多久才能到南征大军的大营啊？应该不远了，按现在的行军速度，再有3个时辰就能到南征大军了。还要3个时辰？怎么还要这么久？哎，算了，反正来都来了，希望在南征大军那边能睡个好觉。殿下，臣以为咱们现在不适合直接去南征大军。啥？你说啥？都到这儿了，你现在跟我说不适合直接去南征大军，那早干嘛去了？南征大军自然是要去的，这也是咱们这次过来最主要的目的，只是不是现在。殿下在朝堂之中虽然仁义爱民，但是在朝堂重臣眼中却没有任何带兵经验，贸然前往南征大军，不但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反而会受制于杨端和。那你说怎么办？以臣之见，不如派杨端和之子杨志先去周围打探一下，看有没有南越的残兵。咱们先打一场胜仗，然后以胜仗之威再去南征大军，也能让那些骄兵悍将不敢轻视殿下。我们去剿残兵，我从小就没有见过刀兵，一想到厮杀，我就浑身发麻。而且就只有我们手上的这些护卫军。殿下，咱们的护卫军有3支野战军，整整6万多人，在南征大军附近，即便有南越残兵，人数也不会多，不然杨端和也不会让他们在南征大军卧榻之处安枕，咱们又有何惧？有道理，下令让护卫军就地扎营吧。杨志，你派人先去打探一番再说。殿下，在护卫军周围100里范围内，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南越残兵的存在，倒是有几个南越人的寨子，里面有数百南越族人，但是大多是老人和妇孺。这就很扯，就好像做好了准备去猎杀一头老虎，然后老虎没看到，就剩下几只小兔子。孟先生，这里没有南越的残兵，这仗是打不了了，咱们还是尽快启程去跟南越大军会合吧。殿下，谁说没有南越残兵？这些南越寨子不是南越人，在我看来，这些人一定在为南越旧部提供我南征大军情报，何该被剿？南越寨子，刚才杨志不是说了吗？那里全是老人和妇孺啊。这都是化妆，
殿下要牢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可是，传曹休来见。曹休，现在附近有7个南越人的寨子，你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将这些寨子全数攻破？孟尝力，这些寨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精壮，给我1支野战军，2个时辰就可以全数攻破。曹领军，殿下现在给你2支野战军，时间也只能给你1个时辰。打仗不是算人头，凭啥你多给我1支野战军，就要我减少1个时辰的时间？南越之地山势险峻，草木丰盛，人多不一定是好事。攻一个寨子，1000人也是攻，1万人也是攻，但是真正能接仗的也就那么300-500人，剩下只能在后面当啦啦队，人多不一定管用，说不定还会拖后腿。但是孟前执掌惠王府大权，曹休也不敢得罪，只得忍气吞声的领命而去。你把杨志的那支野战军带去，让他们也立立功。也不知道他是何用意，但绝对是没安好心。传杨端和的大儿子杨坚过来。杨坚，你马上去南征大军大营报信，就说惠王殿下被南越残兵袭击，护卫军正在苦战，让南征大军立刻派出援军支援。惠王殿下和护卫军不是好好的吗？什么时候遇到袭击了？这不是谎报军情吗？当然，遇袭是对外的说法。你见到杨上将的时候，可以直说我们发现了南越残兵，所以直接出兵围剿了，不必为难。孟先生，你这是何意？殿下，臣在逼杨端和战队。战队？殿下，我之所以让曹休带上杨志，又让杨经去南征大营报信，就是为了将杨端和二子拉下水。我又岂能不知，派兵去攻击这些寨子有杀良冒功之嫌？但是谎报军情的是杨端和的长子，带兵攻击南越寨子的是杨端和的小儿子。要是杨端和向朝廷告发或者弹劾，首先要问罪的就是他的2个儿子。你猜猜杨端和会不会舍得杨家绝后？如果他不告发，直接默认，那我下一步就要上书朝廷为惠王殿下请功。这时候再请杨端和在请功的奏折上署名，想来他也不会拒绝。如此，杨端和就算没有站在我们这边，在朝廷看来也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孟先生高明。孟前笑笑，没有再说话，而是淡定地等着杨经的回报。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在杨经刚出护卫军的营地不远，迎面就撞上了一彪军马。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想骗我？而刘邦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也很简单，按照胡亥的行程，应该是昨夜就能抵达南征大营的，怎么在距离南征大营只有3个时辰路程的地方安营扎寨了？该不会是出事了吧？胡亥这到底在搞什么花样？是不是怪我们没有派人远迎？刘邦，你带一队人马去迎接一下18皇子吧。我倒要看看胡亥他们要耍什么花样。杨经，你怎么在这？孟前也没有交代杨经，这些信息只能告诉杨端和。杨经干脆就全都告诉了刘邦。胡亥这是在利用杨家2子逼杨端和站队啊！刘邦之前收到了陈平的手书，让他防着胡亥利用杨家2子。此时得知这个消息，心念急转，立刻就想出了破局之法。杨经，你继续前往南征大营报信，来熟悉附近道路的兵士，立刻前往那几个寨子，通知寨子里的人转移。你不是要杀粮冒功吗？那好办，粮都没有了，看你上哪里杀去。第一步就给你破了，看你下面该怎么办。你堂堂一个亲王，总不能拿寨子里的那些破木头来请功吧？不得不说，刘邦这招很鸡贼。孟前估计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差，士兵还没有出发，自己的损招就已经被刘邦破解。这边曹休的人马刚刚出营，那一边刘邦的人就已经到了寨子。寨子里有年高持重的老人主事，接到刘邦的报信之后，立刻安排寨子里的人离开寨子，藏进山里。没想到寨子里的人会提前收到消息逃走，这些寨子里的人应该并没有跑远，毕竟都是一些老弱妇孺，能跑到哪里去？下令放火烧山。这南越的大山跟北方的可不同，这一放火，那就不是几天能熄灭的。去办。就在曹休准备下令烧山的时候，刘邦却带着人突然出现。你们是哪个部分的？为何在此？这位南征大军的参谋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当着他的面还放火，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曹休大惊，只得悻悻收兵，跟刘邦一起返回大营。在孟前见到刘邦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计谋被破了。不用说，攻寨的消息肯定也是刘邦泄露出去的。刘参谋长不在南征大营出谋划策，怎么会来这里？我奉杨上将之命，特来迎接惠王殿下前往南征大营。你来得好快啊！惠王亲临，不敢有丝毫怠慢，来得慢了，怕惠王殿下怪罪。你很好，引路吧，前往南征大营。这要是让孟前的毒计实现，那我可就真进入了两难之地。刘邦啊，这次多亏你了。杨将军，这次虽然在机缘巧合之下被我破坏了惠王的毒计，但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您的2位公子都在他们军中，
真要出点什么事，怕是将军也无法处置。我又何尝不知此事麻烦？我生性不喜掺和朝堂夺嫡之事，而今惠王却非要逼我站队，但是我二死在彼，我又能怎么办呢？杨将军，我记得南征大军有节制诸路兵马之权吧？陛下是给了我这么一道旨意，你的意思是，既然杨将军能节制诸路兵马，何不将惠王的护卫军也纳入南征大军之中？如此，您二子就也成了您的部下，所有的军令自然都要由您这位南征军统帅下达。惠王再想给你下绊子，可就难了。可是惠王的护卫军是保护惠王安全的，咱们收过来。如果惠王以他安全受到了威胁来讨，要该如何是好？惠王殿下此后跟随大军行动，有这数10万大军的保护，危险又从何谈起？这样说倒是也能说得过去。两人议定之后，准备第2日就请胡亥过来商谈此事。可杨端和刚拿出嬴政让他节制诸军的圣旨，孟乾却也拿出来一封圣旨。陛下的旨意，两位可都听清楚了。殿下的护卫军只认殿下的指挥，却不受杨上将的节制。如果南征大军实在是抽不出兵力，殿下的护卫军倒也不是不能出战，不过要殿下亲自下令才行。这位是？此人乃姑府中长吏，是当今大儒淳于越的高徒，与孤亦师亦友也。这人必然是胡亥的谋主，观此人行事颇有章法，而且早有预见，非是寻常儒生可比。南征大军即将离开南越，准备讨伐暹罗，殿下是留在南越，还是随军一同前往？孤本来就不想来南越，更加不用说打仗了，当然要留下。殿下奉皇命安抚南越百姓民心，自然要留在南越。只是南越恐尚有残兵在，殿下的意思是想请杨上将留下几支人马相助殿下，不知道杨上将意下如何？正是，杨上将就再给孤留下几支野战军，最好是身经百战那种，也方便完成父皇的嘱托，不是？好厉害的手段，不但没能节制他的护卫军，现在竟然还把主意打到我的南征大军头上了，这可怎么办？殿下，孟昌利并非是杨上将不愿留军南越，只是暹罗并非南越这样的无主之地，其国力不逊于6国。所谓狮子搏兔，宜用全力。如果南征大军失利，暹罗之地取不了，到那时候陛下震怒，怕是殿下也要受到波及。况且南越之地就算有些残兵，也不会有太多人，最多1000余人。而殿下的护卫军有3支野战军，据说战力也是能与太子殿下6律争锋，又怎么会怕区区南越残兵呢？刘邦这番话连削带打，连打带捧，又隐隐含着威胁之意，听得孟乾一愣一愣的。雪宫精英何其多也，这个刘邦绝对不能小觑。现在刘邦此言一出，要是再坚持留兵，那就是惠王不懂事，不能为君父分忧了。到时候只要他们故意在暹罗打一场败仗，这罪魁祸首就要落在惠王头上。刘参谋长所言甚是，不过惠王殿下安全也不能不顾忌。这样吧，刚才说的几支野战军是不可能留下的，老夫最多再给殿下留下2个师，另外再配给殿下足够的凌空火炮和粮草，如此殿下的安全就有所保障了。杨端和看孟乾和胡亥脸色不好看，多少有些挂不住，连忙出声打个圆场，毕竟自己儿子还在胡亥手上。那姑就谢谢杨上将了。现在好了，彻底将惠王给得罪了。杨上将，惠王殿下如果气量如此狭小，恐非朝廷之福，早晚也是要得罪的。再说，杨上将不是早就已经做好得罪惠王的准备了吗？你呀，真是个鬼机灵。惠王之事且不说他，而今最重要的是暹罗这仗怎么打？暹罗的兵力和武器与我大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此战其实应该不难，但是唯一可虑的就是暹罗的象兵。象兵？可是我们在南越看到那种高大且鼻子很长的怪物。正是。那有什么可虑的？进南越以来，也不是没有见过大象，虽然高大威猛，但是脾气温和，不必太过担心。将军，暹罗的象兵最少有5000头大象，你想想看，5000这样巨物排成阵型向我们冲锋，我军如何对敌？杨端和想了想那幅场景，数千头大象铺天盖地的向自己的军阵冲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参谋部可有应对之法？我们参谋部用南越之地的大象试验过，大象与马匹不同，对火焰和巨响的恐惧并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参谋部这边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应对之法，只能接战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再说了。项将军所部到了什么地方？项梁将军所率的前锋军已经到了暹罗边境，并且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那下令吧，发兵暹罗。南征大军20支野战军分成3路向暹罗发动进攻，在凌空火炮的帮助下，秦军迅速地攻破了6座城池中的5座。此时的暹罗都之中，仅只有不到5万战兵，当然还包括那3000头大象。护卫大将率领3000象兵出战，象兵的冲击力在当时来说，就相当于陆上坦克。刚一接战，秦军前锋就直接被象兵冲垮。
甚至杨端和出动督战队都没能阻止秦军的颓势，秦军一战而败，连退30里才安营扎寨。看来是之前的战斗太过顺利，突然的一场失败就让秦军士气尽丧。再这样下去，别说作战，就是继续留在这里都是个大问题。两位，现在这种情况如何是好？如何挽回？杨上将，此战首先是要解决暹罗的象兵，他们这些大象太过凶悍，我军根本无法对敌。而且我听说，我军的刀剑甚至都不能对这些象兵造成伤害。没错，暹罗人在大象身上铺了3、4层皮甲，而且还抹了桐油。我们的钢剑一砍到大象身上，立刻就会划走，这仗没法打了。我为大秦征战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对手，打又打不过，伤又伤不得，不如先退兵，等找到象兵的弱点再另行进攻。杨上将，如果此时我军退军，必然会助长暹罗的气势，回头暹罗联系南越之兵，我军取得南越不久，民心未复，这样一来，我军必然会陷入南越的泥潭。如此如何向陛下交代？刘参谋长，你说的对，可是假若暹罗再次令象兵出战，我军不是一样要退？而到那时候，恐怕损失会更大。杨上将，我以为不如我军不退反进，反正暹罗的象兵只有3000头，总不能四面八方一起向我军同时发动进攻，不如我军挥师围住暹罗国都，另一到2个军舍命缠住象兵，而其他部队则同时向暹罗国都发动进攻，如此暹罗国都必落，而区区3000头象兵没有了根基之地，又有何可惧呢？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要1到2个军舍命缠住象兵，又能让哪支野战军来肩负如此重任呢？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些野战军都是秦军精锐，总不能明明知道这是送死，还坚持让他们去送死吧？杨上将，我自从入秦以来，受陛下厚恩，一直未能报答。这战就由我率领的本部人马扛住象兵，杨上将与刘参谋长就负责攻破暹罗国的如何？这项将军，杨端和语音哽咽，半晌没有说下去。杨上将，我既为大秦军人，自然以死在战场上为最高荣誉，将军可不要阻止我获得荣誉哦。既然项将军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建议就同意项梁将军的主意，军中将凌空火炮和燃烧弹全数拨给项梁将军军中，说不定会有一线生机。报告将军，暹罗的护卫大将率领3000象兵从都城出发，向秦军营地杀来。暹罗之将如此无知也，竟然敢远离暹罗国都30里来向我军挑战，此乃自取灭亡之道。刘参谋长，此言何意？两位，象兵行动缓慢，如果暹罗将象兵留在国都之中，怕是我们真要按向梁将军所说，用士兵的尸体将象兵拖住，才能取胜。但是暹罗将领骄傲自大，竟然不依托奸城，竟然妄想以象兵来进攻我军。我军移动力远在象兵之上，如果我军以一支疑兵吸引象兵的注意力，而大军绕过象兵夜袭暹罗都城，此战必胜。杨上将，下命令吧，我带本部兵家保证将象兵给引开。如果这样，项梁将军就不用死战，只用引开象兵即可，此策甚妙。众人计议已定，各自行动。项梁带着2支野战军径直将象兵越引越远，而护卫大将也许是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丝毫没有看出项梁只是在诱敌，一个劲地追着项梁。而刘邦和杨端和各带了人马绕过象兵部队，直扑向暹罗国都。没有象兵的暹罗国都就如同一个脱了衣服的小姑娘，怎么可能是如狼似虎的秦军对手？不到1个时辰，暹罗国都南门和东门纷纷陷落。而那位护卫大将久追无果，终于反应了过来，调转大军要回都城，却又被项梁派兵死死缠住，凌空火炮和燃烧弹如同不要钱一样拼命使用。攻下了暹罗的杨端和立刻向咸阳报捷。当然，作为军中出了名的老好人，他并没有忘记在南越之地安民的惠王胡亥，在报捷的功劳簿上也写了胡亥一笔。惠王胡亥安抚南越有功，让大军免去了后顾之忧，请朝廷封赏。好个杨端和，如此在功劳簿上不痛不痒的给我说了那么几句好话，以为我就会领他的情吗？这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一旁的孟乾没有劝他，因为他心里也很不舒服。杨端和拿了灭国之功，竟然就只给孤分了那么一点鸡毛蒜皮的功劳，这点功劳父王看见，指不定心里会怎么想。杨端和欺人太甚，殿下，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也知道不行，可是你说怎么办？而就在此时，远在波斯的王翦军中却看见随军参谋陈平脸色惶急地寻了过来。王帅，我家师弟不见了。王帅，我家师弟不见了。你家师弟？你说的是项籍那个愣小子？就是他，我刚才一个没看住，就不见他的踪迹，我担心。你担心什么？我担心这傻小子上战场去了。
项籍那个冷小子自从到了军中之后，说的好听就是到处找人比武较量，说的不好听就是到处惹祸。不过那小子天生神力，军中的这些大将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但是即便他的武力再高，战场上几10万人绞杀在一起，已经不是靠个人武力逞凶的时候。而且项籍那个愣小子还有个毛病，就是太冲动，只要杀红了眼，立刻上头，啥都不管不顾。除了我之外，也只有师傅能喊得住那个愣小子。这样的人上战场就是找死。如果郑国公的亲传弟子死在我们军中，照顾不力这一条怕是躲不过去了。到时候在郑国公面前怕是不好交代。走，去看看。大元帅，您看，师傅说了，擒贼先擒王。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战场上所有人都瞠目结舌，谁都没有想到，竟然真的有人能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更何况还不是万军，是数十万军。项羽一人一马一戈就屹立在府里的将台之上，四下全是波斯的士兵，却无人敢上前，甚至连一句给报仇的口号都不敢喊。传令，击鼓，全军出击，套履向后阵开炮。你这个傻大个子，这样凶险的事情你也敢做？等回了学宫，看我在不在师傅面前告你一状。项籍，王元帅有请。叫你冲英雄，小心王帅行军法。项籍，你可知罪？项籍哪里知道自己犯了不听号令的军法，也不跪也不答话。项籍不遵军令，触犯军法，杖责20。陈平在一旁急得一脑门子汗，这小子触犯了不遵军令这条军法，现在王元帅只是杖责20，已经算是手下容情了。不过还好，这小子皮糙肉厚，这20杖下去，估计没有什么大碍，也算是让他长点教训。想到这里，陈平也就没有出声替项籍求情。可是谁料王翦却话锋一转，但是看在你手任府里的大功分上，就饶你这次，并且你这次功劳甚大，当为首功，我有意让你临时代管玄天卫，你可愿意？至于正式任命，待本帅上书咸阳，得到陛下批准之后再正式任命，如何？还不谢王帅？项籍谢过王帅。而就在王翦统帅大军在太柱溪取得大胜的时候，大秦内部却突发变故。你说什么？陛下有重疾？这是赏赐，回去禀报郑妃，就说我知道了。嬴政生的恐怕不是小病，不然郑妃也不至于感冒如此风险将消息传出。但是前日还见过嬴政，气色尚好，怎么可能区2日就会有让郑妃都如此惶急的病症出现？不会吧？陛下身体向来甚好，怎么会突发疾病？就是啊，如果陛下重病，宫中怎么会连一点消息都没有？还需要劳烦郑妃冒险通传？老师莫不是担心有人隔绝宫中内外？正是，君主生病，有心人隔绝内外，这不是没有过的事情。当年陛下继位前，不也遭遇过此等事？还好当时的相国吕不韦力挽狂澜，才成功的挽救了大秦的国运。而今掌握宫中禁卫权力的是中车府令赵高，这赵高的人品实在是不敢置喙。这种隔绝宫中内外，为自己谋求私利的事情，赵高是真的能干出来。赵高他敢吗？毕竟连矫诏杀了扶苏、蒙恬的事情都能做出来，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郑国公，你的意思是说宫中真有人敢行如此大不敬之事？我只是说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而已。陛下现在只是重病，还不至于失去对宫禁的掌控，目前应该还不至于。既然陛下重病，何不赶紧请太子入宫探视？不可，此时陛下没有旨意召太子入宫。太子入宫探视，又是从何处知道陛下重病的消息呢？没错，现在宫中除了郑妃之外，还没有任何有关于陛下重病的消息传出来。太子却在这时候直接要求入宫探视，一个窥探宫禁的罪名是躲不掉了，说不定还会连累宫里郑妃。那不说探视，只说问安呢？也不妥。如果宫中真的被有心人隔绝，太子此去就是羊入虎口。太子在，大秦尚稳；太子不在，大秦危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干脆我等一起进宫就是了。我请几位过来，正是有这个主意。我与3位一同入宫求见陛下，陛下哪怕真有重病，也必然要见。如果我等被阻拦，那就是宫中生变，各位就要做好应变的准备了。当然，最好能找个由头，请李斯也一同入宫就最好。如今李斯只一心在朝中安插自己的心腹，根本无心政事，用什么由头能将李斯一同诓去呢？我这里倒是有一件事，莫次万里传信，王元帅攻下太柱溪，上了报捷奏书，但是军中报捷通道还未送达。郑国公的意思是拉着李斯一起入宫报捷。正是。
如果是前线战事不利，李斯必然会推诿于我和诸位。但是这报捷之事，想来李首府是不会拒绝的。如此正好，我这就亲自去请李斯。冯辅正去请李斯，我等就在宫门等候。但是萧何就不用去了。老师这是何意？我等入宫，凶险未知。你去太子东宫，一旦我等出事，你立刻辅佐太子，以6帅强攻齐年宫，保太子登基继承大统。如此不妥，不如我以几位辅政入宫，老师去太子东宫坐镇更好。不，我现在镇守国防部，报捷之事自当由我亲去。你去不行，你就安心在太子东宫待着，等候我等消息便是。见萧何眼眶泛红，虾人叹息一声。傻孩子，此次进宫，我料想不至于丢了性命，最多也就是将我等软禁起来而已。你只要动作够快，就能救我等性命。事不宜迟，众人立刻分头行动。镇国公今日宫门的护卫比往常最少多出来1倍，看样子好像有些不正常啊。虾人皱着眉头扫视了一眼宫门禁卫，也发现宫禁人数有些不对。嬴政成为了始皇帝之后，所有事项皆有规制，宫禁守卫也是有定数的，每一门有多少禁卫，有多少队巡逻队，都是提前规定好的。除非正旦这样的大节日，宫禁的数量才会增加。而现在不年不节的，为何平白无故要增加宫禁呢？镇国公报捷自行禀报就行了，何苦又请冯辅正去邀请我呢？此次大捷乃南方大定之兆，李公为政事堂首辅，不得不劳烦李公。既然如此，我看人也到齐了，那我们就进去吧。李公请。为何阻拦？你不认识我？首辅安好。既然知道我是国朝首辅，你又怎敢拦我？奉陛下旨意，严守宫门，未得旨意者皆不得入宫。政事堂诸辅政皆有直入宫禁之权，这是陛下赐予的权利。你不过一个宫门将，就敢将国朝诸位辅政和镇国公拦在宫门之外，你好大的胆子！有旨可进，无旨请退。你是要隔绝内外，离间君臣吗？镇国公，末将只是奉命行事，还请镇国公不要为难末将。笑话！一个宫门将敢将当朝镇国公以及政事堂诸位辅政给拦在宫门之外，不许我等见君，我看你们这是要谋反啊！镇国公，我没有。本宫给你2条路，一是进去禀报我等求见陛下，二是本宫立刻斩你于剑下，你选一条吧。末将这就去通禀。镇国公，莫不是宫中有变？我怀疑有人欲行不轨之事。是，我只是猜测，却不知道到底是谁，且看后面再说。李斯闻言，脸立刻就变得刷白，可以说他身家性命皆在嬴政一人身上。惠王现在远在万里之外的南越，而太子就在咸阳。一旦殿下出了事，太子继承大统就是板上钉钉之事，而扶苏自然会重用虾人一党之人。我还敢奢望继续当这个首辅，能留住自己这条小命就已经不错了。陛下有旨，宣镇国公以及政事堂诸位辅政觐见。只要陛下肯见，就代表陛下无事，还有救，前面带路吧。从宫门到祈年殿其实不远，如果只是通传的话，小半个时辰已经足够，怎么会用2个时辰来传一句话？难道是宫中已经埋伏下人手，等我们一进宫就立刻将我们这些人砍成齑粉？这不是没有可能啊！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出他的意料，大殿之内并没有伏兵杀出，而大殿之上御座之前却多了一副帘子，正好挡在嬴政和众人之间。朱清要见朕，是朝廷上出了什么事吗？这声音不对啊！乍一听是有几分相像，但是仔细一听却大相径庭。启禀陛下，臣等这次进宫是来报捷的。南征大军已彻底攻灭南越与暹罗，南方大定，而王元帅的大军亦攻下太柱西。臣请陛下论功行赏。前线大军劳苦功高，封赏之事交由国防部和政事堂议定之后再报给朕吧。帘子后的声音听不到一丝欢喜之意，这下就连李斯都察觉到不对了。陛下可是身体不适？朕这几日略感风寒，风疾缠身。宫中御医要说有什么疑难杂症治不好还有可能，但总不至于连风寒这种小病都治不好吧？这不对呀！帘子后面只有一个人的身影。赵高从小跟随嬴政，很少离开嬴政的身边。宫中正是君臣奏对的时候，赵高一定服侍在侧。而今天嬴政身体不舒服，赵高竟然不在，这中间问题就大了去了。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帘子后面装神弄鬼。陛下，臣在学宫之中也与玄胡子学过医术，如果陛下不介意的话，那臣给陛下把个脉吧。镇国公，陛下之急已有国手诊治，就不劳国公出手了。赵府令这是从何处来？为何上殿不着官服？奴婢奉陛下旨意出宫办事，刚回来，还没来得及换官服。赵府令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
陛下保重龙体，臣与郑氏堂诸公自会商定清楚封赏之事。那就拜托朱清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朱清自退。出宫之后，李斯头也不回，上了马车就走，就好像后面有老虎在追他一样。而虾仁却神色凝重，对冯去疾和唐居说道：“是即已，还请两位去太子东宫商议。”这个时候，虾仁也顾不上什么忌讳不忌讳，直接向两人发出邀请，三人同向太子东宫而去。而李斯出宫之后，却没有回自己的府邸或者正室堂，而是径直来到了淳于越的府上。淳于越，如今事态紧急，你倒是出个主意啊！太子在朝中多年，声望功绩都冠绝诸皇子，而且党羽众多。如果陛下出事，他要登基，别说惠王不在，就算是惠王在，你我也是拦不的。那就眼睁睁看着扶苏登基，然后将我等全部罢官抄家不成？李公莫急，此时还未到那个地步。此话何意？你们今天不是刚见过陛下吗？谁说陛下出事了呢？可是那连后之人八成不是陛下。你说不是陛下就不是陛下了，我却说连后之人必定是陛下。李刚，此时你应该想办法去见赵府令。见赵高？我与赵高素无往来，我见他做神。赵高长着陛下的玉玺，老夫以为最近太子太闲了，应该让太子出咸阳干点事情才是。你是说矫诏？老夫觉得陛下必然会应允，怎么能说是矫诏呢？李斯这时候才明白淳于越话里的意思，也不再说话，直接扭头出了淳于越府邸。看来惠王也是少该回咸阳了。扶苏，你要做好准备了。师傅，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为何萧何一到东宫就立刻要我命令东宫六帅戒备？扶苏，你父皇可能出事了，你要做好继承大秦的准备。不，这不可能！我父皇龙精虎猛，正值壮年，怎么可能出事？莫非是有人害他？有没有人害他，我们以后自然会查清楚。不过现在一切以让你登基为目的。假如我等猜的不错，陛下在宫中果然遇害，此时惠王恰好在万里之外，太子登基没有对手，有对手也不怕。太子之前也有建国的经历，朝廷上下无不应付，大事已成，即便惠王在咸阳，也很难阻止。要我说，不如尽其东宫之病，直入齐年宫，如何？不可。如今陛下是否已经遇害，我等尚且不知。万一陛下尚在人世，我等贸然进宫攻城，岂不是害了陛下？到时候弑君之名可就栽到了扶苏的头上。郑国公，如果再拖下去，我担心的是李斯与宫中合流，再加上儒家那一帮子腐儒，太子登基将多出一些变数啊。天下大事，首看兵权。学宫弟子无数，其中投身军武的不在少数。羽林军和虎卫军中，大部分低级军官都是学宫弟子，而羽林军和虎卫军的主将想要指挥动这些军队，就必须要通过这些低级军官。如果陛下真的遇害，扶苏登高一呼，羽林军和虎卫军必然闻声景从，更不用说东宫六律都是扶苏的死忠。而我坐镇国防部，所有从国防部出去的文书，没有我的许可，就只能找到王翦和李牧用印才会有效。但是王翦和李牧又在波斯作战，想要他们用印，最少要提前1年时间布局，而且王翦和李牧必然也是站在太子一方的，找他们也没用。本来咸阳城中还有一支军队能跟东宫六帅掰腕子，那就是惠王胡亥的护卫军，只可惜他自己作死，被送到了南越。即便想要率军杀回来，没有半年功夫，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刘邦就在南征大军，即便杨端和何项梁想要做事，刘邦也不可能允许胡亥从南越回去。所以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扶苏至少在咸阳城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问题也就在扶苏占据绝对优势上。天下士子以法儒两家为多，虽然这么多年来学宫弟子崭露头角，但是相比较法儒两家来说，人数还是太少。如果李斯与淳于越合流，那就代表当今世界上最大的2个学派联合在一起，对付这些人单纯依靠武力是不可能的。文人一支笔能骂臭你祖宗18代，要是一个处理不慎，扶苏在史书上的名声可不好听。我可不想扶苏登基之后却落个弑君夺位、残杀士子的名声。历史上的嬴政就是坑杀了数百骗人的方式，又将各学派的书籍收藏到国家图书馆，禁止私学，就被一个焚书坑儒的罪名骂了几千年，这就是得罪了文人的下场。虾仁想到这里，心中一动。刚才唐居说的不错，如果法儒两家合流对扶苏不利，为今之计就要试想办法分化法儒士子。我倒是有个办法。郑国公请讲。开科举。科举这手大杀器本来是准备等扶苏上位之后再让扶苏执行的，为的就是收天下士子文人之心，而今事态紧急，只能提前放出来了。虾仁倒是不厌其烦地将从隋唐到明代的科举制度综合起来，说了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讲就从下午只讲到天黑，听得众人如痴如醉。
镇国公真天人也，如此可尽受天下士子之心。师叔，你说的这个科举听上去不错，但是现在大秦之中法儒盛行，用科举的话，估计都是百家士子能考上，那岂不是纵容法儒两家扩充自己的势力吗？怕是有尾大不掉之势啊！我又没说现在就实行科举制度，我的意思是，只要以扶苏的名义上这样一封奏折，你们再帮帮腔，把这事给闹起来，传得天下沸沸扬扬即可。如今天下士子不得志者甚多，如果听说有这样一条道路，凭借自己的才学就能成功入仕，你说他们会不会对发起者感恩戴德？这时候再放出话去，就说李斯和淳于越不愿意实行科举，怕的是后辈一跃在他们前头，到时候最希望扶苏登基的就会变成这些不得志的士子，只有扶苏登基，他们才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立刻就会变成扶苏的拥趸，如此则法儒两家立刻分化成两派，咱们还有什么可愁的呢？师傅，如此大事，即便父皇在的时候，他也是要仔细斟酌的，更何况现在父皇有事，如之奈何？这即面如此之广的政策，多几年准备时间也是应该的吧？等个3年5年之后，你皇位巩固再实行，又有什么不可呢？启禀镇国公，李斯从宫中出来之后，直赴淳于越府中，1刻钟之后离开，此时又掉头进宫去了。这位法家泰斗现在也忍不住了啊！李斯从淳于越府上出来之后，在马车上越想越觉得淳于越的话有道理。为今之计，只有先将扶苏调出咸阳，等着惠王赶回来，才有底气跟虾人掰腕子。我倒要看看赵高作何想法。赵府令，久见了。李首府，你我分在内外朝，平时也没有什么交情，你此来是有何事？赵府令，陛下的病是否？赵高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子，眼睛不自觉地向偏殿某处看了一眼。李首府，陛下不过是笼染风寒，只需调养数日就好。陛下无恙就好，只是陛下养病这几日，国朝之事如何决断？军事有国防部，而政事堂又有诸位辅政，有何不能决断？陛下有急，臣等心焦。既然陛下要养病，我们这些为臣的也不能总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烦陛下。陛下是否有交代？遇到需要盖喜的事情，该由谁来盖呢？陛下一共有3方玉玺，而这3方玉玺皆由我在保管。李斯这话的意思，岂不是就是在问陛下养病期间，谁来替他决断国事？这话是你能问的。李首府，这就不需要你担心了，不是还有太子吗？我来正是为了太子之事。我听说波斯战事焦灼，民心不复，需要有人前去安抚。本来惠王是最好的人选，但是现在惠王远在南越之地，1年半载也回不来。思来想去，也只有太子殿下最为合适。而且太子殿下为一国储君，理应为国分忧。赵府令以为如何？这是想把太子调出咸阳了。太子乃一国根本，不可轻动。此事不如等陛下身体好些再说。赵府令，我曾听说太子对你的印象可不太好啊。如果太子登基，那你……我怎么会不知道太子不喜欢我？等到太子登基，我最好的下场也就是罢官回乡，能保住这条命就不错了。但是说这话可是要命了，你就坑我吧。李斯，你住口！我与太子并无私怨，你休要挑拨离间。赵府令，我是否挑拨，你自己心里知道。我在想，如果陛下身体不适，我身为当朝首辅，上书请太子波斯安抚民心，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到时候赵府令手握玉玺，只要在我的奏折上盖上去，府令就不用担心了。赵府令，身家性命皆在你一念之间，你可要好好考虑啊。赵府令，你这玉玺盖是不盖啊？陛下，奴婢不敢，奴婢万万不敢。朕就想微服去看看自己的大秦，怕朝臣聒噪，找了一个替身坐镇，没想到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事。没想到朕一手提拔上来的国朝首辅，会对朕的中车府令说这些，看来这次是完大了。陛下，奴婢绝无异心。这摆明是以为朕出事了，要对太子下手啊！朕自己的儿子是否忌惮是朕自己的事，还用不着别人越俎代庖。陛下，奴婢不敢，奴婢万万不敢啊！行了，起来吧，谅你也不敢。只是李斯既然都会心生不轨，那太子又会如何做呢？赵高啊，朕觉得要是李斯真的给你上了那份奏折，你不妨就批了。奴婢是真的不敢啊！是朕让你盖的，你有何不敢？你这几日让天王紧盯东宫和李斯府，所有进出人员一并监视。对了，淳于越那边也盯紧了。朕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些什么。荒唐！这李斯竟然上了这样一份奏书。太子乃大秦根基，不可轻动。李斯竟敢提出让太子远赴波斯，他脑袋让驴给踢了吗？两位，李斯此举分明想调虎离山，以待惠王。依我看，不必理会他这种胡话，直接请太子强行入宫登基就是。不可，
封辅政。如果直接请太子强行入宫登基，那太子的一世英名就保不住了。正是，要知道史官之笔乃煌煌巨传，史笔如铁啊。既然如此，那我立刻上书弹劾李斯，两位是否一起？我看不用了，现在陛下又不在，谁敢轻动太子？这份奏书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萧何却被唐居这话说得愣了一下，他突然想起来赵高还在宫中。两位，郑国公3天前在东宫曾经交代过，要钉死李斯、淳于越和赵高诸人。而当天李斯从淳于越府中出来之后，就直奔宫中求见赵高。两人商谈了好一阵，李斯才从宫中出来。而今日又上了这封奏书，莫非他与赵高已经商定清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啊，如果不是二人已经商量好，李斯怎会如此不智，上这样的奏折？那就是说，宫中很快就会请太子傅伯斯的诏书到了。两位，我马上去求见郑国公，两位还请坐镇正事堂，切勿乱了阵脚。可是等到萧何来到国防部的时候，却被告知1刻钟前东宫来人将虾仁给请了去。莫不是宫中的诏书已经发了？老师，可是宫中传来请太子傅波斯的诏书。萧何倒是也不必如此惊讶，不就是去一趟波斯吗？3、2年估就回来了。太子难道想奉诏？不奉诏估又能怎么办呢？难道真的扯旗造反吗？也是啊，现在摆在面前的就2条路，一是老老实实的遵奉着封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诏书，远赴万里之外的波斯；要不就是直接集中东宫的所有力量改天换日。但是对太子这个人的性格来说，他又怎么会选择第2条路？如此甚好，扶苏，你准备行装，准备去波斯吧。郑国公，不可啊！太子若走，天下危矣。陛下有诏，扶苏自当遵旨而行，这有什么可危险的呢？3天前同样是在东宫，你可不是这样说的，你糊涂了吗？但是这话萧何可不敢直接说出口，因为他也知道虾仁所作所为皆有打算，他让太子这么做必有缘故。他还真猜对了，这3天里，虾仁发动了莫赐的全部力量，却没有发现天网和黑冰台任何反常的举动。要知道，天网经过赵高多年尽心竭力的培养，虽然比起莫赐还略有不如，但是已经是天下顶尖的组织。而黑冰台则向来只属于嬴政。如果宫中生变，赵高必然会全力发动天网，加强对国朝重臣和那些武将的监视，并且将黑冰台给纳入麾下。但是黑冰台的大统领姬无心却好像一直不太看得起赵高。赵高想要压服黑冰台，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怕是攻城中早就杀得血流成河了。只要有一个忠于皇帝黑冰台卫士冲出宫来求援，大秦必然举国哗然，而赵高也必然死无葬身之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天网和黑冰台并没有发生剧烈冲突。两方既然没有发生冲突，那就说明嬴政还在，还对宫中有绝对的掌控。嬴政还在，还能有这样的一份诏书出来，那就很值得玩味了。行了，别愁眉苦脸的了，赶紧收拾行装，准备出行吧。淳于次长，你到底有什么事？要是没事，你就请回吧。特来为李公贺喜，顺便也给李公报丧。我有何喜可报？你又是给谁报丧？李刚，长公让太子离开咸阳，此非喜乎？人还没走呢，等人走了你再来也不迟。那你为何又说要报丧？李刚，宫中可能生变的消息可是你告诉老夫的，赵高之事还是老夫指点李公前去的。可是什么？可是李公，你就没有想过你能看出来的事情，虾仁那厮会看不出来？虾仁为人狡诈，怕也早就看出宫中的不对劲，以他的为人，必然已经让东宫做好了谋反的准备。而李公请来的这道诏书，岂非将东宫逼到了要动手的境地？以咸阳目前的兵力，东宫掌握了其中大部，陛下若在，尚能凭借自己的威望镇压诸军。可是如果陛下不在，这咸阳城立刻易主，到那时候，李公莫非还以为自己能逃过一死？李斯听完这话，脸上大汗淋漓。他之前只想的是趁机将扶苏调出咸阳，越远越好。等到胡亥回咸阳之后，自己才有机会火中取栗。可是他却没想过，如果扶苏不奉诏，而是起兵谋反，该如何是好？淳于大儒救我，老夫此来正是为救李公，还请淳于大儒明言。为今之计，老夫以为只能动手。动手？我乃正式堂辅政，不是国防部大元帅，去哪里调兵来动手？李公没有兵，可不代表老夫没有兵。扯淡！我堂正式堂首辅手上都没有兵，你一个教育部次长手上能有兵？糊弄鬼呢！国防部给西域大都督府调集了5支野战军，听说已经过了函谷关，马上就要到蓝田大营了。你说这是干啥？莫非你还能有本事指挥这5支野战军不成？李公怎么知道我指挥不了？大秦刚改军制的时候，推行政委制度，老夫就将大批儒家弟子塞入军中，
当时老夫还想的是给弟子们一些前程，可没有想到却还有意外收获。这5支野战军的政委恰恰都是我儒家弟子，这几个弟子还算争气，在军中这些年算是实心用事，竟然已经将这几支野战军的军长都给争取了过来。有了这5支野战军，李公还愁自己手上没兵吗？原来只知道淳于越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却没想到这老家伙比起虾仁来，却也丝毫不弱。淳于大儒，还要劳烦你马上传书给你的那几名弟子，请他们马上带兵赶到咸阳。一旦太子举兵，他们就马上以平叛的理由杀进咸阳。这好办，还请李公手书一封调兵令，老夫也好给诸弟子一个交代。老狐狸，这分明是要拖我下水。此时却由不得李斯拒绝，他用首府的名义写下了调兵的手书，并且亲手交给了淳于越。老夫这就去办。赵府令，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情，你可考虑清楚了？奴婢自然是考虑清楚了。赵府令，如今形势，太子必定造反。不瞒你说，而我手中有5支野战军可以用以平定，现在只需府令的一封宣布太子扶苏为叛逆的奏书，以备不时之需。李府正放心，如若太子真的举兵谋反，我自然会有诏书。没想到啊，李斯和淳于越手中竟然还有兵，这戏的场面是越发的大了。只是朕的好儿子，你到底要做何选择呢？来时看李公府内被门客护卫围得水泄不通，李公准备得很周全啊。如此，即便是太子的六帅想要攻破我的首府府，最少也要3个时辰。而到那时候，城外的你儒家军队早就已经入城了，而攻城中的赵高也不会坐以待毙，必然会拼死反抗。如此，扶苏想要迅速登基的想法只能成为一个梦想。而就在李斯和淳于越苦苦等待扶苏起兵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却等来了一个让他们俩都没有想到的消息。你说什么？太子去宫门谢恩，并且准备启程去波斯国了？不应该啊！这时候他竟然宁愿去波斯，也不愿起兵。千真万确，太子的銮驾都已经准备好了。太子在宫门叩谢军人之后，就要立刻启程了。淳于大儒，你说太子此举是真是假？会不会是太子用的缓兵之计？那城外的军队怎么办？既然太子不愿起兵，咱们难道就坐视太子离开不成？你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主动挥军攻打太子的銮驾吗？这怎么行？李斯懵了，之前他们一直都在猜测太子会起兵造反，所以在调兵的时候才会如此心安理得。但是现在太子没反，我们却要主动挥军攻向太子，那就形同造反。我看算了吧，太子不起兵，我们何苦做贼？不如息兵，等着后面的情况再看如何。李庚，事到如今，你还想抽身而退吗？你此言何意？要知道你可在我的府中。我在你府中又如何？莫非你还敢斩杀了老夫不成？实话告诉你，剑已出鞘，不染血不回。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老夫也不怕实话告诉你，老夫在入府之前就已经派人去给老夫那几个不成器的弟子传了信，命他们速速进城，先破登宫，再破秦宫。有你这位当朝首辅的手书，我那些弟子倒是欣然的很了。老匹夫，尔敢？为了天下生民大义，老夫有什么不敢？来人，去打探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了。扶苏且从东门出城。师傅，你这是何意？要去波斯，从北门走才对，从东门走相当于要绕一个大圈啊！你不从东门走，某些人的计划怕是要落空了。每次只要师傅露出这样的笑容，就代表着有一个人要倒霉了。事情也正如扶苏想的那样。末次传来消息，言说那5支军队已经快到东门，看样子似乎是要从东门入城。如果嬴政啥事没有，淳于越这样做就相当于自寻死路，何不帮他一把，把他的罪名给坐实了？只要扶苏的銮驾队伍与那5支野战军碰在一起，我自有办法让双方立刻起冲突，而且罪责都在那些野战军身上，这样淳于越想要推脱自己的罪责也没有办法了。扶苏虽然不理解虾仁的想法，却还是乖乖地按照虾仁说的，命令銮驾队伍转向东门。可就在銮驾才走了不到300米远，太子殿下，陛下有旨意。太子殿下，陛下有旨意。赵府令，请说。传陛下口谕，太子扶苏即刻从北门出城，不得转道。看样子嬴政不但没事，还不愿意处置了淳于越和李斯啊！看来这次想要除掉淳于越又没有机会了。哎，改到北门吧。立刻关上城门，去禀告上官。我等是奉李斯首辅之命进城平叛的，速速开了城门，不然尔等与城中叛贼同罪。
让儒家的那几名政委觉得奇怪的是，城墙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现身。几名政委面面相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先来派2支野战队准备攻城。而就在此时，地面开始震动，几人抬眼看去，只见自己军队的2翼竟然出现了数万骑兵，无数身影手持弩箭出现在城楼之上，最中间一个的身影却让几名政委都大惊失色。怎么，我大秦的将士莫非不认识朕了吗？陛下在此，众军跪拜。众军跪拜，众军跪拜。嬴政果然没事，而且已经有了布置，只可惜这次必然会雷声大雨点小，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哎，扶苏、咸阳的事你就别掺和了，你父皇没事，你安心去波斯走一趟也好，看看异域风情也好，增长一些见闻。朕念尔等受奸人蛊惑，指诛首恶，余罪不查。末将拜见陛下。尔等何德何能，竟敢谋反？冤枉啊，陛下，我们是奉命前来，说是城中有人谋逆，调我等前来评判的啊。奉命？奉谁的命？国防部的调令吗？不是，那是李斯李首府的手书。朕怎么不知道政事堂首府还有调兵之权？李斯手书何在？陛下口谕，宣李首府入宫觐见。李首府这是何意？我受人蛊惑，犯下大错，本无颜再见君面，只是上有心腹事要提血上奏，不敢自行了断。李首府，你这又是何苦呢？赵府令，我如今只有疑问：那封令太子西巡的诏书，是出之你的手，还是陛下之手？当然是陛下之手。我果然还是一个蠢人。咸阳齐年宫大殿之中，嬴政看着跪倒在自己面前的李斯，心中思绪万千。眼前的这个人，从秦王政10年就已经入秦，然后一直陪在自己身边。朕能斗倒吕不韦，夺回大秦的权力，李斯立功不少。之后灭赵，李斯也是有大功于国的。但是今天这个朕亲手提拔起来的首辅，竟然伙同儒家那伙人想要对付太子。李斯，朕问你，你为何要这样做？嬴政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是沉声问道。李斯却低着头不说话。李斯回答朕的话。李斯，你难道真要逼朕杀了你？陛下，臣受陛下厚恩，却鬼迷心窍，行如此诡异之事，有愧于陛下。陛下如何处置臣，臣都不敢有任何怨言。既然如此，赵高将朕的诏书读给他听。首辅李斯，吾陛下及国防部之令，擅自调兵，本应重处。念及李斯有大功于国，且也是新忧君王，这罚俸1年，降爵为上造，依旧为大秦首辅。所调之兵，本为西域大都督府之用，依旧前用。军长及政委下狱待查，国防部另行调派相应军事主官。淳于越本为教育部次长，却插手军事，此为越举之行。这罢去本监各官，念在年纪老迈，乃国之祥瑞，许其留在咸阳。如此一3族的重罪，没想到陛下给的惩罚就是简简单单的降爵和罚俸，甚至还让我继续在这大秦首辅的位置上待下去。陛下，此诏有违大秦法制。李清，你以手书调兵入咸阳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过大秦律法？嬴政的这句话直接让李斯无言以对。行了，你之才学，朕是知道的。这一次也是你鬼迷心窍，朕饶过你这一次，再有下次。臣保证再也没有下次了。法家要与儒家联盟之意，朕不是不许，只是淳于越你降不住，索性朕免去了他个相官职，也是方便你做事。行了，赵高，给李清松绑，让御医过来给李清看看头上的伤势如何。当皇帝心累啊。老师，陛下这就算了，这可是有叛国之嫌的重罪啊。如此算叛国，那我们还准备让扶苏强行入宫登基，那又算什么？是啊，仔细说起来，咱们的计划好像也算得上谋反了。多亏了老师，最后关头让我们奉诏，不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只是，老师，你是怎么知道陛下没事的？这次只是陛下抛出来的一只诱饵，想要看看谁会上钩。只是咱们的运气好一些，而李斯他们运气不好，上了陛下的当而已。老师，那你就真的让太子殿下去波斯吗？为什么不呢？太子虽然是国本，却是未来要继承大秦帝国的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去一趟波斯，他会学到不少东西的。更何况，陛下让扶苏去波斯，恐怕另有深意。诏书里说，让孤到了波斯之后，将大秦应得之地划分给5国宗室一部分，允许他们在波斯种新建国。
这次不是让姑去安抚波斯民心，怎么又给姑安排了这样一个大活？更何况分封诸国是皇帝的权利，姑再怎么说也不过是个太子而已，怎么能善用国家公器？太子殿下勿忧，此事对太子殿下来说反倒是件好事。此言何意？陛下对太子殿下接待也不是1天2天了，太子心中恐怕也已经心知肚明。而这次陛下借李斯之手调太子殿下出京，怕也是在诸皇子之间有一个平衡。惠王在南，太子就去西，公平合理。但是陛下对太子殿下反而还另有一种特殊的信任，虽然忌惮太子，但是却相信太子殿下一心为国，不会公器私用。而将5国宗室交给太子殿下，也是对殿下的一种考验。只要殿下此行在波斯能顺利完成陛下交代的任务，殿下继承大统就再无人可以动摇了。若无先生在，孤必惶恐不能自安，此后还请先生多多费心。臣既然投身殿下，自然倾尽全力辅佐圣主，不敢有一丝松懈。始皇帝18年夏，王翦大军彻底平定了波斯诸地，扶苏带着5国宗室开始了在波斯的巡视之旅。扶苏得张良之言，一路上对5国宗室仁爱有加，各项供给都按照自己的规制给予。5国宗室莫不感恩肺腑，花了半年时间，将秦军所属的波斯土地都给巡视了一遍之后，扶苏才决定将西境之地全数划给5国。虽然西境之地比之前5国的土地要少很多，但是已经足够让这5国过一把称王的瘾。始皇帝19年冬，赵、魏、齐、燕、楚5国在波斯西境重新立国，而从咸阳出来1年的扶苏也计划回去了。始皇帝20年夏，扶苏和大秦诸将终于回到了咸阳。始皇帝20年，大元帅王翦、李牧西征北还，将军浴血士卒拼命横扫疆场，大显国威，振兴甚伟。兼镇上承天意下安民心。于此特封王翦元帅为辅国郡王，封李牧元帅为右国郡王，节升1级。蒙恬、章邯杀敌有功，封为国防部元帅、西域大都督府大都督，由周勃接任。惠王胡亥已经成年，即日归藩。我说你能不能快点？怎么比我们几个老鬼还慢？是啊，我这都睡了好几觉了。发财！活了！你确定这玩意能延年益寿吗？众爱卿，既然无事，就退朝吧。不知道父王和师傅他们现在出发了没？坝上学宫旅游巴士即将出发，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了。老爹，我来了。